放开我，放我出去！一间阴暗地牢中，锁链拖地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个虚弱的女子的叫喊。女帝苏洛黎，这位曾经在苍兰大陆睥睨天下、威震万族的存在，此刻却狼狈地趴在地上，无力地挣扎着，四肢被铁链束缚，身上的华美的衣衫早已破烂不堪。穆平缓步走到苏洛黎的面前，看着这个曾一剑杀死自己的女人，用手托着她的下巴，撩拨了一下她脸上有些散乱的头发，露出那张绝美的脸颊。想让我放了你？求我，用最卑贱的姿势，求我！苏洛黎抬起头，瞪着穆平，眼中闪过一丝杀意。看到女帝抗拒的神情，穆平冷笑一声，狠狠地抽了她一个耳光，随后拿出一块大约3尺长的木板，木板上还透着红色的血迹。穆平用手轻轻地俯视着，戏谑地看着这个跪倒在地上的女人。苏洛黎看到那块木板，身躯微微颤抖，眼神中满是恐惧。这个变态的男人用这块木板折磨了她1个月了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拿这个木板折辱她。脚底和屁股上已经伤痕累累，剧烈的疼痛让她不能站立，也不能坐着，只能跪着或趴着。后来这个男人变得更加过分，他跪的姿势不合他的心意，都会再挨一顿板子。见女人还不跪好一点！听到穆平的命令，苏洛黎娇躯一颤，下意识地爬起来，换成男人要求的姿势。穆平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苏洛黎有些红肿的脸颊，轻笑一声：“不错，仪态很好，有天资。”苏洛黎强忍着屈辱，看着面前的男人，哀求道：“求你别再折磨我了，只要你肯放过我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”看着苏洛黎那双楚楚可怜的眼睛，穆平冷笑一声：“不愧是女帝，戏演的真逼真，好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，被折磨的时候倔强中带着委屈，最后用承受不住折磨屈服的方式麻痹她，让她放开她。”虽然苏洛黎现在修为尽失，但就算如此，他相信如果放开她，他也有很多他想象不到的手段可以置她于死地。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洛黎女帝，一路走来肯定承受过比这高千百倍的痛苦与磨练，怎么可能这么一点折磨都是忍受不住？穆平故意假装不知道他的身份，饶有兴致地看苏洛黎卑微的演戏。那你说说，你能为我做啥？穆平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他脚下的洛黎女帝。我可以侍奉你衣食起居，还可以给你侍寝。穆平心下一惊，这个狡诈的女人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法，跟她上床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也是这么多天面对这么美丽高贵的尤物，穆平靠着大毅力强压欲火，并没有侵犯她的原因。不错，终于明白自己的身份了，只要你喊我主人，真心的做我的奴隶，我就放了你。苏洛黎狐疑地看向穆平，眼神中闪过出一丝寒光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愿意为奴为婢侍奉你。穆平拖着苏洛黎的下巴，眼神玩味。是吗？那你该称呼我什么？主人。哈哈。穆平大笑一声，求我，好好的求我。苏洛黎强压怒气，身躯止不住的颤抖，头压得很低。求你饶了我吧，奴婢会好好侍奉你的。听到苏洛黎求饶，穆平止不住的狂笑。哈哈，想不到尊贵的洛黎女帝竟然愿意做我的奴隶。苏洛黎听到这话，瞳孔骤缩，身体一僵，这个男人竟然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。想起这些天所受到的屈辱，对这个男人的低声下气，甚至同意为奴为婢，苏洛黎感觉气血翻滚，忍不住呕出一滩鲜血。铁链在他的挣扎下当当作响。卑鄙小人，知道我的身份还敢如此折辱我，我要杀了你！苏洛黎的眼睛冷冷地瞪着穆平，眼神中射出浓重的杀意。恐怖的眼神让穆平身躯一颤，仿佛看到了自己被这个女人杀死的那个瞬间。不过穆平随即平复了情绪，脸上换上一抹阴冷的笑。贱婢，还没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只是我的奴隶，还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说罢，穆平扬起手中的木板，狠狠朝着苏洛黎的身后打去。穆平一下又一下的抽打，苏洛黎紧咬着嘴唇，鲜血顺着嘴角流下，不发出一声哀嚎，维持着女帝最后一丝尊严。穆平打得有些累了，将苏洛黎拽起来，看着她的苍白而绝美的脸颊，感觉如何？苏洛黎声音微弱：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如此对我？无冤无仇，哈哈！穆平狂笑一声，面目狰狞地看着他。你可还记得明渊？魔帝明渊。听到明渊的名字，苏洛黎脸色煞白。正魔大战，他和明渊大战3天3夜，拼光了所有底牌，才将明渊斩杀。他也被明渊魔帝重创，没想到在他最虚弱的时候，竟然被最宠爱的徒弟萧敬偷袭。苏洛黎拼尽一身修为，强行使用时空秘术，将自己传送到这个偏远的地界。虽然活了下来，但已经修为尽失，然后被这个男人捉住囚禁。看着穆平眼睛，苏洛黎忽然感觉到这个男人的眼神跟明渊的眼神如此的像，那种明渊魔帝独有的睡眼朦胧的眼神，睡意中带着难以捉摸的深邃。
你是明渊？穆平嘴角勾起一抹凄惨的笑。没错，我就是明渊，没想到吧，我重生了，哈哈。说到重生，穆平歇斯底里的大笑，笑声中带着无尽的凄厉。他重生了，但重生到了一个只有炼体3重的废物身上，不但等级低，身体资质也是出奇的差，确切点说，应该说是废物中的废物了。这个也叫穆平的人，这几年一直在玄灵宗做杂工，就是玄灵宗的杂役弟子雇的小工杂役弟子，都是他仰望的存在。他堂堂魔帝，曾经睥睨天下的人，竟然重生到了这么一个废物身上。穆平想起他在蓝星穿越来获得睡觉变强系统，每天早睡晚起，辛辛苦苦睡了上百年，未曾有一日懈怠，才成为魔帝。他化名明渊，是苍兰大陆人人闻之色变的明渊魔帝，在人魔两族都是几乎无敌的存在。现在一切都灰飞烟灭，他怎能不恨？他现在唯一的想做的事情就是慢慢折磨苏洛离，让他生不如死。看到他的痛苦，才让他感觉到一丝安慰。可是他玩够了，他现在要拉着苏洛离陪葬，一切该结束了。洛离女帝，知道为啥我告诉你我的秘密吗？苏洛离神色一紧，这个男人没有喊他贱婢，反而喊他洛离女帝，这个反常的称呼让他感觉特别可怕。为什么？为了让你死得明白。穆平眼神中满是杀意。所以你可以去死了。穆平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抵在苏洛离的脖子上，马上就要了结这个风华绝代的女人的生命，心中还稍稍有一丝不忍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绑定系统。就在穆平决心下手的时候，一个机械的年轻女子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。穆平激动得有些颤抖，系统终于又到了。宿主可以通过绑定天命之女获得修为提升。宿主绑定天命之女后，只要天命之女修为提升，系统将会按比例反馈给宿主，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，宿主是否绑定。啥？绑定苏洛离？有没有搞错？我把她打得这么惨，这女人肯定想弄死我。宿主还有30秒的时间选择，请宿主尽快决定。30秒过后，如果宿主未做决定，系统将会自动消失。绑定。穆平急忙应道。叮，宿主绑定天命之女苏洛离成功。苏洛离目前修为炼体3重，宿主修为已提升到炼体5重。穆平一惊，苏洛离竟然是炼体3重了，这女人不是已经修为尽失了？这1个月时间她也没有修炼的机会啊，真是一个阴险的女人。叮，天命之女苏洛离体质为星月灵体，宿主体质相应提升为太虚神体。随着体质的提升，穆平感觉自己的力量、速度和感知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，而且太虚神体还有虚瞳之术，可以看破修为，看破虚妄伪装。穆平心下大喜，他感觉自己又行了。叮，检测到苏洛离对宿主的好感度为100，好感度提升可以增加反馈倍数，请宿主尽快提升天命之女的好感度。好感度不提升会怎么样？15天体验期，天命之女修为提升可以按1.5倍反馈给宿主。体验期过后，如果天命之女的好感度没有提升，反馈倍数将按比例降低。穆平一脸惊诧，1.5倍还要降低？别的系统不是都是100倍、10000倍暴击吗？要降低多少？1个月后，如果天命之女对宿主好感度还是100，没有任何修为反馈，如果提升到50，可以反馈0.5倍，好感度提升到0就是1倍反馈，宿主可以按比例计算。穆平气得跺脚，系统还能这么坑的？苏洛离跟他这仇太大了，可以说不死不休，这还怎么提升好感度？看了一眼还趴在地上的苏洛离，身上满是血痕，娇躯微微颤抖，正闭着眼睛等待死亡的来临。一滴眼泪顺着她美丽的脸颊滑落，滴在锋利的匕首上。穆平拿开匕首，用手给苏洛离擦了擦眼泪，轻笑一声：“呵呵，原来洛离女帝也怕死。”苏洛离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穆平：“我只是不甘心自己大仇未报，却死在你这卑鄙小人之手。”穆平用手仔细地整理着苏洛离的长发，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脑袋。苏洛离无力挣扎，只能任由穆平为所欲为。其实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考虑留你一命。苏洛离冷冷地看着穆平：“明渊，还想让我做你的奴隶，任你摆布？你做梦！”穆平叹了口气，正色道：“洛离女帝，你我这1个月朝夕相处，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过去的就都让他过去吧。”苏洛离有些无语，不打不相识没错，可是挨打的只有他。你想说什么？穆平温柔地抚摸着苏洛离的后背，看在咱俩前世今生的交情，我给你3个选择。苏洛离闭着眼睛没有说话，知道这个男人肯定又在想别的办法折辱他。第1个选择，我把你送到魔族地牢，你杀的魔族人这么多，我想他们肯定会好好招待你的，而且他们那牢房宽敞，刑具全，男人也多，保证你尽兴。魔族地牢对付女人的手段，洛离女帝应该也很清楚，花样还是很多的，
保证每天不重样，不会像我这么单调。苏洛离好像想到什么可怕的事情，睁开眼睛，脸上浮现出恐惧之色。不要，我不要去，下一个。好，那第二个选择，我把你卖到青楼，你这样貌身材，用不了多久，肯定会成为远近闻名的花魁，每天还有数不清的男人让你舒服，你得名，我得利，咱俩都不亏。你这么美，身材也很不错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穆平又拖着苏洛离的下巴，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绝美的容颜。苏洛离满脸羞愤，明月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也是一代魔蝶，怎么能让我做这种事？那第三个选择，做我的婢女，如何称呼随你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也不需要那些恭敬的礼节，你只需要明白自己婢女的身份。看到苏洛离还有些犹豫，穆平接着道，我再加一条，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做我的婢女了，只需要你能打败我，我都还你自由。你说真的？你没有在骗我？苏洛离有些不可置信。你可以不信，不过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只能看看哪家出价高，把你卖了。苏洛离迟疑了一会，不知道这个男人为何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。没错，不用说那些卑微的称呼，也不用那些卑微的礼节，跟前两个选择比起来，做这个男人的婢女感觉也能接受了。他是要暂时放过自己，还是有什么图谋？但不管怎样，只要找机会杀了这个男人，就什么事都解决了。好，你放了我，我答应当你的婢女。穆平温柔地抚摸着苏洛离的头发。离儿，这就对了。离儿，这男人竟然如此称呼他。明约，我答应做你的婢女了，能给我打开锁链了吧？当然，不过需要认主仪式。明约，你不是说不用那些礼节吗？穆平轻笑一声，认主仪式必须要有，要让你清楚自己的身份。苏洛离强忍着屈辱，跪趴在地上，还好他这些天已经习惯了。奴婢苏洛离拜见主人。穆平捏了一下苏洛离的脸蛋，离儿真乖，拿出钥匙将他身上的铁链全部打开。随着铁链的打开，苏洛离感觉到自己的四肢终于获得了自由，眼中立刻浮现出杀意，掌心缓缓蓄力。穆平一把抓住苏洛离的蓄力那只手，将他抱了起来。离儿，主人带你去看看伤口。苏洛离心下一惊，他的手被抓的力道感受到，他现在即使身体恢复，也不是这男人的对手，至少需要修炼10多天时间。魔帝重生非同小可，这男人身上不知道藏了多少秘密，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，他暂时不能轻举妄动。想到自己一代女帝竟然给魔帝当女奴，苏洛离心里被针扎一样难受。现在必须先忍耐一下，找机会赶紧恢复实力。穆平将苏洛离抱到一张柔软的大床上，认真的给他脚掌上药。离儿，把那只脚伸过来。苏洛离听话的伸出了另一只脚。这么好看的狱卒被打得肿成这样了，穆平也觉得自己下手确实有些狠了。当然，苏洛离身上还有肿得更厉害的地方，穆平都有些不忍直视，拿手轻轻的抚摸了一下。苏洛离娇躯一颤，下意识的扭动了一下屁股。别乱动，这里也得要上药。明渊，那个屁股这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穆平一把按住苏洛离的身体，别乱动，衣服和伤口都粘在一起了，接下来会很疼的，你自己弄不了的。都怪我。穆平叹了口气，满脸心疼，早知道就脱了衣服打了。苏洛离气鼓鼓地瞪了一眼这个无耻的男人。穆平回瞪了苏洛离一眼，瞅啥？趴好了，不听话把你吊起来抽打。苏洛离虽然满脸羞愤，但没办法，现在不敢激怒这个男人。苏洛离乖乖地趴在床上，双腿自然分开，方便穆平给他上药。随着衣服被揭开，忍着剧烈的疼痛，苏洛离羞愤地将头深深地埋进被子里，就当是一场梦。离儿，你是不是觉得当初你实力比我强？穆平一边给苏洛离上药，一边问道。苏洛离有些羞愤难当，他现在羞处正被看着，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说话？但她毕竟是女帝，心境不同凡响，不就被看了吗？只不过就是一副皮囊而已，正是锻炼她心性的时候，这时更要心如止水。苏洛离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最后是你输了，被我杀死了，这有什么疑问吗？看着苏洛离傲娇的样子，穆平不忿地在她身上拧了一下。啊，当时我不过是被我信任的女人给算计了，她给我下了毒，只能发挥出一半的实力。如果不是叶隐幽那个贱婢下毒暗算我，我当时生擒你都没问题。所以呢，是你赢了吗？你这个女人看来还是没摆正自己的位置。穆平手上揉捏的力道不自觉地加大了几分。明渊，你轻点。苏洛离乖乖地趴在床上，穆平一边揉搓一边温柔地给苏洛离上药。不得不说，苏洛离真是绝世尤物，虽然肿了点，但还是很美的。检测到天命之女对宿主好感度+5，现在为95，宿主加油哦。穆平神色一怔，难道这洛离女帝喜欢被爱抚？看来以后还得加把劲。穆平给苏洛离上好药，
压了压身体的欲火。上个药，这女人身子一直扭来扭去，搞得她快受不了了。叮，系统提示：宿主完成身体原主人木平的3个心愿，可以解锁系统更多功能。这时，系统声音忽然传来：3个心愿，还有别的功能。第1个心愿，为身体原主人报仇，仇人赵玉儿，限时今天完成，完成后可以解锁系统绑定人数限制。另外2个心愿呢？宿主完成第1个心愿后再发布。玄灵宗的杂役弟子赵玉儿。木平捋了一下身体原主人的记忆，木平在玄灵宗就是在赵玉儿手下当劳工，这女人脾气反复无常，经常对她打骂。那次不小心看见了赵玉儿和几个男人在树林野战，被赵玉儿发现，木平就是被赵玉儿推下悬崖搞死了。依依不舍看一眼苏洛离，在屁股上拍了拍，站了起来。木平又花了点时间做了一个2菜1汤，放到苏洛离的身旁，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。离儿，我出去一下，你修炼需要什么丹药吗？我给你买回来。苏洛离狐疑地看了一眼木平，这男人竟然要给自己买丹药，他想搞什么？需要一些义气丹和虎狼丹。行，你吃饭吧，我出去了。苏洛离应了一声，看着男人的背影，眼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光。段云雅，一个身形婀娜的青衣女子正在舞剑，但章法凌乱，一件件狠狠地劈在一旁的石头和树木上，石块和木屑在她周围乱飞。青衣女子正是木平的仇人赵玉儿。每当有空闲的时间，赵玉儿都会来这练剑。身体原主人当时作为赵玉儿的专用劳工，经常陪着她来这。好听一点是劳工，其实就是赵玉儿的奴隶。木平在玄灵宗没找到赵玉儿，果然在此处。赵玉儿又在这耍剑呢。赵玉儿听到声音，身子一颤，转身看到木平，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。木平，你竟然没死！木平呵呵一笑，你这贱婢还活着，我怎么舍得死？赵玉儿脸上满是杀意。木平，你这狗奴才竟然敢如此称呼我！既然你没死，我就再杀你一次。说着，赵玉儿持剑朝着木平刺来，木平不慌不忙，侧身一闪，轻松躲过了这一剑。赵玉儿一击未中，神色一惊，换了几个更为凌厉的杀招。木平背着双手，灵活地在剑影中穿梭，瞅准时机，一脚踢在赵玉儿持剑的手腕上，剑顿时飞了出去。赵玉儿一个踉跄，差点倒在地上，满眼的有些不可置信。你不过是我的奴才，怎么可能有如此身手？木平冷笑一声，欺身而上，一脚踹在赵玉儿的腹部，赵玉儿被踹飞几米远。木平走过去，用力掐住赵玉儿的脖子。赵玉儿被木平掐得喘不过气来，脸色发白。木平见状，松开了他的脖子，狠狠的2个耳光将他打翻在地。贱婢，杀我的时候没想过有今天吧？赵玉儿捂着被打得通红的脸，爬了起来。木平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，我是动手杀了你，可是你别忘了，当初是我收留了你，你的命本来就是我的。木平回忆了一下身体原主人的记忆，的确刚来玄灵宗当劳工都没人要，是赵玉儿收留了他，但这女人时不时对他非打即骂，只不过为了找一个奴隶加出气筒而已。木平拿起来地上那把剑，抵在赵玉儿的脖子上，冷笑一声：贱婢，天天拿我当奴才使唤，那我还得谢谢你了。跪下。感受着冰凉的剑身，赵玉儿娇躯微颤，犹豫了片刻，跪在了地上。木平，看在我曾经收留你的份上，求你暂且饶我一命，我还有大仇未报，等我报了仇，愿任凭处置。木平饶有兴致地用手扳起赵玉儿的下巴，看着他那生无可恋又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眼神。哼哼，是吗？那你说出来，让我开心一下。赵玉儿苦笑一声，慢慢地说了起来，这或许是他活命的唯一机会。原来赵玉儿上次树林和几个男人野战，是因为那些男人拿赵玉儿的家人性命要挟。这种事在木平看见之前发生过多次了，后来那几个男人有些玩腻了，就把赵玉儿的家人都杀了。赵玉儿受了几个男人的侮辱，无处发泄，觉得天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就把怒气发泄到了木平身上。家人死后，赵玉儿更是情绪失常，尤其无法接受的是自己丑态竟然被木平这一个奴才看到，所以才会将木平推下山崖。弱者受到不公无力反抗，就会欺凌更弱者。木平捏着赵玉儿的下巴，所以你因为受到别人的欺凌，然后把怒气发泄到我身上。赵玉儿跪在地上给木平磕着头，是我不对，是我错了，只要你饶我一命，我愿意给你为奴为婢，任你责罚。给我为奴，你也配？我大仇未报，求你了。赵玉儿不断地磕着头，脑袋上满是血痕。木平叹了一口气，指了指不远处的悬崖，将你仇人的名字写下来，你的仇我给你报，你自己在这跳下去吧。赵玉儿愣了一下，微微点了点头。赵玉儿扯下身上的一片衣服，咬破手指，颤抖着写着谢字，还有几滴泪水滴在那片衣服上。写完字，又给木平磕了3个头。多谢。说完，赵玉儿慢慢地朝悬崖边走去。
神情带着一种解脱和释然。丁，宿主完成身体原主人第一个心愿，解锁系统绑定人数限制。穆平心中一喜，快步下山，得去给苏洛离搞点丹药。丹云阁，玄灵宗附近比较大的丹药店了。此时店里却是十分冷清。穆平走进店里，对着店小二大喊：义气丹和虎狼丹各来10个。一个伙计兴奋地小跑过来：客官，总共需要下品灵石600个。600灵石？怎么不去抢？不应该是300个吗？丹药的市场价穆平还是了解的，这种一般的丹药价格一直没出现过大的波动。客官有所不知，最近的行情丹药都在涨价，进货价太高，我们卖这个价都不赚钱了。穆平虽然不缺钱，但也不想当冤大头，转身就走。公子留步。穆平还没走出店门，听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。穆平转过头，只见一位身着淡黄色长裙的女子袅袅婷婷走来，她身形婀娜，眉眼含情，只不过眉宇间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愁容，让他心生怜惜。这位公子，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你若真心想要这丹药，我可以再给你打个折。丁，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，宿主是否绑定？气运之女跟天命之女有什么区别？天命之女苍兰大陆只有1人，气运之女可以有很多人，可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。楚若属于哪个级别的？楚若目前修为炼气6重，属于黄级气运之女。好，绑了。丁，宿主已绑定气运之女楚若，楚若境界为炼气6重，按0.05倍反馈给宿主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体6重。逗我呢？0.05倍，系统你给我一个解释，难道这女人对我有敌意？楚若对宿主好感度为0，反馈倍数按天命之女的好感度加上气运之女的好感度的和来决定，天命之女的好感度为95，所以反馈倍数按95来计算。看来虽然可以绑定别的气运之女来提高修为，但提高苏洛离的好感度才是提高修为的关键。最好是让苏洛离这个天天想着杀了自己的女人爱上自己，但这对于没有泡妞经验的穆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之前和叶隐幽那件璧有过一段，现在想起来完全是那件璧欲擒故纵，玩弄他的把戏，最后他还被这件璧给阴了。想到叶隐幽，穆平紧紧地握着拳头，双眼通红。这位公子，价格还可以再商量。听到女子的呼唤，穆平忙平复了下情绪，对着楚若笑了一下。姑娘，不知这丹药为何会涨价这么多？公子应该是近期很少外出，有所不知，正魔大战后，洛离女帝陨落，女帝弟子萧敬接任帝位。萧敬称帝。萧敬，苏洛离的徒弟，应该也是苏洛离所说的大仇未报的仇人。穆平苦笑一声，这女人也是被亲近之人背叛，这一点两人还真有点同命相连的感觉。这和丹药价格有什么关系？正魔大战，虽然魔族最终被击退，但是正道宗门也是死伤无数，损失巨大，各宗门需要大量药材和丹药，市场上很多药材丹药都被收走，导致药材丹药价格疯涨。而且晋地默许各个大势力征收重税，虽然我们丹药卖的价格高，但并没有多赚钱，顾客还比以往少了7、8成。看到楚若满脸忧色，穆平拿出600下品灵石递给楚若。姑娘，帮我拿10颗虎狼丹，10颗义气丹，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，不用打折了。楚若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灵石。公子，不瞒你说，你是今天的第一个客人，还买了这么多丹药。这样吧，我再赠1颗丹药，你随意挑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体7重。听到系统提示，穆平大喜，看来女人的好感度提升也不是那么难。苏洛离也是女人，估计还是空虚寂寞的女人，要不要给她搞点情趣？姑娘，那就赠送我1瓶春心露吧。楚若神色一正，眼神出现些许异样，给穆平拿了1瓶春心露。穆平将丹药装到储物袋中，对着楚若摆了摆手，走出了丹云阁。穆平走出丹云阁不久，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男子走进丹云阁。楚若认识这个年轻男子，玄灵宗外门弟子叶不凡，但看到他进来，楚若眉头紧锁。叶公子，今日来所为何事？叶不凡轻笑一声。玄灵宗刚发布命令，宗门修炼需要求境内所有门店每月交出义气丹100颗，或者灵石2000个。我特地来告知楚姑娘。叶公子，你也知道，最近生意惨淡，我们店现在都快坚持不下去了，根本无力承担这么多的费用。叶不凡看着楚若美丽的脸颊，嘴角微翘。楚姑娘，我也知道你的难处，不过这是宗门命令，若是交不出丹药或者灵石，玄灵宗将不会再为贵门店提供保护。楚若神色一紧，叶不凡说的意思很明显，若是交不出，玄灵宗就会找人来找麻烦，店里生意更没法做了。可是若是交了，相当于一直亏本做生意，撑不了多久就得关店。看着楚若为难的样子，叶不凡心下一喜，一脸猥琐。不过楚姑娘若是肯和在下交个朋友，我可以在宗门帮你说句话，或许有用。交个朋友，
叶公子，小女不明白。我在明月楼有一间专用雅间客房，只要楚姑娘愿意跟在下彻夜长谈，用身体交流下感情，就算是叶某的朋友了。叶不凡，你无耻！楚若一脸愤怒地瞪着叶不凡，袖拳紧握。叶不凡却不以为意，依旧笑得很猥琐。楚姑娘想通了就去找我，不过最多2天时间，时间久了我可要登门拜访了。说完，叶不凡一脸得意地走出了丹云阁。穆平买完东西赶回地下密室，毕竟提升苏洛离的修为和好感度才是他的第一要务。回到地下密室的时候，天已经不早了。穆平走进苏洛离的房间，见他还乖乖地趴在床上，屁股上的红肿消退了一些。离儿，好些了吗？好一些了，就是有点头晕。苏洛离的声音有些虚弱。穆平走过来摸了摸苏洛离的额头，不热啊，怎么会头晕呢？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暗道不妙。不过已经有些晚了。苏洛离手中银光一闪，一个锋利的匕首直插穆平胸口。虽然苏洛离现在只是炼体3重，但他是星月灵体，加上他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经验和对时机的把控能力，越级战斗就是家常便饭。穆平连忙闪身后退，但因为距离太近，已经躲闪不及，胸口已经被匕首刺中。不过这时苏洛离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。就在这一个瞬间，局势逆转，穆平已经抓住了苏洛离的手腕。苏洛离想用力挣脱，但跟穆平力量悬殊太大，根本无济于事。穆平拔出插在胸口的匕首，扔在了地上，鲜血溅出，染红了他的衣衫。如果匕首再多刺进身体1寸，就会刺进心脏，就算他是太虚神体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。穆平捂着胸口，点了胸口的几处大穴，血总算是止住了。双眼通红地盯着苏洛离，眼神中的寒光让人感到窒息。苏洛离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好了？苏洛离一击不成，知道已经再无机会，神情绝望地趴在床上，等待男人的处置。你杀了我吧！呵呵，贱婢，直接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穆平狠厉地看了一眼苏洛离，一把扛起他朝屋外走去。明渊，你要做什么？苏洛离无力地拍打着穆平的后背，他现在本就身体虚弱，刚刚那一击几乎用尽了他的力气。穆平扛着苏洛离走到密室的一角，扣动暗格，墙壁缓缓打开，密室的里面竟然还有一间屋子。穆平将苏洛离轻轻地放在屋子的地板上，随着屋内的亮了起来，趴在地上的苏洛离看到屋里的东西，身躯有些颤抖。这间屋子是一个宽敞刑讯室，各种千奇百怪的刑具闪烁着黑色的光芒，阴森恐怖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苏洛离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一代魔帝被你杀死，只不过拿一块木板稍微教训了你几天，就放过了你。1个月，我们孤男寡女，我都没有侵犯你，给你留着最后的尊严。我给你活命的机会，你还不知足，还想杀我？穆平用手托起苏洛离的下巴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看着穆平的眼睛，苏洛离知道难逃一劫，冷冷地盯着穆平。明渊，你们魔道中人本就该死。魔道？哈哈！穆平大笑一声，仿佛听到最好笑的笑话。我问你，今日我放开你的时候，我们约定我放了你，你做我的婢女，我说过的话都做到了，没让你叫我主人，没让你自称奴婢，甚至亲自给你上药做饭。而你做到了什么？你心里想的都是怎么背弃承诺，如何杀了我，一个承诺不遵守的人还妄称正道。原来所谓的正道都像你这般模样，哈哈。苏洛离被说得有些无言以对，的确是他背弃了承诺。苏洛离又看向那些阴森恐怖的刑具，闭上了眼睛。明渊，你说的没错，是我没有遵守承诺。你想怎么折磨我，就动手吧。既然你认罚，我就遂了你的心愿。穆平将苏洛离抱起来，去掉他全身衣服，抱到一个大铁桶里。屋顶上顺下3根铁链，将苏洛离的手腕和细腰紧紧锁住。苏洛离就这样被吊在铁桶上面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惩罚。刺杀失败，魔帝不可能再放过他了，今天很可能会被这个男人折磨致死，区别只是死法不同罢了。随后穆平朝铁桶里加水，虽然水不是很凉，但苏洛离还是感觉身体发抖。铁桶里水加满后，穆平拿来一大捆木柴塞到铁桶地下。随着穆平点燃柴火，苏洛离终于忍不住问道：明渊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穆平冷笑一声：洛离女帝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看不出来我要做什么？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，苏洛离感觉脚底烫得生疼，抬起脚，身体蜷缩在水里。穆平用手捏了一下苏洛离的脸蛋：洛离女帝，这样是不是太单调了？也挺没意思的，给你加点料。说完，穆平拿出一包药粉，撒在水里，戏谑着看着苏洛离：你这魔头，水里加了什么？一会你就知道了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随着水温的升高和药物的作用，苏洛离感觉到身体钻心刺骨的疼痛，特别是身上的伤口处，像被烙铁烙在身上一样疼痛，但他紧咬牙关，没有喊出一声。
又过了一会，木平感觉水温差不多了，将桶底的木柴拿了出来。看着苏洛离眉头紧皱，银牙紧咬，绝美的脸颊上汗珠慢慢渗出，痛苦中带着倔强，真是另有一番风情。洛离女帝，怎么样，还舒服吗？苏洛离瞪了一眼木平，他千年的历练怎么能不知道这铁桶和药水的作用？这是治疗外伤的一种药浴疗法，虽然过程异常痛苦，但是见效很快。这魔帝是在给他疗伤，可是为什么他差点就又杀了他？他不应该更加变态的折磨他才对吗？虽然心里对木平有些感激，但嘴上不能认输。哼，堂堂魔帝就这点本事，有本事给本帝再加点料。看着苏洛离那傲娇的神情，木平也看出来他猜到了自己的意图。好，我就如你所愿。木平说着，拿出3颗虎狼丹，3颗义气丹扔进了铁桶。啊！剧烈的疼痛让苏洛离忍不住喊出了一声，不过马上就紧咬牙关，一声不吭。药浴的时候加入虎狼丹和义气丹，可以极快的增加修炼速度，特别是身上的皮肤有伤，药力吸收更快。不过更快的修炼速度带来的是极致的痛苦，根基不稳，身体承受能力较差的人很可能爆体而亡，或者疼得晕厥致死。这种疼痛更甚于千刀万剐。不过苏洛离是星月灵体，还是天命之女，这种程度的药力身体还可以承受得住。木平走过去给苏洛离轻轻擦拭了下脸上的汗水。离儿，还承受得住吗？苏洛离看了一眼木平，他心里明白，这是这个男人在主动示好，同时也是宣示主权，提醒他现在还是他的婢女。如果他应了，他可以暂时放过他，但是他仍然要以婢女的身份跟他相处。他堂堂一代女帝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认输？虽然现在身体的疼痛已经接近他能忍受的极限了。明渊，就这，再给本帝加点料。看着苏洛离那傲娇的模样，木平邪魅一笑，拿出那瓶春心露。明渊，你无耻！看着木平拿出那瓶春心露，苏洛离彻底慌了。如果春心露加到药桶里，被他身体吸收，会渗入他的四肢百骸，药力比直接服用强上不止10倍。如果得不到男人的话，会让他欲火焚身，难以自持。他也将彻底失去最后的一点尊严。更要命的是，还没有男人给他用。这魔帝明渊虽然看起来很厉害，但可惜那方面不行，不然也不可能囚禁了他这样的绝色美人1个月都没有侵犯过他，甚至连举动都没有。但这事他也不能点破，虽然他不懂男女之情，但也知道这是男人的禁忌。看着木平就要将春心露到净桶里，苏洛离恐惧的脱口而出：不要！木平不为所动，终于找到拿捏苏洛离的方法，他可不想错过。洛离女帝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你是谁啊？看到那瓶春心露就要滴进桶里，苏洛离的心也提到嗓子眼。主人，离儿是你的婢女，饶了奴婢吧。听到苏洛离终于屈服，木平缓缓收起那瓶春心露，苏洛离也终于舒了一口气，专心抵抗身体上钻心刺骨的疼痛。离儿，我之前说过的话依然算数，只要你能打赢我，我还你自由。不过不能像今天这样耍阴招搞偷袭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不会手下留情了。木平神情十分严肃。知道了，离儿，以后不会了。为了表示惩罚，在你铁桶受刑的时候，我们以主仆相称，你要自称奴婢。结束以后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，我可以不做要求，知道了吗？苏洛离面露难色，但看见木平手里把玩的那瓶春心露，内心顿时坚定了。主人，奴婢知道了。离儿，萧敬是你的徒弟吧？苏洛离听到萧敬的名字，眼神中满是冷冷的杀意。是的，奴婢就是重伤后被他偷袭，才会修为尽失的。我今天出去，听说你的好徒儿已经取代你接任地位了。虽然早有预料，但听到这个消息，苏洛离眼中恨意更甚，恨意中带着些许迷茫。他现在的修为，不知道修炼到何年何月才能报仇。早就料到了，他偷袭我，不就是为了这个位子吗？说起来，咱俩还真是同命相连，咱俩两败俱伤，到头来都便宜了别人。木平站起身，又帮苏洛离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给他顺了顺头发。苏洛离不知为何，忽然有些喜欢这样的感觉。主人，魔族那边怎么样了？差不多，叶隐幽那个贱人当了魔帝，现在可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幽帝。药浴差不多要泡3个多时辰，暮云有些无聊，给苏洛离备了1浴桶的热水，让他泡完药浴，洗个澡，给苏洛离身上铁链解开，换洗的衣服放到了浴桶边上，然后木平去厨房准备饭菜。丁，检测到苏洛离对素主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目前好感度为-85点。丁，天命之女苏洛离修为提升到炼体7重，宿主修为提升至炼气1重。苏洛离从铁桶中走了出来，伤势恢复加上修为提升，感觉整个人都在发光。他走进了不远处的浴桶，看到浴桶的热水和一旁崭新的衣服，眉宇间有了一丝温柔。不过温柔稍瞬即逝，脸上又恢复了女帝的清冷明渊，让本帝为奴，本帝就堂堂正正的打败你。木平一个人在厨房忙活了好久，
弄了一大桌子饭菜。对于慕平来说，做菜其实也是一种乐趣，不过就是有点主仆错位，苏洛离才是婢女。为了提升苏洛离的好感度，现在搞得她才是那个仆人一样。慕平都搞不懂，这破系统到底是在帮他还是帮苏洛离。浴桶内水汽弥漫，苏洛离缓缓从浴桶中起身，那白皙如玉的肌肤在水汽的笼罩下若隐若现，一头如墨般的长发湿漉漉地披散在香肩上，发梢还有水珠顺着锁骨流下。苏洛离拿起浴巾轻轻擦拭身子，换上慕平给他备好的那身雪白衣衫，看了一眼屋外，脸上露出清冷的神色。今晚就要打败明渊，本帝绝不为奴。苏洛离走出屋外，闻见一股诱人的香气，顺着香气快步走进屋内，看着一桌丰盛的饭菜，感觉有些饥渴难耐。他强压食欲，一脸清冷的表情坐在桌旁。呵呵，想用几道菜就征服本帝，那本帝就吃完再教训你。这时还在厨房做菜的慕平听到苏洛离过来了，探出头看了一眼。刚出浴的苏洛离吹弹可破的肌肤，一尘不染的白衣，配上那绝美的容颜，让慕平看得有些呆滞。虽然两人相处时间不短了，但苏洛离的大都是纯欲风的形象出现的，虽然也很美，但有些审美疲劳。离儿，你先吃吧，我马上就好。苏洛离并没有吃，在战胜慕平之前，她的身份还是一个婢女，主人没吃，她先吃很不合理数。她迫切的要跟慕平比试，堂堂正正的打败慕平。苏洛离是很严肃的跟慕平说道：明渊，我一会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不一会，慕平将最后一个汤端了上来，坐在桌前看着苏洛离：离儿，快趁热吃。苏洛离又打量了一下慕平，神色一正，这个男人竟然有炼气一重的修为了。他忍受了几个时辰炼狱般的煎熬，连升4级，他自己都感觉这个速度已经是个奇迹了。没想到一样的时间，这个男人竟然从炼体7重提升到了炼气1重。难道是因为魔帝的特殊体质？苏洛离知道慕平的体质很特殊，是那种他都看不透的体质。不会，再特殊的体质也不会有这么快的修炼速度。他看自己铁桶要玉石那风轻云淡的态度，难道是在隐藏修为？自己是星月灵体，天生灵童，修为怎么可能会看错？这个男人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慕平见苏洛离并没有吃菜，想了起来，好像这女人还有事。离儿，你刚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我说，什么事？想到自己现在还实力差得很远，苏洛离刚刚清冷傲娇的神色变得有些黯然，微微低了低头。主，明渊，我是想说，我作为你的婢女，洗衣做饭这些事都应该我来做，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吩咐都可以跟我说。慕平轻笑一下，摆了摆手，我以为啥事呢？你不用多想，我这人比较随意，没有你们正道中人那些规矩。再说你伤刚好，需要多休息。苏洛离小手紧紧地抓着衣角，慕平对他越好，他越感觉不自在。每个人做事都有他的目的，可是苏洛离看不懂魔帝为了啥。为钱，他现在也没钱。为权，他不但没有了权势，现在应该还是被萧敬追杀的对象。为色，可是他那方面也不行啊。苏洛离眼神一亮，好像想到了什么。难道是为了修为？魔道有很多双修功法，需要资质绝佳的炉鼎，而且炉鼎体质越好，修为越高，效果越好。魔帝想重登地位，加快修炼速度，需要绝佳的炉鼎，整个苍兰大陆很难找到比他体质更好的女子了。魔帝怪不得要帮他提升修为，而且还是用药浴这种极端的方式，这是要先养着他，等他修为到一定的境界，时机成熟再夺取他的原因。可是他那方面不行啊，怎么双修？离儿，想啥呢？快吃饭啊！慕平看苏洛离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催促道。哦。苏洛离应了一声，拿起筷子快速的吃起来。别说，这魔帝的手艺还挺不错的。明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修为太低了？慕平喝了口酒，瞅了一眼苏洛离，是低一些，不过只要坚持努力，修为很快就会提升起来的。说完，慕平好像想起什么，拿出剩余的7颗虎狼丹和7颗义气丹递给苏洛离。这些丹药够你用一段时间了，不够我再给你去买。苏洛离接过来看了一下里面的丹药，这些丹药以他的资质足够他修炼到炼体9重了。如此慷慨的给他丹药，难道魔帝以为凭借自己的资质，即使他再怎么努力，修为也可以稳压他一头？那是对星月灵体的修炼速度一无所知。星月灵体再加上他的勤奋，他不信不能在修为上超过魔帝。苏洛离感觉已经吃饱了，他得抓紧修炼，一刻也不能松懈。看了一眼还在大口吃菜的慕平，明渊，我吃好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慕平抬头看了一眼起身要离开的苏洛离。离儿，等下，今天我做的饭，你来洗碗。啊，我洗碗。苏洛离一怔，他还想赶紧去修炼呢。再说，他也没做过这种活。洛离女帝不会洗碗都不会吧？
还是说不情愿？穆平有些玩味地看着苏洛离。苏洛离虽然十分不情愿，碍于作为女帝的尊严，嘴上依然很硬朗。怎么可能？洗碗是本帝作为婢女的本分，相当的情愿。看着苏洛离就要去收拾碗筷，穆平忽然想到一件事：离儿，等等，你刚换的新衣服很容易弄脏了。苏洛离心中一喜，鸣冤，那怎么办？要不这次就算了。穆平从储物袋里拿出一件女仆装扔给苏洛离，没有蓝星那种特色的女仆装，但穆平买的这件也很有辨识度，从布料、颜色、款式，一看就是最低等的下人才穿的衣服。苏洛离穿上应该会别有一番味道。离儿，换上这个才像个样子。苏洛离接过那身女仆装，满脸的嫌弃，咬了咬牙，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。哼，本帝就是穿上这下人的衣服，也是最美的婢女。清晨，穆平一觉醒来，走出密室，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。地下密室处于荒山野岭之间，人迹罕至。穆平在外面逛了一圈，抓了几只野兽。回到密室的时候，发现厨房里传来做饭的声音，饶有兴致地走了过去，发现一身女仆装的苏洛离正在厨房忙碌着。粗糙的材质和低劣的款式并没有掩盖住苏洛离那高贵的气质，反而更加激起男人征服的欲望。不愧是洛离女帝，做起婢女来也是有模有样的。苏洛离听到穆平取笑他，回头瞪了他一眼，语气冷冷的：本帝既然答应做你的婢女，自然要遵守承诺，不然又会被某些魔道中人说三道四。穆平嘿嘿一笑，经过他的批评教育，苏洛离还是挺上道的。既然认同了婢女的身份，那是不是可以？穆平轻轻地走到苏洛离的身后，双手搂住苏洛离纤细的腰。苏洛离感受到穆平的动作，身体微微一僵，下意识想挣脱，轻轻扭动了一下，但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只是这个男人的婢女，默默地停止了动作。别说他对自己搂搂抱抱，就算跟他做男女之事，他现在都没有拒绝的权利。万幸的是，这魔帝那方面有缺陷。这时穆平凑到苏洛离的耳边：离儿，我本想着带你出去转转，但现在外面到处是搜寻你的探子，所以没有必要的话，暂时还是不要出去。穆平这么近距离的说话，苏洛离脸颊升起一抹红晕。我知道，虽然明面上不会大张旗鼓，但宵禁暗地里肯定会全力追杀我，还有你们魔道的人也一样不会放过我。穆平抱着苏洛离细腰的胳膊搂得更紧了一些，身体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后。真是世事无常，受万族敬仰的洛离女帝竟然会沦落到被正魔两道追杀的地步。苏洛离顺从地让穆平贴在他的身后，忽然感觉到有东西顶着自己，娇躯一颤。虽然没经历过男女之事，但是这种事他也是懂一些的。原来有一件事他一直都想错了，这男人他可以的。这1个多月，他真的因为照顾自己的尊严才没有侵犯自己吗？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素主好感度提升5个点，目前好感度-80点。穆平心中一喜，苏洛离这女人果然喜欢男人抚慰，估计是一个人寂寞了几百年，太空虚了。如果今天直接拿下她，好感度会不会直接转正？想到这，穆平的双手有些肆无忌惮起来。这时，苏洛离有些冷冰冰的手抓住了穆平那双四处游走的手，转过头来看着穆平：鸣冤，本帝既然答应了做你的婢女，会尽量做好一个婢女的本分，也知道作为一个婢女，身体也应该任你处置。可是这男女之事，本帝能不能自己做主？看着苏洛离有些冷冰冰的眼神，这女帝竟然并没有被他高超的爱抚融化，这让穆平感觉有些无趣。刚刚燃起的欲火被强压了下去，伸出手捏着苏洛离的下巴：苏洛离，你觉得呢？看着穆平那冷冷的眼神，苏洛离知道他再次惹怒了这个男人。这么多天，他也对穆平的脾气有一些了解了。这个男人吃软不吃硬，如果他硬是不从，今天不但会清白不保，说不定还会受到别的惩罚。想到这，苏洛离的语气不自觉地软了下来：离儿现在是你的婢女，床笫之欢自然也会好好侍奉你。穆平心下一喜，苏洛离如此懂事，不愧是女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时突然传出系统机械的声音：丁，系统发布身体原主人第2个心愿，救出穆平姐姐并照顾好她，完成任务可以解锁系统商城，限时1天。这系统总是关键时候发布任务。穆平有些恋恋不舍地松开苏洛离，今天暂且先放过她一次。穆平在苏洛离娇躯上又摸了一把：算了吧，你这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这种违背女人意愿的事情我不会去做，希望下次你主动一点。看着穆平走远，苏洛离竟然感觉有一种隐隐的失落。鸣冤，你去哪？穆平对着苏洛离摆了摆手：洛离女帝这么不配合，我火气太旺，出去找个女人发泄下。苏洛离神色一怔，果然在这个男人眼里，女人只是发泄的工具。虽然暂时对他网开一面，可是他苏洛离的命运怎么能掌控在别人手里？再过3天的时间，他对自己再狠一点，用药浴的方式足够他修炼到炼气境了。既然这男人沉迷女色，
不务正业，他更要努力修炼，趁早超过他。明渊，本帝倒要看看谁笑到最后。清水镇距离玄灵宗有半天的路程。穆平父母过世后，霸占穆平家房屋财产的叔叔一家，不但没有半点愧疚之心，还对他们姐弟极尽羞辱。这次又要怎样对待穆平姐姐？系统又为何让他去营救？穆平姐姐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穆平，等一下！回清水镇的路上，一个女子有些清冷声音在叫住穆平。穆平回头一看，不远处一个蓝衣少女，身形婀娜，面容清丽。穆平认识这个蓝衣少女，名字叫柳岩，还是穆平父母给她定的娃娃亲。二人很小的时候经常在一块玩，关系还不错。穆平父母去世后联系很少了，后来穆平是清水镇出了名的废物，柳岩则是清水镇出了名的天之娇女。随着两人差距的变大，柳岩对这个未婚夫越来越嫌弃，身体主人穆平却喜欢柳岩，梦里都娶柳岩当自己媳妇。一段时间不见，感觉柳岩比之前又漂亮了一些，身材也更丰满了，不过表情也更加清冷。柳岩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去玄灵宗，我现在是玄灵宗的外门弟子。看得出来，柳岩很骄傲。他们小镇的人能去玄灵宗当杂役弟子，都是很厉害的人了。当外门弟子，就跟蓝星考上最好的大学一样，是小镇的一段佳话。恭喜啊，那你快去吧。穆平随意地说了一句，对着柳岩摆了摆手，径直往前走，并没有表现出对柳岩成为玄灵宗外门弟子的惊讶。这是在无视我吗？穆平的态度让柳岩脸色有些不悦。按正常的情形，他不得卑微地恭维自己吗？穆平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柳岩冷冷地道。啥事？穆平又回头看了柳岩一眼。柳岩把玄灵宗外门弟子的令牌故意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。我俩的亲事是父辈定下的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很不般配，所以我已经把我们亲事退了。退亲？在这个世界活了100年了，还是躲不过这致命一击。娃娃亲这种事情，退亲不退亲穆平无所谓，他也看不上柳岩。如果要是成亲的话，苏洛离跟他才算般配。可是这柳岩目中无人的态度让他很不爽。退了好，正巧我也没看上你。穆平的话让柳岩清冷的脸上浮现一丝愠怒，随即柳岩换上一脸冷笑。穆平经常远远地跟着他，他是知道的。呵呵，这男人也就嘴硬，死要面子。我只是通知你一下，并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。这件事我父亲已经跟你叔父当面商议过了，给了你叔父不少补偿，所以我们以后各走各路，再无瓜葛。穆平讥讽的一笑，都没问过我，你这是在无视我吗？柳岩轻笑一声，无视你那又怎样呢？穆平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这个世界，有实力才能得到尊重，而你没有。叮，系统检测到黄级气运之女柳岩，宿主是否绑定？随着系统声音响起，穆平一脸懵逼。系统你真不挑啊，没听见这女人怎么说我的吗？系统你还不清楚，我也是有原则的男人吗？哼，就为了那一点点修为，绑定这个女人，除非我有病。绑定。叮，宿主绑定气运之女柳岩。叮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岩现在修为炼气5重，对宿主好感度为30，暂时无法为宿主反馈修为。奶奶的，我背弃原则就绑了个寂寞，难道他还要为了这么个女人提升好感度而妥协吗？当然不行，对付这种女人就得靠硬实力，他既然崇尚实力，那就用实力打败她，自然会心悦诚服。可惜的是，他目前还实力不济。努力，加油！苏洛离。穆平又冷冷地扫了一眼柳岩。柳岩，敢不敢打个赌？3天后玄灵宗擂台，我们堂堂正正的比试一场。柳岩听到穆平的话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，指着穆平，又指了指自己。你跟我比试，你是认真的？穆平轻笑了一声。怎么，你不敢？好吧，如果你输了，以后不准再纠缠我，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们曾经定亲的事情。奶奶的，老子啥时候纠缠过你？我这人最不喜欢小打小闹，敢不敢赌一把大的？胜者为主，败者为奴。哈哈！柳岩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弯腰用手捂着肚子。这男人真是有想法，知道躲不过退亲，想给自己为奴来继续纠缠他吗？既然这男人这么贱，他也不用客气了。好吧，既然你想给我为奴，我就遂了你的心愿。3天后，玄灵宗擂台。柳岩说完，直接往玄灵宗方向走去，懒得看穆平一眼。本来还想着，毕竟是有着定亲的缘分，在玄灵宗照拂他一下，没想到这男人竟然如此不识好歹。等一下，穆平想起一件事，喊住柳岩。柳岩回过头，似笑非笑，仿佛早就料到穆平会反悔。这种男人他见多了，没实力还硬逞英雄，不过硬不了几秒。怎么，后悔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想问你，去我家的时候看见我姐了吗？她怎么样？柳岩一脸疑惑地看向穆平。你家的事情你自己不知道？今天赵家2公子来接穆林，说是做他第20房小妾，
这个时间应该在赵家吃午饭了。赵家称霸清水镇的赵家，以折磨女人为乐的赵家老二赵飞。是的，赵飞找的小妾大都会被赵飞折磨致死，然后再找新鲜的，接着玩弄。慕平眼眶发红，射出阵杀意。那毕竟这是这具身体名义上的姐姐。柳岩看着慕平那恐怖的眼神，冷笑一声：没实力的人是没有资格愤怒的。我劝你忍了吧，赵家清水镇第一家族，连我都不敢得罪。可是我偏偏要搞死赵家。慕平语气冰冷，没有再理会柳岩，以最快的速度奔向赵家。望着慕平远去的背影，柳岩多看了几眼。去赵家，他还能活着吗？就算死了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慕平向着赵家方向一路飞奔。虽然慕林并不是慕平的亲姐姐，只是慕平父母路上捡来的女婴，但也是慕平最亲的人了。慕平进入赵家大院，看到赵家大院熙熙攘攘，喝酒划拳声不绝于耳，男人们一个个醉醺醺的东倒西歪，女人们也一个个嘻嘻哈哈，好不热闹。赵家老二赵飞正坐在大厅中间，红光满面，兴奋异常。身旁两个美艳的女人给他揉着肩膀，为他喝酒吃肉。赵飞身旁的一红衣女子却和这个气氛格格不入，一根绳子将他的胳膊反绑在背后，嘴里还塞着一个手绢，身躯微微颤抖，眼神空洞。这个红衣女子正是慕平的姐姐慕林。姐！慕平下意识地喊了一声。慕林见慕平闯了进来，眼睛里瞬间噙满了泪水，对着慕平直摇头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赵飞站了起来，哈哈大笑。虽然不认识慕平，但他听说过慕林有一个废物弟弟，肯定是这个人没错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下，这位就是我20房小妾慕林的弟弟，我们清水镇出了名的废物。今天大家给我赵某人个面子，就让这个废物给大家端茶倒酒，一会再给大家唱个曲祝助兴，大家说如何？喝酒的宾客跟着哄堂大笑。好，冲着二少爷的面子，这个废物倒的酒老子喝了，哈哈。听说这个废物去了玄灵宗当劳工，也是见过世面的人。这算啥？听说他跟柳岩姑娘还是娃娃亲呢。柳岩玄灵宗外门弟子，我们清水镇男人的女神，只不过这废物被人退亲了，哈哈。这个废物连柳姑娘的一根毛都比不上吧？柳姑娘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你这是对柳姑娘的毛最大的侮辱，你懂个毛？哈哈。慕平仿佛没听到这些人说话，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杀意，直接走向赵飞，拦住他。赵飞不慌不忙地喊道。几个打手冲了过来，不过几人最多炼体7重的修为，被慕平一拳一个打翻在地。没想到慕平有如此实力，赵飞有些慌了。都一起上，不用留手，搞死他！10几个打手冲了过来，慕平随手拿起几个凳子扔了出去，砸向那些打手。打手躲避凳子的空隙，慕平一个箭步对着赵飞冲了上去。由于慕平的速度太快，赵飞想拿慕林威胁也已经来不及了。恍惚间，慕平一只手已经掐在了赵飞的脖子上，另一只手在赵飞肚子上打了一拳。赵飞嘴角流出一行鲜血，痛得嗷嗷直叫。赵飞练气一重，虽然酒喝的有点多，影响了实力，但是也算是一等一斗高手。没想到竟然被慕平一招制服，在场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不是说慕平是出了名的废物吗？怎么会这么厉害？热闹的场景瞬间变得鸦雀无声。被慕平掐住脖子的赵飞歇斯底里的大喊：慕平，放开我！我是赵家二少爷，敢惹我，你不想活了！慕平直接2个耳光扇了过去，赵家老二直接被打掉了2颗牙齿。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赵飞被2个耳光扇懵了，酒也醒得差不多了，红肿的脸上摆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兄弟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咱们怎么说也是亲戚。慕平脸上挂着一抹阴森的笑容。亲戚？你还敢说是亲戚？将赵飞提起来扔到地上，随后在他腿上狠狠地踩了几脚。啊！一声凄惨的叫声，赵飞的几条腿都已经骨折。谁敢来我赵家闹事？这时院外一声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，院内瞬间安静下来。慕平抬眼望去，一个面色威严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，细细打量了一下，竟然有炼气6重的实力。中年男子看到赵飞躺在地上，双腿已经错位，面目狰狞地看向慕平。小子，你找死！中年男子是赵飞的父亲，名叫赵震，在柳岩之前是清水镇唯一的玄灵宗外门弟子，这几十年来是清水镇一霸。赵飞祸害清水镇女子无数，也得到他的默许，甚至他自己都跟儿子一起折磨女子为乐。有表现出对赵震不满的人，轻则被打残，重则家破人亡。慕平炼气一重，即使有太虚神体加持，最多有跟炼气4重一拼的实力，还不是赵震的对手。在赵震来搞他之前，就将赵飞拽了起来，掐住他的脖子。赵飞被慕平掐着脖子拼命挣扎。爹，救我！小子，放了我儿子，否则我杀了你全家！赵震大声吼道。
穆平摸了摸赵飞的脑袋，呵呵一笑：“你儿子现在可是宝贝，我可舍不得放了他。”赵振气的脸色铁青，他这么多年在清水镇，只有他搞别人，谁敢搞他？但现在儿子在别人手里，一时却无计可施。这时赵振一旁的一瘦小男子眼睛一转，对赵振儿语了几句。赵振听后面色舒展了一些，对着瘦小男子摆了摆手，瘦小男子带着几个打手出去了。穆林看着弟弟有着这样的实力，眼神中满是欣慰。只是他有些奇怪，穆平本来是来救他的，为何都到了他旁边了，还不给他松绑，也不跟他说话，好似忘记了他的存在。穆林一直对着穆平晃着头，眨着眼睛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穆平假装没看见，一双眼睛盯在赵飞身上。事情没解决之前，不想让女人添乱。双方僵持了不一会，瘦小男子带进来3个人，绑得结结实实的，直接扔了地上。瘦小男子满脸得意，跟赵振对了一下眼神。穆平一看，绑的3个人原来是穆林、穆林的媳妇，还有穆泽。穆平的叔叔一家人占他房屋，夺他财产，还卖了他姐姐，可以说仇深似海。赵振这是不按套路出牌啊！这时听见赵振大声说道：“小子，快放了我儿子，不然我弄死这3个人！”穆平一怔，还有这好事，摆出一副很气愤的样子。赵振，你敢？赵振冷笑一声，看了瘦小男子一眼。瘦小男子心领神会，对着几个壮汉做了个手势，啪啪的打了穆林3人几个耳光。3人都脸颊红肿，跪在地上不断求饶：“赵爷，小的没得罪你啊，不要打小的了。赵爷，息怒啊！”赵振没理会3人的求饶，看向穆平，还不放了我儿子，信不信我打死他们？你敢打他们，我就打你儿子！穆平说完，就在赵飞脸上狂抽了几个耳光。赵飞的脸颊被打得更加的红肿，看到儿子又被打，赵振气得浑身发抖，对着手下大声喊道：“拿鞭子来，把这3个人给我往死里抽，我就不信他认得了。”几个大汉拿来鞭子，重重地抽在3人身上，惨叫连连不绝于耳。不一会，3人已经满身伤痕。3人这时总算大体明白了来龙去脉，对着穆平大骂：“穆平，你这畜生，快放了赵二少！穆平，你这小兔崽子，要害死我们啊！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不报答我们就算了，还要害死我们，真是畜生不如！还记得你小时候？”穆林媳妇眼泪纵横，讲述着她这么多年照顾穆平姐弟多么的不容易，仿佛她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听了穆林媳妇绘声绘色的哭诉，周围很多人被感动的不行。这些赵振做恶事屁都不敢放的人，现在都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，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畜生。养恩大于生恩，这是养了个白眼狼。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如此薄情寡义之人。穆平冷笑一声：“贱妇，你说谁养的谁？我父母留给我的财产，我姐弟一辈子都花不完，被你3个强占不说，还让我们姐弟伺候你们，现在竟然还把我姐姐给卖了。”穆平声音很大，场上的人都听得很清楚。由于过了10多年，穆平家的那些事都已经渐渐被人遗忘。众人听穆平提起来，才想起来穆平父母死前颇有家产，而穆林一家则是过得特别的窘迫。这其中的事非不言而喻。一时间场上画风突变，真是报应，这3个贱人真该打，真不是人干的事。打得不够，你们几个快打，怎么停下了？真是我们清水镇的耻辱。几个打手也感觉刚刚打得有些轻了，纷纷又抽出了鞭子，狠狠地抽在3人身上。穆林一家3人在地上打着滚，发出凄惨的叫声。赵振脸色铁青，看向一旁的瘦小男子：“你就是你出的主意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瘦小男子眼睛一转，小声对赵振道：“老爷，我也没想到这他们家有这样的事情，当下之际只能将错就错。”将错就错，没错。穆平既然跟穆林3人有仇，我们把这3人打死，也算是给穆平报了仇。到时候把所有的问题推到这3个人身上，可以暂时稳住穆平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瘦小男子站了出来，对着几个壮汉做了个手刀的手势。几个壮汉抬起鞭子打了起来，而且这次没有任何停下的迹象。赵振对着穆平说道：“穆平，这次事情都是因这3个贱人而起，今天老夫就在这打死他们，给你出气。但我们赵家只是正常的纳妾，与你并无仇怨。你放了我儿子，我放你们姐弟离开，咱们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，怎么样？”穆平冷笑一声，指了指眼泪汪汪冲着他使劲晃着脑袋的穆林：“把我姐绑成这样了，你管这叫正常的纳妾？”赵振神色一亮，对着几个手下使了个眼色：“你们还不快去给穆林姑娘松绑！”看着那几个走过来的壮汉，穆平一眼看出赵振的阴谋，摆手制止了几个人：“慢着，我自己来就行。”看着穆林那幽怨的眼神，不情愿地伸手给穆林解开了绳子。解开绳子的穆林抬头看着穆平，抚摸着他的脸，不知为何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“平儿，是你吗？姐，别说话，
站我身后。穆平一脸淡定，一手抓着衣角，一手紧紧掐着赵老二。穆林没有继续说话，愣愣地站在穆平身旁，轻轻擦拭着眼泪。这时穆林三个已经被打得没有了气息。赵震摆了摆手，扔山上喂狗。几个大汉应了一声，把三人像死狗一样拖了出去。小子，放开我儿子，一切好说，不然你们2个人的下场比这3个人要凄惨10倍100倍。穆平嘿嘿一笑，赵家的手段他再清楚不过了，在清水镇一手遮天，只要惹到他，哪怕是一句话，不死也惨。他今天这事已经是跟赵家不死不休了的程度了。我是怕我放了你儿子，你也不放过我。这样吧，你放我走，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你儿子放回来。放了你，我儿子的安全谁来保障？穆平对着赵震伸出2个中指，这事好办，给我2000灵石，你儿子的安全我来保证。身旁的穆林拉了拉穆平的衣角，平儿，我才卖了200灵石，2000块灵石是不是太多了？穆平瞪了穆林一眼，姐少说话，你卖这么便宜，好意思说，不嫌丢人？穆林不说话了，只不过神情更加复杂。穆平不再理会穆林，看着满脸怒气盯着他的赵震，小子，你打伤了我儿子，还跟老夫要钱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赵震老儿，老子大庭广众之下凭本事抓的你儿子，你要不就凭本事抢回去，要不就乖乖拿钱赎人，过分吗？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非常合理。赵震胡子都快竖了起来，一拳打在一旁的石桌上，石桌应声而碎。这时瘦小男子在赵震身旁耳语了几句，赵震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不一会，瘦小男子拿了一个大袋子递给赵震，小子，这里是2000灵石，我都给你，你立刻放我儿子。穆平心中一怔，这么容易就拿出来了吗？奶奶的，他这是要少了。这2000灵石只是你儿子的保护费，你给我找一辆马车，我到了安全的地方自然放你儿子回来。小子，你不要太过分。赵震一拳下去，又打碎了一个石凳。瘦小男子又在赵震耳边轻轻说了几句，赵震神情一亮，好，老夫就先依你，但我儿子有任何闪失，我要你100倍偿还。赵震说完，又看了一眼瘦小男子，去找一辆上好的马车。瘦小男子嘴角微翘，老爷，你放心，事情一定办好。不一会儿，一辆华丽的马车被拉了过来，穆平挟持着赵飞，带着穆林上了马车，回头又看了一眼赵震，如果路上发现有什么阴谋的话，你儿子的命我可保不了了。赵震面色郑重，你放心，老夫一向说话算话，不会拿自己儿子的命开玩笑。随着马车走远，赵震看了一眼瘦小男子，都安排好了吗？瘦小男子得意的一笑，老爷放心，此次计划周密，这穆平躲得过第1季，躲不过第2季、第3季，肯定万无一失。赵震面色很厉，就是将这贼子千刀万剐，剁成肉泥，也不解心中之恨。这时，一个精壮汉子跑过来恭敬的一拜，老爷，马已经备好。赵震快步上马，又看了一眼瘦小男子，我们走。边走边说，老爷，这第1季灵石袋子里面我放了。赵震满意都点了头。马车上的穆平心里并不平静，他知道赵震肯定不会轻易放他们离开。穆林一路都没有话说，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他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穆平拿起那个灵石袋子，用虚瞳之术查看一番。他现在炼气一重，虚瞳之术可以查看半米范围内的事物，但瞳所查看之处，看破一切虚幻，世间万物无所遁形。血蜘蛛，灵石袋子里竟然有血蜘蛛。穆平神色异常，又看了一眼一旁的赵飞，呵呵一笑。赵飞此时被绑得结结实实，嘴里还堵着一块抹布。赵二少，有劳给树下灵石，够不够数？赵飞摇着头，嘴里呜呜地叫着。被穆平扇了2个耳光后，听话地点了点头。穆平解开了赵飞的一只胳膊，将灵石袋子扔给他。赵飞将手伸进袋子，忽然脸色煞白，全身止不住的发抖。不一会，整条胳膊红得发紫，嘴里呜呜乱叫，表情十分痛苦。不一会就晕死过去。穆平拍了拍赵飞的脑袋，赵老二，要怪只能怪你爹太阴险了。老爷，如果2人不打开灵石袋子，就更好玩了。我在车内放了迷情香。哈哈，姐弟乱伦还真是好戏。你有如此精明的手段，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老爷过奖，这都是老爷的教诲。胡说，老夫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可不会耍这些阴招。哈哈，老爷说的是。马车又走了一小会，穆林眼神迷离，红唇微张，小手紧紧抓着衣服，好像在竭力控制着什么。看着穆林的娇艳欲滴的样子，穆平也感觉身上有一股莫名的躁动。他对穆林只是完成任务，按道理不会有别的念想。难道这车里还有蹊跷？穆平忍着躁动，在车上翻了一遍，找到了一个小瓶子，迷情香。卑鄙！穆平的太虚神体可以百毒不侵，这迷情香对他无效。
看了一眼一旁昏死过去的赵飞，将小瓶里的药物全都倒在了赵飞的嘴里，又将瓶子也塞进嘴里，塞上抹布。这个剂量足够赵飞爆体而亡了。热，姐好难受。这时木林全身香汗淋漓，在木瓶身上胡乱蹭着。理智一点，松手。木瓶将木林的身子挪开。看情形，赵振他们马上就要来了，他们必须马上走，不然木瓶姐弟就要身败名裂了。掀起车帘，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，果然不远处前后左右都有人骑马尾随。木瓶一直观察路况，寻找着机会，终于在拐弯处找到一个绝佳的位置，能躲避所有人视线的地方，抱着木林跳下了马车，钻进了树林。马车又跑了大约几分钟，到了一个偏僻的山谷，周围忽然冒出几十个人，将马车团团围住。几十个人神情恭敬地让开一条路。赵振从人群后走了出来，瘦小男子紧随其后，面露得意之色。打开车门，给大家看一场好戏。两个汉子走过去，将马车门缓缓打开，走进马车一看，目瞪口呆。看着呆愣的二人，瘦猴后面喊了一声：“没见识世面的样子，这被震惊到了，快把人抬出来，让大家都开开眼。”两个大汉还是愣着没动，神色紧张地看着赵振。老爷，还是你自己过来看看吧。赵振看着两人的表情，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快步走进车内。看到车内的景象，瞳孔骤缩，脸色好似瞬间苍老了几岁，一个踉跄，差点站立不稳，从车内跌落下来。一旁的瘦猴有些慌了神，慌忙跑过来：“老爷，怎么了？”赵振一把抓住瘦猴衣领，大声吼道：“你问我怎么了？我儿子死了，死了，而且死得很惨。你想的那些手段都用在了我儿子身上。”赵振说完，一把将瘦猴扔进车内。瘦猴在车内看了一眼，就滚下车来，跪趴在赵振跟前，浑身颤抖：“老爷，都是那木瓶太过阴险，小的也是为了二少爷安全着想。哈哈，为了我儿子，哈哈，既然你这么为我儿子着想，就下去陪他吧。老爷，念在我跟随你这么多年，我让你去死。”赵振已经彻底暴怒了，没等瘦猴说完，一掌击在瘦猴的天灵盖上，瘦猴直接瘫软在地，没有了气息。赵振没有任何犹豫，又飞身而起，将刚刚看到赵飞惨状的两人直接掐死。二少爷原地火化，谁要敢看一眼，杀无赦。你们几个派人沿途搜寻两人的踪迹，发现踪迹速速来报。你们几个随我去玄灵宗拜见外门长老。赵振仰天长啸：“啊，木瓶，老夫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，剁成肉泥。”小树林，木林已经睡着，木瓶将衣衫不整的木林抱在怀里，感受着他均匀的呼吸，面色温柔，给他整理着有些散乱的头发。看木林的表现，他应该已经发现他不是他原来的弟弟了。可是该如何安置这个女人呢？抱着昏睡的木林，花了多半天的时间，随着树林小路返回了玄灵宗附近。趁着夜深，街道上已无人走动，一路跑到丹云阁，正巧看到楚若在关门。楚姑娘，等一下。楚若看到木瓶过来，愣了一下。虽然两人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楚若对木瓶还是记得很清楚的，他也算是丹云阁这几天最大的客户了。不过看到木瓶抱着一个年轻女子，女子面色潮红，衣衫凌乱，不用想就知道两人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而且女子现在已经昏睡过去了，这个男人就这么没点分寸吗？楚姑娘，我朋友睡着了，能不能在你这借宿一下？睡着了？你确定只是睡着了？楚若异样的看着木瓶，但女子可怜的样子让他有了点恻隐之心。哦，先抱进来吧。楚若带二人进了丹云阁的里屋，里面有一张单人床。木瓶将木林身上的外衣脱了下来，只留下贴身衣物，将它放到床上，盖好了被子。楚姑娘，如果这位姑娘醒了，麻烦先借用一套衣服。好的，这位姑娘我会照顾的。那这位公子，可以麻烦你出去了吗？楚若冷冷地看着木瓶，摆了摆手，下了逐客令。木瓶拿出2000灵石递给楚若。今天从赵振那里要来的那些灵石，木瓶路上将血蜘蛛弄死，将灵石毒素清洗干净了。这些灵石是楚姑娘照顾这位姑娘的花费。楚若看着一袋子灵石，不知道该不该收。她现在店里很缺钱，可是她不想跟这个男人有任何交集了。太多了，用不了，我收200灵石足够了。木瓶指了指木林。楚姑娘，我想让这个姑娘来你店里工作一段时间，管吃管住，按你们店里的规矩发工钱，所有费用我来出，这些是先给你的。你的意思是让这个姑娘付费来我这干活？木瓶点了点头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不过需要姑娘费心多照顾一些，保证她的安全，也不要让她见外人。这个男人虽然事情做得比较过分，可是也是真负责。楚若神色温和了一些，但还是面露难色。楚姑娘是有什么顾虑吗？楚若脸上出现一抹黯然。我这家店可能开不了多久了，好好的，
为何不开了？你也知道，店里最近生意惨淡，已经很难坚持了。昨天玄灵宗的人还要收每个月2000灵石的保护费，店里根本拿不出来，再开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。穆平听了，狠狠的一掌拍在桌子上。玄灵宗作为一个正派宗门，竟然做出如此勾当。楚若也叹了口气，正魔大战以后，禁地上位，这些所谓的正道门派就越来越猖狂。如果洛离女帝还在的话，定然不会这样。穆平看楚若说起苏洛离那一脸崇敬的眼神，如果他知道洛离女帝现在是他的婢女，会是什么表情？楚姑娘，其他斗丹药店也是一样吗？这个不清楚，昨天玄灵宗外门弟子叶不凡来通知的。不过他还说到一半，楚若有些羞于启齿。穆平看到楚若的神情，隐约猜到了，这个叶不凡是不是对姑娘有企图，以此来要挟？楚若点了点头。穆平一脸愤怒，拳头紧握，真是个该死的畜生！我穆平最恨玩弄女子的男人。楚若看着穆平那正义凛然的神色，有些恍惚，冷冷地扫了一眼穆平。没错，这些玩弄女子的畜生的确该死。穆平拍了拍胸脯，楚姑娘别担心，这个叶不凡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段要挟姑娘，是我们男人中的败类，我帮你解决了他。看着这个大言不惭的男人，冷哼一声。叶不凡实力炼气7重，还是玄灵宗外门弟子，就你。穆平微微笑了一下，由于药劲还没完全消退，有些猥琐地看着楚若玲珑有致的身材，脑子一热，脱口而出：楚姑娘，要不要打个赌？楚若看着穆平那略带猥琐的眼神，盯着他身体瞅来瞅去。这个男人跟叶不凡也是一丘之貉，没安什么好心思。打赌？我没兴趣。你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楚姑娘，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，我们本就不熟，谈不上误会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要休息，还请你出去。穆平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好吧，这位姑娘就麻烦你了。放心，答应的事情我会做到的。穆平刚想往屋外走，听见有几个人朝这边走来。有人吗？穆平神色一紧。楚若对穆平做了噤声的手势，走了出去，打开房门，看到外面走进来4个人，2男2女。几位客官，这么晚了，是需要什么丹药吗？打头的一男子看到楚若走出来，眼睛都直了，被身后的女子踢了一脚，才回过神来。男子拿出一块令牌给楚若看了看。姑娘，我是玄灵宗外门弟子太浪，问一下姑娘有没有看到一男一女，男的一身青衣，女子一身红衣，这是他们的画像。太浪给楚若递了一张画像，虽然画的不是特别像，但楚若也能看出来就是这对男女。你们是找他们有事吗？我如果以后看到他们，让他们去找你们。楚若将画像递给男子。另一个男子向前2步，一脸兴奋。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见到这2个人直接抓住他们，或者告知我们，我们帮你抓住也行，这可是肥差。肥差？楚若饶有兴致地问道。没错，就是肥差，这是我们外门长老刚刚发布的任务，说是抓到这2个人，奖励灵石1万个。现在行情不好，大家都很穷，这可是个发财的好机会。太浪一把将第2个男子挡在后面。姑娘，我们听说这2人修为不高，这种事没危险还能赚钱，今天外门都封了，都出来找这2个人。这2个人这是得罪谁了，这么兴师动众？楚若问道。我们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我们外门长老的一位朋友，他的儿子被这2个人杀死了，听说死得老惨了。我们只管做任务拿钱，其他的事情跟我们也没关系，也没多问。姑娘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？抓到2人，钱我们平分。看着太浪2人期待的眼神，楚若连忙摆摆手。多谢了，我就先不去了。姑娘，考虑考虑，我们会保护你，不会有危险的。后面2个女子看着这2个男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跟楚若聊得很嗨，都气鼓鼓的。你2个有完没完？这边有几千家各种店铺，这里既然没有，我们快点多转转。你们就是看见漂亮姑娘就走不动道。2个男子被2个女子一人一个胳膊给拖走了，回头看了一眼楚若，眼神中流露出贪婪的目光。楚若将丹云阁的门关上，看到穆平从里屋走了出来，眼神满是警惕。你真的杀了那人的儿子？没错，楚姑娘为何不将我说出去？那可是一大笔钱。穆平对楚若的好感度增加了不少，没有为了钱将他们卖了。不过他的好感度好像并没有一点价值。楚若又冷冷地看了一眼穆平，如果只有你，我肯定会说出去的，只不过我担心连累屋里那位姑娘，所以楚姑娘并不相信我这个人。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你吗？楚若说着，朝着穆平慢慢地走了过来。突然手臂轻扬，一条鹅黄色绸缎飞向穆平。穆平下意识想要躲闪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直接被绸缎裹住身子，动弹不得。穆平一脸疑惑地看向楚若，没想到看起来温婉的女人会突然出手，难道她要直接将她送到玄灵宗外门？楚姑娘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楚若将穆平身上的绸缎又紧了紧。
虽然不清楚你能坏到什么程度，但我确定你不是个好人。等那个姑娘醒了，我弄清楚事情原委，再决定是不是将你送去玄灵宗外门。穆平一阵郁闷，他哪里不像好人了？他本来就不是好人。楚姑娘，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就行了，你随便问我，我什么都跟你说。楚若拿出一块手帕塞到穆平嘴里，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，所以你还是闭嘴吧你。穆平想说话，出来的全是呜呜的声音。楚若用手将穆平提了起来，拖着走进了丹云阁的后院，丢进了柴房。这女人捆得很结实，穆平想直接将绸缎挣开，但根本无济于事，只能在柴房里来回打着滚，找一个软和点的地方躺着。丁，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修为提升到炼体9重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气4重。穆平心下一喜，离儿真是我的宝贝，大晚上也这么用功，主人回去好好奖励你。穆平运气吐出嘴里的手帕，大口的喘着气，嘴里还带着楚若手帕上的香味。楚若这小娘们如此对待我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幸好炼气4重，穆平的虚瞳之术有了2米的范围，2米之内夜晚如同白昼。穆平打着滚，找了一块比较锋利点的石头，背靠在上面来回摩擦，但楚若的绸缎实在是太结实，摩擦了好久都没见多少效果，搞得穆平都有些没耐心了。想到摩擦的次数可以加倍的在楚若这小娘们身上还回来，穆平才精神一振。大约过了1个时辰的时间，穆平终于将绸缎解开了。刚想着下一步行动，听到了院子里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，声音越来越近。穆平屏住呼吸，看到一个黑衣人拿着一个夜明珠，蹑手蹑脚的朝楚若的屋子方向走去。穆平打量了一下黑衣人，炼气7重的修为，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。穆平远远跟在黑衣男子身后，只见黑衣男子蹑手蹑脚走到楚若屋外，东张西望了一会，拿出一根管子，透过窗户戳进楚若房间，用嘴对着管子朝屋内吹了吹，然后一脸得意地躲在屋外。穆平没有出来打扰，而是静静地躲在后面，认真关注着黑衣男子的表演。大约过了1刻钟的时间，黑衣男子翻窗进入屋内。穆平慢慢靠近屋子，透过窗户向屋内看去，只见楚若坐在床上，紧紧裹着被子，有些愤怒地看着黑衣男子。叶不凡，你竟然闯进我的屋子，你来做什么？黑衣男子嘿嘿直笑。楚姑娘，叶某不是说了吗？想和你做个朋友，既然你不主动找我，我就来找你了。楚若脸上一抹寒光，伸手去抓床边宝剑，可是竟然拿不起来，神情一怔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做了什么？叶不凡表情猥琐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你已经中了我的醉心香，是不是感觉酸软无力？没关系，一会你也不用动，看看。楚若被子又裹得紧了一些，身躯有些微微颤抖。叶不凡，你无耻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哈哈，我想做什么？小娘们，既然你说我无耻，我就无耻给你看。叶不凡说着走过去，直接扯开楚若的被子，扔到地上，眼前景象看得他口水直流。楚若此时只穿着贴身亵衣，窈窕的身段，白皙光滑的肌肤，配上她那美丽的容颜，让人欲火难耐。真白真俏，不愧是我叶不凡看上的女人，老子今天就要大展雄威。楚若抱着胳膊蜷缩地躲在床角，瑟瑟发抖。难道今天她就要清白不保吗？你不要过来，救命！小娘们别喊了，省点力气，一会有你喊的时候。哈哈。穆平在窗外看着，想着要以怎样的方式出场，楚若的好感度才能提升得更高。时机要关键，姿势要帅，形象还要正义凛然。这时眼看叶不凡就要扑上去了，已经不能再等了。贼子，住手！穆平一脚踹开屋门，一只手放在背后，大步走进屋内，满脸愤慨，直视叶不凡。叶不凡和楚若都是一愣，穆平知道这是被他帅气给震惊到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行如此无耻龌龊之事，贼子死不足惜。叶不凡怒视着穆平，满脸红得有些发紫，仿佛满身的欲火都转移到了脸上。你是谁，敢坏老子好事？穆平仍然一脸正气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今天的行为，天下正义之士所不齿，今日必诛杀你。小子，让你装，老子先打死你。风云破，被坏了好事。叶不凡眼神杀意弥漫，使出风云掌中的绝杀一招，朝着穆平面门打来。这招是叶不凡苦练数年的风云掌中的绝招，击败过很多同级别对手，甚至可以越级战斗。这招风云破不但速度快，威力极大，看似一掌击出，实则蕴含数十种变化，让人避无可避。若在平时，穆平需要全力抵挡，可是今日不同，穆平依旧单手背负，一脚踢出，叶不凡被直接踢飞。怎么会？叶不凡嘴角流出鲜血，一脸震惊。床上的楚若也是满脸惊诧，这男人这么厉害吗？可是为何却被自己一招擒住？是在故意让着他吗？穆平淡淡的笑了一声。叶不凡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害人者终害己。叶不凡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，
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什么意思啊？”穆平表情严肃，摆出一副长者的做派。醉心香这种迷香，消散时间在2个时辰左右，如果通风状态下也需要半个时辰。现在过了1刻钟时间，虽然药力弱了一些，可是也能够让你的实力减半。你下的毒最终害了你自己。穆平当年做魔帝之前，也是满怀一腔热血，欲火难消，做了不少跟叶不凡一样事情，对醉心香这种迷香了解颇深。叶不凡扇了自己一巴掌，都怪自己太过急色，随即瞪着穆平问道：“你一直在跟着我？”“没错，从你进入院子开始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。我见你做事畏手畏脚，应该是初犯，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，所以一时并未现身，谁知你却一错再错。”叶不凡站起身来，拱了拱手：“好，阁下手段高明，佩服。今天我认栽，告辞。”叶不凡说完，朝着屋外走去。人都要走了，楚若看穆平还是单手背负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忍不住喊了一声：“叶不凡，你站住！”叶不凡听到楚若说话，回过头看着这个还衣衫不整的女人。楚若连忙拿起一件衣服遮着身子：“怎么，楚姑娘还有事？”楚若用恳求的眼神看着穆平：“怎么，这个男人就这么让他走了吗？刚刚不是特别正义凛然吗？”叶不凡笑了一声：“楚姑娘，怎么还想杀了我不成？你应该知道我是玄灵宗外门弟子，杀了我，你想让这位英雄跟玄灵宗为敌吗？”楚若一时语塞，叶不凡不足为惧，可玄灵宗这个庞然大物，谁敢轻易得罪？可是就让他这么走了吗？叶不凡以后肯定会变本加厉对付他。看着楚若纠结的样子，知道他早晚逃不出自己手心。叶不凡哈哈大笑，得意地走出屋外。刚走没几步，忽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男人，脸色一僵：“我说过让你走了吗？”穆平语气平淡，却是压迫感十足：“怎么，阁下想杀了我，跟玄灵宗为敌？”穆平冷笑一声：“玄灵宗我还不放在眼里，是吗？那你又敢把我怎么样呢？”叶不凡拿起玄灵宗的传讯符，只要捏爆传讯符，玄灵宗的人就会赶到这里，但不到生死关头，他不敢轻易用，因为外门弟子每人只能用1次。放心，我今天不会杀你。穆平忽然一手掐住叶不凡的嘴巴，拿出一颗药丸塞进叶不凡嘴巴里，让他咽了下去。这个药丸是我精心揉制的，需要每3天服用1颗我特制的解药，不然就会爆体而亡。这个药丸可是穆平在自己背后搓了好久才揉制出来的，十分的珍贵。叶不凡吃完药丸，感觉一阵恶心，呕了好久，没吐出什么东西。你想控制我？穆平一脸正色：“是让你改邪归正。你今日所作所为，本想将你诛杀，可念你是初犯，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叶不凡一脸不服：“哼，我一玄灵宗外门弟子，你觉得我会任你摆布？解药我定期给楚若姑娘，如果想活命，3日内给楚若姑娘要解药，如果要自生自灭，也随你。”说完，穆平踢了一脸茫然的叶不凡一脚，叶不凡摔了一个狗啃屎。“还不快滚！”“好，你跟我等着。”放完狠话，叶不凡一瘸一拐地跑了。穆平转身走进屋内，看着还蜷缩在床角的楚若：“楚姑娘，现在就我们2个人了，该了结下我们的事情了。”楚若看着穆平，不知为啥，感觉他比叶不凡更加可怕。他们孤男寡女，还能有啥事？看着这个有些惊慌失措的女人，穆平走过去，将被子捡了起来，正色道：“楚姑娘，叶不凡已经被我打跑了，我们睡觉吧。”楚若拿过被子裹在身上，有些恐惧地看着穆平，身上还在颤抖。“谁跟你睡觉？你想干什么？”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各睡各的，这么晚了，我们不应该睡觉吗？”楚若脸一红，原来是他误会了，这个男人说的睡觉是那种正经的睡觉。他现在浑身酸软无力，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。这个男人如果想对他行不轨之事，早就动手了，可是他并没有不轨的举动，特别的正经。可是他真的是个好人吗？昨天买的春心露，还有那个衣衫不整晕厥过去的女人，杀了别人儿子，被玄灵宗的人追杀。但是这样一个男人，他把他绑了丢到柴房，却没有报复他，还不计前嫌的救了他。楚若躺在床上，疑惑地看着穆平，低声说了句：“今天谢谢你。”穆平温柔地笑了一下：“扶危济困，惩奸除恶，一直是我人生的宗旨。不过今日恰好姑娘遇到危险，如果换作是其他人，我也会出手相助，所以姑娘不必谢我。”穆平说完，转身大步离去，没有任何留恋。看着穆平的背影，楚若忽然觉得男人形象是如此的高大，这就是世间少有的英雄气概吧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提升30点，目前好感度为50点，已为宿主反馈相应修为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气6重。随着实力的提升，穆平心中暗喜，果然人还得会装。穆平来到穆林的房间，昏暗的灯光下，这个脸颊还泛着红晕的女人睡得正香。穆平摸了摸她的脸蛋，又给她盖了盖被子。虽然不是绝色美人，
但穆林有一种邻家女孩的亲切感，尤其是她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了，系统让她照顾好她，自己都现身了，应该算是照顾得很到位了吧。可是系统一直没有回应，让穆平感到有些奇怪，她到底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？昨天树林里，她能想到的姿势都用了，可以说是全力以赴，至少她对自己的表现是很满意的。要不然，今晚面对楚若这个可以让她为所欲为的女人，也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正义感，实在是粮草不济啊。不过这一番折腾，今天真的有点累了。穆平坐在一旁的椅子上，趴在桌子上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清晨，一缕阳光洒进屋内，半睡半醒之间，穆平感觉到好像有人轻轻地拍着他胳膊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穆林只穿着贴身亵衣站在他的面前。想到昨天两人的激烈情景，穆平眼神温柔。醒了。女子见穆平醒了，轻声说道：去床上睡吧。穆平抱起穆林冻得有些瑟瑟发抖的身子，轻轻地放到床上，盖上被子。我没事，你穿这么少，别着凉了。穆林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穆平，眼眶有些发红。你是平儿吗？女人那期盼的眼神让穆平不忍伤害，缓缓地道：是。穆林眼泪还是忍不住的顺着脸颊滑落。不用安慰我，我看得出来你不是平儿，平儿是不是已经不在了？穆平拿起被角给穆林擦拭了下眼泪。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前世今生，我不懂。穆林有些疑惑地摇了摇头。世界万物生灵一直都在不断轮回，只不过大部分人不记得自己的前生，也不清楚自己的来生去往何处。你是说平儿现在到了另一个世界？穆林的声音有些沙哑。姐，我就是你的平儿，只不过我想起来前生的事情，所以你觉得我变了。穆平将穆林的小手放到自己的脸上，穆林温柔地抚摸着。真的，你真的是我的平儿？当然，还记得小时候我不敢自己睡觉，非要跟你钻一个被窝，有一次还尿到你身上了，醒了我还不承认，非说是你尿到我身上的。小时候你不让我下水玩，可是我偏要偷着去，那次掉水里差点淹死，你把我救上来后，脱了裤子拿个木板就打我，打得老狠了，屁股都打肿了，现在我看到木板都感觉屁股疼。前几年有次我被别人欺负了，他们说我是废物，以后都娶不到媳妇，我回家哭了很久，然后你安慰我，让我不用担心，真找不到媳妇你就嫁给我。穆平搜索着身体原主人的记忆，慢慢诉说着他们的往事。平儿，你真的是我的平儿？穆林坐起身，紧紧抱住穆平，趴在穆平的肩膀上，蹭着眼泪。穆平轻轻抚摸着穆林光滑的后背。好了，姐，别哭了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穆林想到了什么，小脸一红。你还说昨天在小树林怎么那么生猛，都不知道怜惜姐姐。穆平一脸无辜。冤枉，姐，明明是你非要继续的。穆林将头埋进穆平的身上，小手拍打着穆平的后背。别说了，羞死了，你还说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身体原主人第2个心愿，已经宿主开通系统商城功能。穆平心下一喜，原来照顾好穆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打开他的心结，穆平就是他的心结，也是他在这个世界的唯一在乎的人。童子，系统商城有什么用处呢？系统商城可以储存物品，购买物品，买东西。我现在能买什么？丁，亲，你现在没有系统金币，还不能在系统商城买东西。穆平一脸黑线，就是说这个功能现在啥用没有啊？开通系统商城后，宿主可以通过增强天命之女的好感度来获得系统金币，使用系统金币来购买系统商城内的物品。宿主还可以完成身体原主人的第3个心愿，解锁赠送返还功能，可以赠送气运之女礼物来获得奖励，奖励物品就是系统商城内的物品。穆平大喜，系统还有赠送返还功能，这可是舔狗必备系统功能啊。童子，这第3个心愿是啥？丁，身体原主人的第3个心愿是睡了柳岩。睡了柳岩？尼玛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个斯文败类。穆平仔细捋了一下身体记忆，这小子之前的确经常远远地跟着柳岩。娃娃亲是天之娇女，她有念想也正常。系统提示，完成心愿第1必须要柳岩自愿，不能强迫。第2必须是初夜，如果柳岩有了别的男人，判定宿主失败，还不能强迫。柳岩那臭脾气，让他自愿，是要舔他吗？尼玛，这小子属于想给柳岩当舔狗，但是舔不到，让他完成给柳岩当舔狗的心愿。我可以进来吗？一个熟悉的女子声音传来。穆平转过头，看着楚若穿着一身白衣，抱着一件衣服站在门口，表情很是温柔。穆平站起身来，微笑着摆了摆手。楚姑娘，快请进。穆林见有人进来，缩进被子里，脸颊羞红一片。穆平将衣服放到穆林身旁，示意他先穿好衣服，就跟楚若出去了。楚若浅笑着跟穆平并排而行。还不知道公子名字？穆平拱了拱手。在下穆平。
楚若郑重地对着穆平施了一礼，穆平连忙抓着楚若的小手扶了一下。穆公子，昨日多有冒犯，你却不计前嫌救了我，如此大恩，小女子不知该如何报答。看着楚若一脸诚恳的样子，穆平一脸正色。楚姑娘，你不用多想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一生最憎恨的就是玩弄女子之人。昨天我杀的那个人是清水镇出了名的恶霸，以玩弄女子为乐，清水镇有数不清的无辜女子遭到他的毒手，所以我并不需要姑娘报答什么。如果姑娘感觉有所亏欠，帮忙照顾好这个姑娘。我昨日在恶霸手里救下她，也是一个可怜的女子。两人走到院子里的小亭子里，亭子里有一个石桌，两人相对而坐。楚若沏了一壶茶，给穆平倒了一杯，一脸崇敬地看着他，好像想到了什么。穆公子，你救回来的这个姑娘，我见她衣衫凌乱，面色不自然，是不是被恶霸欺负了？这个问题穆平并没有回避，看似依然云淡风轻，又像是强装镇定。没有，幸亏我及时赶到，恶霸并没有得逞，但他却中了恶霸下的药，如果没有男人就会爆体而亡，救人要紧，我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献出了我的肉体。楚若看着穆平的表情，像是舍弃了自己很重要的东西。他看得出来，穆平肯定有自己喜欢的女子，而和其他女子发生这种事情，作为一个这么负责的男人，很难想象他心里有多难受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。穆公子，换做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男人都会这么做的，你不用太放在心上，我想你的心上人也会理解你的。穆平强压着自己的嘴角，楚姑娘不用担心我，我没有那么脆弱。可是穆公子，为了救这个姑娘杀了恶霸，现在还被玄灵宗的人追杀，你觉得值得吗？穆平抿了一口茶水，摆出一脸悲天悯人的神色。值得，当然值得，不过我恨自己没早点杀了这个畜生，那样就有很多女子可以不被伤害。世间并不是无情的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竟然还有如此正义的男子，楚若都有点不敢置信。丁，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增加20点，目前好感度70点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气7重。穆平心中一喜，不过这也意味着楚若的好感度提升的潜力已经不大了，再提升下去怕是要以身相许了，他是时候该撤了。楚姑娘，你这店里还有没有聚灵丹？楚若歉意的一笑，没有了，聚灵丹店里缺货1个月了，而且现在这种丹药都被大型宗门控制了，其他丹药店估计也没货，周边只有玄灵宗才有。这些正派宗门太过无耻，他们自己吃肉，不依附宗门的人汤都没有。聚灵丹是炼气期很重要的丹药，也是苏洛离现在急需的丹药。楚若看穆平的神色，应该是很需要这个丹药。穆公子，如果你急需的话，聚灵丹我自己还有2颗，本来准备自己留着用的，你先用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穆平拱了拱手，相救之恩，无以为报，能帮到公子，我很高兴。楚若莞尔一笑，起身去取丹药。不一会，楚若拿来2个聚灵丹，还有一些其他丹药。穆平并没有客气的收下了，起身跟楚若告辞，又跟穆林嘱咐了一番，不要泄露2人的关系，否则会被人说闲话，就动身返回地下密室。穆平回到地下密室，感觉密室内异常的安静，内心有一丝慌张。难道苏洛离还想再次刺杀他？应该不会，苏洛离并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回来，而且凭他男人的直觉，苏洛离暂时不会刺杀他了。可是这个女人去哪了？穆平找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苏洛离的踪迹。忽然穆平想到了什么，苏洛离1天的时间连升2级，肯定是用了什么极端的方式，难道是药浴？穆平快步走过去，打开刑房的门，药气扑鼻，而眼前的一幕更让他哭笑不得。只见苏洛离赤身泡在铁桶里，手腕和腰上都锁着铁链。不得不说，苏洛离这女人对自己太狠了，竟然自己把自己吊在这。穆平慢慢走过去，发现苏洛离竟然已经睡着了，而且睡得很沉，应该是太累了。他不相信苏洛离会傻到把自己吊在这里，他这是在逼自己，只要修为突破炼气，他肯定会有很多打开锁链的方法。只不过进度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快，而且由于没有聚灵丹，他突破炼气境的难度会加倍，再强的资质也不如外挂好用。离儿，穆平呼唤了几声，苏洛离并没有苏醒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顺便欣赏下这绝世美人的身材。虽然不是第一次看，但是这女人的身材容貌都堪称完美，挑不出一丝瑕疵，让人百看不厌。穆平将苏洛离身上的铁链打开，将她轻轻抱起来，放到浴桶里，加上温水，给她细心地清洗着身体。身上药味太浓了，一定得好好洗洗。从头到脚的每一个部位，穆平都洗得很仔细认真，包括像头发这种地方，更要认真清洗。这时，苏洛离悠悠转醒，眯着眼睛看见穆平正在给她洗澡，又羞又气。不过觉察到穆平看向她的眼睛，苏洛离赶紧闭上眼睛装睡。她现在不能醒，因为这种情况她没办法面对，反抗是不可能反抗的，她现在实力还差很多，而且她现在还是这个男人的女奴，没有反抗的资格。顺从嘛，也不行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顺从，
就等于同意跟这个男人发生男女关系。这个男人应该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装睡是最好的选择，魔帝也是有身份的人，应该不会对一个睡着的女人做太过分的事情吧。既然没办法反抗，何不当做一次享受呢？想到这，苏洛离放松身心，闭目享受着穆平的服务。明渊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就好好服侍本帝吧。不过苏洛离显然低估了穆平的无耻。苏洛离闭着眼睛享受着男人的服务，可是事实却让他难以接受。这个男人着重清洗那些他不想让人碰的部位，而且里里外外洗好几遍，特别仔细，他自己洗澡都没这么认真洗过。苏洛离有点想哭了，这个男人怎么能这么无耻？作为一个魔帝，这是没见过女人吗？更让苏洛离难以接受的是，他竟然感觉到很舒服，好几次差一点娇哼出声，咬牙坚持才没有发出声音。苏洛离内心五味杂陈，被一个男人这样对待，他心里怎么会平静？他想到自己答应给这个男人做婢女的初衷是找机会杀了他，但是他错估了魔帝的能力，这人的修炼速度是他远远不及的。他刚察觉到魔帝已经炼气7重的修为了，虽然看不透什么体质，但他能感觉得到比他的体质还要强大。这个男人说打败他就能获得自由，他还觉得他自大天真，原来自大天真的那个人是自己。苏洛离感觉自己的底牌秘密被这个男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像他现在在这个男人面前样子一样，一丝不挂。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假意臣服，来获取男人的信任，然后伺机找到魔帝的秘密和弱点。明渊之前被他杀死，就是因为那个叫叶隐幽的女人暗算了他，这么看来女人才是他的软肋。想到这，苏洛离眼神一亮，仿佛又看到了希望。明渊，本帝也是女人。穆平洗得差不多了，将苏洛离身子擦干，抱到床上，盖上被子。终于结束了，苏洛离舒了一口气，但身体却有一种隐隐的空虚感。假意在床上动了动身子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看着床前的男人，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。明渊，你回来了。咦，我怎么会在这？穆平看着女人拙劣的演技，无奈地笑了笑。离儿，别装了，我给你洗澡的时候就醒了，对不对？穆平虚同之术，苏洛离的假睡怎么可能瞒过他？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认真地给这个女人洗澡，这就是给他的惩罚。苏洛离脸颊羞红，原来他假睡的事这个男人都一清二楚，那他还那样对他，他怎么会落到这么无耻的人手里？想起刚刚那羞人的事情，苏洛离将头蒙在被子里，他没脸见人了。看到苏洛离羞怯的样子，穆平心里无比舒爽。给苏洛离洗澡有没有撩拨起苏洛离的欲火，他不清楚，他清楚自己身体的欲火快有些吃不消了。不过为了苏洛离的好感度，他要先洗个澡，干干净净的。毕竟是洛离女帝的第一次，对他要有基本的尊重，他就是这么体贴讲究的人。苏洛离遇到他也真是有福之人。坐到床边，搁着被子拍了拍苏洛离的屁股。离儿，我这做主人的伺候你洗澡这么辛苦，你起来给主人洗一下，我2天没洗澡了。苏洛离一洗，给男人洗澡正是他展示女人魅力的绝佳的时机。不过苏洛离内心也有些纠结，他想的很简单，但实施起来真的不容易。她一直是被无数男人恭维奉承的女人，现在要去讨好男人，一时真无从下手。讨好不一定要讨好吧，那是最庸俗的女人做的事情。对付男人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维持高贵的形象，越高贵的女人才能激起男人征服的欲望。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的。明渊，来征服本帝吧。苏洛离探出头，一脸清冷地看着床边的男人。明渊，给本帝拿衣服来，本帝要穿衣服。看着苏洛离那傲娇的表情，穆平一怔，这女人咋回事？一天不挨打就开始飘了。不过穆平也乐意陪她玩，让苏洛离以女帝的身份成为他的女人，还是挺让人期待的。眼神戏谑地看着苏洛离。女帝陛下，穿上一会也得脱，太麻烦了。再说即使不穿衣服，也依旧不损您的威严。如果不是因为光着，苏洛离气得想从被窝里跳出来。这是什么话？不过这话里的意思怎么感觉有点怪？他这是要对他动手了吗？他不是要先养着他做他的炉鼎吗？难道他又想错了？魔帝还有别的目的？难道只是拿他当作玩物而已？被这个男人囚禁开始，苏洛离以为第1天就会清白不保，没想到1个多月了，男人都没有动手。但是这期间，这男人对他打也打了，看也看了，摸也摸了，就差最后一步，苏洛离早就想开了。知道男人是魔帝重生的时候，他心里竟然有一丝安慰。两人一起站在大陆巅峰，争斗数载，又一起跌落尘埃，身子被这个男人夺走，不算辱没了自己。所以苏洛离早已将自己身子置之度外了。主打一个魔帝敢要，他就敢给，而且他现在还要主动出击，表达出臣服的意思，才能麻痹魔帝。不过表面上他要保持冷冷的形象。明渊，本帝不穿衣服会冷的。穆平轻笑了一下，在储物袋里拿出一套衣服递给苏洛离，这是他专门给苏洛离买的。
苏洛离看到颜色款式，神色一惊，这是他跟明渊第一次见面时穿的地袍款式，炫紫地袍，盘龙鎏金束带，黑色踏云靴，赤金凤凰发簪。虽然都是仿制款，但还是让苏洛离神情荡漾。当时明渊刚刚当上魔帝，意气风发，带领魔道众人跟苏洛离率领的正道对峙。明渊看到他眼神迷离，竟然直接当众出言调戏他，让他做他的女人，还说了一些很下流的污言秽语。当时的洛离女帝何曾被如此侮辱，跟明渊大战在一起数百回合，杀得天昏地暗，但谁都无法取胜。明渊临走时的那句话还犹在耳旁：苏洛离，你逃不掉的，早晚是我的女人，待我将你活捉之时，就穿着这套衣服来服侍我，我保证让你舒服。看看。苏洛离若有所思地看着穆平，明渊，我的穿着你记得这么清楚，是不是那时候喜欢我？穆平嘿嘿一笑，离儿，你想多了，当时你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，不过是想征服你而已。苏洛离转念一想，也对，如果真的喜欢他，怎么可能如此折磨他？明渊，既然你想征服本帝，本帝就陪你玩玩。穆平将衣服放在桌子上，看着苏洛离，我去洗澡了，洛离女帝穿上这身衣服就来侍奉我洗浴。穆平慵懒地躺在浴桶里，感觉身心无比舒爽，一边撩拨着水花，一边注视着门口。苏洛离的表现越来越合他的心意了，虽然苏洛离依然很恨他，负80的好感度不会骗人的，但是这个女人已经表现得很顺从了，也适应了婢女的身份，时不时地表现出女帝的傲娇，增加了不少情趣。这时只听吱嘎一声，一个女子推门而入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穆平还是有些愣神。女子身着炫紫地袍，足蹬黑色踏云靴，修长美腿随着女子走动半遮半露，鎏金束带随意地系在腰间，让女子凹凸有致的身材更加迷人。配上苏洛离那冷艳的表情，让穆平产生了一时的错觉，好像那个睥睨万族的洛离女帝又回来了。明渊魔帝，你真是好雅兴。随着苏洛离冷冷的开口，穆平又是一愣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，这女人还挺会的。穆平对着苏洛离嘿嘿一笑，洛离女帝看起来今天气色不错，这段时间在这不像洛离地宫那么辛苦吧？苏洛离缓步走到穆平身后，给穆平揉着肩膀，声音依然很冷。那还得多亏魔帝大人的细心调教，让本帝成为了一个听话的婢女，本帝在这很省心，一点不辛苦。穆平没绷住，笑出了声音。苏洛离一本正经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，主要是苏洛离无力反抗，委曲求全的感觉让穆平很受用。穆平转过头抚摸着苏洛离的脸颊，苏洛离下意识的要躲闪，怔了一下，又将头压得低了一些，方便穆平的抚摸。离儿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，不过我不希望你还有别的念头。苏洛离看着穆平那平和的眼神，一脸顺服的神色。离儿不敢有别的念头，已经认命了，知道自己如何努力都追不上主人。离儿现在主要任务就是服侍好主人，帮助主人重登帝位。虽然知道苏洛离是在骗他，但他的确有些自暴自弃的念头，因为他修为进度远超苏洛离，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。不知道苏洛离会不会双修功法，最好是吸收男人修为的功法。当初他没敢碰苏洛离，就是怕他会这种功法。可是穆平现在特别希望苏洛离会这种功法，因为苏洛离吸他1成，系统可以反馈5成，总归还是赚的。这也是他现在敢对苏洛离为所欲为的原因。离儿，努力修炼不能断，需要什么资源一定要跟我说，我会尽力满足你。看着苏洛离绝美的脸颊，穆平忍不住亲了一口。苏洛离有些失神，脸颊泛起红晕，这个男人竟然亲他，这是喜欢他的意思吗？没有任何感情经历的苏洛离一直认为只有情人之间才会有这种行为，难道说他的女帝装扮成功勾引到了魔帝？这男人不错，还挺好骗的。丁，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增加5点，目前为-75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500个。穆平一脸欣喜，说到底还是自己魅力太大，女帝都无法抵挡，看来还得再接再厉。抬头又看了一眼还有些呆愣的苏洛离，饶有兴致地问道：离儿，怎么了？苏洛离眼神有些羞涩。离儿第一次被人亲，怎么，离儿不喜欢吗？苏洛离哪敢不喜欢，但他确实不反感男人的行为，这正是他现在需要的。博取魔帝欢心是他的目的，都准备现身了，亲一下又算什么？苏洛离露出一脸欣喜的表情，说了一句他自己都感觉肉麻的话：喜欢，这是离儿的荣幸。穆平在苏洛离羞红的脸颊上又亲了一口。离儿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是同命相连，不只是我要夺回地位，我还要帮你夺回地位，到时候你依然是睥睨万族的洛离女帝。苏洛离面露欣喜之色，随即一怔，如果明渊有一天重登帝位，没有利用价值的他只有2个下场，要么死，要么继续做明渊的女奴，怎么可能让他重回帝位？魔帝在试探他的忠诚度吗？可是这还需要试探吗？他肯定是不忠诚的，明渊也应该清楚的。不过他也得虚伪的表示下忠诚。
离儿都听主人的，没想过重回地位，只希望主人重回巅峰，统领正魔两道。穆平哀叹一声，果然是环境造就人。洛离女帝说起奉承话来，也如此的肉麻。虽然她也喜欢听这样的话，但是她不喜欢苏洛离说这样的话。她心中的苏洛离不是这样的，也不应该变成这样。穆平很严肃地瞪了苏洛离一眼。苏洛离，这样阿谀奉承的话，我不喜欢。我希望你一直跟我说实话，恨我也好，有机会想杀了我也好，我不会怪你。如果再说这样虚伪肉麻的话，我会惩罚你。苏洛离吓得一愣，这男人咋了？突然变脸。说得好听，实话他敢说吗？说了不会被这男人吊起来抽打。吐槽归吐槽，苏洛离还是很认真的点了点头。离儿知道了，那主人跟离儿也都说实话吗？穆平又瞪了苏洛离一眼。我想怎么说怎么说，我能骗你，但你不能骗我，知道吗？不讲理。苏洛离小声嘟囔一声。你说的啥？穆平问道。苏洛离刚想找个借口，但这个男人刚刚说了不能骗他。我说你不讲理。穆平在苏洛离脸蛋上掐了一把。这就对了，而且你说的也对，我一直不讲理。说完，穆平拍了拍苏洛离的小手。别揉肩膀了，给我全身都洗一下，认真点，就跟我给你洗的差不多，有些部位也要重点洗。苏洛离想到了什么，在穆平身体上看了一眼，别过脸去，脸色羞红。那地方还重点洗？无耻！离儿快点，一会还有正事呢。穆平没理会苏洛离的吐槽，闭着眼睛，一脸惬意地躺在浴桶里，催促着苏洛离，嘴里还哼着小曲。苏洛离咬了咬牙，心中满是羞愤，但还是缓缓蹲下身子，拿起一旁的布巾，开始为穆平认真清洗身体。他的手微微颤抖着，碰到小摩地时似有电流划过。穆平惬意地躺在浴桶里，被苏洛离服侍的身心舒爽。离儿，洗干净点，多洗几遍，一会干正事呢。苏洛离虽然羞愤难当，但是不敢违抗穆平的命令，当做一个大宝贝一样，小手认真地揉搓着。叮，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岩遇到危险，系统建议宿主前去解救。一个不合时宜的机械声音传来，让穆平心中万马奔腾。系统专门来这套是吧？每次他跟苏洛离到关键时刻都搞这一出。柳岩涉及到非常关键的第3个功能，系统的赠送返还功能，但现在都箭到弦上，不得不发的时候了。要不速战速决吧？但是速战速决会不会给苏洛离留下不好的印象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时苏洛离也看出了穆平的异样。明渊，怎么了？离儿服侍的不舒服吗？穆平一把将苏洛离搂了过来。挺舒服的，不过主人我等不及了。离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苏洛离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情，脸色羞红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那扶着这吧。听到男人的话，苏洛离不明所以，但还是顺从地照做了。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有些紧张地看着穆平。明渊，要不要我把衣服脱了？穆平摆了摆手。不用，穿着地袍更有感觉。苏洛离小声嘟囔了一句。无耻。穆平走到苏洛离后面，给他耐心地指导着。撩起苏洛离的地袍，满脸惊讶。离儿，怎么？你里面啥也没穿？你竟然有这种喜好？苏洛离没好气地回头看了穆平一眼。我想穿也得有啊，你都没给我。穆平尴尬的一笑。没有也挺好，这样也挺方便的。1个半个时辰后，穆平心满意足地趴在苏洛离的身上，喘着粗气。苏洛离身上被撕扯得不成样子的地袍，似乎在诉说着刚刚战况的激烈。两人身下的地上一片鲜艳的红色血迹，格外醒目。穆平起身站了起来，将苏洛离也扶了起来。苏洛离一直低着头，也不说话。穆平用手将苏洛离的头轻轻抬了起来，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大陆曾经最尊贵的女人的样子。此时苏洛离绝美的脸颊上满是红晕，脸上还挂着2滴晶莹的泪珠，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，惹人怜惜。轻轻给苏洛离擦拭着泪水。离儿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苏洛离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没事，挺舒服的。虽说早就做好了献身的准备，可是真当自己身子交出去以后，对方还是自己曾经的死对头，苏洛离心里还是特别的难受。苏洛离跟明渊2人之前大战过10余次，每次都打得天昏地暗，但却没有这1个半个时辰令他印象深刻。发生了这层关系，不知道以后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男人相处。他想用美色迷惑明渊，找机会打败这个男人，获得自由。可是如果找不到魔帝的秘密和弱点，他就要永远给这个男人做女奴。只要魔帝需要，他就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取悦这个男人。虽然感觉还挺舒服的，他也特别享受这种感觉。呸，他在想什么？可是现在的他修为这么低，还没有资源，而且还被正魔2道追杀，除了依附这个男人之外，没有任何选择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穆平看到苏洛离伤心又略带满足的神情，想到了什么，眼睛一亮。离儿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了，你看我猜的对不对？
苏洛离轻轻地白了一眼穆平，为啥哭？还不是被你欺负的，这有啥好猜的？但还是有些好奇，男人能说出啥与众不同的话来。明渊，那你说为啥？穆平一脸正色，我猜你肯定是后悔了。离儿，你活了几百年了，现在才品尝到男欢女爱的滋味，早知道这么舒服，咱俩当初打什么啊？你直接嫁到魔宫，正魔两道化干戈为玉帛，天下太平，咱俩天天做一些没羞没臊的事情，再生一堆孩子，多好的事！我呸，不要脸！苏洛离轻啐一口，但他心里也大胆地想了一下，如果当时她嫁到魔宫就能天下太平，也是一件好事，总好过现在给人为奴为婢，受尽折辱。穆平将苏洛离搂在怀里，感受着女人柔软的娇躯，情不自禁地在她的额头轻轻地吻了一下。依偎在穆平的怀里的苏洛离，脑袋轻轻地靠在穆平的肩膀上，不知为何她有种特别依恋的感觉，有点喜欢被男人这样抱着。一瞬间，苏洛离觉得这男人好像并没有那么坏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25点，目前好感度为-50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2500个。穆平一喜，果然还是得拿出他男人的雄威，最有效果，一次25好感度，再有6次就是100了。这么算对吗？6次不够，100次总够了吧？穆平抚摸着苏洛离丝滑柔顺长发，嗅着女人身上的香气。离儿，不哭了，放心，既然现在你是我的女人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苏洛离一喜，魔帝这是要娶了她吗？这也太快了吧！看来他想的没错，女人就是这男人的软肋，他这样绝色女帝主动现身，谁抗得住？明渊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女人，本帝就用女人的手段征服你。苏洛离一脸期待地看着穆平。明渊，你想怎么负责？穆平一脸郑重。离儿，只要你好好侍奉我，我就绝不会抛下你，你可以一直做我的婢女。苏洛离一脸惊诧，这男人说的啥？他管这叫负责？穆平看着苏洛离那一脸不情愿，能猜到苏洛离的心思。娶了苏洛离也不是不行，可是最起码好感度的60分以上，现在的苏洛离好感度才50，明显还有杀他的心思。现在给他地位，他就飘了，好感度就更难提升了，必须得压制他一下。有些严肃地看着苏洛离，离儿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苏洛离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，没问题，做主人的婢女是离儿的荣幸。丁，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岩即将被人非礼，请宿主抓紧行动。穆平有些慌了，柳岩可以是别人的，但柳岩的遗血必须是他的。系统说柳岩就要被非礼了，但玄灵宗距离他这里要1个时辰的路程，还不知道柳岩的具体位置，他去了有毛用？打扫战场吗？系统，别给我提问题，我需要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有毛用？丁，2个时辰前已经告知宿主，是宿主沉迷女色耽误了时间，怪我喽。系统表达了不满。系统这话说的，这能怪他吗？还不是怪苏洛离穿着地袍勾引他。他本来也想速战速决的，可这不是苏洛离这女人第一次太紧张，搞得他无法自拔吗？想到这，穆平在苏洛离屁股上捏了一下，并且使劲揉搓着，发泄着心中的不满。这女人就是红颜祸水，绝对不能让她去祸害别人，一切都由她来承受吧。苏洛离感受到穆平又有动作，抬头看了一眼，脸上又出现一抹红晕。明渊，不来了，离儿身子承受不住了。这女人想啥呢？经过1个多小时的研磨锤炼，她现在可是满身佛性。丁，已为宿主找到解决办法，宿主可以在系统商城里购买传送符传，可以瞬间抵达目的地。穆平听后一喜，系统还有这功能，系统提示过已开通系统商城，获得系统金币就可以购买系统物品，他现在已经有3000系统金币了。老早就想研究下系统商城的东西了，这不是被苏洛离这女人搞得还没腾出心思，在苏洛离身上又狠狠地捏了一把。哎，女色误人啊！系统，传送符传怎么卖的？检测到距离柳岩约300里，只需要购买1品传送符传即可，花费50个系统金币。还行，不贵。系统，买1个，立刻。丁，已为宿主购买1品传送符传1张，消费系统金币50个。穆平对着怀里的苏洛离脸蛋上亲了一口。离儿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给你买了一些丹药，放你床边了，先用着。还没等苏洛离反应过来，穆平催动传送符传，原地消失。苏洛离一愣，空间符传这种东西都有，魔帝身上果然还有很多秘密，看来他得加把劲博取魔帝的欢心，才能窥探更多秘密。不过怀中男人的消失还是让他有种隐隐的失落感，这男人提上裤子就开溜。穆平眼前白光一闪，就出现在了一处山谷，根据他的记忆，这里应该是距离玄灵宗外门不远的一处山谷。他现在还是价值1万灵石的悬赏人物，为了免得惹一身骚，穆平花了20个系统金币买了一个面具戴上，不仅可以遮掩容貌，还可以改变声音。他现在炼气7重的修为，
如果加上太虚神体的加持，有和聚气一众抗衡的实力，在玄灵宗外门，只要不碰到那些外门长老，还是可以蹦着走的。可是柳岩在哪里？救命！思索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呼救声音，穆平朝着声音的方向跑过去，发现柳岩衣衫有些凌乱，头发也披散开来，呼吸急促地依靠在一棵大树旁。柳岩的对面是3个猥琐男子，一个练气8重的修为，2个练气7重的修为。小妞，别喊了，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。有人来也没用，有韩大哥在，借他几个胆子敢管我们的事情。柳岩满脸恐惧地看着3个男子，他在清水镇是天之娇女，就算有些男人有这个心思，也没胆子招惹他。在清水镇对任何男子都不假辞色。没想到来到玄灵宗没几天，就遇到这种事情。玄灵宗不是正道宗门吗？玄灵宗弟子怎么会是如此卑鄙下流之人？我是刚来玄灵宗的弟子，跟你们素不相识，你们要做对我什么？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玩你了，哈哈。其中一男子哈哈大笑，看着柳岩那恐惧的神情，那个叫韩玄的男子一脸的色。小妞，今天我们也算有缘，让你被玩得明白。不妨告诉你，我们玄灵宗的新来的外门女弟子大概分为就4种情况。这第一种就是有背景的，比如宗门长老的亲戚，这种都是由引荐人直接带来的，一般没人敢打他们主意。另一个男子向前走了一步，韩哥，第2种。我说好，你说。韩玄无奈地摆了摆手。第2种就是那种天赋极佳的女子，这种女子基本入门前时都直接被外门长老抢着收徒了，有长老护着，没人敢欺负。第3种就是像小妞你这样的，没背景，资质还一般，而且模样还不错，那就是我们的了，哈哈。小妞，其实我们今天不玩你，也是被别人玩，只不过我们几个下手早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韩玄几人一脸得意地看着眼前的猎物。柳岩靠在树上，身躯有些颤抖。你们如此肆意妄为，就不怕宗门惩罚？惩罚？哈哈，宗门惩罚都是给你这种没背景的人设立的。果然是新来的小妞，啥也不懂。不懂没关系，哥们几个慢慢教你，日后啥都懂了，我们会的姿势可多了，一会你就知道了，哈哈。柳岩满脸绝望，他心目中仰望的玄灵宗竟然是这个样子的。可是想想，哪里又不是呢？他在清水镇不觉得，因为清水镇他是上层人，感受不到底层人的疾苦。可是来到这玄灵宗，他就是底层人。穆平在玄灵宗做了几年的劳工，又遭受过多少欺辱，他还想着略微照拂他一下，享受这个男人的仰视。可是他自己现在的样子，怕是穆平见了都会看笑话吧。好了，小妞，韩哥的姐姐可是内门弟子，做了韩哥的女人，你在外门也算有了靠山。韩玄拍了拍其他2名男子，说啥呢？咱们是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女人一起玩。韩哥大气，誓死追随韩哥。听到韩玄这么说，2个男子表现得异常兴奋，转头看着柳岩，两眼放光。小妞，先脱光了，让韩哥验验货。你是自己脱，还是我们帮你脱？看着3个猥琐男子，柳岩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，小手紧紧抓着衣服，靠在大树上，身躯颤抖。他以前所有的傲气在这一刻荡然无存，只剩下恐惧和对未来的绝望。放开那个女孩！忽然不远处一个声音传来，柳岩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朝远处望去，只见一个戴着面具的青衣男子朝这边走来，感觉好像有些熟悉。韩玄3人也朝着穆平望去，神情很是不悦。哪里蹦出来的人，敢坏他们好事？不过不确定对方身份，他们不敢贸然行动。不知这位兄弟哪个长老门下弟子？穆平微微一笑，也不隐瞒，我不是谁的弟子，目前在玄灵宗做劳工，正巧路过此地。我看这姑娘并不情愿，这违背女人意愿的事情，奉劝几位还是不要作为好。韩玄3人听后哈哈大笑，奶奶的，一个劳工也敢管我们的事情？都说玄灵宗劳工奇葩多，我还不信，今这不遇到一个。小子，知道我们几个人是谁吗？穆平淡淡的说道。你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做了违背女人意愿的事情，你们摊上事了。韩玄脸色一冷，违背你大爷的意愿，把这小子给我打死，别耽误我们正事，真他奶奶的扫兴。听到韩玄的命令，2个男子提着拳头就冲着穆平面门打来。不过2人的动作在穆平看来像是慢动作一样，浑身上下都是破绽，太菜了。穆平呵呵一笑，一脚踢出，2人都被一脚踢飞，倒在地上，疼得打滚。韩玄顿时愣住了，怪不得敢管闲事，这小子原来是个高手，看这实力差不多是个内门弟子了。可是这人没事装什么劳工，8成是看着这小妞了，不想暴露身份。在玄灵宗，内门弟子把爪子伸向外门女弟子也是常有的事情。韩玄知道今天碰到硬茬了，一向奉承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他，马上换上一副笑脸。既然这小妞被兄弟你相中了，我就不夺人所爱了，你们2个起来，我们走。另外2个男子也爬了起来，满脸堆笑。兄弟，
你放心，这妞我们还没动，看样子还是个雏。听到几人的话，穆平满脸气愤，这几个卑鄙龌龊的男人竟然以为自己跟他们一样卑鄙龌龊。更令人气愤的是，他们说的很对。韩玄三人对视一眼，不敢继续在这耽搁，撒腿就跑。我说过让你们走了吗？看到几人跑路，穆平大喝一声，不过三人像没听见一样，还是继续跑路。穆平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拦在几人前面。三人见形势不对，拿出刀剑一起朝穆平砍过来。但几人跟穆平的实力悬殊太大，并没什么用。几个回合，三人都被穆平打翻在地，武器都被踢飞，躺在地上疼得嗷嗷直叫。穆平又在韩玄身上补了一脚。怎么没听见我说的话？韩玄三人在地上爬起来，面色紧张。大哥，这小妞都给你了，我们就不碍您的眼了，你就让我们走吧。是啊，大哥，这妞我们真的还没完呢。穆平用手指了指柳岩。我最恨欺辱女子的男人，你们今天虽然没有得逞，但这位姑娘也受到了惊吓。你们几个过去给这位姑娘每人磕10个头，说10声。姑奶奶，小的错了，我就暂时放过你们。韩玄听后怒目圆睁，给这么个低贱的女人磕头，他以后在玄灵宗不得被人笑话死。小子，别欺人太甚，告诉你，我姐是内门弟子韩清瑶，实力不是你可以抗衡的，最好不要逼我。穆平一个耳光抽在韩玄脸上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就算你姐韩清瑶来陪我睡一觉，你们也得磕头。你敢侮辱我姐！啪！又一个耳光抽在韩玄的脸上。韩玄摸着红肿的脸，看着穆平那杀气腾腾的眼神。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跟其他2人对视一眼，确认他们都属于一方俊杰。大哥，我去磕头，我去还不行？3个男人踉踉跄跄的又跑到柳岩面前，直接跪下磕头，动作熟练，干脆利落，一看就是练过的。姑奶奶，小的错了。姑奶奶，小的错了。柳岩被几人的举动吓傻了，这个戴面具的男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，竟然让3个外门弟子如此恐惧？还有2人非亲非故，他又为什么救他？仅仅是仗义相助吗？还是同样是见色起意？穆平见3个男子磕头磕完了，每人身上踢了一脚。好了，都给我滚吧！听到穆平说话，3人如释重负。韩玄带着2个男人踉踉跄跄地爬起来，撒腿就跑。不过韩玄没有多远，回头看了穆平和柳岩一眼，眼中满是寒光，直接朝着玄灵宗内门方向而去。穆平看着几个男人走远了，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，给柳岩拉的这波仇恨应该还算到位。柳岩在玄灵宗外门无依无靠，还结了仇，以后在玄灵宗必然举步维艰，除了依附他别无选择。拿下他的一血不是顺手的事情。柳岩此时依旧靠在树上，眼神复杂地看着穆平。一方面他对穆平的救命之恩心怀感激，另一方面又对他那看似别有目的的笑容感到不安，不知道是不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柳岩轻声说道，声音还有些颤抖。穆平走上前，伸出手将柳岩拉了起来，声音温和，姑娘不用客气，我最看不惯欺辱女子的男人，顺手而已。第一次被男人拉手，柳岩柳脸色一红，想抽回，却发现手被男人紧紧握着，抽不出来。这个男人果然也有目的。柳岩咬了咬嘴唇，公子救命之恩，不知道如何报答，打发几个小喽啰而已，不需要报答，只是玄灵宗鱼龙混杂，姑娘一个弱女子，还这么漂亮，以后要多加小心。穆平很自然地松开柳岩的手，对她笑了一下，一个人朝前方走去，没有回头看一眼。看着穆平渐渐走远，柳岩心中十分纠结，她想错了，这个男人对她没任何想法，只不过顺手救了她而已。是啊，玄灵宗有太多天之娇女，这个男人又是如此厉害的角色，怎么可能在意他这样的小人物？在玄灵宗他太渺小了，天赋、家世、相貌，这些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在这里都被碾压得粉碎。可是他以后该怎么办？不说别人，刚才那3个男人肯定不会放过他。刚刚给他磕头道歉，这么大的侮辱，如果落到这几个人手里，他都不敢往下想。他现在需要这个男人，非常需要。对着已经走远的男子奋力地追了上去。公子，等等我！听柳岩追了上来，穆平心中暗喜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姑娘，还有别的事吗？柳岩小手紧紧抓着衣服，由于一路小跑，胸脯上下起伏着。公子，我能跟着你吗？穆平想起前几日柳岩还是一个满身傲气的女人，现在却像一个受惊吓的小女孩，拍了拍柳岩的肩膀，浅笑了一下。姑娘，我这人喜欢独处，如果因为我救了你，你就黏着我，这属于恩将仇报。柳岩见面前的男人虽然拒绝了她，但却并没有生气，胆子大了一点，伸手拉住穆平的衣角。公子，我在这玄灵宗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怕再遇到像今天这样的事情，那3个人肯定还会来找我的，公子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见穆平依旧无动于衷，柳岩保证道。公子放心，
就3天，3天后玄灵宗就会举办新入门弟子收徒仪式，我拜了师傅，那些人应该就不会这么大胆了。就算到时候没有拜师傅，我也不缠着公子了。3天，穆平一怔，看来3天内就得拿下柳岩，不然他拜了师傅，再拿捏他还得费一番周折。不过按系统所说，他必须以穆平的身份让柳岩自愿现身，可是怎么才能让他自愿现身呢？柳岩对他的好感度才30，3天时间难度还真不小。穆平回头叹口气，好了，算我倒霉，带你3天吧，不过3日后不要再黏着我。柳岩高兴地点着头，不会，谢谢公子。穆平抖了抖胳膊，可以松开了吗？柳岩忙不好意思地松开男人的衣袖，他有些不敢相信，来到玄灵宗2天的时间，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想起几年前穆平拉着他的衣袖，只想和他多说几句话，他当时愤怒地拂袖而去的场景，他对这种卑微讨好的行为深深的鄙夷，觉得穆平当时的样子真的很可笑。自己终于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，自己在这个男人眼里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可笑？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听到男人的问话，柳岩连忙说道，公子，我叫柳岩，清水镇来的。穆平眼神中一副思索的神情，清水镇，我曾经还去过，交往过男友吗？你跟着我，他会不会有意见？柳岩连忙摆手，没有，这么多年我都是一个人。真的没有吗？穆平直直地看着柳岩，仿佛能看透他的内心。男人的眼神让柳岩感到心中一阵惶恐。小时候父母给定过一门亲事，不过没有交往过，亲事我也已经退了。穆平冷笑一声，这柳岩倒是实在。哦，退亲，一定是这个男人找了别的女人，或者做了其他对不起姑娘的事情。柳岩神色一紧，这个男人为何会关心她的私事？如果得知自己是一个始乱终弃的女人，会不会讨厌她，赶她离开？可是这人说他去过清水镇，说不定知道一些事情，如果他说谎被揭穿，他会更惨。公子，他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感觉两人没有感情基础，还是分开好。穆平转头看了柳岩一眼，是吗？据我所知，清水镇这样的小镇的人能来玄灵宗当外门弟子，应该也属于凤毛麟角了，是不是姑娘觉得那个男人配不上你？柳岩闻言一怔，这个男人怎么什么都能猜到，他的那点小心思都逃不过这个男人的眼睛。柳岩低着头，不敢正视穆平的眼睛。公子说的对，他资质的确不太好，是我觉得我们不般配，所以跟他退亲了。穆平摆出一副厌恶的样子，呵呵，女人果然都是这样。柳岩觉察到男人的不高兴，心中惶恐，但是他依然没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。公子，觉得我应该嫁给他才是对的吗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走到一起，我退亲难道不是对两个人都好吗？穆平微微一笑，柳姑娘，从你个人利益看来，你做的没错，你退亲我也觉得没问题，不过我觉得这个世界除了利益还要讲情义。情义？我们两人本来就没有感情，谈何情义？穆平一脸正色，我与姑娘萍水相逢，为何救你，还因此会得罪玄灵宗的内门弟子韩清瑶？因为我心中有大义，我觉得无辜之人不应该遭受无妄之灾，我希望我救的人也是重情重义之人。柳岩沉默的一会，看向面前的男人，他明白，如果他解决不好自己和穆平的关系，这个男人就会认为他是无情无义之人，可能就不会再保护他了。可是他应该怎么办呢？穆平被赵振悬赏1万灵石追杀，这件事外门人尽皆知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不清楚穆平如何能杀死赵飞，他现在也不可能找到穆平，他如果能找到穆平，早就被人抓起来了。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未婚夫杀了人，被外门悬赏追杀，我见不到他，即使见到他，我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了。未婚夫？穆平神色一紧，他只想要柳岩的初夜，可不想这女人一直缠着他。没错，他就是想做那个始乱终弃的男人。不行，得编个大的。柳姑娘，知道我为何会去清水镇吗？不知道。公子你说。穆平仰头看着天空，这世上有太多不平之事，有太多卑鄙无耻之人。清水镇的赵飞在清水镇作威作福，玩弄无数女子，我得知此事，就想为民除害。柳岩一怔，看着面前男子的形象又高大了几分，没想到在这个恃强凌弱的世界，还有如此大义之人。公子是说赵飞是公子你杀的？没错，当时赵飞强抢民女穆林，穆林的弟弟穆平赶去相救，赵家高手如云，两姐弟怎么可能是对手？所以我暗中出手，救下两姐弟，杀了赵飞。穆平又看向柳岩，所以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吗？柳岩一头雾水，公子是说赵家以为穆平杀了赵飞，追杀穆平的事情吗？穆平摇了摇头，当时穆平也受了伤，但他抓着我的手跟我说，心里有一个人一直放心不下，他在玄灵宗待的时间不短了，知道玄灵宗的危险，拜托我来保护你。柳岩彻底愣了，原来是穆平救了自己，这个傻瓜，自己那样对他，他
他还是时刻想着自己。看着柳岩那纠结的神情，穆平趁热打铁：“所以柳姑娘，不要怪我生气，我觉得你对不起你的未婚夫。”柳岩满脸惭愧的神色：“公子，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”穆平特别正经地说道：“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他，你们俩不亏欠。”最珍贵的东西。柳岩沉默许久，紧紧抱着胸脯，看着面前高大的男人：“公子，只能这样吗？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补偿他？”穆平神色一冷：“柳姑娘，你用什么方式我没意见，不过我不希望在穆平的眼里看到失望的表情。他是一个好男人，我欣赏他。公子，穆平只是一个资质很差的人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欣赏他？”柳岩满脸疑惑，她以一个女人的视角，没看出穆平任何优秀的地方。这个男人的优点除了老实还是老实，只不过最后一次见到他，好像老实的优点也没了。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坚韧不拔的意志，正义凛然的品格，低调内敛的修养，而且他属于不鸣则以一鸣惊人的资质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穆平夸赞着自己，内心十分受用。柳岩有些不可置信，他的废物未婚夫有这么优秀吗？他看人的眼光这么差吗？就连这个他高不可攀的男人都这么欣赏他的废物未婚夫，应该是没错的。高人的眼光总是他这种人看不懂的，要不就不叫高人了。要不跟穆平见一面再说吧。公子，那你知道穆平在哪吗？我想跟他见一面。柳姑娘，你想通了。穆平一喜。柳岩叹了一口气，就算想不通又能怎么样呢？他在玄灵宗无依无靠，还得罪了3个男人，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面前的这个男人。如果再得罪这个男人，他将没有任何的活路。拿自己的身子换一个强大的靠山，按柳岩之前的性格，这种事肯定不会同意。可是经历了今天的事情，他感觉这件事非常合算。如果今天被别人玷污了，他这个机会都没有了。可是这个神秘男人为何让他给穆平？算了，高人的心思岂是他能猜透的？柳岩又思索了一会，下定了决心，看着面前的男人：“公子，你说的对，我都听你的。”穆平一惊，这女人这么好骗吗？典型的刚入学的大一女生。很赏识的表情拍了拍柳岩的肩膀：“好，柳姑娘恩怨分明，敢想敢干。我没看错人，我把穆平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，你跟我走。”柳岩点了点头，紧跟在穆平的身旁。不一会，穆平将柳岩带到了明月阁的一个雅间，房间很大，床也很大，隔音也不错。穆平在床上躺了一下：“不错，还挺舒服。柳姑娘，我去找穆平过来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你先洗个澡，准备一下。”柳岩坐在床边，有些坐立不安。她能看出来这个男人这么安排的心思，今天就让他跟穆平做男女之事。这件事他是答应了，可是这事不需要先培养下感情吗？公子这么急吗？穆平看出柳岩的心事，安慰道：“柳姑娘，洗澡是为了给穆平留一个好印象，你今天脏兮兮的样子也不想被穆平看到是吧？”柳岩脸一红：“公子，我以为你让我今天就跟他同床。”穆平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：“柳姑娘，如果你今天就想的话，我得跟穆平商量一下。你也知道，他是个比较保守的人，对你也十分尊重，不一定放得开。这事还得你主动。”“不用了，公子，我觉得2个人的事还是顺其自然吧。”柳岩面色舒缓了一些：“对啊，穆平他是了解的，呆呆傻傻的，只要他不愿意，不会强迫他的。他这么爱慕自己，主动权都在他的手里。”穆平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对，这事就应该顺其自然。那我这就去寻穆平，你先洗澡，一会穆平来了，你是女孩子要主动一点。”说罢便转身出了雅间。柳岩看着紧闭的房门，深吸一口气，起身走向浴桶。女孩子要主动一点。撩拨着水花，俯视着自己玲珑有致的身子，热水蒸腾起的雾气模糊了她的视线，也让她的思绪渐渐飘远。她和穆平是娃娃亲，阴差阳错，她还是要把第一次给这男人吗？或许真的是上天注定吧。希望穆平这次不要让她失望。她最不喜欢穆平之前那唯唯诺诺的样子。上次见面的时候，穆平的行为虽然让她很生气，但也让她眼前一亮，终于有了男人该有的样子，对这次见面也有了一丝期待。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。穆平出了明月阁，在系统内买了2张传送符篆。赵震搞得1万灵石的悬赏，虽然对他没什么实质伤害，但是也搞得他出去就会被一群苍蝇盯上，很不自在。而且搞得穆林在丹云阁也很不安全，必须先搞死赵震再说。用了1张传送符篆，传送到赵震所在位置，没费多大的周折就搞死了这个称霸清水镇10几年的恶霸。随后穆平又用了1张传送符篆，传送回到明月阁附近。穆平找了家店，换了身衣服，换了个发型，就又走进了明月阁。想起一会要发生的事情，穆平哼着小曲，推门而入，走进柳岩的雅间。谁？只听雅间浴室传来有些紧张的女子声音。穆平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，
朝浴室里看了一眼。柳岩，是我慕平，是你在洗澡吗？看见柳岩正一丝不挂的洗浴，正想欣赏一番，被一盆水对我脑袋泼过来，慕平赶紧躲了出去。紧接着传来女子的愠怒：流氓，出去！果然女人的脸色是分人的，她如果刚刚以神秘高手的面目进去，柳岩绝对不敢如此，这是从小对她发脾气习惯了。慕平叹了口气，在门外一阵苦笑。现在他必须镇定，表现出慕平的那种呆傻率真，以及对柳岩的关心不能被柳岩看出破绽。随着浴室里传来一阵窸窣声，不一会儿，柳岩裹着浴袍走了出来。轻薄的浴袍并没有完全遮住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，加上湿漉漉的乌黑长发、清丽的容颜，还有周身散发出的处子幽香，无不诱发着男人的欲望。虽然各方面跟苏洛离还有着明显的差距，但是慕平是一个不挑食的男人。好看吗？柳岩白了慕平一眼，虽然感激慕平对他的关心，还有托付神秘高人救他，但看到慕平那直勾勾的眼神，一副没见过女人的样子，柳岩还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慕平摆出一副呆呆的样子：好看，真好看。前辈说你想和我在一张床上睡觉，快把衣服脱了躺到床上，我们先把正事办了。柳岩神色一愣，这高人是怎么跟慕平说的？慕平这呆愣子，这是想直接硬来。这就是高人所说的比较保守，放不开，还有坚韧不拔的意志。柳岩撩了撩还有些湿漉漉的长发，随意地坐在一张椅子上，修长的美腿半遮半露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让慕平也坐下。慕平，前辈跟我说了，是你请求他来救我的，我心里很感激，我也答应了一些事情，可是不是现在，你别想多了。慕平还是一副呆呆的样子，看样子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前辈跟我说了，说你答应跟我睡觉了吧？柳岩脸色一红，强装镇定。没错，我答应了，我会把我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东西给你，不过仅此而已，日后以后我们两不相欠，各走各的路。慕平心中大喜，果然是娃娃亲，节奏完全一致，恨不得立刻跟柳岩击掌，一拍即合。不过作为柳岩的多年舔狗，他不能表现出欣喜的表情。慕平有些伤感地看向柳岩，露出满脸的沮丧的神情。仅此而已，你也知道我喜欢你这么多年了，我想要得到你的心，我想让你真心喜欢我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看着慕平如此卑微的袒露心声，柳岩脸色一冷。我说过了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是不可能的，我答应把自己的身子给你，只不过是不想欠你的，你不要自作多情。看着柳岩用最绝情的话说着最悦耳的内容，慕平站起身来，紧紧地盯着这个刚出狱的女人，眼神忽闪忽闪的，想硬挤出一点眼泪。柳岩，我以为你今天见我是想收回退亲的事情，谈一下我们的亲事，没想到你只是为了拿身体做一个了断，那我算什么？我这么多年对你的感情又算什么？柳岩也站起身来，神情严肃。慕平，所谓的感情只是你一厢情愿，你难道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感情是强求不来的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永远都不可能的。柳岩说完气的浑身有些颤抖，本来他还想着慕平跟上次见面一样会有一些男人的样子，他可以跟他慢慢培养下感情，没想到还不如之前。他感觉现在的慕平变得狂躁，甚至已经有些疯魔了。难道是这么多年爱他爱得太深了？可是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爱，他宁愿单身一辈子也不想要。他现在只想快点结束，摆脱这个男人。用手指了指浴室，慕平，你现在就去洗澡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情了结了。慕平听后心下一喜，脸上却露出绝望的神情。柳岩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我是爱你的，我哪里做得不好？你说出来，我改还不行吗？别说了，快去洗澡，我在床上等你。柳岩声音很大，还带着命令的语气，他已经有些受不了了，搞得慕平非常难受。强忍着心中的喜悦，低着头朝浴室走去，身体泡在热水里。慕平脸色再也难以掩饰得意之色，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音，但还是忍不住，只能在浴室大笑起来。躺在床上的柳岩听到浴室里慕平的疯狂的笑声，心中苦笑，疯了，这个男人疯了，是这个男人执念太深，还是自己把这个男人伤得太狠了？这时柳岩忽然想到，高人见到慕平疯魔的样子，会不会怪他？一会在床上一定要好好对他，温柔一些，他想怎么做都顺着他。得到自己身子以后，或许他就放下执念了。正想着，一个男人滑不溜秋的身子已经钻进了他的被窝，而且直接上手将他搂住。柳岩身子一僵，想推开男人，怔了一下，身子软了下来，任由男人为所欲为。妍妍，我珍藏了这么多年的爱，今天都给你，今天过后我们就只是普通的朋友，好不好？虽然称呼特别不习惯，但感受到凑到他耳边如此神情的男人，柳岩竟有了一点感动，或许这样结束也挺好的。声若闻纳的回了句好。一个时辰后，慕平将最后的爱意给了柳岩，满意的躺在床上。
他没想到事情的进展会这么的顺利，主要是有一个这么配合的女人，真是太难得了。事前很主动，日后不纠缠，什么要求还都很配合，简直是天下男人梦寐以求的福音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身体原主人的第3个愿望，解锁系统第3个功能，赠送返还功能。在柳岩身上挥洒了一个时辰的爱意，终于算是完成任务。付出总有回报，木平心下大喜。系统，这赠送返还功能有什么要求吗？丁，第一个是只能给气运之女赠送物品才能够返还，第二个赠送物品只能是气运之女正需要的物品，赠送无用物品不会返还，第3个7天内每个气运之女只能赠送1次。要求真多，木平暗中吐槽，随即想到了苏洛离。天命之女是不是返还倍数更高？是的，同样条件下，赠送天命之女返还是气运之女的10倍。不错，赠送物品还可以刷好感度，增加修为，一举多得。现在主要的还是得多绑定气运之女。现在才绑定了2个气运之女，远远满足不了木平的需求。可是，如何才能绑定更多的气运之女呢？现在这个地方，只有玄灵宗有更多的天之娇女，只有进入玄灵宗内门，才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她们。一旁的柳岩慵懒地躺在木平的胳膊上，脸上的红晕还没有完全消退。这个男人攒了这么多年的爱意，太疯狂了，他真的有些吃不消了，但又好像没吃够。这个男人这么爱他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扬起脑袋，有些羞涩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想什么呢？你说3天后，玄灵宗外门收徒，内门会不会也收徒？柳岩想了想道：听说是一起的。你问这个干嘛？难不成你还想进内门？这时忽然听见一阵敲门声，柳岩推了推木平，示意他去开门，应该是高人来了，他也算完成任务了。木平随意地披了件衣服，将屋门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清冷的白衣女子，身形纤瘦，容貌很美。女子身后还跟着一个男子，正是韩玄。木平神色一怔，难道这个女人是韩玄的姐姐韩清瑶，来给弟弟报仇来了？木平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白衣女子，聚气4重的修为，目前还不是他能够对付的。请问姑娘来此有何事？木平轻声问道。白衣女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我弟弟告诉我说，有一名外门女弟子被贼人抓到这里，我来看一下。奶奶的，韩玄这贱人贼喊捉贼。不过如此看来，白衣女子不是单纯为了他弟弟报仇而来，不然韩玄没必要编一个谎话把他骗来。白衣女子身后的韩玄一脸正色，摆出一副嫉恶如仇的样子。姐，这姑娘定然被这贼人藏在屋内，我派人跟踪，就是进了这个房间，我们快进去，不能让好好的姑娘被人糟蹋了。韩玄这贱人竟然还派人跟踪他，还在这跟他装。木平抬眼狠狠地瞪了韩玄一眼，看到木平的眼神，韩玄身子一颤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指着木平大声说道：姐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要欺负那个姑娘，我阻止不成，还被他打了一顿。虽然他当时戴着面具，但是这眼神我记得很清楚。听到韩玄的话，白衣少女又打量了一下木平衣衫不整的穿着，还有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那姑娘呢？你把她怎么了？木平摸了摸脑袋，她跟柳岩刚刚睡完，战场还没来得及清理呢，这怎么解释？丁，系统检测到玄级气运之女韩清瑶，宿主是否绑定？木平心下一喜，这女人还是气运之女，还是玄级的。绑了。丁，宿主已绑定玄级气运之女韩清瑶，韩清瑶对宿主好感度为-50点，暂不能为宿主反馈修为。唉，又绑了个寂寞。从好感度来看，这韩清瑶对自己很不喜欢，估计在他眼里，自己就是个玩弄女人的无耻之人。木平用虚瞳之术打量着韩清瑶，这个距离，虚瞳能看透一切障碍物。看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这女人哪都好，就是有些瘦。不过木平并不是一个挑肥拣瘦的人，只要是气运之女，他都得哄着。姑娘，要不我们坐下来慢慢聊聊？韩清瑶看着木平在他身上上下打量的眼神，像是能拨开他的衣服一样，让他很不自在。更可恨的是他还叹气，很不满意的样子。让开！韩清瑶冷冷地说了一声，推开木平，朝屋内走去。走进卧室，韩清瑶看着屋内凌乱的样子，还有缩在被子里的柳岩，刚刚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事实再清楚不过了。转身冷冷地盯着木平，你这登徒子，光天化日之下欺辱女子，还有何话说？一旁的韩玄一脸得意，虽然惊叹木平的办事效率，被他抢了女人也有些遗憾，但是今天现场被捉，这贱人非死即惨。韩玄知道他姐姐韩清瑶最恨欺辱女子的男人，因为他自己有一次险些被男人欺辱，幸亏他师父及时赶到救了他，所以见到欺辱女人的男人，韩清瑶向来不留情面。姐，这样的败类绝对不能留，留着他只能祸害更多的女子。韩清瑶没理会韩玄，又冷冷地看了一眼木平。我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，
穆平对韩清瑶有了一丝好感，这女人还能听人解释，太难得了。虽然受了些，哥不嫌弃，有机会收了你。不过这时候对待女人气势不能输。穆平对着韩清瑶做出满脸愤怒的表情。姑娘，你让我解释什么？我跟我的女人正在亲热，你们突然闯了进来，打搅我的好事，我还没跟你们要解释呢。韩清瑶神色一正，看向柳岩。姑娘，你们是自愿的。柳岩点了点头。他们刚刚的对话，柳岩听得很清楚。有一点让柳岩很震惊，听韩玄的意思，穆平就是那神秘高人。可是怎么可能？神秘高人实力这么强大，穆平怎么可能会是他？可是神秘高人有什么理由救他，又有什么理由撮合他们？种种迹象表明，穆平就是神秘高人的可能性很大。不说别的方面，刚刚表现出来的实力真的很强大，坚韧不拔，真不是说说而已。想到刚刚的事情，柳岩红晕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。韩清瑶看着柳岩的表情，这哪有一点被强迫的样子，分明是少女怀春的模样。她有些懵，如果这对男女真是两情相悦，自己这是破坏了小情侣的好事。韩清瑶有些狐疑地看向韩玄。韩玄看着韩清瑶看向他的目光，他真没想到两个人这么快就搞到一起了。最不能理解的是，都搞出感情了。姐，不要相信他们，我猜这姑娘肯定是被这个男人威胁了，自愿的，拿什么证明？这么无赖的话，韩玄说的义正言辞，穆平都有些无言以对。我可以证明。这时被窝里的柳岩忽然大声说道。随后柳岩又羞涩地对穆平说道：穆平，我不方便出来，我的储物袋给我拿过来。接过穆平递过来的储物袋，柳岩拿出一个红色的本子，翻开看了一眼，满眼的幸福。这个婚书本来是他想跟穆平退亲时当着他的面亲手毁掉的，可是人生仿佛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，他今天竟然跟抱着宝贝一样的抱着这个婚书。如果穆平真的是那个神秘高人，那么他就可以在玄灵宗站稳脚跟了。这是我们定亲的婚书，给这个姑娘看一下吧，别让别人误会了。穆平看着柳岩那少女怀春的样子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两人本应该一夜风流，各走各路，互不干扰，皆大欢喜，可是看柳岩现在的样子，怕是不会轻易的放过他。他们本来是非常纯洁的肉体关系，如果有别的心思，就会变得特别庸俗。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其他的日后再说吧。穆平接过婚书，递给韩清瑶。韩清瑶接过婚书，认真的看了一遍，千真万确，没发现任何问题。韩清瑶脸色微红，有些不敢正视两人的眼睛。两人果然是未婚夫妻，在这亲热，他这是干的啥事啊？将婚书递给穆平，有些尴尬的对着穆平两人拱了拱手。两位，不好意思，打搅了，我这就走，你们继续。然后韩清瑶转头看向韩玄，发现韩玄早已不见人影。小兔崽子，溜得真快。韩清瑶暗骂一声，就要转身离去。姑娘，是想就这么走了吗？穆平在韩清瑶身后喊道。韩清瑶听到穆平喊他，回过头来看了一眼。这个男人的穿着实在是让他不忍多看，就一件睡袍随意的系在腰间，看起来还系得很松，随时就要滑下去的样子。不过他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小两口亲热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是他理亏闯了进来。今天是我做的不对，打搅你们了。如果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可以去内门找我，能帮的我会尽力的帮你们。韩清瑶道。穆平对着韩清瑶轻轻的笑了一下，指了指屋内的茶桌。韩姑娘，还真有件事请你帮忙，不如我们坐下慢慢聊。韩清瑶顿了一下，还是走到茶桌旁坐了下来。你说吧，能帮的我会尽力帮你。穆平给韩清瑶倒了杯茶。韩姑娘，听说3天后是玄灵宗收徒比试，我想进内门，姑娘能否帮个忙？韩清瑶歉意的笑了一下。实不相瞒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内门弟子，进入内门还得靠个人实力，做不得假，这个忙我帮不上。韩清瑶说完，端起茶水放在嘴边，想到了什么又放下了。穆平也不以为意，自己喝了一口茶。两人初次见面，有些防备也是应该的。韩姑娘，如果想进入内门，流程是怎样的？很简单，就是比试。内门每年招收10名弟子，宗门的外门弟子只要打进前10，就有机会得到内门长老的青睐。穆平心下一喜，听起来也不是很难。韩清瑶白了穆平一眼，你觉得很简单吗？玄灵宗外门弟子有几千人，韩玄那小子平时也很努力，可是都比了5年了，前500强都进不去。看着韩清瑶那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穆平心下好笑。你那弟弟天天想着欺负哪个外门女弟子，哪有心理练功？没有外挂，还天天想搞女人，想进内门，想屁吃呢？这个需要提前报名吗？韩清瑶有些奇怪地看着穆平，这是玄灵宗的人吗？怎么啥也不知道？当然需要，如果想进入内门，外门弟子是提前7天报名的，你不会还没有报名吧？穆平尴尬地笑了一下，还没呢，这不是才有的想法吗？韩清瑶对着穆平伸出白皙的小手，
那这样，你把外门令牌给我，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报名。穆平双手一摊，一脸苦笑。韩姑娘，可惜我现在还不是外门弟子。韩青瑶一怔，不是外门弟子？难道你还是杂役弟子？玄灵宗还没有杂役弟子直接报名的先例，首先你得成为外门弟子才有资格报名，你这个就有点麻烦了。穆平又是双手一摊，姑娘误会了，我也不是杂役弟子，我现在还是一个劳工。劳工？韩青瑶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在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又缓缓地坐下。穆平喝了一口茶，平静的脸上充满自信。韩姑娘，在下认为英雄不问出身，就算是一个劳工，也应该有争取进入内门机会的权利。看着穆平衣衫不整的装束和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韩青瑶感觉有些说不出的滑稽。一向清冷的她忍不住捂着嘴轻笑了一下，说得不错，我很欣赏你的志气，不过这个事情太过离谱，我的确爱莫能助。穆平也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办，但是韩青瑶肯定有办法，只不过要费些周折，为了他这个陌生人不值得而已。系统商城可以买到聚气丹和固元丹吗？可以，聚气丹价格10个系统金币，固元丹价格10个系统金币。聚气丹和固元丹各来5个。穆平立刻道。丁，宿主消费系统金币100个，购买聚气丹5个，固元丹5个。穆平微微一笑，将手放在茶几下面，取出2盒丹药递给韩青瑶。韩青瑶毫不犹豫地将盒子又递给了穆平。送我东西也没用，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。穆平将盒子打开，给韩青瑶看了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既然姑娘帮不了，我只能再找别人帮忙了。韩青瑶看到那些丹药，两眼放光，看着穆平就要将丹药收起来，他立马将盒子按住，脸色微红。5个聚气丹，5个固元丹，还是上乘的，他在内门1年都不一定能拿到这些。因为镇魔大战的事情，宗门丹药紧缺，今年给不给丹药都是一个未知数。他现在太需要这个了，太需要了。这位公子，这件事情虽然难办，但我可以试一试，不过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成。如果能成，这些丹药可以给我吗？看着韩青瑶那渴望的眼神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冰冷。穆平将2盒丹药塞到他的手里。姑娘，几颗丹药而已，你先拿着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办，这就当是姑娘的辛苦费，事成以后还有重谢。韩青瑶接过盒子，小手紧紧地抓着，生怕被人抢走，嘴上依然很不诚实。无功不受禄，这有些不太好吧？穆平笑了一下，姑娘不要有压力，事情办不成也没关系，这些许丹药就当跟姑娘交个朋友。好，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韩青瑶的朋友了。韩青瑶不好意思地对着穆平笑了笑，小心将丹药收了起来。丁，宿主赠送玄级气运之女韩青瑶聚气丹5颗，固元丹5颗，返还倍数为10倍返还。系统已为宿主返还聚气丹50颗，固元丹50颗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韩青瑶对宿主好感度增加50点，目前好感度为0点。韩青瑶聚气4重，为宿主反馈修为0.5倍，宿主修为提升到聚气近1重。穆平心中一喜，这波赚大了。这时柳岩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穿着一件轻薄的睡衣，由于某些原因，走路看起来有些不自然。拿了件衣服给穆平披在身上，坐在穆平一旁，一副女主人的姿态。你呀，也不多穿点衣服，不怕着凉了？你们谈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开心。韩青瑶看到柳岩的眼神有些局促，这男人也真是当着未婚妻的面给别的女人送东西，不容易让人误会吗？韩青瑶忙站起身，我们刚刚谈了些他进内门报名的事情，已经谈完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柳岩轻轻点头，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。那就劳烦韩姑娘了。穆平看着韩青瑶，有些依依不舍。韩姑娘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看着韩青瑶走出屋门，柳岩忽然手掌运起，直接对着穆平胸口击了过来。穆平冷笑一声，直接抓住了柳岩的手腕。他当然知道这是柳岩在试探他是不是救他的男人，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有借口摆脱这个女人。看柳岩的样子，真的想把她据为己有。穆平一脸寒意地盯着柳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打死我吗？看着穆平那冷冰冰的眼神，柳岩瞳孔骤缩，脸色发白。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救我的人。柳岩想将手从穆平的手上抽出来，但根本就抽不动。穆平的实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，果然是救他的男人。可是他费尽心思要得到自己把身子给他了，为何他却变得如此的陌生？是自己之前的做法对他伤得太深了吗？柳岩感觉到今天一旦放手，穆平就永远都回不来了。不说别人，就是刚刚的韩青瑶比他强很多倍。他不能再等了，他要跟穆平确定关系。穆平，我们成亲好不好？你不是想要我的心吗？我现在喜欢你了，我们成亲吧。哈哈！穆平大笑一声，甩开柳岩的手。柳岩，你问问自己，你喜欢的是我吗？你喜欢的是实力，是我如今拥有的实力。
柳岩被甩得一个踉跄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穆平说的话让他无力反驳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穆平接下来的话堵了回去。当初我落魄的时候，你千方百计的要跟我退亲，如今我有了实力，你就想和我成亲？柳岩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男人的声音冰冷刺骨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利刃，刺进柳岩的心。是啊，如今的他配不上这个男人了。眼睛里泪水打转，用手拉着穆平的衣服，声音沙哑。穆平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，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穆平将柳岩的手拿开，往哪里抓呢？他这身衣服一拽很容易走光的。柳岩，现在知道错，晚了。柳岩又死死地抱着穆平的胳膊，不肯放手。可这本来就是强者为尊的世界，我喜欢有实力的男人，又有什么错？穆平，我把身子都给你了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看着柳岩泪眼婆娑的样子，穆平有些心软，毕竟是刚睡完的关系，用手摸了下柳岩有些微微颤抖的肩膀。柳岩，再怎么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也一起睡过了，也算是朋友。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需要什么修炼资源，都可以找我，我也会尽可能的帮你。不过你要记住一点，可以要东西，也可以睡觉，就是不能谈感情，否则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。柳岩擦了擦眼泪，情绪微微有些好转。这个男人还是爱她的，只不过还在生气。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眼神一亮。穆平，还记得我们2天前的赌约吗？赌约？穆平当然记得，只是气不过柳岩那高傲的样子，他一时口嗨，定了一个赌约，想顺便羞辱下她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，他现在感觉没必要了。两人也不算有什么仇恨，最无奈的是柳岩还顶着一个他未婚妻的名头，这关系感觉就很别扭。看着有些期待的柳岩，摆了摆手，当时就随口一说，你不要当真，千万不要当真。可是穆平越不情愿，柳岩越不依不饶。不行，既然是赌约，除非两人都同意，不能随便废除，我不同意。穆平很无奈地摸了摸头。这样吧，你定个时间，我们到时候过去比试一下。看着穆平那不情愿的表情，柳岩嘴角微翘。你休想敷衍我，刚刚我们交过手了，我知道不是你的对手，所以是我输了，现在你就是我的主人。柳岩说完，又擦了擦脸上还没完全干的泪水，仰着脑袋，眼神中露出得意的神色。看着柳岩一脸得逞的样子，穆平有些无语，这种事很骄傲吗？好吧，随你。柳岩有些得意地拉着穆平的胳膊，用饱满的身子不经意地蹭着他。那主人，接下来有什么吩咐吗？穆平嘴角抽了抽，沉思片刻。3天后，外门收徒仪式，你想好拜谁为师了吗？柳岩心中一暖，这个男人还是关心他的，还没想好。我在外门资质一般，哪有资格挑选师傅？看哪个长老收我为徒，我就去哪了。穆平斟酌了一下，根据之前了解到的信息，想了下外门的一众长老。丹殿外门长老叶清雪，我觉得你可以拜他为师。柳岩捂了捂嘴巴，啊，叶清雪那是外门最严格的长老，最看重资质，听说有2年没有收徒了，他怎么会看得上我？而且我对炼丹也一窍不通啊。穆平也知道凭柳岩的资质不可能进入丹殿外门，但是听说叶清雪不仅丹术精湛，而且容貌绝佳，身材也很棒，是外门第一美女。按照系统的尿性，这女人肯定是气运之女的绝佳人选。穆平拍了拍柳岩的肩膀，鼓励道：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叶清雪会收你为徒的。看着穆平那自信的神色，柳岩点了点头，眼睛有些湿润。穆平果然还是爱她的，背后不知为她付出了多少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岩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0点，目前好感度70点，已为宿主按比例反馈修为，宿主修为提升到聚气2重。感受到修为的提升，穆平微微一笑，示意柳岩现在这等消息。穆平则走出屋门，在系统买了一张传送符传，运气启用符传，直接来到叶清雪的府邸。叶清雪的府邸在丹殿最里面，外面层层把关，她现在的身份，正门肯定是不让进的。在叶清雪府邸转了一圈，终于在一处云雾缭绕的温泉处，看到一个身形窈窕、容貌绝美的女子正在沐浴。去问问这个女人是不是叶清雪。不过这个女人没穿衣服，她穿着衣服过去会不会有点不好？这时女子忽然朝他这边看过来。是谁？女子的呼唤声音不大，却是穿透力极强。穆平有些进退两难，自己这里距离这女人有上百米的距离，这女人修为恐怖如斯，竟然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存在。他现在虚瞳之术只能探测到50米的距离，还察觉不出这女人的具体修为。这女人就是叶清雪吗？据说叶清雪有聚气境巅峰的修为，虽然聚气境巅峰已经10年了，始终无法突破到灵元境，但依然不是她现在的实力能招惹的存在。正当穆平犹豫要不要出去亮个相的时候，看到沐浴美人不远处的拐角处走出来一个年轻绿衣女子。绿衣女子上前拱了拱手，
动作恭敬，跟女人说了好久的话。穆平由于距离比较远，听不清楚。不一会，沐浴的美女走出温泉，披了件轻薄的衣服，摆了摆手，示意绿衣女子离开。绿衣女子忽然跪在地上，看样子是在苦苦哀求。穆平好奇心大起，顺着竹林小路缓缓靠近二女。走近以后，只听绿衣女子跪在地上，声音恳切：“师傅，我妹妹来外门已经3年了，每日勤学苦练，未曾有一丝懈怠，只想拜您为师，跟您学丹术，你就收下她吧。”沐浴美人不为所动，脸色冰冷：“炼丹讲究天赋，你妹妹我已经测试过她了，天资有限。你想让为师为了你妹妹坏了我们丹殿的规矩吗？师傅，妹妹性子执拗，不肯拜其他人为师，可是在外门，一个女子没有倚仗，会被其他弟子觊觎，特别是这一段时间，好几次险些被坏人欺负，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那是她自己的选择，与我丹殿何干？既然性子如此，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”沐浴美人说完，摆了摆手，表情决绝。绿衣女子又犹豫了片刻，还是退了出去。绿衣女子离开以后，沐浴美人朝穆平所在位置看了一眼，眼中一道寒光闪过，单手一挥，一道剑气朝穆平击来。穆平只能从竹林跳了出来，对着女人拱了拱手：“叶长老。”女人并不答话，又2道剑气冲着穆平击射而来。穆平将闪身躲过一道，另一道剑气擦着穆平脸颊而过，穆平脸颊被刮得生疼。咦？女人稍感惊讶，眼中寒芒更盛，随后掌心运气，一时间四周空气仿佛停滞，竹林咔咔作响，仿佛要断裂的样子。穆平神色紧张，暗道不妙，但已经迟了。女人一掌对着穆平击出，一个玉掌虚影呼啸而至。穆平周身被掌气笼罩，避无可避，只能双掌运气抵御，但仍然无济于事。砰的一声，穆平身子被击飞出去，撞到一块石头上，石头粉碎。穆平呕出一滩鲜血，靠在另一块石头上，浑身像散了架一样，感觉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为以防万一，穆平快速地在系统中买了一张传送符篆，一个烟雾弹捏在手中，擦了擦嘴角的鲜血，抬眼望去，女人正缓步朝他走了过来，身着一身薄纱，没有内衬，衣服里面的景色若隐若现。这小娘们身材真火辣，不过出手也真狠辣。虚瞳之术在女人身上又打量了一圈，穆平猥琐一笑。久闻叶清雪是玄灵宗外门第一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虽然性子有些火爆，但身上是真有料。你这样的女人征服起来，应该别有一番滋味，哈哈。叶清雪眉头微蹙，脸上杀意弥漫。登徒浪子，偷看我沐浴，死到临头，还敢对我污言秽语！丁，检测到玄级气运之女叶清雪，修为聚气境巅峰，宿主是否绑定？绑了。丁，恭喜宿主绑定玄级气运之女叶清雪。叶清雪对宿主好感度为80，暂时无法为宿主反馈修为。穆平抬头又看了叶清雪一眼。叶清雪，你真的要杀我吗？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进来的？叶清雪眼神出现一丝警惕。丹殿防卫森严，你是怎么闯进来的？快说出来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穆平嘿嘿一笑，胸大无脑的女人，自己好好想吧。我既然能来第一次，就能来第二次。今日重伤于我，来日必定让你用你的身体加倍奉还。每天记得洗白白等我。哈哈，贼子口出狂言，今日必死。穆平的话让叶清雪气血翻滚，掌心运气，使出10成功力，要将穆平逼于掌下。眼见形势不妙，穆平对着清雪扔出了一个烟雾弹。随着一阵白烟泛起，同时叶清雪一掌击出，玉掌虚影对着穆平席卷而来。穆平迅速动用传送符篆，消失在了原地。白烟散去，只留下了原地猛圈的叶清雪，牙关紧咬，娇躯微微颤抖。眼前白光一闪，穆平回到了地下密室，又呕出一滩鲜血，瘫软在地上。太大意了，第2掌还是没有完全躲过去。叶清雪这娘们真的下死手，如果不是她是太虚神体，只怕被打成了一滩肉泥了。这时一个熟悉的女子飞快地跑过来，将穆平抱了起来。明渊，你怎么了？穆平看着苏洛离那有些关切的神情，苦笑了一下。没事，惹了一个不该惹的女人，被打了2掌。看着重伤的穆平，苏洛离眼神中出现了一抹异样，灵瞳扫视着穆平。聚气2重，这么短的时间，魔帝竟然修为到了聚气境，自己竟然炼气境都还没有突破。不过虽然实力提升很多，但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，5脏6腑都遭受了重创。苏洛离解开穆平的衣服，查看了一下胸口的掌印，八荒路合掌。穆平又呕出一滩鲜血，咳嗽了几声。离儿，你知道这门掌法？苏洛离点了点头。八荒路合掌是一套女子习练的霸道掌法，这套掌法看似阴柔，实则刚猛，但也因其过于刚猛，相当于以女子之身修习阳刚之道，与女子阴柔之气相违背。长时间休息会导致女子经脉受损，
修为进度缓慢。穆平无力将头靠在苏洛离的身上。离儿，把我抱到床上吧，我想躺一会。看着怀里气息微弱的男人，苏洛离手里紧紧抓着腰间的匕首，神情复杂。这是杀死这个男人最好的机会，他一直苦苦等待的机会。这种机会或许以后都不会再有。眼光一寒，抽出了匕首。离儿，我还有件事情跟你说。穆平脸色惨白，说话的声音很低，仿佛一个将死之人。苏洛离稍微将匕首收了下。明渊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穆平用力想要坐起来，但好似没有了力气。苏洛离将穆平扶了下，坐在穆平后面，让他脑袋靠在自己的胸口，软软的让穆平感觉舒服了一些，对着苏洛离笑了一下。离儿，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，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你现在被郑魔两道的追杀，你现在的实力根本应付不了。听到穆平的话，苏洛离抓着匕首的手微微颤抖，苦笑一声。生死由命，我们都算是两世为人，应该知道重活一世本就是要逆天改命，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。穆平艰难地将一条胳膊抬起来，看着苏洛离。离儿，我想再摸摸你的脸。苏洛离将头压得低了一些，扶着穆平的手放到自己的脸上，抚摸着绝美的脸颊。穆平脸色柔和了一些。离儿，其实我身上还有许多秘密想要交代给你，如果我真的挺不过去，这些秘密应该对你以后有很大的帮助。苏洛离眼神中出现一抹亮色，默默地将匕首收了起来，将怀里的男人抱得更紧了一些。明渊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这时穆平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了好久，咳出好多鲜血，声音也越来越虚弱，最后在苏洛离的怀里脑袋一歪，闭上了眼睛。明渊，你怎么了？苏洛离有些紧张地查看了夏穆平的身体，还好有气息，只是晕过去了。苏洛离将穆平抱到床上，除去外衣，盖上被子，快速地走了出去。这时穆平才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手里攥着的那张传送符状块被他抓坏了。系统，我的伤势有没有丹药可以治疗？丁，太虚回春丸需要系统金币300个，宿主是否要购买？购买。虽然刚刚在苏洛离面前有演戏的成分，他现在状况的确非常糟糕，别说300金币，倾家荡产也得买。丁，宿主购买太虚回春丸1颗，消费系统金币300个。穆平手中出现了一个紫黑色的药丸，晶莹剔透，散发着浓郁的药香。穆平直接吞了下去，感受到药力迅速在体内散开。穆平只觉原本剧痛的五脏六腑渐渐舒缓，破损的经脉也开始一点点愈合。他运转灵力，引导药力修复身体，气息逐渐平稳。没过多久，穆平睁开双眼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。这太虚回春丸果然神效，据他推算，不出2个时辰就能痊愈。即使现在只恢复了30%的伤势，对付现在的苏洛离也绰绰有余了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推开，苏洛离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。明渊，你醒了，快把这药喝了，对你恢复有好处。穆平用手强撑着身体，想坐起来，费了好大力气，还是又躺了下去。苏洛离忙用手将穆平扶了起来，让他脑袋靠在自己的胸口，端着药碗放到穆平的嘴边。快喝了吧。穆平用虚瞳之术查看了一下，确实是疗伤的药，虽然对于他这种伤势见效不会很快，但也不会让伤情恶化。穆平咕咚2口喝了进去，由于药表现得太过虚弱，还故意不小心洒在了苏洛离胸口几滴。苏洛离并没有在意，拿出手绢给穆平擦拭了一下。明渊，这八荒鹿合掌对人的经脉肺腑伤害非常大，我也没有把握能医好你，这些药只能暂时缓解伤势，你有什么话趁现在跟我说了吧。穆平脑袋在苏洛离身上又蹭了蹭，换了一个中间更舒服的位置。果然越美的女人越会骗人，苏洛离这女人只惦记着自己身上的秘密。刚刚苏洛离拿匕首的动作怎么可能逃过他的眼睛？跟他预想的一样，现在2个人的关系，自己一旦失势，这个女人想的还是如何搞死自己。离儿，你真的希望我好起来吗？穆平忽然的提问让苏洛离有些手足无措。看着穆平那期待的样子，苏洛离下意识地说道：当然，你是我的主人，我怎么会不希望你好起来？是吗？你曾经是这个大陆最尊贵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会甘心做我的婢女？我们2个人的关系我们都清楚，我现在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有必要骗我吗？苏洛离脸色微变，穆平说的这么直白，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如果实话实说，他恨这个男人，想立刻杀了他。如果这么说，相当于2人翻脸了，他身上的秘密就不会轻易告诉他了。可是即使他还是假装臣服于他，他就能相信他吗？是啊，只要脑子没问题，他怎么可能相信？既然这个男人直来直去，他也没必要装模作样了。苏洛离眼神一寒，恢复了女帝的清冷。明渊，既然你说的这么直白，本帝也就直说了，我当然不希望你好起来。你对我的羞辱折磨，让我为奴为婢，本帝永远不会忘。
穆平仿佛对苏洛离的冰冷的语气置若罔闻，脑袋在苏洛离胸前拱来拱去，像是在寻找母爱。苏洛离被穆平的动作搞得气不打一处来，站起身来，用手扶着让穆平轻轻躺在床上。他还不敢太用力，看这个男人虚弱的样子，真怕一个不小心就整死了。明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敢占本地便宜？穆平躺在床上，饶有兴致地看着苏洛离，摆出一副恐惧的眼神。离儿，你打算把我怎么样？是要杀了我吗？苏洛离伸手捏着穆平的下巴，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脸，似笑非笑。你觉得呢，明渊？想不想让我饶了你？穆平立刻摆出一副高兴的样子。离儿，你是说会饶了我吗？我以为我之前那么对你，你不会放过我呢。苏洛离语气一冷。明渊，都这时候了，还敢如此称呼本地，是不是还没认清自己的位置？穆平蜷缩着身体，眼神中带着惊恐。女帝陛下，我还不想死，你放过我吧。想不到魔帝也有害怕的时候。苏洛离笑了一声，想让我放了你也不是不可以，把你的秘密都告诉我，所有的秘密。女帝陛下，你是说我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你，你就能饶了我，还能给我医好杀你吗？看着穆平那恐惧的样子，苏洛离感觉身心舒爽，用手抚摸着穆平的脸，掰着他的下巴，狠狠盯着他的眼睛。当然不止这些，明渊，你还得求我，用最卑贱的姿势求我。穆平忽然忍不住笑出声音，坐了起来，拍了拍手。不错，苏洛离，你真霸气。苏洛离呆愣在原地，这男人刚刚不是重伤吗？他用灵童看过的，伤得非常严重，不会有错，怎么回事？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脸色煞白，身躯微微颤抖。明渊，你没受伤？穆平咳嗽两声，站了起来。苏洛离不自觉往后退了几步，靠在墙上。我是伤了没错，不过对付你还是没问题的。苏洛离小手紧紧握着，眼神恍惚，明知道这男人诡计多端，自己怎么这么蠢？他真的重伤，怎么可能回来找他？刚刚自己怎么敢那么嚣张？这男人不知道要怎么折磨自己。明渊，你是想惩罚我，让我生不如死，还是杀了我？离儿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你第3次对我动杀心了吧？穆平起身坐在一把椅子上，语气平淡，像是朋友聊天一样。在苏洛离看起来，却像是狂风暴雨前的平静。左右难逃一死。苏洛离眼神一凛，透出决然之色。不是3次，是我一直想杀了你，只怪我实力不济。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。穆平嘲讽地笑了一声。离儿，我这人心软，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女人了，杀了你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要不这样吧，还是把你卖给魔族或者你的好徒儿萧敬，他们会好好招待你的，我也能赚点钱。苏洛离瞳孔骤缩，神色恐惧。不要，明渊，你还是杀了我吧。穆平玩味着把玩着茶杯，慢慢悠悠地喝了一口。我也没说过非要杀你，我刚刚听你说让我用最卑贱的姿势求你，我没听错吧？苏洛离声音有些磕巴。没错，是我一时糊涂。明渊，你真的还能放过我吗？只要你以后乖乖听话，做好一个婢女的本分，我或许会考虑再放过你一次。听到穆平的话，苏洛离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。看刚刚这个男人的表现，在自己的胸前蹭来蹭去，特别迷恋。看样子魔帝还是有些舍不得他的，只不过他刚刚那么过分，肯定会被魔帝变态的折磨一段时间。1个多月了，他在这男人面前早就没有了尊严。想到这，苏洛离低着头小声说道：主人，离儿会听话的。穆平冲着苏洛离招了招手，那你过来给主人做个示范，我想知道啥叫最卑贱的姿势。苏洛离咬着下唇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抬起了脚，不过脚步似有千斤重，每一步都艰难无比地朝着穆平挪去。他的双手攥紧，指甲几乎嵌进肉里，眼中满是屈辱与不甘。当苏洛离走到穆平跟前，双腿一软，缓缓跪了下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没有流出眼泪，身体匍匐在地，额头几乎贴到了地面，声音颤抖：奴婢苏洛离拜见主人。穆平嘴角勾起一抹兴奋的笑，伸出手轻轻抬起他的下巴，迫使他抬起头来。离儿，你现在这模样还真是让人心疼，这是在求我吗？苏洛离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奴婢知错了，求主人饶恕，奴婢愿受任何责罚。穆平将苏洛离扶了起来，用手顺着他绝美的脸颊给他擦拭着泪水。离儿，你认主的时候，我跟你承诺过，不需要这些卑微的礼节和称呼，但是你违背承诺，就怪不得我了。作为惩罚，3天内你要对我行主仆之礼，知道了吗？主人，奴婢知道了。苏洛离脸上出现一丝欣慰，这就是惩罚吗？似乎比他想象的要轻很多。穆平瞪了一眼苏洛离，别高兴太早，还没到正题呢，去把我教训你的那块木板拿来。苏洛离一怔，面露难色。主人，那块木板我给当柴火烧了，胆子不小，
再去找一块。穆平伸手在苏洛离身上狠狠地拍了一下，苏洛离感觉屁股一痛，飞快地跑了出去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穆平悠闲地坐在茶桌旁喝着茶，忽然想到了什么。系统，有没有女子吸取男人功力地功法？丁，玄阴夺元功，女子可以通过这门功法窃取男人功力，需要系统金币50点。如何使用？可以窃取多少功力？男女欢爱时使用，根据男女体质不同，每次最多可以窃取一个大境界的功力。穆平心中一喜，这套功法最适合苏洛离，可以让他窃取自己的功力，有系统助力，苏洛离窃取他1点功力可以返还5倍，就是说还能稳赚0.5，同时也可以拉近2人的实力差距。做最喜欢的事情还能提升功力，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此。系统，购买玄阴夺元功。丁，已为宿主购买玄阴夺元功，消耗系统金币50点。拿着这本玄阴夺元功法，穆平也是一阵踌躇，也不能直接给，怎么才能不动声色的让苏洛离发现呢？有了。不一会，门被推开，苏洛离拿着一块大约3尺长的木板走了进来，有些紧张的将木板递给穆平。主人，你是要用木板责罚奴婢吗？穆平拿起木板在苏洛离大腿上拍了一下。废话，不责罚你还责罚我吗？苏洛离委屈巴巴的小声嘟囔，什么人啊，不讲理。刚嘟囔完，屁股上挨了一板子。嘟囔啥呢？趴桌子上。苏洛离不敢违抗，不情愿地趴在桌子上，闭着眼睛等待着男人的责罚。离儿，裤子脱了吧，不然一会不好上药。苏洛离满脸羞红，虽然2个人的关系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，可是趴在桌子上摆出这样的姿势也太羞耻了吧。见苏洛离有些犹豫，穆平在他身上拍了拍，语气冰冷。离儿，刚刚还说让我责罚，我感觉你好像不太情愿，是不是想违抗我的命令？听到男人冰冷的声音，苏洛离身子一颤。主人息怒，奴婢是怕姿势不雅影响了主人的心情。穆平嘿嘿一笑。离儿，你这身材越不雅我越感兴趣，快点。苏洛离回头看了一眼穆平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小手慢慢地放到腰间。苏洛离趴在桌子上，感受着身后的凉意，脸色羞红，不敢睁开眼睛。可是过了好一会，不见男人的动作，疑惑地回头望了一眼，眼前不可描述的景象让他马上又闭上了眼睛。主人，你要干嘛？穆平走上前来，抚摸着苏洛离雪白光滑的肌肤。离儿，你这么诱惑我，惩罚你之前，我先热下身。1个多时辰后，穆平给苏洛离身上认真地涂着药。离儿，知道错哪了吗？苏洛离自然地趴在床上，忍着屁股上钻心的疼痛。离儿应该遵守婢女的本分，不应该有别的心思。主人放心，奴婢以后会一心侍奉主人，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。穆平伸出手摸了摸苏洛离的脑袋。离儿，在我面前不用说这些虚的，我知道你不会对我忠心，我也不会因为你不对我忠心而怪你。苏洛离转过头，疑惑地看了一眼穆平。主人的意思，奴婢不懂。看着苏洛离呆头呆脑的样子，穆平点了一下他的额头。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的承诺和信任，惩罚你是因为你又背弃了你的承诺。离儿，你不需要忠于我，也没有理由忠于我，但你要忠于自己的承诺，这是我们相互信任的基础。看着苏洛离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，穆平抚摸着苏洛离的头发笑了一下。离儿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说。苏洛离略微踌躇了一下。主人，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的，强者为尊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靠实力决定的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女帝，一旦没有了实力，所有忠于我的部下都会离我而去，之前所有的忠心都不复存在。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。穆平点了点头，苏洛离这点倒是很清醒，没有被部下忠心的表象而迷惑。离儿，你之所以接受做我的婢女，也是因为你信奉实力为尊。你没有了实力，也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没有实力就要任人摆布，所以你所忠于的也是实力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苏洛离想起自己还是女帝的时候，就是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给自己的死对头当婢女，还做得这么自然。他现在想明白了，就是魔帝用了某种影响心智的手段，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沦陷其中。所谓信奉承诺，不就是给魔帝做一辈子女奴吗？因为他正常修炼根本不可能打败魔帝，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假意臣服，在找到对付魔帝的办法之前，卖力地讨好这个男人。苏洛离回过头，用崇拜的眼神看着穆平。主人天赋这么高，几天的时间已经修炼到了聚奇境，奴婢怕是永远都追不上，忠于实力就是忠于主人。穆平在苏洛离身上捏了一把，捏得苏洛离娇喊一声。好了，离儿，今天的事情就算过去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别的地方休息一会。苏洛离轻轻地应了一声。他这次做得这么过分，没想到这个男人只是稍微惩戒了他一下，让他感觉有些不可思议。就算打板子也不是很重，
只是因为没穿衣服，稍稍受了点皮外伤。倒是打他板子前的热身运动，搞得他双腿发软，着实可恶。看到穆平走了出去，苏洛离在左右扫视了一眼，瞅着桌子下面的角落里的储物袋，两眼放光，又有些犹豫。这个储物袋刚刚穆平脱衣服的时候放在桌子上，他趁着穆平不注意，悄悄将储物袋丢在角落里。果然穆平走的时候没有发现，不过苏洛离也有些害怕穆平突然回来，没敢马上有动作。等了一会，穆平并没有回来，看样子应该是睡觉去了。苏洛离胆子大了起来，蹑手蹑脚地走下床，走到桌前就要弯腰去拿储物袋。忽然门吱嘎一声开了，苏洛离一惊，忙站了起来，用身子挡着放置储物袋的角落。离儿，干嘛呢？不好好趴着。抬头看着穆平，主人，奴婢有点饿，想去弄点吃的。穆平朝苏洛离身后瞅了一眼，苏洛离心砰砰直跳，有些紧张地看着面前的男人。穆平没好气地瞪了苏洛离一眼，刚抹上药，都蹭衣服上了，真不让人省心，快回去好好趴着，多晾一会。苏洛离松了一口气，小声说道：主人说的是，奴婢这就回去趴着，不乱动了。穆平在苏洛离的小鼻子上刮了一下，饿了不早点说，我去做点饭，你差不多等半个时辰过来吃饭。苏洛离低头笑了一下，忽然感觉心里暖暖的。丁，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目前好感度-40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1000个。穆平心下一喜，直奔厨房而去。苏洛离等穆平走了好一会，探出脑袋朝门外望了望，确认没有回来，捡起角落里的储物袋，小心翼翼地查看里面的物品。里面有10多颗聚气丹和固元丹，魔帝现在是聚气境了，用这种丹药很正常，反而他现在还用不到。苏洛离又翻了翻，看到了一张符纸，皱皱巴巴的，拿起来一看，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，还有强大的灵气波动。苏洛离修习过空间之术，一眼看出这是一张空间符篆，魔帝原地消失用的应该就是这种符篆，今天突然回到密室也应该是用了这种符篆。空间符篆制作相当复杂，它所在的位置是苍蓝大陆里很偏僻的地界，空间符篆更是天价物品。可是这么珍贵的空间符篆怎么会这么皱皱巴巴的？苏洛离一惊，想到今天他想用匕首杀死魔帝的时候，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符纸，应该就是这张。当时情况紧急，他没太在意，也就是说，当时他如果动手的话，魔帝就会用这张空间符篆逃离。当时他真的重伤到没有反抗能力了。苏洛离捂了捂嘴巴，中了八荒陆河掌，伤了5脏6腑，魔帝只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，伤势竟然能恢复。魔帝究竟还有什么逆天的秘密？这时苏洛离在储物袋最里面摸到一个盒子，拿出来一看，盒子是玄铁所制，通体散发着黝黑的光泽。苏洛离心中一喜，锁得这么严实，难道魔帝的秘密在这里面？虽然盒子是锁着的，但是还难不倒他苏洛离。明渊，是你好色误事，弄丢了这储物袋，怪不得我了。苏洛离头上取下一个簪子，插入锁孔，侧耳倾听。不一会，随着一个清脆的金属响声，玄铁盒子应声而开。苏洛离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，目光急切地朝盒子里望去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功法《玄阳夺元功》。苏洛离翻开功法，简单的看了几页，脸色羞红。书上讲的都是男子吸取女子功力的法门，里面有很多生动的插图，都是一些羞人的欢爱姿势。明渊，你这无耻之徒！苏洛离轻啐一口，怪不得这男人等级提升的这么快，原来都是靠这种无耻的魔道功法。这些天不知道祸害了多少无辜女子，这次受伤应该也是碰上厉害角色被识破了。他现在功力不足，所以魔帝还没对他动手，这也能解释为何魔帝这么大方的给他修炼资源，帮他提升修为，这是要先养着他。想到这，苏洛离拳头紧握，双眼通红，接着朝下面翻去。虚天回春诀。苏洛离翻开看了几页，眼神一亮，竟然是一部绝品恢复类功法。自己作为大陆女帝，修习过很多恢复类功法，但都不及这本。魔帝恢复的这么快伤势，跟这本功法应该有很大关系，但是现在对他来说意义却并不大。翻下去还有几本高阶武技，不过并不能打动苏洛离。苏洛离对自己的武技十分自信，对武技的理解在苍蓝大陆都是最顶尖的存在，跟魔帝大战10余次，魔帝只是靠着硬实力和法宝跟他周旋。正在苏洛离感到有些失望的时候，翻到了最后一本书，眼神一亮。玄阴夺元功。苏洛离翻开功法，大体看了几页。玄阴夺元功跟玄阳夺元功相反，是女子夺取男子修为的功法，里面的插图跟玄阳夺元功大差不差。苏洛离脸色一红，将功法丢在桌子上。她堂堂一代女帝，怎么可以修习这种魔道功法？那她与魔道有何区别？而且还是这种靠出卖自己身体换取修为的魔道功法。不过虽然心里憎恶，苏洛离眼睛却很诚实地盯着那本玄阴夺元功，小手更诚实地将这本功法收了起来，放到自己枕头下面。
魔帝靠吸收女子修为来提升实力，自己如果将魔帝的修为吸回来，造福天下苍生，也是功德一件。如此想来，苏洛离心情舒畅了不少。苏洛离将其余功法放进玄铁盒子，放进储物袋，拍了拍砰砰直跳的胸脯。离儿，饭做好了，在这干嘛呢？苏洛离刚收好储物袋，穆平推开门便走了进来。一紧张，苏洛离手里的储物袋直接掉到了地上。主人，你走路没声音的，奴婢快被你吓死了。穆平摸了摸苏洛离的脑袋，低头捡起了储物袋。看把你吓的，是不是偷偷做什么事情，不想让我知道？苏洛离有些不敢看穆平的眼睛。没，奴婢哪敢，欺瞒主人。是吗？那你拿着我的储物袋做什么？苏洛离小手紧紧抓着衣角。奴婢看到主人的储物袋忘这了，就想给主人拿过去。穆平嘴角上扬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玩味。好吧，离儿，我这次就相信你。看着苏洛离又拍了拍胸脯，松了一口气，穆平接着道，不过为了证明你的清白，我还是点一下储物袋里的东西。苏洛离脸色微变，看了一眼穆平，双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主人，奴婢偷拿了主人东西，奴婢知错了，愿受责罚。离儿，拿了什么？苏洛离从怀中拿出了2个聚气丹和2个固元丹，双手交给穆平。奴婢一时糊涂，想着以后会用得到，就拿了几颗丹药，请主人责罚。穆平拿过几颗丹药，脸色好了许多，将苏洛离扶了起来，在他额头上又轻点了几下。离儿，看你这样子，你以前也是一代女帝，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不嫌丢人。起来吧。苏洛离有些羞愧地笑了一下，抱着穆平的胳膊。知道了主人，主人是不是不责罚奴婢了？穆平看着苏洛离那一副小女人撒娇的样子，一脸无奈。算了，就这点小事，我还不至于这么小气，还需要什么丹药或者其他的东西，直接跟我说，我都会给你的。谢主人。苏洛离对着穆平施了一礼。好了，吃饭去吧。穆平拿起储物袋朝前面走去，苏洛离跟在穆平的后面，两人脸上都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神色。饭后，苏洛离满足地趴在床上。不得不说，这男人做饭还是不错的，他不顾形象地吃了好多。通过今天的发现，苏洛离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魔帝的意图，就是先好好养着他，帮助他提升修为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再用他做炉鼎。也就是说，在他没有到达魔帝所需要的修为之前，魔帝不会轻易的伤害他，他还有足够的时间。虽然暂时是安全的，他也要早做打算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苏洛离在枕头底下取出那本玄阴夺元功，认真的修习起来。他的天资加上之前几百年对修行的领悟，修习这种级别的功法易如反掌。只不过功法里面的这些图画和姿势实在是有些羞人。苏洛离修习功法的时候，脑子里全是自己和那个男人羞羞的画面，甚至还会不自觉地想象那个男人对他做出更过分的事情的画面。几个时辰的时间，苏洛离将这本玄阴夺元功完全的融会贯通，他也已经香汗淋漓，浑身燥热异常，在浴桶里泡了一个冷水澡，才稍稍消解了体内的燥热。下一步就是如何用自己的美色勾引这个男人了。呸，想什么呢？苏洛离拧了自己胳膊一下，是为了天下苍生和苍兰大陆的未来，牺牲自己的肉体来惩奸除恶。不过他修习玄阴夺元功这件事绝对不能让魔帝知晓，否则他就会前功尽弃。可是这本功法如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去呢？这时浴室的门开了，苏洛离转头一看，魔帝正在冷冷地看着他。离儿，穿好衣服过来一下。苏洛离身子一颤，苏洛离忐忑地擦了擦身子，裹了件衣服就跟在穆平的后面，一直跟着也不敢说话。苏洛离脑子飞快地乱着，不会是他偷拿玄阴夺元功的事情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吧？除了这件事，他想不到别的事让这个男人这么生气。只要不是很大的错误，这个男人对他还是挺温柔的，当然那种是除外。苏洛离不经意地摸了摸还有些红肿的屁股，看样子今天又得挨一顿板子。不一会，两人来到了苏洛离的卧室。离儿，趴下。穆平有些严厉的声音吓得苏洛离打了一个哆嗦。苏洛离挪着小碎步走到桌子前，趴在桌子上，回头看了一眼穆平，发现穆平依旧冷着脸，想到了什么，脸色一红，把衣服撩了起来。穆平干咳了一声，走到苏洛离的身后，在他的身上拍了拍。趴床上，趴桌子上干嘛？苏洛离有些懵，狐疑的抬头看了一眼穆平，站起来走到床边，趴到了床上，两眼一闭，又撩起了衣服。穆平坐到床边，抚摸着苏洛离的脑袋，又在他后背上拍了一下。离儿，知道错了吗？苏洛离没敢看穆平，紧咬着嘴唇，小声道：主人，奴婢知错了，愿受主人责罚。看着苏洛离埋着头趴在床上的样子，穆平捂了捂嘴，提醒自己要严肃，拿出一瓶药膏，在苏洛离身上认真的涂抹着。身上有伤就不要随便碰水，你还去泡冷水澡，身上会留疤的，这种事还要我提醒吗？苏洛离神色一怔，
偷偷地看了一眼穆平，刚刚一脸紧张的神色舒缓了不少，嘴角微翘，眼神中还透出一丝窃喜。主人，奴婢知错了，不过身上留点疤痕也没关系的。穆平生气地在苏洛离身后狠狠地拍了一巴掌。啊！苏洛离忽然吃痛，喊了一声：“留下疤痕，你当然可以不在乎，你又看不见，你就不在意我的感受吗？我不但看还得摸呢，我既然是你的主人，这里就是属于我的，知道吗？”穆平摸着苏洛离的屁股，义正言辞地宣示主权。苏洛离有些想哭，这都是什么歪理？但他哪有反驳的权利？知道了，奴婢的身子都是属于主人的，奴婢会爱护的。苏洛离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，穆平很满意，轻轻地抚摸着苏洛离的柔顺的长发。离儿，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恨我，也想脱离我的掌控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的修为，最好是恢复之前的实力，不然你想的一切都无法实现。苏洛离眼神有些落寞，几百年修行，历经无数生死考验，终于站在大陆之巅，因为孽徒背叛，一夜之间跌落谷底。即使知道魔帝帮助他恢复修为是别有目的，他也渴望快速恢复修为，因为只有恢复修为才有机会，可是哪有那么容易？主人，我们决战那日，我身受重创，被萧劲偷袭后强行动用时空秘术轮回时域，导致修为散尽。使用轮回时域以后的修为尽失跟其他的修为尽失不同，相当于直接回到修炼的起点，只能一步步重新修炼，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。听到苏洛离的话，穆平也是轻叹了一口气。苏洛离动用轮回时域实际上也是一种重生，只不过他是借体重生，苏洛离还是用的自己的身体重生。离儿，不是没有捷径，只是你不相信捷径。你们这些正道之人都强调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按照先人的功法修炼，不敢有半点差错，都认为速成功法会导致根基不稳，视为邪魔歪道。苏洛离认真地看着穆平，难道这样不对吗？穆平轻笑一声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些或许有一定的道理，可是离儿，你是修行过一次的人，还怕根基不稳吗？所谓根基，其实是悟性和修习的经历。苏洛离若有所思，他一直也有些担心，用玄阴夺元功吸取别人修为，会不会导致修炼根基不稳？如此看来，可能是他多虑了，抬头望着穆平。苏洛离眼神很是坚定，透露着一种不可亵渎的气色。主人，速成功法大都是魔道功法，奴婢宁死也不会修炼这些魔道功法。穆平一愣，有些佩服苏洛离的演技。如果不是苏洛离一直都在他的监控之下，包括偷拿储物袋、修炼玄阴夺元功练的大汗淋漓，他就真的有些信了这女人。在苏洛离脑袋上轻轻弹了一下，随你吧。苏洛离摸了摸脑袋，露出很严肃的表情。主人，魔道功法虽然看似可以加快修炼速度，可是终究不是正道，最后终会害人害己，贻害无穷。主人也不要用了吧，奴婢会很多正道功法，可以交给主人，我们一起修炼。穆平神色一凛，看着装模作样的苏洛离，在苏洛离屁股上使劲拍了一下。啊，主人你怎么又打奴婢？离儿，你是不是对主人有成见，觉得我是邪魔歪道，这么不想修习魔道功法？苏洛离委屈地撅起嘴，伸出两只手抱住了穆平的胳膊。主人，奴婢哪敢，奴婢知道主人喜欢我正道女帝的样子，奴婢是怕如果有一天修习魔道，一身魔气，主人可能就不喜欢了。苏洛离现在像一个粘人的小媳妇一样，虽然知道是装的，但还是让穆平忍不住想疼爱一番，温柔地捏了捏苏洛离的小手。我本就是魔帝转世，怎么会嫌弃魔道？如果有合适的功法，你放心修炼，即使有一天魔功用在主人我的身上，我也不怪你。苏洛离眼神闪烁了一下，埋着头掩饰内心的兴奋。这可是他自己说的，他使用玄阴夺元功吸收魔帝修为本就是没有把握，如果没有成功，也可以拿这个借口开脱一下。虽然依旧是风险很大，不过也有了失败后的保命符，毕竟这男人虽然很坏，可是说话算话这一点还是没话说的。苏洛离爬了起来，跪坐在床上，搂住穆平，将头靠在男人的身上。主人，今天能陪离儿一块睡吗？穆平感受着抱着自己的柔软躯体，知道苏洛离这是要主动出击了，但是现在穆平却没有做好准备。他今天已经大战3场了，而且又被叶清雪打得重伤，虽然已经恢复了，但也伤到了元气。当然也不是没有再战的能力，但是看苏洛离这旺盛的态势，还要动用玄阴夺元功吸他修为，他感觉自己今天的状态或许会招架不住。再说，必须让这女人知道，他不是他想睡就能睡的男人。发虚的眼神躲闪的有些不敢看苏洛离那渴求的目光，双手轻轻抚摸着苏洛离的后背。离儿，你可是女帝，曾经睥睨万族的洛离女帝，今天怎么这么主动想跟我睡觉？听到穆平提醒着他的身份，苏洛离脸颊更加羞红，脑袋埋到穆平的身上，他一个大陆女帝沦落到陪男人睡觉的地步，还是主动要求，想到这他想死的心都有。苏洛离又想到了他现在的身份，他本来是假意臣服顺从，可怕的是他好像渐渐有些习惯了，称呼这个男人为主人，还自称奴婢，都很自然地说出来，
还不觉得羞耻。如果时间久了，他真的怕自己不知不觉地认同了魔帝女奴的身份，他就真的完了。趁着魔帝还没有发现玄阴夺元宫的事情，他必须速战速决，今天就要睡了这个男人。想到这，苏洛离眼神坚定，小嘴凑到穆平的耳边：主人，女帝只是离儿之前的身份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离儿现在是主人的婢女，一心只想如何服侍好主人，还请主人怜惜。穆平轻笑一声，用手轻轻抚着苏洛离的脸颊，看着他的眼睛：是吗？离儿这么乖了，可是我怎么记得今天还想着杀了我呢？苏洛离一怔，心中十分不解，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非常喜欢他的身体吗？主人，是离儿做错了事，所以想好好侍奉主人，作为补偿。穆平神色一凛，满脸佛性：补偿就是用这种方式吗？离儿，难道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苏洛离看着男人那一脸严肃的样子，感觉特别欠揍，真的好想打他。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是哪样的人？这几天无时无刻不在占他的便宜，甚至惩罚他之前还得热身，他现在主动跟他欢好，他忽然不是那样的人了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这个男人发现了什么了，还是他表现得太过主动，让他有了防备之心？他苏洛离作为一个绝美女帝，样貌身材都是极品，出卖一下色相都这么难吗？苏洛离忽然眼睛一亮，难道要动之以情？主人，今天离儿想了好久，之前的很多事情都想通了。穆平看着苏洛离一脸释然的样子：啥是想通了？离儿之前一直觉得主人折磨离儿，逼迫离儿为奴为婢，离儿应该恨主人，可是想了想，是离儿错了。穆平捏了一下苏洛离绝美的脸颊：离儿说错哪了？主人众生前我们两人大战了10多次，除了最后一次都是没有分出胜负，回想当时的场景，其实都是主人手下留情，不然离儿早就被主人杀死了。可是最后一次离儿找到机会却直接下了杀手，离儿欠主人的太多了。穆平笑了笑：我当时不算手下留情，只不过想活捉你，然后征服你，所以你不用觉得愧疚。苏洛离靠在穆平身上，搂得又紧了一些。主人总是这样装作很坏的样子，其实你对离儿是最好的，就算离儿把主人杀了这么大的仇恨，主人后来只是惩戒的离儿1个月就放了离儿，离儿当时还恨主人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苏洛离说的情真意切，搞得穆平都觉得自己对苏洛离真是太好了。苏洛离接着道：还有这几天离儿几次想杀了主人，可是主人也只是稍微教训了一下离儿，还帮助离儿恢复修为，换做一个常人，离儿怕是早被折磨的生不如死了。其实主人将离儿关在这地下密室也是为了保护离儿，有句话离儿一直想对主人说，离儿是真心的想做主人的婢女，好好的侍奉主人。说到动情处，苏洛离靠着穆平的肩膀小声的抽泣，穆平拿手绢擦了擦苏洛离的脸颊。不得不说，苏洛离真是绝世尤物，让人忍不住怜惜。如果不是系统的40的好感度，穆平还有点信了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点，现在好感度为-30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1000点。穆平一愣，这是啥情况？他什么也没做啊，就抱了一会这个女人，好感度竟然就提升了？难道是苏洛离想要说服他，最后把自己感动了？不愧是女帝，这女人还真行。穆平拍了拍苏洛离的后背，有些深情的道：离儿，没想到我们之间的事情你都记得这么清楚，其实回想起来我不该打你的，你现在修为这么低，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，怎么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折磨？离儿，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。苏洛离想起这些日子凄惨的遭遇，哭得更厉害了，还是摆出一副很欣慰的样子看着穆平。主人，离儿不苦，有主人这句话，离儿受再多苦也值得了。说完，两人抱头痛哭，像是失散多年重逢的夫妻。过了好一会，苏洛离终于不哭了。穆平帮他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服和头发，温柔地摸着他带着泪花的脸颊。离儿，这么长时间主仆相称，你这尊贵的女帝大人还习惯吗？苏洛离又擦了擦眼泪，努力地展示出无所谓的表情。主人，奴婢觉得还行，感觉还挺喜欢这个称呼的。穆平在苏洛离鼻子上刮了一下，看你这不情愿的样子，还喜欢？算了吧，主人我心软，惩罚提前结束，以后不用这么喊了。苏洛离一脸兴奋的又抱住穆平，真的，奴婢就知道主人你最好了。苏洛离看到穆平那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知道自己说顺嘴了，脸色一红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目前好感度为-20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1000点。穆平心下一喜，这女人还是挺好哄的嘛。看到还跪坐在床上的苏洛离，将她按倒在床上。苏洛离含情脉脉看着上面的男人，脸颊羞红一片，眼睛里还透露出一丝得逞狡黠。穆平将苏洛离按倒在床上后，拽过被子给她盖上。离儿，睡觉吧，我回去了。
苏洛离愣了一下，一脸不解地看着穆平，感情都谈到这个份上了，不睡一觉就要走吗？到底哪个环节又出问题了？苏洛离忽然眼睛一亮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伸出手拉住穆平的胳膊，明渊，能坐这再陪我一会吧？不知道苏洛离又想搞哪出，穆平犹豫一下又坐了下来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脑袋。好吧，我在这陪你一会，你睡吧，我等你睡着再走。苏洛离浅浅地笑了一下。明渊，其实我还有件事想问你，也不知道该不该问。穆平轻轻地点了一下苏洛离的额头，调笑道：有啥不能问的？我们这关系你还怕啥？大不了我再打你一顿板子。想起打板子的时候他那羞人的姿势，苏洛离脸色微微一红，白了穆平一眼。明渊，我是想问，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？穆平神色一惊，不清楚苏洛离问这话的意思。苏洛离现在对他的好感度20，最多是不是特别讨厌了，远远到不了喜欢的层次，可是为啥关心他是不是有别的女人？难道是玄阳夺元功？这门功法是穆平有意误导他的，让苏洛离认为他修炼速度如此快是因为这个功法的原因。想到这，穆平摆出很正经的表情。女人当然有了，我出去转一圈，就好多女人非要跟着我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奈何魅力太大，甩都甩不掉，想想都心烦。不过离儿你放心，我和那些女人都是很纯粹的肉体关系，没有掺杂任何乱七八糟的感情。苏洛离心里暗骂不要脸，看来他的猜测没错，魔帝靠吸取女人修为来提升等级，如今这男人已经聚气2重的修为，肯定祸害了不少女人了。明渊，这么多女人，日夜操劳，你身体会不会有压力？穆平嘴角抽了抽，这女人怎么啥都问？这个问题是可以问的吗？主要是问到了他的软肋了。穆平强装镇定，压力，本魔帝最不在乎的就是这个，都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，来多少女人，本帝解决多少女人。苏洛离笑了一下，那我就不担心了。苏洛离说着，还没等穆平反应过来，跪坐起来，抱着他，一个柔软的红唇堵住了他的嘴。穆平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他完全没料到苏洛离会有这样的举动，只觉一股柔软的触感传来，心跳陡然加快。这个绝美的女人闭着眼睛，睫毛轻颤，双手在他的身上胡乱地抚摸着。很快，穆平放下了心中的矜持，也彻底放弃了抵抗。虽然知道是苏洛离挖的坑，但男人的尊严已经不允许他退缩了，转过身将苏洛离压在身下，一只手将苏洛离的2只小手压在头顶，眼神中好似要喷出炽热的欲火，另一只手在苏洛离胸前捏了一下。苏洛离，你这小妖精，我只想好好跟你聊天，你却在觊觎我的身子。苏洛离呼吸急促，脸颊泛起红晕，眼神妩媚，挺翘的鼻尖蹭着穆平的脸颊，柔软的嘴唇靠在着他的耳边，呵气如兰。魔帝大人，你这是怕了？一句话让穆平眼中的欲火更盛，一把扯掉苏洛离身上唯一一件衣服。怕？小妖精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下本帝的厉害，一会看谁求饶。苏洛离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。魔帝越投入，他的机会越大，他要在男人最激动最忘我的时候动手，争取一次成功。苏洛离早就估算过了，玄阴夺元功一次最多可以吸取对方一个大境界的修为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他成功了，此消彼长，就可以在修为上超过魔帝。到时候，这个男人反应过来，已经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了，还不是任他处置，反客为主，就在今夜。虽然苏洛离现在已经对穆平没有了杀心，不过他还是喜欢看到这个男人被他压在身下的感觉。他要依照自己的跟魔帝的承诺，堂堂正正的打败他，获取自由后，再让这个男人给自己为奴，任他使唤，想想都感觉特别刺激。想到这，苏洛离不经意间露出得意的神色。离儿，认真一点，这个时候还想别的事情。穆平在苏洛离身上掐了一把，苏洛离回过神来，对着穆平妩媚的一笑。看着苏洛离的神情，穆平也是邪魅一笑。他对苏洛离的意图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，他也想陪这个女人再玩一次，看看这个女人计谋得逞后的表现，要玩就玩得更有趣一点。系统，有没有修士境界可以骗过苏洛离灵童的东西？丁，绝品引灵符传需要系统金币100点，宿主使用后所体现的实力可以在低于自身境界的任何境界随意切换，有效期1天。穆平一脸震惊，效果是不错，只有1天的时间，可是为何这么贵？丁，天命之女苏洛离是星月灵体，灵童可以看透世间绝大部分虚幻，骗过灵童只能使用绝品符传。好吧，购买绝品引灵符传1张。丁，宿主购买绝品引灵符传1张，消费系统金币100个。随着系统声音响起，穆平一脸期待。穆平翻过身躺在床上，让苏洛离压在自己的身上，温柔地看着他。离儿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你在上面吧。苏洛离自然乐得如此，这样他可以完全掌握主动。苏洛离坐了起来，媚眼如丝地凝视着穆平，小手抚摸着他的身体，小嘴叼开他的腰间束带钉，
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吸收素主修为 10%， 系统为宿主反馈修为 15%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吸收素主修为 20%， 系统为宿主反馈修为 30%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吸收素主修为 40%， 系统为宿主反馈修为 60%。丁，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聚气5重。随着苏洛离的娇躯有些满足的瘫软到穆平的身上，穆平舒了一口气，终于结束了。这女人太疯狂了。穆平动用了绝品引灵符传，在苏洛离看来，她只剩下炼气2重的实力，而苏洛离已经是炼气9重的实力。这时，苏洛离从穆平身上爬起来，披上了一件衣服，走下床，稍稍舒展了一下筋骨，转过头看着瘫软在床上的男人，也在看着他。明渊，怎么样？本地服侍的你可舒服？穆平慵懒地躺在床上，打了一个哈欠，对着苏洛离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离儿，你真是太棒了，主人我这辈子还没这么舒服过。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忙了一晚上了，不睡会？苏洛离白了穆平一眼，有些无奈地摆了摆手。这个男人真是色迷心窍，他修为都快被吸干了，还浑然不觉。这种男人活该被女人骗。我先去洗个澡，你先睡吧。穆平一脸傻笑，对着苏洛离做出了一个飞吻的手势。离儿，洗完澡快回来，我想抱着你睡。苏洛离看着穆平那欠揍的样子，真想先打他一顿再说，又想起上次这个男人快死的样子，都是欺骗他的表象。谁知道魔帝还有没有别的底牌？他暂时不能得意忘形，重蹈覆辙。明日就跟他正式比试，堂堂正正的击败他。今天他名义上还是这个男人的婢女，暂且忍耐一下。苏洛离走到床边，给穆平盖了盖被子，又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。明渊，你先睡吧，我洗完澡就来陪你。穆平僵硬地笑了一下，他有些懵，这女人啥情况？按照逻辑，苏洛离这时候不应该展现出他女帝的霸气，对他一顿嘲讽输出吗？难道是自己表现过于勇猛，彻底征服了这个女人的身心？也不对，今天他一直是被动的，都是这女人一直疯狂输出，说他被这女人征服了都一点不过分。穆平这时忽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，难道这个女人觉得一次不行，还想再来一次，想要彻底榨干他？再来一次对穆平来说肯定是不行的，不只是身体上他真吃不消了，更重要的是以目前两人的修为差距，再来一次，虽然他修为还能继续提升，但是苏洛离会真的超越他，他就翻船了。但是这门功法有这么变态吗？真的如此变态，掌握这门功法的人不是无敌了。系统，玄阴夺元功可以连续使用吗？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吗？丁，玄阴夺元功每3天只能使用1次，而且只对有缘之人有效，缘分越深可以吸收的功力越多，缘分最高可以吸收一个大境界，缘分最低不限。穆平明白了，如果没有缘分限制，即使每3天1次，如果用得好，使用者都可以无敌于天下。而缘分这个东西可遇而不可求，这门功法也就有了先天的缺陷。只是没想到他和苏洛离竟然有最高的缘分，看来苏洛离这辈子注定是他的女人。美滋滋地想着，穆平迷迷糊糊睡着了。迷迷糊糊间，感觉一个柔软的身体躺在了他的身边，还带着丝丝凉意。他下意识地伸手搂紧，光滑的触感让他清醒了几分。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是苏洛离洗完澡回来了。苏洛离身上带着沐浴后的水汽，肌肤滑腻，还有美人出浴的清香，让穆平感觉特别舒服。苏洛离并没有抗拒穆平的动作，轻轻地依偎在他的身边。明渊，睡着了吗？我跟你说件事。穆平将苏洛离搂得更紧一些，迷迷糊糊的小声道：离儿，你说吧，说我喜欢听的就没睡着，说我不喜欢听的就睡着了。苏洛离无奈地抚摸着男人在他胸前寻找母爱的脑袋。明渊，我知道你没睡着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想做你的婢女了，所以我想向你挑战，我要跟你公平的比试。穆平半睡半醒的嘟囔：离儿，只要你听话，我并不会拿你当婢女对待的。你如果不想要婢女这个名分了，你可以多侍奉我几次，就像今天这样，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把你从婢女变成老婆，真要比试，你知道的，你打不过我的。听到穆平的话，苏洛离胸口起伏，气鼓鼓的。他今天委身于这个男人，主动跟他欢好，还做了那么多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那些羞人的动作，他现在想起来都脸红。他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脸面，目的不就是为了能脱离魔帝的魔掌？这个好色的男人还想永远的占有他，怕是他还不清楚自己现在的位置。不管从修为、武技和战斗经验，他现在都远远高于这个男人，就算他还有一些底牌，应该也没什么大的作用。明天他就要堂堂正正的打败这个男人。苏洛离好像看到了魔帝失败后跪地求饶的样子，他也要做一回主人，让这个男人做给他为奴，还要打他屁股，而且要打肿。这个男人该叫他什么呢？小渊子？对，就叫小渊子，还挺符合他的气质的。他的底牌不是玄阳夺元功吗？
不是喜欢找女人吗？要不把她阉了，她就没有任何机会翻身了。不行，阉了自己需要怎么办了？要不暂时先留着，看她表现。苏洛离抚摸着小渊子，一脸郑重。小渊子，我苏洛离不需要你的施舍，也不需要你给的名分，我会堂堂正正的打败你。小渊子，穆平差点在床上蹦起来，这女人喊他小渊子，实在忍不了了。睁开眼睛，气愤地看着苏洛离。离儿，你当真要跟我比试？看着穆平醒来，还一脸怒气地看着他，苏洛离身子一颤，内心有些慌乱，用灵瞳又查探了一下男人的修为。炼气2重，没错，他吸收了魔帝的修为，魔帝修为降低，一切都非常正常，不会有差错。肯定是这男人在虚张声势。上次魔帝重伤就是装可怜骗了他，这次他不会再上当了。没错，明渊，我明天要正式向你挑战。穆平犹豫了一下，摆出一副强装镇定的样子。好，离儿，这是你自找的，胜了如何，败了又如何？当然是胜者为主，败者为奴。苏洛离自信满满的说道。穆平在苏洛离身上捏了一下。离儿，别忘了，你现在本来就是我的婢女。你这么说，就是你败了，没啥惩罚。是你说的，可以随时挑战，赢了就能获得自由，也没说过别的惩罚。可我也没说过不惩罚啊。穆平说着，抬起头看了看苏洛离那有些冷冷的表情，还顺便在他小嘴上又亲了一口。明渊，我跟你说正事呢，你干嘛？穆平突然的举动让苏洛离又羞又气，脸上泛起红晕。真服了这个男人，这时候了还没个正形，难道他没发现自己的修为降低了吗？穆平又打了一个哈欠，在苏洛离身上轻轻地拍了拍。这样吧，听我的，如果你赢了，我还你自由；如果你输了，让我每天亲你一口，亲的位置任我选，怎么样？苏洛离还想说什么，发现穆平已经呼呼睡着了。看着怀中熟睡的男人，苏洛离竟然有些不忍推开他。这算是什么惩罚？亲的位置任他选，除了亲嘴、亲脸，还能亲啊？苏洛离忽然想起跟这个男人第一次的时候，这个混蛋竟然亲他的这男人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时苏洛离忽然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他动用玄阴夺元功吸走魔帝的修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魔帝怎么可能没发现自己修为被他吸走了？就算是太累了没发现自己刚刚提出跟他比试，他肯定会察觉到自己修为的问题。最大的可能他在演戏，自己功力被吸走一半，却如此不动声色，还在对他又搂又抱调戏他。难道他在下一盘大棋，抱着还趴在自己胸前呼呼大睡的男人？这个男人没有了实力，就算有心还能翻出什么浪花？苏洛离也有点累了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第二天，苏洛离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，下意识的摸了摸身旁，男人不见了。苏洛离有些不祥的预感，紧张的跳下床，找遍了整个地下密室，搜遍了各个角落，都没有穆平的身影。苏洛离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，字写得很难看，有种没睡醒啊感觉。离儿，我走了，偷我的玄阴夺元功，还用身体魅惑我吸取我的修为，这次的事情你做得很好，我非常的满意。另外桌上放着20颗聚气丹和固元丹，你拿着先好好修炼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，等我回来再跟你好好比试。他走了，昨天晚上果然是装的，他修为被他吸了大半，竟然如此沉得住气，不动声色，把自己哄得团团转。苏洛离瘫坐在地上，身上一身冷汗。他昨晚想的都是怎么样可以打败魔帝，怎么样可以万无一失，他没想到这人会跑了。他说自己吸取他修为，他非常满意。谁信？那意思一定是非常生气。更可气的是他还留下这么多丹药来羞辱他，这是明白的告诉他，再怎么努力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一辈子做他的女奴。他修炼速度怎么可能超过他？这个魔头在外面再多睡几个女人，修为就回来了。这个魔头再次回来的时候，修为不知会精进到什么地步，到时候还会放过他吗？此时穆平正赶往丹云阁，明天就是玄灵宗收徒仪式，他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不知道韩清瑶有没有帮他搞到玄灵宗的比试名额。先去看一下楚若。经过这几天对系统的摸索，他发现一件事情，只有跟气运之女接触的时候，系统才会反馈修为。也就是说，苏洛离的好感度提升之后，只有见到气运之女才能将增加的好感度变成反馈修为，说白了就是得去女人那2个项。苏洛离倒是不用，天命之女都是实时反馈。穆平走进丹云阁，发现今天店里和往日不同，人很多，也很热闹。再一细看，才发觉不对劲，这些人看起来不是来买丹药的。这时听见几个男子响亮的声音：楚姑娘，我们不凡阁想买下你这家店，是你的福气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就是，你这店开着也是为了赔钱，不凡阁肯接手，是在帮你。再说，不凡阁也不亏待你，只要你把不凡阁伺候好，还让你当老板娘，何乐不为呢？穆平有些明白了，
那天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叶不凡又回来了，对楚若还是念念不忘。穆平扫视了一下众人，有7、8个人都有炼气7重以上的修为。叶不凡应该也是有后台的人，韩玄的后台是韩清瑶，这叶不凡的后台该不会是叶清雪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事就有意思多了。穆平径直朝前走去，越过众人，走到楚若跟前。楚姑娘，今天生意不错啊。楚若此时正身躯颤抖地扶着柜台边，才没有倒下去。看到穆平，好像将要溺水的人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柔软的身躯直接扑到了穆平怀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穆平轻轻拍打着楚若的后背，没事了，有我在呢。一旁众人见到此情此景，都是凶光毕露，就跟他们就要到嘴的肉直接被别人吃了的感觉，都在等待着叶不凡的命令，就要一哄而上将这个男人大卸8块。小子还想找你呢，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哈哈。叶不凡认出了穆平，面色阴森地说道。随即叶不凡掏出一个镜子，对着穆平瞅来瞅去，这是叶清雪给他的看透别人修为境界的镜子。看到穆平面对他们这么多人还如此大胆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叶不凡掏了出来。测完以后，叶不凡嘴角都快翘了起来。炼气5重，哈哈，上次我中毒被你偷袭，今天还敢管老子的事情，还抢老子的女人。叶不凡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大笑起来。你这废物，快给不凡哥跪下。穆平好似没听见几人说话，轻轻给楚若擦拭着眼泪。看到穆平当众跟他看上的女人卿卿我我，叶不凡青筋暴露，拳头紧握，大声吼道：你们几个先把这废物4肢给废了。公子，若儿连累你了，若儿愿和公子生死与共。面对围上来的一群人，楚若仰头看着穆平，脸色微红，双手紧紧地抱着他，眼神中却满是决然之色，却也带着一丝欣慰。穆平眼神冷冷地扫过，几人身子一颤，竟然没人敢上前。叶不凡看到楚若小鸟依人的依偎在穆平怀里的样子，嘴角抽搐，眼睛似乎要冒出火来。他对楚若软硬兼施，筹谋许久，为了万无一失，今天更是惊动了他的姑姑叶清雪的关系，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，竟然被别人得手了。叶不凡有些颤抖的手指着楚若，楚若，你这贱女人，老子追求你多久，你冷言冷语，爱搭不理，老子还以为你多清纯，原来就是个贱货，早就跟这野男人乱搞上了。楚若回过头来，一改刚刚弱不禁风的样子，眼神中射出寒光。叶不凡，你骂我可以，你侮辱穆公子，你也配。听到楚若的话，穆平回想起了自己在楚若眼中的高大形象，顿时神色一正，轻轻地拍了拍楚若的肩膀。楚姑娘，这几个只会欺辱女子的玄灵宗小喽啰，跟他们生气犯不上，你要相信邪不压正，我这一身正气，这群邪魔歪道就近不了身。听到穆平的话，叶不凡忍不住哈哈直笑，哈哈，老子今天还真是长见识了，还一身正气，管老子的闲事，你凭什么？今天不废了你，我是你孙子。围着的几个男子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不废了你，我也是你孙子，我也是你孙子，我也是，还有我。穆平嘴角抽了抽，又恢复了严肃的神色。凭什么？凭我要管尽天下不平之事，扫尽天下作恶之人的决心。你们几个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，如此行径，为天下正义之事所不容。楚若看着穆平那种临危不乱神情，眼神迷离，闪烁着光芒。这个男人为了他一个只有一面之缘之人，跟这么多高手为敌，甚至跟玄灵宗为敌，或许别人会觉得他说的话很假，但是他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他是真正的英雄。此情此景，叶不凡彻底忍不了了。你们几个还不上，给我废了他。穆平四周的几个男子也有点受不了了，纷纷举起拳头冲着穆平打了过来。穆平眼神一凛，身上散发出聚气5重的气势，拳头一握，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开来，周围几个男子都直接被震倒在地，口吐鲜血。叶不凡懵了，楚若也懵了，怎么会如此强大？太不可思议了，当真是他身上有一身正气。叶不凡脸色惨白，见情况不妙，抬腿就跑。穆平手掌对着叶不凡当空一抓，叶不凡刚跑到门口，竟然直接被吸了回来。叶不凡被穆平掐住脖子，像抓一只小鸡仔一样提了起来。英雄大哥，有话好说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穆平一脸阴森地看着叶不凡。饶了你？凭什么？叶不凡说道。我姑姑是叶清雪，玄灵宗丹殿外门长老，你不能杀我，否则我姑姑不会放过你的。果然是叶清雪，穆平冷笑一声。叶清雪，外门第一美女叶清雪。叶不凡脸上显露出得意之色。你知道就好，还不快放了我。穆平掏出一颗药丸，塞到叶不凡嘴里。上次只是想警告你，给你一颗假的，这次可是真的，想要活命，让叶清雪来求我。穆平将叶不凡扔到地上，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药力发作，叶不凡在地上痛苦的打滚，哀嚎不断。
又过了1刻钟，叶不凡实在受不了了，跪在穆平面前：“英雄，求你饶了我吧，我要解药。”穆平拿出一粒药丸，弹入叶不凡嘴里。过了一小会，叶不凡终于停止了哀嚎，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：“谢英雄，谢英雄，这药丸只能维持1天的药效，1天内让叶清雪来求我，否则你就等着痛苦致死吧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跟你姑姑有仇。”穆平声音不大，但叶不凡还是浑身发抖。随后，穆平又扔给了叶不凡一个小瓶子。叶不凡，其实不妨告诉你，我针对你，都是因为你姑姑，你知道怎么做了吗？叶不凡拿起那个小瓶子，眼中满是复杂之色，犹豫了一下，眼中露出一道寒光。知道了，英雄，我会照做的。穆平在叶不凡身上踢了一脚。滚吧！叶不凡慌忙地爬起来，对着躺在地上的几个男子招了招手。几人都一瘸一拐地走了。几人走后，楚若一脸震惊地从穆平怀里钻了出来，跪在地上对着穆平行礼：“穆公子，大恩不言谢，小女子不知如何报答。”穆平忙将楚若扶了起来：“楚姑娘，不必如此，你也了解我，扶危济困，惩奸除恶，本就是我的使命。”楚若一脸崇敬地看着穆平，声音很低：“我知道，公子的品性，不报答公子，小女子感觉只是心中有愧。”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提升至90点，系统已经按比例为宿主提升修为，宿主修为提升至聚气6重。系统声音传来，穆平心中一喜。不过楚若修为太低了，好感度这么高了，才反馈这么点修为，得想办法给楚若提升一点修为，让楚若修习玄阴夺元功。不过自己在楚若眼中如此高大正直的形象，如何说服她？楚姑娘，你一个弱女子，长得又漂亮，开家门店太容易招惹是非，我也不能一直都守在这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楚若摇了摇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公子有什么办法吗？”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楚若面露难色：“可是我资质普通，如何才能提升实力？”穆平犹豫了一下，拿出了那本玄阴夺元功递给楚若，这是在苏洛离床上拿回来的，他也用不上了。楚若接过功法翻开一看，脸色一红：“公子，这本功法好像是魔道功法。”楚若脸色羞红，声音很低：“楚姑娘，这天下正魔本就难分，魔道有多行善事之人，正道也有很多为非作歹之徒，今日来的这些可都是玄灵宗正道之人，跟魔道又有什么区别？”穆平从楚若手中拿过那本功法，翻开里面的内容给楚若一条条解释着，表情却是特别震惊。楚若羞得想立刻走开，但又不好服了穆平的心意，随着穆平的认真讲解，渐渐地投入了进去，感觉还挺新鲜的。这本功法虽然看似是魔道功法，但若是用于正途，找到有缘之人，也可以帮助你提升修为。所谓正魔都在人心，不在于功法和门派。楚若点了点头，看穆平的眼神又多了几分崇敬，但还是有些面露难色。公子所言不错，不过这功法需要吸取别人修为，还是那种方式，这种事我怕我做不来，就算我想，也不会有男人配合我，毕竟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练成的修为，不可能轻易给别人。穆平脸上露出毅然之色：“楚姑娘，如果姑娘不介意，我可以帮你，只不过此事关乎姑娘清白，主要还是看姑娘自己的意愿。”楚若羞怯地低下了头，过了好一会才低声道：“公子，你修行不易，又对我有大恩，小女子怎么可以吸取你的修为？”穆平轻轻拍了下楚若的肩膀：“楚姑娘，我这里你不用担心，只是姑娘一个弱女子，经营一家店面本就不易，这几天更是遇到歹人，险些遭遇不测，而我又不能一直在姑娘身边保护，内心实在难安，只是想再尽点绵薄之力。”楚若抬起头望着穆平，期待中带着一丝慌乱：“公子，你上次说过你有心上人，你这样帮我，你心上人会不会误会？”穆平踌躇了片刻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暖的笑容，马上又恢复了平静：“没事，他很懂我，知道我的品性，只是姑娘你，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助你提升修为，但并不会对姑娘的以后负责，因为我心里只有她一个人，还请姑娘明白。”楚若脸色浮现出一抹黯然，又换上一副轻松的样子：“我知道公子只是帮我提升修为，能得公子如此爱护和宠幸，已经是我极大的福分，哪敢奢求更多，只是这种事弱儿也没经验，怕唐突了公子，公子可否容我几日？”穆平心中焦急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不能拖，脸色却依然平静：“无妨，不过我明日有事离开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姑娘这些日子要多注意安全。”穆平一副很随意的样子，在储物袋里拿出一件轻薄的衣服递给楚若：“穆平系统花费10个系统金币买的，这件琉璃残衣可以抵消一些炼气境以下修士的伤害，也可以抵御一些毒气、迷药的药效，希望可以帮到姑娘化解一些危险。”楚若接过衣服，眼睛有些湿润。这件琉璃残衣她见过，但是价格昂贵，一直没舍得买。她这都知道。楚若激动地直接扑到穆平的怀里：“
公子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丁，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楚若琉璃残衣一件，5倍返还，系统返还琉璃金残衣一件。看到系统商城返还的物品，慕平微微一笑，拍了拍扑在他怀里的楚若。楚姑娘，虽然没办法对你负责，但以后你需要什么零食、丹药啥的都跟我说，我会尽力给你的。你这店里如果经营有困难，我也可以帮你。楚若抱着慕平抱得更紧了，他知道了，这个男人肯定是喜欢他的，除了这个理由，他没有理由这么对他。他有心上人，所以不能给他名分，可是他肯给他名分之外的所有东西，包括修为都肯给他，甚至身子都可以给他，这难道不是喜欢他吗？虽然楚若觉得慕平这么做有些对不住他的心上人，他那高大正直的形象受到了影响，但是喜欢的对象是他自己，他反而感觉这个男人更高大了，更有人味了，更接地气了。公子，你等我一下。楚若从慕平怀里钻了出来，飞快地跑过去，将丹云阁的店门关了。楚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做生意了？楚若回过头，羞涩的一笑。今天给公子接风，暂停营业。慕平还没反应过来，楚若拉着他的手就朝后院走去，揉搓着柔弱无骨的小手，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慕平身体一阵悸动，还是傻傻地问道：楚姑娘，我们这是要去干嘛？楚若拉着慕平来到房间，她的脸更红了，眼神中满是羞涩与期待。玄阴夺元功我还是不太懂，公子可不可以先教教我？慕平看着眼前羞涩的楚若，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。也对，这玄阴夺元功也是一个比较高深的功法，楚若不是苏洛离，就算是苏洛离那逆天的资质和领悟能力，也花了几个时辰的时间才将这本功法融会贯通。没问题，楚姑娘，修炼功法最忌讳急于求成，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来。这套玄阴夺元功最讲究的就是身心一致。楚若似懂非懂。公子，什么叫身心一致？慕平是一个靠系统、靠开挂的人，修炼功法真不是他擅长的。但是到如今，编也得编下去，照着书一步一步来，总是没错的。慕平将那本玄阴夺元功翻开，指着上面的文字和图画，耐心地解释：楚若娘，你看，这是心法，这是灵气运行的脉络，这是身形。所谓的身心一致，就是要先练身，再练心，要学好这门功法，首先要学习正确的姿势。楚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但看着图片上的姿势，还是满脸通红。可是，公子，这图画里面都是2个人，这些姿势1个人也做不了。慕平轻轻笑了一下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会配合你。楚若声音微不可闻，那就有劳公子了。没事，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。楚姑娘，你站在桌子这边。见楚若小步挪到桌子边上，慕平耐心地开始指导，双手扶着桌子，身体放平，双腿自然分开，这里高一点。2人耐心交流着，门忽然开了，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。慕平看了一眼出现在门口的蓝衣女子，慕灵。慕平尴尬地笑了一下，将双手从楚若的小翘臀上拿了下来。楚若也扶着桌子站了起来，羞得脖子都红了，低着头就往外走。你们先聊，我先出去了。慕灵一把将楚若拉住，一脸笑意。楚姑娘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这个，别介意啊，你们继续，我啥也没看见。慕灵又对慕平叮嘱了一句，好好表现，就走了出去。但慕平虚瞳一扫，慕灵并没有走，而是饶有兴致地躲在窗边。慕平嘴角抽了抽，玄阴夺元功啥的都不重要了，主要是不能堕了威名。楚姑娘，我们现学现用吧，像刚刚那样挺耗费时间的，而且实操性不强。楚若羞红的脸上带着一丝疑惑。公子，实操性是啥意思？慕平轻咳一声，解释道：就是按书上的介绍，我们直接做，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功法的妙用。楚若脸颊绯红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都听公子的。慕平指了指玄阴夺元功的一个图画，对楚若道：楚姑娘，学这个姿势吧，在床上趴着更方便。楚若按慕平的指示调整着姿势。这放平，这里再高一点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吸取宿主修为 10%， 系统已为宿主反馈修为 17%， 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具气境7重。随着系统声音传来，慕平心中一喜，看着怀中媚眼如丝的楚若，扫视了一下，已经练气9重的修为了。2个人的缘分，能吸收这么多修为已经不容易了，主要还是第一次，太生疏。楚姑娘，感觉怎么样？楚若羞红着脸颊道：感觉实力提升了好多，多谢公子。慕平摸了摸楚若的头，没事。对了，楚姑娘，你一个弱女子，为何会开这家丹云阁？听到慕平的话，楚若满眼苦涩，气氛忽然变得无比的凝重。丹云殿公子有所了解吗？慕平一怔，好像想到了什么。我记得丹云殿是清玄帝国的一家大型的丹药店，清玄帝国的足上万家分店，取名丹云阁。丹云殿在清玄帝国都是很强大的势力，国主都会忌惮3分，怎么会被玄灵宗如此欺凌？楚
楚若又是苦涩的一笑，我这家丹云阁虽然也是一家分店，但已经失去丹云店所有的支持，没有丹云店的武力支撑，也没有丹云店的丹药供应，再加上遇到这几个月如此大的变故，所以才会举步维艰。既然如此，姑娘为何不将店卖掉？何必要苦苦支撑？楚若又苦笑一声，公子有所不知，这家店是我的全部，如果这家店没了，我也会被彻底逐出丹云店，成为无家可归之人。穆平眼神复杂地看着楚若，丹云店主名叫楚破天，也姓楚，难道姑娘跟店主有关系？楚若点了点头，不瞒公子，楚破天是我的父亲。穆平一下坐了起来，楚破天在清玄帝国都是个人物，不说丹云店的势力，楚破天也是清玄帝国最强的高手之一。他睡了楚破天的女儿，他不是作死吗？虽然他并不惧怕楚破天，只不过是他现在的实力是远远不够打的。楚若为何会落到这般境地？看他的样子有很多的心事。那姑娘作为楚破天的女儿，为何不在丹云店，而在这里？楚若也坐了起来，披上了一件衣服。我父亲儿女上百人，我不过是他酒后临幸了一个婢女所生，他从来都没想要认过我这个女儿。你母亲呢？我记事起都没见过我的母亲，听说生下我不久后便去世了。楚若说着，忍不住偷偷抹了一把眼泪。那你为何会负责这家丹云阁？穆平接着问道。我从小在丹云店都被人瞧不起你，过得跟婢女下人一样，甚至还不如，婢女还不会被人故意针对。后来我成年了，有人出主意让我分管一家店面，如果确实有经营的不错，就回丹云店继续培养，如果经营不善或者亏欠，就让我永远不要回去了。听着楚若的叙述，穆平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但是说不上来，看着楚若一脸悲伤，笑着道，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刚还担心我睡了楚破天的女儿会被人拿去剁了喂狗呢。楚若一记粉拳打到穆平身上，依靠在穆平的肩膀上，情绪看起来好了一些。公子，你还说我现在是你的女人了，我现在只能依靠你了，你不会不管我吧？穆平一拍脑门，奶奶的，中计了。这小妞这么痛快地答应跟他睡觉，除了有些喜欢他之外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拿着这层关系寻求他的保护。虽然叶不凡这种小喽啰他可以轻松应对，但是如果真涉及到了丹云店的核心利益，他现在还真的应付不了。这时穆平突然感觉到屋顶有人，他用虚瞳之术探测了一下，屋顶有一蒙面女子，一身青衣，有聚气6重的实力。这人会是谁？玄灵宗的人。但听这步伐气息，不像是玄灵宗的人，倒是能感觉到一些魔道的气息。他这些日子没有跟魔道有什么过节，按照他对楚若的了解，应该也不会跟魔道有什么过节。这时穆平感受到蒙面女子手里拿出了一枚黑色的丹药，不对，不是丹药，应该是强力的爆灵丹。这种丹药爆炸力惊人，按照威力而论，相当于聚气境巅峰修士的最强一击。如果被击中，楚若这体质怕是要尸骨无存，他也得身受重伤。穆平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屋顶女人的动作，不好！忽然感觉蒙面女子动手了，爆灵丹飞速朝扔了过来，速度之快超出了他的预料。面对飞速而来的爆灵丹，穆平抱起楚若，飞速朝屋外奔去。楚若还不明所以，只听身后一声巨响，爆灵丹在两人身后不远处爆炸，两人被爆灵丹震飞了出去。穆平抱着楚若倒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嘴角渗出鲜血，后背也已经血肉模糊。公子，公子你怎么样？楚若抱着穆平大声的呼唤，发现穆平已经晕过了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抚摸着刚刚还跟他亲热的男人的脸颊，男人刚刚生龙活虎的样子游在眼前，一瞬间就成了现在的样子。楚若眼眶发红，娇躯微微颤抖。穆平为了救她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这致命一击，不然他早已没命了。真是感人啊，你竟然还能遇到这样的男人。身后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响起。楚若转过头，看到一个蒙面女子朝他走过来，身上散发着强大的灵气波动，压得他有些透不过气来。但楚若毫无惧色，他已经有了赴死的决心，死死地盯着蒙面女子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们？蒙面女子咯咯直笑。为什么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知道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本想着让你们一块死呢，没想到这个男人拼了性命将你保了下来，但是又有什么用呢？一样都是死。蒙面女子越走越近，忽然抬起手掌，掌心灵气涌动，眼神杀意弥漫。楚若自知无幸，看着怀里的穆平，紧紧贴着他的脸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。公子，是我害了你，若儿只能来生再来补偿你了。这时穆平忽然睁开眼睛，在楚若怀里飞身而出。楚若神色一惊，蒙面女子也是大惊失色，她没想到这个男人被爆灵丹击中，居然还能有反击的能力。但由于距离太近，蒙面女子已经躲闪不及，被穆平一拳击中胸口。穆平这一拳看似平平无奇，却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。蒙面女子闷哼一声，身体倒飞出去数丈远，撞到一棵大树，喷出一口鲜血。
瘫软在地上，眼中满是震惊与愤怒。你怎么可能中了暴灵丹还能反击？还有这么强的实力？蒙面女子难以置信地吼道。穆平强撑着身体站起，也呕出一滩鲜血。刚刚的一击仿佛用尽了他全部力气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蒙面女子冷笑一声。你觉得我会告诉你？楚若跑过来扶住穆平有些摇摇欲坠的身子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公子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穆平勉强笑了一声，摸了摸楚若的脸颊。真是红颜祸水，要不是被你折腾这么久，我怎么会被这种雕虫小技伤到？楚若小脸一红，整理了一下还有些凌乱的衣服。这能怪我吗？还不是你整那么多花样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目前好感度为100点。恭喜宿主解锁第一个100点好感度的气运之女，宿主获得额外奖励，修为提升2个境界，现在境界为聚气8重。丁，系统提示：100好感度的气运之女，若宿主帮助她解决命劫，系统赠送返还倍数将增加10倍，而且还会随机给予大奖励。穆平心下一喜，没想到100好感度还有这么多好处，但还得解决命劫。系统，命劫是什么意思？命劫就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结束，从出生就注定的结束。系统，那楚若的命劫是啥？丁，系统无可奉告，需要宿主自行探索。系统可以友情提示和楚若身世有关。穆平一头雾水，身世有关？难道楚若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？楚破天的女儿，婢女所生，可如此不起眼的人为何会被刺杀？一般的人怎会让人如此大费周章？穆平突然想到那些无脑短剧，难道楚若并不是婢女所生，被人调包了？可是为何这么多年过去都没事，现在才被刺杀？穆平转头看向蒙面女子，对着她阴森一笑，她或许知道什么。你确定不说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蒙面女子眼神满是嘲讽，牙关紧咬。想让我说？做梦！穆平冷笑一声，眼神杀意弥漫。好吧，我已经给你机会了，我不喜欢跟人多费口舌，既然你不肯说，我就送你上路嘛。穆平二话不说，就是一掌击出，灵气汹涌，做事要将女人一掌毙于掌下。蒙面女子没想到这男人会直接动手，自知无幸，闭目待死。即将打中蒙面女子时，穆平掌法一变，击在蒙面女子后脑，蒙面女子直接晕了过去。这时楚若走了过来，扶住穆平胳膊。公子，他死了吗？还没有，他想死没那么容易。穆平轻笑一声，揭开女子的面纱，不得不说，长相还算不错。楚姑娘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楚若摇了摇头，不认识，但好像在哪见过，说不上来。穆平伸手掰开女子的嘴巴，在里面抠了抠，不一会抠出一个红色药丸。楚若满脸疑惑，公子，这是什么？寂灭丸，杀手含在嘴里的药物，刺杀失败或者被擒住就会咬碎这个药丸自杀。可是公子如何得知他会有这个？穆平微微一笑，虚瞳之术，这女人的动作无所遁形，但这秘密自然不能让楚若知道。我观察这女人有一个准备咬牙的动作，而且看她语气已有必死之心，所以我假装要将她杀死，待她松懈之时将她击晕。可是她为何不直接自杀呢？这寂灭丸是自杀的药物，服用以后无药可救，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死前非常痛苦，所以我估计她想要一个痛快的死法。穆平说完，又吐出一口鲜血，有些站立不稳，坐在了地上。他这次伤得很重，又强行运功，导致伤势更重。楚若忙坐在他身后，将他扶住。穆平惨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轻轻拍了拍楚若的手，又拿出一个小瓶子交给楚若。我没事，你先将这个净灵水给这女人吃了，可以封印她的灵气，然后将她绑起来，以防万一。楚若轻轻地应了一声，朝蒙面女子走了过去。穆平在系统里买了一颗太虚回春丸，服了下去，运气疗伤。这太虚回春丸300系统金币，价格过于昂贵，但没办法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没时间慢慢疗伤。过了一会儿，穆平感觉体内的伤势好了许多，缓缓睁开眼。这时楚若已经把蒙面女子绑得结结实实。公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楚姑娘，这个人是来杀你的，交给你好好审问他，如果他不说就动点刑，他会说的，我这人心软，不适合做这种事情。如果他就是不说呢？放心，一个随身带着寂灭丸准备自杀的人，用点刑就会招的。如果还是不行，就交给我。对付这种嘴硬的女人，我很感兴趣，也有的是手段。楚若白了穆平一眼，以为是正人君子呢，怎么也会对这种事感兴趣？不愧是他喜欢的男人，就是有趣。丹云阁有一间秘密的地下室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开。今天事态紧急，这蒙面女人身份不明，无处安放，不得已两人将蒙面女子关到地下室。穆平这时突然想到一件事，让楚若先慢慢审问这个女人。他则快速走出地下密室，走到两人刚刚练功的屋外。
爆灵丹威力果然巨大，整个房屋都已经坍塌，屋内外一片狼藉。穆平跑到窗边挖呀挖，挖了很久，终于将一个蓝衣女子挖了出来。穆平探查了一下，虽然身上伤痕累累，也受了一些内伤，但好在还有气息。只不过穆林由于修为太低，被爆灵丹余波击中晕了过去，性命并无大碍。将穆林抱到床上，脱掉他身上的脏衣服，只剩贴身亵衣，盖上被子，又在系统买了一颗疗伤丹药给穆林吃了下去。轻叹了一口气，这女人没事偷听别人做正事干嘛？这不是自找的吗？忽然感到外面有一股危险的气息靠近，穆平迅速跑到院外，抬眼望去，一个容貌极美的红衣女子站在外面，手持一把短剑，身形婀娜，长发及腰，裙摆随风而动。红衣女子见穆平出来，露出惊讶之色，脸色一寒，竟然是你！不愧是玄灵宗外门第一美女叶清雪，生气的样子也这么美，让人直流口水，就是太凶了，急切需要身心教育。穆平对着叶清雪猥琐一笑，叶长老别来无恙，你今日这一身红衣比起昨日沐浴时更多了一番风味。穆平的调戏让叶清雪脸上怒意更浓，短剑一挥，一道剑气对着穆平袭来。穆平飞身躲过，这小娘们还是这样，不多说一句话，上来就搞。叶清雪，不想给你的好侄儿解毒了。叶清雪收了短剑，冷冷的道：贼子，上次让你侥幸逃脱，现在还敢造次，交出解药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穆平呵呵一笑，我跟你那废物侄儿说得很明白，让你来求我，你这是求人的态度。叶清雪脸色微红，手中短剑嗡嗡作响，找死！说完，叶清雪短剑飞舞，一道接一道的剑气击向穆平。穆平很轻松的飞身躲过，顺手踢飞一块石头，对着叶清雪击射而去。叶清雪神色一惊，短剑用力一挡，但石头劲力未减，叶清雪一个踉跄，生生被击退几步。叶清雪被震得手臂发麻，虎口隐隐作痛，抬头看向穆平，脸色变得凝重。你到底是谁？一日不见，不但伤势痊愈，实力还提升这么多。穆平玩味地看着叶清雪，我说过会去找你报仇的，既然你自己来了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你呢？今天穿的这身红衣是战袍吗？别得意太早，我今日必杀你。叶清雪眼睛寒光一闪，露出浓浓杀意，掌心运气，灵气在掌心形成强力的气流漩涡，一时间院内树木房屋嘎嘎作响，仿佛要被震断。随着叶清雪一掌打出，一个恐怖的玉掌虚影冲着穆平笼罩而来，比上次的威力还要强上一倍。穆平面色平静，双手背负，站立不动。笼罩在穆平四周的劲力忽然如河流入海，像是找到了宣泄的入口，疯狂地挥入穆平身体。叶清雪竭尽全力的一掌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穆平微微一笑，这招万流归海诀还是跟苏洛离缠绵兜时候苏洛离教他的，将敌人打出的掌力据为己用。不过一般只能针对实力比自己低的对手，如果对手掌力过于雄厚，强行吸收，体内容纳不了，有可能会爆体而亡。穆平是太虚神体，聚气八重的修为，实力已经在叶清雪之上，眼神猥琐地看着叶清雪。叶清雪，就不能用点新招？又是这一招，等我教你生擒，我多教你几个新花样。叶清雪一脸震惊之色，想飞身离去，恍惚间竟然身体一软，站立不稳，直接瘫坐在了地上，好像没有了站起来的力气，一脸悲愤地看向穆平。我中毒了，我怎么会中毒？是你！穆平拍了拍手，一脸坏笑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我给了你侄儿点药，不过只是想考验下你的好侄儿对你的忠诚，没想到自己的侄儿都会害你。叶清雪，你真的好失败，是不是很伤心？不如让我好好的安慰一下你。叶清雪又羞又怒，有些恐惧地瞪着穆平。你想把我怎么样？穆平嘿嘿一笑，慢慢走向他。小娘们，你说呢？既然你都来了，我也不能亏待你啊。看着越来越近的穆平，叶清雪身躯微微颤抖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穆平听话地停下了脚步，叶清雪却是一愣。小娘们，你这是要求我吗？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叶清雪咬了咬嘴唇，眼中满是屈辱，最终还是低下了头，声音颤抖。求你放了我，我愿为你做任何事。穆平嘴角上扬，一脸得意。任何事？我没听明白，是我想的那种事吗？见叶清雪咬着牙点了点头，穆平又朝他走近了几步。我还以为傲娇的叶长老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呢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屈服，我还想着给你用点刑呢，你这样让我觉得很没意思。叶清雪下意识地朝后挪了挪，眼神更加悲愤。既然落到你的手上，只求保全性命，既然早晚都要屈服，又何必受皮肉之苦，只求公子放过清雪。穆平嘴角勾起一抹坏笑，没想到叶长老还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，不过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，为表示你的诚意，跪下说话。叶清雪身体一僵，
眼中露出冰冷的杀意，随即低下了头，有些颤抖地跪在了地上，求公子饶恕清雪，清雪愿意为公子做任何事。慕平哈哈一笑，捏着叶清雪的下巴，打量着她美丽阿脸颊，做任何事。我这个人可是很挑的，你的技术怎么样？自然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叶清雪眼神突变，手中寒光一闪，一把锋利的匕首对着慕平小腹刺来。叶清雪的动作极快，但慕平动作更快，直接抓住叶清雪的手腕，手掌微微用力，叶清雪手中的匕首直接掉在了地上。叶清雪神色一惊，愣神间，慕平另一只手将一个黑色项圈戴在叶清雪的脖子上，黑色项圈上面密密麻麻的符文闪烁着恐怖的吞噬之力。叶清雪感到身上的灵力仿佛被抽干，无法动用任何灵气，从来没有过的无力感笼罩全身，瘫软在地上。红衣美人的眼神中带着恐惧与绝望，雪白脖颈上的黑色的项圈散发着黑色的光芒，搭配她那深红色的衣服，特别的醒目，激发着男人征服的欲望。这个净灵项圈是慕平花了50系统金币买的，可以控制灵元境以下修士的灵力，而且项圈主人可以随意控制项圈的净灵效果。丁，宿主赠送气运之女叶清雪净灵项圈一个，返还宿主玲珑玄甲一件，可以防御灵元境以下修士攻击。这也算赠送。慕平一愣，随即脸色一喜，转眼看着瘫软在地的叶清雪，轻轻捏着她的下巴。贱婢，你不是喜欢装吗？这次不用装了，我对你还不错吧？叶清雪娇躯颤抖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慕平蓄同之术，叶清雪这点伎俩怎么可能瞒过他的眼睛？对着叶清雪微微一笑。笨女人，你觉得你装得很像吗？你觉得你这么高傲的一个女人，这么轻易的屈服我会信？给你侄子的那瓶药水，只是我的障眼法，让你低估我的实力的障眼法。你还真觉得我会指望这个？叶清雪眼眶发红，带有决然之色，声音有歇斯底里。是我低估了你，我认了，你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我就算死也不要被你羞辱。慕平猥琐一笑，在叶清雪身上摸了一把。对，这个样子才正常。不过叶清雪，你这模样，这身材，我不对你做点什么都感觉对不住你。慕平的动作让叶清雪蜷缩起身体。别过来，你到底要怎样？看着叶清雪的恐惧的样子，慕平轻轻摸着她的脸，安慰道：叶清雪，你知道我那天为什么找你吗？叶清雪道：除了基于我的身子，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？慕平面露嘲讽，他的确想睡了这个女人，但是他不喜欢抗拒的女人，尊重女人意愿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东西，最不济也得是那种半推半就。叶清雪，你觉得我的实力需要觊觎你吗？还真是看得起自己，比你漂亮身材好的女人老子见多了。你觉得你是镶金的还是镶钻的？虽然后半句听不太懂，但是叶清雪眼神中感到一丝希望和失望，她可以不被这个男人欺辱了，但是原因是男人没看上她，有些疑惑地看着慕平。那你找我是为了什么？有一个姑娘想拜你为师，但是资质比较差，正常情况你肯定不会收她，所以我想请你通融一下。慕平道。叶清雪一脸苦笑，就为了这件事，你当时为何不说？慕平冷冷地瞪了叶清雪一眼。我想说，你给机会了吗？你一上来就要搞死我。好，你将这个项圈摘了，我答应你。慕平摸着叶清雪的脸颊，凑到她的耳边。这个项圈是对你的惩罚，叶清雪，你昨天打伤我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，想要摘掉项圈，看你的表现了。叶清雪一脸悲愤地瞪着慕平。你想控制我？你休想。慕平轻笑了一声。叶长老，你有你的清高，我也不勉强。不过你这个样子回去，你这玄灵宗外门第一美女清高的样子，应该会成为宗门的谈资吧？叶清雪触摸着那个黑色项圈，一身修为被禁锢，还带着这个东西，她会成为玄灵宗最大的笑话。叶清雪脸色瞬间煞白，眼神中的愤怒与不甘几乎要溢出来，但更多的是深深的屈辱。她身体微微颤抖，最终还是缓缓低下了头，眼中的倔强逐渐被无奈取代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听从你的吩咐，你就会把这个项圈摘了吗？慕平满意地点点头。放心，只要你讨得我的欢心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慕平伸手在项圈上注入一丝灵力，项圈由黑色变成虚无，让人无法察觉。叶清雪感觉自己的灵力逐渐恢复，眼神中又浮现出杀意。叶清雪，项圈还戴在你的脖子上，只不过别人察觉不到了。还有，这个项圈让我为主，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，项圈会将灵力锁死，你就会真的修为尽失。叶清雪胳膊无力地垂下。慕平拍了拍叶清雪的肩膀。好了，跟我走，我带你见一下你的徒弟。叶清雪跟在慕平的身后，眼神复杂，也微微松了一口气。这个男人暂时并没有侵犯她，也算是万幸了吧。现在她的情况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，甚至她都不敢让玄灵宗其他人知道，包括那些内门长老和掌门。
这个项圈他们也没有摘下的能力，他们只会看他的笑话而已。叶清雪又看了一下前面的男人，穆公子，这个姑娘跟你什么关系？穆平淡淡的一笑，没什么特殊的关系，就是这姑娘陪我睡了一觉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总得为她做点什么，她希望拜你为师，我就答应了。叶清雪暗骂一声，不要脸，靠身体勾引男人获取资源，跟妓女有什么区别？不过这不要脸的女人这一觉睡得真值。穆平好像感觉到了叶清雪的心思，虽然只是睡过一觉，但毕竟是我的女人，如果我发现你们欺负刁难她，或者对她说三道四，我会惩罚你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叶清雪小声说完，马上捂住自己的脸，自己啥时候对一个男人如此低声下气过？他在做什么？不一会，两人来到明月阁，走到柳岩的房间，穆平推门而入。柳岩看到穆平进来，直接扑进他的怀里。主人，奴婢想死你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穆平身后的叶清雪眼神复杂，摸了摸脖子上的项圈。难道他的结局跟这个女人一样吗？穆平拍了拍柳岩的脑袋，你不是要拜师吗？我把人带来了。柳岩抬头往穆平身后看了一眼，看到站在他身后的红衣女子，正是外门第一美女长老叶清雪，眼神中有些惊喜，又有些怯懦，慌忙从穆平怀里钻了出来，脸色羞红的对着叶清雪施了一礼。见过叶长老。叶清雪面无表情的看着柳岩，被穆平瞪了一眼，身子微微一颤，脸上柔和了一些。不用客气。柳岩小步挪到穆平身边，低着头不敢正视叶清雪，毕竟叶清雪的弟子都是他仰望的存在，叶清雪在他的眼中是天大的人物。穆平看出柳岩的窘迫，将柳岩一把搂了过来。柳岩羞怯的想挣脱，但是挣脱不开。叶清雪就在旁边，她不但修为差，天赋差，这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这样的，这还想拜师？穆平看到叶清雪面色不悦，淡淡的道：叶长老，我给你找的徒弟还满意吗？叶清雪眉头紧皱，满脸嫌弃的挤出一丝笑容。穆公子推荐的，一般来说应该或许不会差。穆平拍了拍柳岩，妍妍，听到了吗？叶长老非常认可你，以后叶长老就是你的师傅了。柳岩没有听出一点认可的意思，拽着穆平的胳膊小声道：主人，叶长老真的肯收我为徒吗？明天的收徒仪式，那么多比我优秀的弟子，我如何能竞争得过？穆平抬头看着叶清雪说道：妍妍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是叶长老的关门弟子，不需要参加收徒仪式。叶长老，我说的对吗？叶清雪险些当场吐血，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收过关门弟子，因为没有碰到过资质绝佳的人选，这也是他的一块心病。这男人不但让自己收这个资质如此差的人为徒，还是收关门弟子爱，也许关门弟子也好，心病没了，不过心也一块没了。但是没办法，是他现在受制于人，没有别的选择。没错，穆公子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见叶清雪要收他为关门弟子，柳岩眼眶微红，激动的有些发抖，险些哭了出来。谢主人，谢叶长老。说完就要给叶清雪下跪行礼。穆平一把将柳岩拉了起来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不需要给别人下跪。柳岩和叶清雪都是一愣，叶清雪没想到这个男人护短到如此程度，跟这个男人睡了一觉，真的就这么管用。她实在不想和这种人待在一起了，太气人了，她都有些嫉妒。掏出一块令牌递给柳岩，准备下，明日直接来丹殿外门找我。是，师傅。柳岩接过令牌，兴奋地应了一声。叮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岩对宿主好感度提升至80点，反馈修为不足以让宿主升级，宿主加油哦。穆平也不以为意，也没指望能反馈多少修为，或许100点好感度才有点价值。他对另外一件事情更感兴趣，哪天拿下叶清雪，他跟叶清雪和柳岩师徒两人一起玩耍的场景，两个女人并排，应该别有一番风情。穆公子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叶清雪的话打断了穆平的思绪，穆平随口应道：叶长老，你回去吧，我有时间会去找你的。叶清雪转身离开，但走出几步，忽然脚步一停，又回头看一眼穆平，一副恳求的神色。穆平想了想，掏出一个小瓶子扔给叶清雪：叶长老，好好管教你的侄子，要多行善事，不可再作恶了。这个人说多行善事。叶清雪接过瓶子，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穆平，然后转身下楼，正巧碰到迎面走过来的一个白衣女子。这个白衣女子叶清雪认识，内门弟子韩清瑶。韩清瑶见到一身红衣的叶清雪，有些疑惑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对叶清雪施了一礼：叶长老。叶清雪微微点了点头。见韩清瑶过来，穆平招了招手：韩姑娘来得正好，正想去找你呢。叶清雪回头又狐疑地看了一眼穆平，瞅了瞅韩清瑶的脖颈，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项圈，眼神复杂。韩清瑶回头瞅了一眼叶清雪，似有难言之意。叶清雪心领神会，眼神中出现一抹异色，快步走开了。穆公子，叶长老来找你做什么呢？
看到叶清雪走远，韩清瑶疑惑地问道。穆平笑了笑，没事，就是随便聊聊。韩姑娘对叶长老很了解吗？了解一点，不过今天叶长老穿的红衣，我听说叶长老习惯穿白衣，每次穿红衣都是要见血的，今天会不会哪个人惹到叶长老了？韩清瑶神秘的道。穆平一副惊诧的表情。是吗？你是不是对叶长老有误解？今天一直挺和气的，传言未必可信。韩清瑶疑惑的点了点头。或许吧。对了，你进内门的事情我问了师傅，师傅本来不想开这个先例的，我可是把你一顿乱夸，说我都不是你的对手，软磨硬泡，师傅终于肯破例。不过韩清瑶似有难言之意。韩姑娘，不过什么？师傅说要亲自考核你一下才行，我师傅很严的，他说的考核我们这些弟子都不一定通过，而且考核过程中受伤或者出现别的意外，你得自己负责。看着韩清瑶一脸亏欠的样子，穆平轻笑了一声。没事，韩姑娘，我不在意。韩清瑶勉强笑了一下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找下关系，今年你先进外门，明年再比试进入内门。穆平看着韩清瑶傻傻的样子，差点笑出声来。我是说，我去见你师傅，体验下你师傅的考核。韩清瑶惊讶的捂了捂嘴。穆公子，我师傅很凶的，特别是对男弟子，我收了你的东西，没帮你办成这件事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你千万别犯傻了。穆平淡然的一笑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你师傅是谁？莫玄音。玄灵宗剑道魁首莫玄音。是的。穆平一脸惊喜。莫玄音是玄灵宗美艳与狠戾为一体的女人，外号玄灵宗女罗刹，按系统尿性应该是一个级别不低的气运之女。韩姑娘，我们走吧，去见一下你师傅。韩清瑶有些不可置信，这男人是不是对他师傅的名声理解的有误会？韩清瑶的本意是让他师傅说句话，帮穆平争取一个名额。他师傅最后说到考核，实际上就是拒绝的意思了，因为他师傅莫玄音只收女弟子，从来不收男弟子，不说别的男弟子，就是别的内门男长老，他师傅都从来不假辞色。考核说直白点，就是想死可以来找我，不想死就滚远点。韩清瑶都有些后悔说这件事了，直接说没办法多好啊，因为他觉得穆平这个人不错，虽然长得不务正业的样子，主要是出手大方，他还想从他这再搞点丹药呢。穆公子，我觉得还是不要了，我师傅真的特别凶，下手不留情面，特别是对男人，进入内门是小，性命是大。韩姑娘，不瞒你说，我这人就喜欢挑战，享受危险，特别是这种刺激的挑战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想试试。穆平淡淡的一笑，脸色平静，一副生死置之度外的样子，并默默地在系统里买了一张传送符传。看着穆平那风轻云淡的样子，韩清瑶有些呆愣，这就是英雄的样子吧？男人无所畏惧的样子还挺帅的。丁，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女韩清瑶对宿主好感度提升20个点，目前好感度20点，已为宿主反馈修为，宿主修为提升至聚气9重。穆平心下一喜，又被他装到了一回，对着韩清瑶摆了摆手。韩姑娘，我们现在走吧。这时柳岩拉住穆平的胳膊，一副不舍的表情。主人，奴婢也觉得太危险了，一定要去吗？必须得去。韩清瑶一下愣住了，奇怪地看着两人。你喊他主人，你们到底是啥关系？不是未婚夫妻吗？韩清瑶还专门给了柳岩一个眼神，好像在说，如果你是被强迫的，你就眨眨眼。穆平尴尬地挠了挠头，这次真不是他的事，都是柳岩非要给他为奴为婢，劝都劝不住。这女人明显是看他好欺负，赖上他了。穆平偷偷地拉了一下柳岩的衣服，柳岩心领神会，一脸醋意地瞪着韩清瑶。我和我家主人是什么关系？好像还轮不到韩姑娘来管吧。还有，我提醒韩姑娘，不要打我家主人的主意，就算你想给我家主人当婢女，也是我做大，你做小。韩清瑶脸色一寒，有些鄙夷地看着柳岩，冷冷一笑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内门弟子都没有柳姑娘这么好的雅兴。没有最好。柳岩紧紧抱着穆平的胳膊继续道。主人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他就算跪下求你，你也不要心软收了他。穆平一脸黑线，拍了拍柳岩的胳膊。好了，收拾一下，明天去丹殿吧，我有空会去看你的。玄灵宗内门，穆平和韩清瑶并排而立，站在那云雾缭绕的间隔之前，四周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偶尔听见树叶沙沙作响。穆公子，现在走或许还来得及，你当真要见我师父？面对韩清瑶再一次的劝告，穆平一脸淡然。既然来了，怎么可能再回去？我穆平走的每一步都算数。随着吱嘎一声，间隔的大门缓缓打开，韩清瑶微微叹了一口气。穆公子，我最后……只是他话还没有说完，穆平就已经大步朝前走去，韩清瑶只得快步跟了过去。进门后，两人经过一条几百米的走廊，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大厅。大厅内部暗黑系的布局让人感觉十分的压抑。穆平用虚瞳之术扫视一圈，四周空间布满来了密密麻麻的符文，
整个大厅被布满了禁制。穆平心中感到了一丝的不安。系统，传送符篆在这里有效吗？叮，此处空间被阵法禁锢，传送符篆在这里是无效的。穆平心中一惊，这剑阁果然恐怖如斯。系统，有破局之法吗？叮，一品破空之刃可以撕裂低等级的空间禁制，需要系统金币100点。买了。叮，宿主购买一品破空之刃一把，消费系统金币100点。有了保命的装备，穆平心情舒展了不少。这时，一道清冷的身影从剑阁深处缓缓走出，大厅内的气氛更加的压抑。韩青瑶低着头，对着来人躬身施礼，稍稍拉了拉穆平的衣服。穆平依然镇定自若地站在大厅之中，抬头审视着这个玄灵宗的传奇女人莫玄音。莫玄音身着一袭黑色的紧身劲装，将她那曼妙的身姿勾勒得淋漓尽致。劲装之上绣着银色的剑纹，闪烁着冰冷的光泽，仿佛每一道纹路都蕴含着无尽的剑意。莫玄音的面容绝美而冰冷，一双眼眸透着无尽的冷漠与威严，让人不敢直视。冰冷的眼眸看了一眼穆平，透着浓浓的杀意。青瑶，你跟随我多年，应该是了解我的，竟然还带男人过来，他死在这里，岂不是弄脏了我剑阁？韩青瑶两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师父息怒，穆公子只是仰慕师父威名，想见一下师父，还望师父饶恕他一次。果然是个冷酷的女人。穆平动用虚瞳之术，在莫玄音全身上下又打量了一遍，通过莫玄音的衣服，全身上下尽收眼底，惊奇地笑了一下。身材还很有料，竟然还有特殊的爱好，这样的女人应该别有一番风味。丁，检测到地级气运之女莫玄音，修为通神境2重，剑术修为境界剑心通明，宿主是否绑定？绑了。穆平没有任何犹豫。丁，恭喜宿主绑定气运之女莫玄音。莫玄音对宿主好感度为-90点，暂时无法为宿主反馈修为。-90点。穆平没想到这女人对他杀心如此之重，还有10点的加分项，应该是自己还算比较帅。这时莫玄音对上穆平，好似能拨开他衣服的那猥琐目光，眼中杀意更浓。来人，将这贼子关入地牢，把剑阁的刑具都给他用上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随着莫玄音的一声令下，大厅内闪出了2名白衣女子，走到穆平身后不远处。穆平扫视了一下，2个女子都有聚气6重的实力，比韩青瑶还要高上不少。师父，穆公子只是想见一下师父，弟子恳请师父开恩，饶恕他一次。韩青瑶一边跪在地上恳求，一边拉着穆平的衣服，示意他快跪下。穆平轻轻拍了拍韩青瑶的小手，一脸微笑的看向莫玄音。莫仙子，就算想要杀了在下，也得给个由头吧，毕竟青瑶姑娘让在下前来，是来接受考核的，不是来接受拷打的。莫玄音冷笑一声，这时候还在油嘴滑舌，倒是有几分胆色。不过既然你来了这剑阁，是考核还是拷打，却由不得你了。说完，对着穆平身后的2个白衣女子道：还不把他拿下？你们还在等什么？2女听到命令，快步走上前去，就要将穆平擒住。穆平神色一凛，身上忽然气势骤增，2女直接被震退10几步，险些站立不稳而摔倒。韩青瑶一惊，有些奇怪地看着穆平，没想到穆平竟然有如此实力，他竟然毫无察觉。莫玄音眼神中也带着一丝惊讶，不过立刻恢复平静，赶来见我，果然还是有点本事的。不过你不会觉得就这点本事，本座就奈何不了你吧？穆平对着莫玄音微微拱了拱手。莫仙子，在下来见你，只是想领略下莫仙子的绝世风采。莫仙子这样的美人，在下爱护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与你为敌？放肆，敢对师父出言不逊！2名白衣女子出声喝道，做事又要对穆平出手。退下吧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莫玄音好似并没有生气，轻声让2名弟子退下。莫玄音又看向穆平，爱护？本尊第一次听到有人要爱护我，本尊需要爱护吗？当然，只要是人都需要爱与被爱，否则人和石头又有什么分别呢？莫仙子是一个女人，还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自然是需要被人爱护的，尤其是需要男人。如果莫仙子不介意，我倒是可以关爱你一次。穆平一脸猥琐地说着，看似风轻云淡，实则内心慌的一批。莫玄音既然有特殊的爱好，必然属于那种欲求不满的女人，最需要男人关爱，却又怕别人知道她的需求，所以外在就会表现得越讨厌男人。这种女人脾气异常暴躁，非常不稳定，让人难以捉摸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种女人最讨厌顺从的男人，希望找到那个征服她的男人，越强势反而还有一线生机。穆平系统空间中的破空之刃和传送符篆都已经准备到位，随时准备跑路，以防万一。这时韩青瑶跪在地上不敢说话了，他现在不是担心穆平了，是在担心他自己。穆平对他师父说的这些话，死10次100次他都不会觉得奇怪，他自己怎么办？他真怕他师父把余怒发泄到他的身上，毕竟穆平是他带来的。青瑶姑娘，要不你先出去吧，我跟莫仙子有些事情需要单独谈一下。听到穆平话，韩青瑶心下感激，
这男人虽然狂妄，可是却能独自承担后果，不想连累他。但韩清瑶跪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，抬头惊恐地看着莫玄英。清瑶，你出去吧。是，师傅。听到莫玄英的话，韩清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，站起来缓缓地退了出去。屋内只剩下莫玄英和穆平两个人，气氛变得更加的压抑。莫玄英一步一步地轻轻地朝穆平走过来，脸上的笑意却让人不寒而栗。不得不说，你真的令我刮目相看，连我你都敢觊觎。通神境强者，玄灵宗恐怕只有宗主可以稳压他一头。如果他突然出手，自己即使有破空之刃和传送符传，恐怕也会难逃一劫。面对莫玄英的步步紧逼，通神境的威压让穆平有些透不过气来。虽然心脏狂跳不止，脸上依然平静如水。莫仙子，你这样的美人，这玄灵宗哪个男人不觊觎？如果有男人对你没想法，只能说他不算个男人，只不过他们不敢说出来，我这人比较心直口快而已。莫玄英突然笑了出来，哈哈，你这人倒是实在，不过除此之外，跟那些其他的男人也没什么分别。你成功让本座对你有了点兴趣，本座可以为你破例一次，让你自己选择一种死法。穆平一脸坏笑，打量着莫玄英凹凸有致的身体，咽了一口口水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死在莫仙子的床上才算是死得其所。莫仙子觉得这死法怎么样？莫玄英脸上浮现出杀意，身上气息骤然增强，整个屋内的时间仿佛停滞。果然是不知死活的男人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送你去地下风流吧。不过莫玄英虽然嘴上说的厉害，但并没有立即动手，似乎要看看穆平临死前的反应。穆平知道自己说话有些过了，双手一举，莫仙子，且慢。莫玄英冷笑一声，刚刚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当真不怕死呢。穆平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莫玄英，再下来见莫仙子，想送给莫仙子一份薄礼，先看下礼物，再决定是否杀了在下。莫玄英接过盒子，打开一看，两眼放光，不过是一闪而过，有些奇怪地看向穆平。送给本座的这是什么东西？有什么用处？穆平指着盒子里的那根几尺长的黝黑铁棒，饶有兴致地介绍道：这件兵器名为擎天如意棒，乃是天外神兵，棒身有震慑心神的作用，还附带闪电。还有更实用的是，这擎天如意棒可以跟随主人的心意变换大小，也可以随意变换形状，比如可以变成狼牙棒、双节棍，还可以随主人心意自己活动。莫玄英脸上闪过一丝异色，饶有兴致地拿起那根擎天如意棒，仔细地端详着。这擎天如意棒可以认主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莫仙子将血滴到上面，擎天如意棒就会认你为主。穆平眼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金光。好了，这礼物我收下了，你当真了解我的心意，不过就是知道的有点多了。莫玄英眼中寒光一闪，抬起了手掌。叮，恭喜宿主赠送气运之女莫玄英擎天如意棒成功，返还玄冰圣甲一副。系统声音传来，穆平心中一喜。玄冰圣甲有什么作用？叮，可以抵御通神境以下修士攻击，抵御通神境修士攻击80%伤害，而且可以反击攻击者60%的伤害。系统急人之所需，这正是他现在急需的防御法宝。系统，速度给我穿上玄冰圣甲。感觉身上一凉，穆平通过系统自动穿上了玄冰圣甲。玄冰圣甲刚刚穿好，感觉莫玄英一掌打在了他的身上，穆平倒飞了出去了10几米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五脏六腑被震得错位一样难受，幸好他有太虚神体，恢复力极强，并无大碍，这还是只受到了2成的伤害。如果不是玄冰圣甲，估计他已经被一掌打死了。穆平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，爬了起来，怒视着莫玄英：小娘们，就这点本事，老子以为你多厉害呢！受了他全力一击，竟然能够站起来。莫玄英也是一愣，捂了捂自己的胸口，强忍着没吐出鲜血，脸色还微微泛起些红晕。没看出来，你这男人还是有点东西的，竟然能受我一掌不死。既如此，今日暂且放过你，你走吧。穆平懵了，这女人这么轻易的就放过自己了，哪都感觉不对劲。穆平用虚瞳之术在莫玄英身上探测了一下，心下一惊，这女人中毒了，还是春意蚀骨散。估计这女人一直用自己灵力压制毒性，但刚刚由于对自己出手，动用灵力太多，还被玄冰圣甲的反震之力所伤，体内的毒性压制不住了。她那特殊的爱好也并非纯粹的爱好，估计也和这春意蚀骨散有关。看样子，莫玄英这女人已经无力再对她出手，反客为主的时候到了。穆平笑呵呵地朝莫玄英走过去。莫玄英神色一紧：我饶你一命，还不快滚！当真想死吗？穆平猥琐的一笑，拍着自己的胸脯：我今天来就是想找死的，不如莫仙子就成全我吧，朝这里打。莫玄英脸色红晕更甚：你不是想要进内门的资格吗？我答应你了，你快给我滚！穆平依然带着猥琐的笑容，慢慢的朝莫玄英走过去。听说莫仙子一向杀伐果断，面冷心狠，
今日怎么会脸红？莫不是见到我风流倜傥的样子，心动了吧？心动不如行动，你如果太空虚，我可以勉为其难的帮帮你。穆平的话让莫玄英有些怒火攻心，他手掌一伸，屋顶一把短剑飞过来，落在他的手里。莫玄英拿短剑指着穆平，眼睛变得通红，红晕的脸上又出现了浓浓杀意。贼子，你当真认为我杀不了你？莫玄英的短剑上散发着金色的光泽，剑身符文闪烁，打出阵阵剑鸣。穆平心下一惊，赶紧停下了脚步。以莫玄英的性子，如果他一再相逼，估计会跟他鱼死网破。莫仙子，我略懂医术，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中了春意蚀骨散，而且毒性已经侵入五脏六腑，难以根除。我的擎天如意棒虽然能够一时应急，比你现在身上的东西好用很多，但终究治标不治本。莫玄英听到穆平把他的隐疾说了出来，还说出了他缓解毒性的方法，竟然还知道他现在身上。莫玄英脸色羞红的不成样子，这么难以启齿的事情竟然被一个男人点破，他想杀了这个男人，但却力不从心。莫玄英死了的心都有。莫玄英举着剑，娇躯微微颤抖，丰满的胸脯起起伏伏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穆平，快滚，否则我就算生死道消也要杀了你。穆平不以为意，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大有赖着不走的架势。莫仙子难道不想解毒，要被这春意蚀骨散折磨一辈子？看着穆平直接坐下了，莫玄英感觉想哭，他现在体内的毒性已经很难控制了。你快滚，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。穆平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事情。难怪，原来莫仙子喜欢这种身心舒爽的感觉。我有解这春意蚀骨散的法子，本来还想着给仙子解毒呢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穆平叹口气，拍了拍屁股站了起来，就朝门外走去。当穆平快走出门口的时候，莫玄英终于忍不住喊了一声：你真能帮我解毒？穆平转过头看着莫玄英那期盼的样子，一脸得瑟。法子我自然是有，不过要看莫仙子之后的表现了。顺便提醒下莫仙子，我喜欢温顺的女人。莫玄英身上早已被汗水湿透，紧身衣下那丰满的娇躯隐隐能看到里面的轮廓。刚刚的那一击耗费了他太多的灵气，而且穆平身上还有反震之力，这一掌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，身上的毒性已经有些压制不住了。莫玄英紧咬着嘴唇，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顺着红晕脸颊滑落，紧咬的牙关终于挤出了一句话：只要你能帮我解毒，我也会很温柔的。穆平哈哈大笑，哈，原来莫仙子也会求人，也会很温柔。不过在下今天没时间，想让我帮你解毒的话，明日让韩青瑶来找我。今日不行吗？莫玄英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求。今日不行，我今天没兴致。如果莫仙子实在忍受不住，擎天如意棒可以帮你缓解。穆平轻飘飘地留下一句话，走出了剑阁。莫玄英拿起盒子，取出那根擎天如意棒，划破手指，鲜血滴了上去。看着那栩栩如生的擎天如意棒，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，急切地走进了浴室。穆平刚走出剑阁，在剑阁外面等候的韩青瑶一脸惊讶地跟了上来。穆公子，你没事？我师父没有为难你吗？穆平对着韩青瑶很自然地笑了笑。没事，传言太不可信了，说莫仙子是玄灵宗女罗刹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莫仙子人还是挺温柔的，还特别有女人味。我们很愉快地聊了一会天，他也同意帮我拿到境内门的名额了。韩青瑶一脸的不可置信。穆公子，你是不是对女人味有啥误解？你说我师父有女人味，我怎么从来没感觉到呢？你感觉不到就对了，女人味展示是给男人的看的，又不是给你的。可是我也从来没见过我师父对男人有过好脸色。韩青瑶还是一脸不信。穆平笑着摆了摆手，青瑶，你还没经历过男女之事，有些事情还不懂。你师父实力再强，脾气再大，她也是女人，也需要男人，只不过一般的男人入不了你师父的眼，她不喜欢软的男人，喜欢强硬的男人，能征服她的男人。韩青瑶翻了个白眼，但心里还是暖暖的。穆平竟然喊她青瑶，说明他把她当作朋友了，以后给她要修炼资源岂不是更方便了？你说的也对，我师父的眼岂是一般男人能入的？不过听你的意思，我师父喜欢你这样的男人，敢当众调戏他的男人。穆平用手轻轻地撩了一下头发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长得丑的男人叫调戏，像我这样一表人才、风流倜傥的男人，那叫调情。再强大的女人，看起来再霸气的女人，遇到我也只能乖乖的读拼音。韩青瑶轻啐一口，呸，不要脸，读拼音是啥意思？穆平神色凝重，是一种很高深的功法，这种功法由内而外，好似一种来自心灵的呼唤，但只能自己体会，日后你自然就懂了。韩青瑶没好气地瞪了穆平一眼，不说算了，我去问师傅，看你这样子，我师傅应该不生我的气了。说着，韩青瑶就要朝剑阁里面走去，穆平赶紧拦住了他。青瑶，现在还是别进去了，不瞒你说，我今天之所以没事，是因为送了你师傅一件礼物，他比较喜欢，所以才放过我。
韩清瑶一脸嬉笑地看着穆平，就知道你刚刚骗我，终于说实话了，送的什么礼物，竟然能打动我师父。不瞒你说，很多男长老给我师父送礼，他都没收过。穆平一脸神秘，那些男人都不解风情，送的礼物都入不了你师父的眼，我送的礼物不但能入你师父的眼，而且能入他的双眼，他自然是爱不释手。韩清瑶好奇心大起，到底是什么神奇的礼物，跟我说说呗。穆平面露难色，这是我跟你师父的秘密，不能告诉你，你不告诉我，我直接去问我师父。韩清瑶说着就要往屋内走，穆平一把拉住他的胳膊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莫玄英估计正在迫不及待地研究擎天如意棒的用法，这美丽的画面估计会有些炸裂，还不适合韩清瑶看到。清瑶，在告诉你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韩清瑶停了下来，看穆平紧张的样子，他更加确定穆平还在骗他，他师父饶过一个男人哪有那么简单，不知道刚刚做了多少糗事，给师父下跪求饶，还是其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。一脸八卦的样子看着穆平，好吧，你问吧。莫仙子最近有没有跟厉害的人物交过手？韩清瑶若有所思，没有啊，在玄灵宗除了宗主，没人是我师父的对手，也没人敢招惹我师父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清瑶，这件事很重要，那再往前呢？穆平一脸郑重地问道。看着穆平郑重的样子，韩清瑶又想了想，再往前就是1个多月前正魔大战，当时我们玄灵宗的对手是十月殿，双方大战几天，最后十月殿败退，师父和宗主打入了十月殿追击残余势力，但并没有彻底消灭十月殿，师父受了些伤，回来后闭关了很久。穆平淡淡的说道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如此。韩清瑶不解地问道。事情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了，师父的伤也都好了，这件事跟你今天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吗？穆平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当然有关系，其实你师父的伤并没有痊愈，所以刚刚你师父想让我帮他治疗伤势，我送他的那件礼物恰好可以缓解他的伤势。韩清瑶神色一惊，师父伤还没好，他现在怎样了？暂时没什么大碍，不过他现在应该在闭关疗伤，你暂时不要去打扰他。韩清瑶点了点头，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面色惨白。清瑶，怎么了？几日前接到消息，十月殿7日后要来玄灵宗挑战，要报上次大战惨败之仇。我本来还觉得是十月殿自不量力，现在看来他们应该是知道师父受伤的事情，是有备而来。韩清瑶说着身子都有些发抖，看着韩清瑶那恐惧的样子，穆平十分不解。玄灵宗不是还有宗主吗？难道还全靠你师父一个人？宗主也在那次大战后跟师父一起受伤了，这1个月都在闭关，估计伤势跟师父差不多。正魔大战后，我们玄灵宗就宗主和师父2个通神境，如果他们2个都有伤在身，我们根本不是十月殿的对手。感受到韩清瑶的惊恐，穆平将他搂过来拍了拍，看你吓的，十月殿有这么可怕吗？韩清瑶依偎在穆平的怀里，我们玄灵宗跟十月殿对抗上百年了，互有胜负，这些年被十月殿擒住的弟子，男弟子直接被残忍的杀害，女弟子会被他们用各种非人的手段侮辱折磨，满足十月殿那帮人变态的欲望。穆平抚摸着韩清瑶的脑袋，清瑶，难道你见过？怎么会这么害怕？见过，我那次不小心被十月殿的人抓了，看到过他们怎么折磨玄灵宗的女弟子，如果不是师父冒着危险将我救了出来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。韩清瑶有些语无伦次。穆平一边紧紧地抱着韩清瑶，一边思考着下一步计划。听说玄灵宗宗主洛灵溪美艳不可方物，中了这种毒弊并十分空虚难耐，需要他去解救。轻轻地拍打着韩清瑶的后背，清瑶，放心吧，我有办法医好你师父的伤。你说宗主也受伤了，他在哪？可以带我去见他吗？系统需要春意石骨散的解毒方法。丁，系统无能为力。这垃圾系统，穆平一脸无语。丁，天命之女或许有办法解决。宗主闭关后，除了师父去过几次，不见任何人。韩清瑶轻声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明日先给莫仙子疗伤，宗主这里日后再说吧。这种事也在穆平的意料之中。洛灵溪作为玄灵宗宗主，还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中了这种毒，肯定不想见别人，如果被人发现端倪，岂不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？根据系统的特性，洛灵溪应该属于地级气运之女，是穆平要绑定的重要对象。不过他闭关必定设置了重阵法，他要私自闯进去也并不容易。不急，明日帮莫玄英解了毒之后，莫玄英自然会带他去见洛灵溪。出来有一段时间了，不知道楚若把那个蒙面女人审问的怎么样了。和韩清瑶告辞后，穆平返回了丹云阁。楚若，你不过是一个贱毕生的贱人，贱人永远也改变不了。穆平刚走进丹云阁密室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声，紧接着就是鞭子打在身上的声音，啪啪直响。走近一看，楚若正用皮鞭疯狂地抽打着那个蒙面女人，女人身上一道道血痕
黑色的衣服上格外显眼，但女人就是咬着牙一声不吭。楚若只是疯狂地抽打着。若儿，歇一会吧。慕平走过来，一把抓住楚若的小手。楚若见是慕平回来了，眼睛一红，扑到他的怀里，差点哭出声音。挨打的还没哭，你这打人的哭了。楚若小粉拳打在慕平身上，还说你怎么才回来？这个女人嘴好硬，怎么打都不着，她还骂我。慕平在楚若的后背上拍了拍，你这审问方式就不对，你见谁家拷打是穿着衣服的？楚若犹豫了一下，仰着脸看着慕平，公子真厉害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慕平在楚若的脸上捏了一下，佯怒道，好了，若儿，别装了，你不就是怕给我留下恶毒的印象，一直在克制吗？我了解你们女人，对待仇人比我们男人很多了。楚若脸色一红，瞎说，若儿不是那样的人。这时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女人挣扎的大吼，狗男女，少在这卿卿我我，有本事直接杀了我，别浪费功夫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楚若眼中金光一闪，走过去直接抽了女人2个耳光，拿出一把匕首在女人脸上比划着，贱人还敢辱骂公子，别着急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女人一脸镇定的样子，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，少啰嗦。楚若用匕首顶着女人的下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女人脑袋偏向一侧，不理会楚若。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好心给你取一个名字吧，你这一身黑衣服还喜欢骂人，不如就叫小黑狗吧。楚若转头看向慕平公子，你觉得这名字怎么样？慕平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挺符合这件人的特点的，不过我还是喜欢看小白狗。楚若白了慕平一眼，心领神会，拿匕首划着女人的衣服，不一会，女人变成了一只小白狗。女人一脸羞愤，但咬牙一言不发。小白狗，既然你不说话，那就把你嘴堵上，我们一步步慢慢来。随着楚若一步步的动作，一旁的慕平都感觉头皮发麻。楚若平时一副温婉的样子，动起手来也是太狠了，还很有创意。1个时辰后，楚若拿来堵在女人嘴里的抹布，还没等她问，女人已经忍不了了，求你别再折磨我了，我都说，叫什么名字？程玉，是哪里人？程玉犹豫了一下，被楚若瞪了一眼，说道，十月殿。十月殿。楚若一惊，我与十月殿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来杀我？我只是接到命令，奉命行事，只知道让我刺杀你，其他的我不清楚。程玉道。这时慕平站了起来，走到程玉旁边，甩了他一个耳光。贱人，你觉得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？若儿，你还是继续吧。看着楚若又要用刑，程玉身子一颤，哀求道，不要再折磨我了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都是真的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公子，你觉得他说的可信吗？楚若看向慕平，慕平思量了一下，盯着程玉的眼睛，你是十月殿的人，可是十月殿没有任何理由杀楚若，所以你接到的并不是十月殿的命令，我猜测你背后应该还有其他的势力。程玉眼神躲闪，不敢直视慕平的眼睛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若儿，既然他不知道，你就让他知道。看到楚若手上的刑具，程玉浑身颤抖。我说，丹云殿的命令。楚若忽然脸色冰冷，丹云殿是谁下的命令？殿主的命令。不可能，我爹爹虽然不喜欢我，但也不可能要杀我。你在撒谎。楚若眼睛通红，用手紧紧地掐着程玉的脖子，歇斯底里的怒吼。过了良久，慕平拍了拍楚若的肩膀，松手吧，他已经死了。楚若转过身来，趴在慕平的肩膀上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公子，你说真的是我爹爹要杀我吗？虽然他不想认我这个女儿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，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期望就是他能够认可我。慕平轻轻地拍打着楚若的后背。程玉说的未必是真话，就算程玉说的都是真的，也很有可能是别人假冒的你爹爹的命令，但有一件事非常确定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楚若疑惑地看着慕平，公子，你说，你的身份肯定不是你所知道的这么简单，所有的问题根源是你的身世。我的身世？楚若喃喃地说道，没错，你是身世，或者说你的命劫。身世？命劫？公子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慕平轻声安慰道，我也不清楚，玄灵宗这边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，等这件事结束了，我陪你回一趟丹云殿，这件事我会帮你查清楚的。楚若紧紧地抱着慕平，谢谢公子。不过突然之间，慕平在原地消失。梨儿，我不在，你睡得挺好啊。苏洛离睡得正香，听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声音传来，猛然睁开眼睛，看到魔帝就坐在他的床边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苏洛离看到坐在床边的男人，不经意地裹了裹被子，顺便用灵瞳查看了一下他的修为，心下一惊，聚气9重，魔帝竟然修炼到了聚气9重，不到1天的时间，这男人到底祸害了多少女人，身体承受得住吗？
他是属狗的还是属驴的？属啥的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估计又要被这男人惩罚了。跟这男人的这些天里面，他的屁股最大的用处不是坐着，而是矮板子，红得快跟猴子差不多了。苏洛离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小手抓着穆平的胳膊。明渊，你回来了，离儿做梦都在想你。穆平淡淡的笑了一声，一只手伸进被子里。是吗？想着跟我比试，还是想着吸收我的修为？苏洛离身子一颤，想到了什么，眼神一亮，双手抱着穆平的胳膊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委屈巴巴看着穆平。主人，你修为提升这么快，离儿心里着急，跟你修为越拉越远，真怕有一天主人嫌弃我不要我了，所以才想着用这个法子跟主人拉近点修为差距。穆平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给苏洛离擦拭着眼泪。离儿，原来是我错怪你了，我还以为你吸收我的修为是为了对付我呢。苏洛离有些气恼的在穆平身上打了几拳，又坐起来，脑袋将靠在穆平的身上。主人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离儿的身子早就给了主人，这辈子都是主人的女人。穆平抱着苏洛离柔软的身子，轻轻的给她梳理着头发。离儿，可是我还记得你说要跟我比试，还说要胜者为主，败者为奴。苏洛离身子一紧，略微沉吟了一下。主人，你也知道，离儿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？毕竟之前的主仆关系是主人强迫离儿的，这次是离儿主动提出的，离儿要堂堂正正的做主人的婢女，也好让主人放心。苏洛离跪坐起来，双手挂在穆平的脖子，含情脉脉地看着他。穆平此刻只想就这样抱着苏洛离，享受这让人难以拒绝的温存。他现在深刻地理解了红颜祸水的含义，明知道女人只是逢场作戏，欺骗自己，却甘之如饴。他上辈子死在女人手里，真的一点都不冤不过。他需要现在的状态，迷失在苏洛离温柔乡的状态。适当的时候再找个机会让苏洛离再吸一波修为。苏洛离主动的时候，那感觉真的太爽了。想到这，穆平在苏洛离的鼻子上轻轻刮了一下。好了，你这小妖精，这次的事情就算了。苏洛离抬起头在穆平的脸上吻了一下。我就知道主人对离儿最好了。看着穆平陶醉的样子，苏洛离心中暗喜。这么多天相处下来，这魔帝最大的弱点就是看不得女人，装可怜撒娇。只要他好好利用这一点，迷惑这个男人，说不定他会傻乎乎的主动让他吸收修为。想到这里，苏洛离脸上满是笑意。穆平看着怀里笑靥如花的苏洛离，忍不住在他的小嘴上亲了一口。离儿，我这次回来是有件事要问你。明渊，你问吧。你了解春意蚀骨散吗？苏洛离听了，脸色一红。那是你们魔族专门对付女人的药物，你应该最了解。穆平一脸正色。离儿，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，这种用来对付女人的下流招数，我是坚决不用的。苏洛离轻啐一口。那你问这干嘛？我今天去了一趟玄灵宗，他们宗主洛灵溪和剑道魁首莫玄阴被十月殿的人暗算，中了这春意蚀骨散。我见他们都被这毒药折磨，有些于心不忍，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解毒。苏洛离思索了一会，缓缓地说道：春意蚀骨散中毒后3天之内可以服用解药解毒，或者用特殊的功法将毒素逼出体外，超过3天，毒性就会慢慢渗入经脉骨髓，难以清除，只能依靠自身灵力压制。749天以后，毒素会渗入灵海，再难以抑制，只能沦为欲望的奴隶。怪不得。穆平沉吟一声。明渊，怎么了？苏洛离疑惑。十月殿7天后来玄灵宗挑战，原来是在等春意蚀骨散的药性彻底发作，到时候玄灵宗最强战力洛灵溪和莫玄阴只能沦为待宰的羔羊，玄灵宗其他人就更是不堪一击。苏洛离神色异样地看着穆平。明渊，你是想帮玄灵宗吗？可是你不应该帮十月殿吗？他们才是魔道的人。穆平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神色。我做事向来只论是非，不论立场，这世间正魔本就难分，十月殿为非作歹，我早有耳闻，此次又用卑鄙手段毒害玄灵宗2大高手，如果让他们得逞，将是世间的一场浩劫。我既然遇到了，就不能置之不理。苏洛离看着穆平那一脸正经的样子，狠狠地白了他一眼。不就是看上玄灵宗的那几个女人了吗？还说得如此慷慨激昂。不过不管目的如何，能帮助玄灵宗对抗十月殿也的确是一件好事。离儿，这春意蚀骨散你有办法解毒吗？穆平温柔地问道。苏洛离脸色有些羞红。方法倒是有，不过需要一些特别的手段，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穆平神色一喜。没事，离儿，你尽管说，为了维护正义，击败十月殿的阴谋，即使牺牲我的肉体，我也在所不辞。苏洛离举起拳头在穆平身上捶了几下。你这坏蛋，真不要脸。这就不要脸了，还有更不要脸的事情呢。穆平的手在苏洛离身上乱摸着。苏洛离受不了穆平的动作，只好求饶认真的说道：春意蚀骨散彻底发作之前，本来是无药可解的，
这时候用灵力抑制毒性发作，只能适得其反，唯一的办法是顺势而为。顺势而为？什么意思啊？穆平饶有兴致地问道。苏洛离用手遮了遮羞红的脸颊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在77419天毒性彻底爆发之前，让毒性提前发作。让毒性提前发作，那不是说不用管，顺其自然，日后就好了。穆平想当然地说道。苏洛离听出了穆平的言外之意，白了他一眼。哪有那么简单？让毒性提前爆发，不只是发作，需要用针灸刺激人周身的108处穴位，让毒性找到宣泄口。听起来也不是很难。穆平搂着苏洛离躺在了床上，苏洛离依偎在穆平怀里，小手抚摸着他的身体。方法是不难，难的是需要特殊的功法引导，不然毒素不会全部爆发出来。如果体内还有余毒残留，以后清除就更难了。穆平微微点了头。离儿，那需要什么功法？苏洛离小脸羞红。春心九重浪，春心九重浪，一浪高过一浪。穆平虽然不知道功法的内容，不过一看名字就很是不俗，在苏洛离身体上用力的捏了一把。离儿，没想到你竟然会这种功法，还真是深藏不露啊。苏洛离一脸不平，说到底还不是你们魔道害的，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正道这边有好多修为高深的女子都受到了暗算。你不知道我测试过多少办法，才算是勉强找到了解决之法。穆平在苏洛离额头上吻了一下，就知道我们家里儿最厉害了。不过这春意石骨散毒性爆发，按道理要比正常的毒性发作要猛烈得多。你一个女子是怎么帮别的女人解毒的？苏洛离好像想到了什么，脸色更红了，侧过头不去看穆平的眼睛。我当时只负责用春心九重浪帮他们驱除毒性，毒性爆发后的事情自然要让他们的道侣来做。穆平看到苏洛离侧过头，用手将他的小脑袋扳了过来，看着他的眼睛。离儿，我感觉你有事瞒着我，说详细点，这件事很重要，我们要做全面的准备。苏洛离没办法，只得缓缓地说道。由于毒性爆发的时候，那些女子反应过于强烈，他们的道侣根本承受不住，最后没办法，为了帮他们彻底解除毒性，只能找了其他男子来帮忙。想起之前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，苏洛离羞怯的脸上还带着一丝丝的兴奋。穆平一脸崇敬的神色，都是为了救人而献身的英雄，真是难为他们了。苏洛离轻啐一口，我呸，啥英雄？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对付魔道冲锋的时候推三阻四，碰到这种事一个个自告奋勇，勇往直前，还互相攀比。想起给莫玄英和洛灵溪解毒的事情，穆平也有些头疼。先不说这春心九重浪，他要学会需要很长时间，就这108个穴位他也认不准啊。他一个两世都靠开挂的人，对于这种劳心劳力的事情真的学不来。苏洛离也看出了穆平那忧虑的神情，轻声安慰。明渊，不用太过于担心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一定可以的。苏洛离想了想，对着穆平伸出了3个手指头，拿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3倍的水平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可以找玄灵宗其他的男弟子备用。穆平一脸黑线，在苏洛离身体上狠狠地捏了一把。这小妞想啥呢？她担心的是这件事吗？虽然估计要耗费很大的精力，但这种事她还是有信心的，实在不行她还可以在系统买点补药。至于找别的男人备用，肯定不行，她还接受不了跟别的男人共用一个女人。离儿，我是说我一个人也完不成，你可不可以陪我去？苏洛离心下一喜，不过也有一些担忧。他在这里困了1个多月了，闷都快闷死了，当然想出去看看。可是他的身份太过敏感，露出一点蛛丝马迹，依照他现在的实力，想逃过萧劲和魔道的追杀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就算是魔帝现在的实力，在他们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。魔帝是界体众生，只要自己不说出去，没人可以发现，可是他不行。穆平看到苏洛离忽然变得一脸忧虑，也明白了他的心思。系统，买一件易容面具，最好的那种，最好是任何人都看不出来的那种。丁，宿主，所有的伪装都是伪装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都分辨不出的易容面具，给宿主推荐一款易容面具，圣境以上的人才可能识破。穆平略一沉吟，好，买一个吧。丁，宿主购买上品易容面具1个，消费系统金币50个。穆平将易容面具拿出来，递给苏洛离。离儿，知道你的心思，这个送给你。苏洛离看到易容面具，检查了一下，还是上品的，在玄灵宗这种小宗门，应该不会有人识破。谢谢你，明渊。穆平在苏洛离鼻子上捏了一下。离儿，你跟我还客气啥？再说，你这也是帮我做事。但苏洛离还是高兴的像一个小女孩一样，在穆平脸上又亲了一口。丁，宿主赠送天命之女上品易容面具1个，第一次赠送天命之女礼物100倍返还，返还宿主时空乾坤戒1个。穆平心下一喜，他都忘了还有给赠送返还这事了，早知道送点贵重的东西了。系统，这时空乾坤戒有什么作用？丁，时空乾坤戒是一个极品的空间戒指，
可以存放物品或者供人居住，里面的空间可以放下一座宫殿。时空乾坤戒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戒指里面的时间流速是外面的1成，也就是说，戒指里面待10天，外面才过了1天，非常适合提升人的修炼速度。这戒指果然实用，平常时候它可以让苏洛离住在戒指里，不仅可以提升苏洛离的修炼速度，他不用耗费传送符转，跑来跑去，累了的时候就可以来到戒指了，搂着苏洛离睡觉。就像今天这样，木平将时空乾坤戒拿了出来，仔细端详。木平怀里的苏洛离看着这枚时空乾坤戒，也是两眼放光。明渊，这个戒指是送给我的吗？离儿，你想要吗？木平拿着时空乾坤戒在苏洛离眼前晃来晃去。苏洛离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，一脸的兴奋。想要。明渊，你真的给我吗？木平不怀好意地看着苏洛离。离儿，你这么想要，怎么能不给呢？苏洛离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但已经晚了，男人的手他已经阻挡不住了。啊，你这坏蛋，我没说想要这个，明天还有重要的活动呢，你不留点体力？木平凑到苏洛离的耳边。离儿，你是在怀疑主人的实力？玄灵宗广场擂台，很早，广场上就已经聚集了上万人，热闹非凡，有外门弟子、杂役弟子，还有一些看热闹的劳工。对于外门弟子来说，今天是他们每年最重要的日子。每年一次的外门大比是他们进入玄灵宗内门的唯一机会。虽然进入内门的机会很渺茫，百里挑一的机会，但是依然挡不住他们追逐梦想的热情。有很多人在外门苦练10几年甚至几10年，他们坚信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只要自己努力修炼就一定能够成功。当然也有一些人已经被消磨心灰意冷，不再执着于进入内门，一副摆烂的心态，天天醉生梦死，喝酒泡妞。他们想开了，先苦不一定后甜，但先甜是真甜。木平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混迹于那些劳工之间。这些劳工虽然处于玄灵宗的最底层，但做一块吹牛弹女人，也是一个个神采飞扬，唾沫横飞。明渊，在这坐着干嘛呢？这啥也看不见，我们去别处转转吧。木平时空乾坤戒中的苏洛离很不满地在里面嘟囔。时空乾坤戒里面的苏洛离说话，只有戒指的主人木平能听到，而且苏洛离可以透过戒指看到周围的事物，还能听见周围的人说话，但条件是木平同意。如果木平不高兴，或者有别的秘密不想让苏洛离知道，就会关掉戒指的功能。到时候苏洛离只能在戒指里面自己玩耍了。别说话了，再瞎嚷嚷把你关小黑屋。木平对苏洛离说道。苏洛离在里面没办法，只能气得干跺脚。周围几个劳工听见木平说话，朝他看了过来，虽然不是特别熟，但也还认识他。这不是木平吗？这么长时间没见，还以为你走了呢。你不是跟着赵玉儿吗？不过听说赵玉儿失踪了，有人说她已经死了。大瓶子，挺哥一句话，我们在这是为了养家糊口，你还年轻，这里不是长久之计，回家娶个媳妇才是正事。听着几个劳工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，木平没有过多理会，随着应和着，你们说的对，说的都对。这时一个身形婀娜的白衣女子走了过来，外门弟子、劳工都是脸色一惊。一个好心的劳工看着木平，直直的看着那个外门弟子，拉了拉木平的衣服。木平，外门弟子，别乱看，小心小命。木平并没有动，还是在那坐着，周围几个劳工却早已躲得远远的，生怕白衣女子教训木平的时候牵连到他们。看到白衣女子越来越近，几个劳工有的替木平捏了一把冷汗，有的准备幸灾乐祸的看戏。这白衣女子肯定看到木平眼神不对，要过来教训他。只见白衣女子走到距离木平身边，拉住木平的手。主人，我陪你转转吧。几个劳工懵了，瞪大眼睛，面面相觑，忙捂起嘴巴，怕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。木平摆了摆手，你回去吧，没事不用来找我。看到木平不高兴的表情，柳岩不情愿地退了回去。看柳岩走得没有了一点人影，强烈的好奇心让几个劳工才慢慢地围了上来。兄弟，怎么个情况？外门弟子怎么喊你主人？我们没看走眼吧？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喊你主人？木平淡淡的一笑，其实也没什么，男人靠的是实力。实力？木平在这好几年了，他什么实力他们还不清楚吗？后来几个人互相对了一下眼神，恍然大悟，一脸坏笑的看着木平。兄弟，你说的实力是不是硬实力？几人见木平没有说话，更加确认。白衣女子被木平的硬实力征服，配合木平这么一出游戏，哄木平开心。外门女弟子平时看起来都高高在上，原来这么会玩。几人看木平的眼光带着无比的崇敬，这才是他们劳工的楷模。这都是什么事啊？木平有点做不下去了，站了起来就要走。这时看到不远处有10几个男人朝他这边走过来，这里的劳工看到这个情景，纷纷站了起来。玄灵宗等级森严，外门弟子、杂役弟子都有明显的区分。
外门弟子，还是10几个外门弟子，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了吧？劳宫都大气不敢出，担心自己扯上一点关系，都是他们承受不起的。10几个外门弟子朝着穆平这边走过来，几个刚刚神采飞扬的劳宫都有些瑟瑟发抖。你们不用紧张，他们是来找我的。穆平随意地说道。几个劳宫马上离穆平远远的，这人是捅了多大的篓子，他们跟穆平真不熟啊。见10几个外门弟子越来越近，将穆平团团围住。周围的劳宫有的默哀，有的摆出超度的手势，该有的想着能不能蹭一顿饭。这时只听一个外门弟子大声道：准备开始。周围劳宫双眼瞪得老圆，都不敢眨一下，生怕错过什么。惊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，10几个人全部单膝跪地，齐声喊道：大哥，我等誓死追随大哥。穆平有些无语，站了起来，看着带头的男人，没好气地吼道：韩玄，你搞什么？韩玄一脸堆笑地走到穆平跟前：大哥，我姐想请你过去，我想着怎么也得搞得正式一点，你姐怎么不自己来？他知道韩清瑶会来找他，专门躲在这儿，在原来的劳宫面前秀一波存在感。那门美女弟子亲自来请他，那些劳宫会惊成什么样？可是今天来的这都是啥？他说师傅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走不开，就让我来请你过去。韩玄道。穆平神色一怔，韩清瑶都不来，莫非莫玄因毒性发作控制不住了？韩玄带着穆平来到剑阁门口，一白衣女子正在门口来回踱步。清瑶，穆平喊了一声。韩清瑶朝看了过来，脸色舒缓了一些，跑到他跟前，张开胳膊，好想一把抱住他。转头又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韩玄，神色一冷：小玄，你还站在这干嘛？今天不是外门大比吗？还不快去准备？姐，我这就去。韩玄应了一声，退了回去，边走嘴里边还念念叨叨：哼，女人见了男人就忘了兄弟。看韩玄走远，韩清瑶直接扑到穆平的怀里，搂着穆平的肩膀呜呜地哭了起来。清瑶，怎么了？你师父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昨天听你说师父伤势未愈，想进去问一下情况，谁知走到浴室旁，听到师父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我心下着急，想进去查看，还没进去被师父骂了出来，让我在门口守着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穆平轻轻地拍打着韩清瑶的后背，想象下莫玄英在浴室内的画面，的确不太适合被弟子看见。别担心，我昨天给他看过了，你师父只是有些毒火攻心，用不了几日也就好了。韩清瑶还是满脸担忧。才不是，不用骗我，我今早不放心，又去看师父，师父还在发出那些奇奇怪怪的声音，时断时续的，声音好大。我跟了师父这么多年，遇到再大的事情，师父也没有这样过。紧接着，韩清瑶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捂了捂嘴巴。清瑶，怎么了？韩清瑶身躯有些微微颤抖。我想起我被抓去十月殿的时候，听到那些被十月殿的人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女人，也是发出的这样的声音。师父这是遭受了多大的痛苦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为师父承受这些痛苦。看着韩清瑶那泪水汪汪的样子，穆平有些想笑。清瑶，不用太过于担心，有些事日后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韩清瑶点了点头。两人进入剑阁大厅，看到莫玄英正站在大厅中央，神色依然清冷，不过神色中透着一股熟女的味道，就是那种有些满意但还不满足的诱惑感。拜见师父。韩清瑶上前施礼。清瑶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这位穆公子有事情要谈。莫玄英淡淡的对韩清瑶道。韩清瑶没有马上退出去，满脸担忧的看向莫玄英。师父，弟子今天听见你的喊叫声，喊的弟子都心神不宁，知道师父你伤得很重，不知道弟子能为你做点什么。莫玄英冰冷的脸上浮现一抹红晕，随即又换上一脸怒容。不需要，我让你出去，你没听见？是，师父。韩清瑶吓得赶紧往外走。清瑶，回来。韩清瑶紧张的转过身来。师父，还有什么吩咐？这2天发生所有的事情都不准对外人透露半句，包括你听到的，明白吗？韩清瑶点了点头。弟子明白，不过师父不用太过担心，穆公子说有他在，用不了几日就好了。莫玄英看了一眼穆平那猥琐的神情，脸色涨红，对着韩清瑶吼道：滚！韩清瑶一哆嗦，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，蹭蹭的跑了出去。莫玄英转头冷冷的看向穆平：你说能帮我解毒，可是真的？穆平也轻笑一声：莫仙子，如果不信，又何必让再下来？莫玄英强装镇定，不过黑色紧身衣里面微微颤抖的双腿有些不听他使唤，后来不得不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，还是不自然的扭动着身子。莫玄英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冷冷地瞪着穆平：这春意石骨散的毒，我曾差人遍寻清玄帝国的解毒圣手，得到的答案都是3日以后，此毒无药可解。你说你能解毒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或者你只是趁机觊觎我的身体？穆平猥琐一笑，
用虚瞳审视琢磨玄英的身体。擎天如意棒果然名不虚传，莫玄英这女人还随身携带，舍不得拿出来。莫仙子说的没错，我解不了你的毒，的确想觊觎你的身体。莫仙子，你这身材这么有料，我这么想也算人之常情吧。混蛋，你在耍我！莫玄英满脸怒意，想站起来，但她现在身子透支严重，想了想，还是坐在椅子上。看着莫玄英那难耐的样子，穆平又笑了一下。不过，你的毒虽然我解不了，但是有人能解。莫玄英狐疑地看着穆平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这毒谁能解？穆平微微一笑，叶落寒江，空山静雪，人称静寒居士的医道圣手。莫玄英闻声一愣，静寒居士，为何我没听说过？只能说莫仙子你孤陋寡闻，怪不得这么久，这小小的春意石骨散都解不了，还遍寻名医，其实都是一些庸医，找这些人都不如找一个男人有用。莫玄英气得脸色涨红，但现在毕竟有求于人，只得强压怒气。那这静寒居士现在何处？我如何能找到他？穆平微微叹了一口气。静寒居士居无定所，游历四方，想找到他全凭机缘。穆平见莫玄英坐在椅子上，拳头紧握，扭动着身子，继续说道：不过静寒居士遇到有缘之人，会给一支静寒香，如有所求，点燃静寒香，静寒居士就会现身。在下有幸见过静寒居士一次，赠予静寒香一支。莫玄英一脸不相信，但他又不得不抱有一丝希望。骗小孩子呢？天下何其之大，静寒居士不知现在何处，又怎会随时现身？穆平冷笑一声，一脸嫌弃地看着莫玄英。静寒居士何等神通广大，岂是我等能够想象的？你自己修为不精，还妄自揣测静寒居士。莫玄英依然一脸不信。那你把静寒居士请来，我就相信你，否则你如此耍我，我拼了性命也要杀了你。穆平脸色一冷，满脸严肃。莫玄英，静寒居士何等人物，需要求救之人，诚心恳求，求救的人是你不是我。莫玄英看到穆平那严肃的神情，问道：那我应当如何？穆平将一支香递给莫玄英，点燃静寒香，面朝西方，虔诚求医。你最好说的都是真的，否则我定不饶你。莫玄英接过香，犹豫了一下，但身体的极度不适让他不再迟疑。他点燃静寒香，面朝西方，虔诚的躬身行礼。穆平将一缕灵力注入时空乾坤剑，一个瞬间的功夫，苏洛离蒙着面，身穿一身紫袍，出现在穆平身边，眼神深邃，神情肃穆，看了一眼还在虔诚行礼的莫玄英，就像看一个小娃娃一样。小女娃，是你求我过来的？小女娃。莫玄英转过身，看着面前的紫袍女子，紫袍女子的眼神仿佛能洞察她的一切，而她却看不透这个紫袍女子半分。这紫袍女子有一种高高在上又虚无缥缈的感觉，让莫玄英感觉自己很渺小。小女子莫玄英想求前辈解毒，前辈就是静寒居士吧？苏洛离没有答话，扫视了一下莫玄英。春意石骨散中毒已有40天有余。莫玄英一脸惊喜，前辈说的正是，前辈可有办法解毒？苏洛离没理会莫玄英，接着问道：小女娃可有道侣？莫玄英低声道：没有，前辈，这跟我解毒有关系吗？自然是有，如果解毒，最后关头必须要道侣协助完成，至于如何协助，我想你应该明白。苏洛离平静地说道。莫玄英脸色一红，前辈必须要道侣吗？我用其他物品代替可以吗？穆平笑容猥琐地看着莫玄英，这女人倒是有想法，明白物尽其用的道理。不行，必须是男人，而且要能力很强的男人，一般的男人承受不住。苏洛离严肃地说道。前辈，可是我没有道侣，一时间也找不到其他男人。莫玄英小声嘀咕，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女孩。穆平脸色一冷，这里不是有一个高大威猛帅气的男人吗？这女人是在无视他吗？既然你不配合，就当我没来过吧。苏洛离语气有些生气，看着苏洛离失望的样子，莫玄英赶紧说道：前辈，我愿意找其他男人，真的，我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苏洛离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好，但是本尊时间不多，限你1刻钟的时间，将男人找来。玄灵宗男人很多，对你来说应该不难，最好多找几个备用。莫玄英脸色涨红，他是玄灵宗的剑道魁首，2号人物，平时都是冷艳凶狠的形象，去找男人来做这种事，他哪里还有脸在玄灵宗混？小女娃，快一点，我时间不多。苏洛离见莫玄英犹犹豫豫，冷声道。莫玄英应了一声，就要往外走。穆平见状微微一笑，手里出现一丝灵气波动，莫玄英双腿一软，倒在地上，嘴唇微咬，强忍着没有发出声音。穆平脸上浮现出得逞的笑意，擎天如意棒的第一主人是他，莫玄英不过相当于拿了一张副卡。看到莫玄英腿软的样子，苏洛离语气清淡：小女娃，如果你不方便，你把弟子都喊过来，让他们分头去找，这样也快些。
我想凭借你的威望，应该有不少男人愿意帮忙的。穆平满意的看向苏洛离，梨儿做的不错，花样挺多的，晚上好好犒劳他一下。莫玄英此时叫苦不迭，叫弟子出去给他找男人，他以后还有脸做他们师傅吗？他将会成为玄灵宗的一个笑话。莫玄英的眼光看向穆平，思索良久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穆道友，可以帮小女子这个忙吗？穆平心下大喜，脸色却是极不情愿。莫仙子，我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，我有我的原则，这个忙数我无能为力。莫玄英脸上浮现出哀求之色。穆道友，算我求你了，可以吗？我真的没别的办法了。苏洛离偷偷白了一眼穆平，冷冷地说道：作为一个男人，这点责任和担当都没有，算我看错了你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听到苏洛离的训斥，穆平摆出了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。静寒仙子息怒，我穆平绝不是见死不救之人，即使有再多的苦楚，这个忙我也帮了。苏洛离脸色好了一些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。穆平连连称是。苏洛离又看向莫玄英，小女娃，你体内的毒想要彻底清除，需要我用乾坤玄针刺入你108个穴位，让毒素在体内失控爆发。这期间你会承受比平时多数10倍的欲火，身体可能会难以控制。数10倍？莫玄英神色惊恐，身躯更加颤抖。前辈，怎么办？我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。苏洛离思索了一下，说道：我建议施展乾坤玄针的时候，用铁链锁住你的四肢，方便我动用功法。莫玄英没丝毫犹豫。前辈，没有问题，我剑阁有一处地牢，正好可以方便前辈帮我驱毒。一旁的穆平心里乐开了花，莫玄英昨天还说让他见识下地牢的刑罚，今天还真是如他所愿。好吧，小女娃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走吧。苏洛离说道。莫玄英带路，一行人来到了剑阁地牢。地牢阴暗潮湿，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，牢房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刑具，散发着幽暗的光泽。小女娃，我们现在开始吧，先把衣服脱了。穆平，你协助用铁链把小女娃的四肢绑住。莫玄英看着穆平，脸色一片红晕。穆道友，你不回避一下？苏洛离淡淡的道。小女娃，该经历的总会经历，你命里注定躲不过这个男人，放掉心中的执念，还有那虚无缥缈的羞耻心，顺势而为，方能成就大道。莫玄英稍微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颤抖的小手缓缓地脱掉衣服，扔掉擎天如意棒，站在受刑架前。穆平用铁链牢牢锁住莫玄英的四肢，神色严肃地站在莫玄英的对面，非常认真地学习苏洛离这精妙针法。苏洛离手持乾坤玄针，神色凝重。小女娃，忍着点，前辈动手吧。莫玄英闭着眼睛，就当作是一场梦。苏洛离将针一一刺入莫玄英的周身穴位，莫玄英瞬间觉得一股炽热的欲火在体内爆发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。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扭动着，口中发出微弱的呻吟。穆平站在一旁，看到莫玄英痛苦的样子，表面上一脸严肃，内心早已扭曲。随着毒素的爆发，莫玄英的意识逐渐模糊，她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，每一寸肌肤都在燃烧，无尽的欲火仿佛在寻找宣泄口。良久之后，苏洛离将针摘下，似笑非笑地看着穆平。我的事情做完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看着早已陷入狂乱的莫玄英，穆平摆出一副英勇就义的神色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，事情总有结束的时候。4个多时辰的时间，全身心的投入，即使穆平精力旺盛，也有些疲惫不堪。莫玄英身体有些瘫软，苏洛离有些无聊，已经回到时空乾坤界里面休息了。主要是时间太久了，再新鲜也会腻的。不过有一件事，苏洛离一直没想明白，魔帝靠吸收女人的功力提升自己的修为，莫玄英通神境是绝佳的人选，这也是苏洛离认为魔帝的最终目的，所以他也一直配合。毕竟被吸收一些修为和春意石鼓散毒法比起来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这也算是救了莫玄英一次。但令他意外的是，穆平并没有吸取莫玄英的功力，那他为了什么？单纯的为了那点需求？苏洛离感觉自己越来越迷糊了，魔帝身上太多的秘密，太多的谜团，他现身这么久了，也没有一点头绪。此时穆平已经将莫玄英涮洗干净，扔到了床上。此情此景，苏洛离心里竟然有一丝窃喜。这男人对待的时候特别的认真仔细，里里外外洗好几遍，抱他的时候也很温柔。明渊，你倒是心大，不怕莫玄英醒来之后反过来对付你。穆平轻笑一声，找了个隐蔽的角落，钻进了时空乾坤界，一把抱住苏洛离。我们的洛离女帝不是已经在他身上用了手段了吗？苏洛离心中一惊，他用乾坤玄针给莫玄英引毒的时候，给莫玄英体内中了锁灵咒，手法相当的隐蔽，魔帝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种驱毒的手法，被救人很可能因为不想自己的秘密被别人知晓，有恩将仇报的举动。再者，他自己现在修为太低，也不得不留一个手段。
苏洛离在穆平脸上亲了一口，不愧是我喜欢的男人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听着苏洛离违心的夸赞，穆平心里特别的舒服。离儿，我刚刚的表现你看得还满意吗？我们有时间也试一下。苏洛离小脸一红，想到刚刚穆平跟莫玄英那丰富的手段，好多都是他还没体验过的，有些恐惧又有些兴奋，当然还有些担心自己身体是否承受得住。莫玄英已经晕过去了，现在都没醒。这时床上的莫玄英发出了一阵慵懒的声音，穆平在苏洛离额头上亲了一口。这女人醒了，我再去挑逗她一下。苏洛离扬怒，在穆平身上打了一拳。天天没个正形。穆平出了时空乾坤界，缓步走到莫玄英床前。莫仙子，你醒了。莫玄英转头看着穆平，又想起刚刚的遭遇，他这一生也没有受过这样的罪，主要还是以这样的方式。又探查了一下身体，果然感受不到春意石骨散的毒性了。静寒居士果然是高人，只不过让这个男人占了便宜。莫玄英又朝穆平周围看了看，对着穆平问道：静寒仙子呢？静寒仙子时间宝贵，早就走了。莫玄英忽然神色一冷，恢复了玄灵宗剑道魁首的样子。那你怎么不走，还在这干嘛？穆平一阵好笑，这女人变脸真快，解毒前还一副恳求的样子，喂饱了就翻脸不认人了。莫仙子，为了给你解毒，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，先不说报答的话，你一句谢谢不说，还要赶我走，你就这样对待恩人的？莫玄英冷声道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，你不过是基于我的身体，救我的人是静寒仙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种事任何男人都可以，只不过你占了这个便宜罢了。穆平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。莫仙子，当初可是你求的我，我是念你诚心才勉为其难，况且刚刚你那么投入，整个地牢都快被震塌了，现在就翻脸不认账了。想起刚刚自己的样子，莫玄英脸色涨红。你再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？穆平大笑一声。莫玄英，你还敢不客气？哈哈，你信不信我让玄灵宗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，让大家都见识下玄灵宗女罗刹的威名？莫玄英气得浑身发抖，随即冷笑一声：呵呵，是吗？玄灵宗的谣言多了，你觉得你说的话有谁会信？穆平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掏出了一块石头，里面记录了莫玄英那些疯狂的画面。莫仙子就是不知道看了这个，玄灵宗的这些人是信还是不信呢？这事不止莫玄英，时空乾坤界里面的苏洛离也倒吸一口冷气。这男人太无耻了，这个也都存起来了，这是跟谁学的？莫玄英脸上露出浓浓的杀意，在床上坐起来，通神境的威压瞬间释放开来。现在不需要功力压制春意石骨散的毒性，莫玄英感觉自己强大的可怕。这只蝼蚁竟然敢威胁自己，真是不知死活。莫仙子，你确定要这样出来打？穆平两眼直直地盯着莫玄英的身体。莫玄英朝身下一看，脸上羞红一片。师父，不好了！忽然韩青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看见莫玄英坐在床上捂着胸口，看样子好像没穿衣服。穆平还在一旁站着，瞬间明白了，捂着嘴巴，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。莫玄英连忙躺在床上，盖好被子。韩青瑶看着莫玄英的脸色，好像被什么滋润过一样，舒服了很多，心下一喜。师父，你的伤好了？好了。韩青瑶心领神会，一定是穆平给他师父治好了伤，师父心下感激，给的比较多一些。师父虽然平时看起来冷冰冰的，但是有情有义，知恩图报是他学习的榜样。韩青瑶转头看着穆平，一脸崇敬的样子。穆公子，你太厉害了，经过你的努力，师父脸色好多了。穆平一脸谦逊。青瑶，主要是莫仙子配合的好，我还用留影石记录了下来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莫玄英眼中的杀意彻底掩饰不住了。青瑶，你出去。韩青瑶有些犹豫。师父，可是我还有事禀报。青瑶，你先出去，我跟这位公子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完。莫玄英冷冷的道。韩青瑶懵了，看了看裹着被子的师父，又看了看穆平，忽然明白了，他破坏师父的好事了。师父应该是刚脱了衣服，想跟穆公子卿卿我我一下的，刚准备正题，结果被他闯进来破坏了。难怪师父如此生气，换谁谁不气。师父，穆公子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。韩青瑶尴尬的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韩青瑶刚走到门口，想到一件事，又转过头来。师父，穆公子，我也没经验，你们大概多久？你们完事我再来禀报。莫玄英脸色更加难看的看着韩青瑶。滚！有多远滚多远。韩青瑶吓得赶紧跑了出去。师父真小气，偷听也不让吗？韩青瑶走后，莫玄英看向穆平，冰冷的眼神中又多了浓浓的杀意。将留影石给我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穆平把留影石搂在怀里。那不行，我得留着，我家娘子说了，要观摩学习呢，这样精彩的场面不多见呢。时空乾坤界中的苏洛离气得直跺脚，混蛋，
谁说要学习了？不对，谁是你娘子了？床上的莫玄英再也绷不住了，拳头紧握，通神境的气势爆发出来。屋内的地面、桌子仿佛承受不住威压，发出咔咔的响声。穆平也有些呼吸不畅。苏洛离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对穆平道：“明渊，你求我一下，我用锁灵咒控制他。”穆平一脸无语，苏洛离这小妞还想做呢，对着莫玄英轻笑一声，手心灵气微动，莫玄英的脖子上浮现了一个黑色的项圈，密密麻麻的符文散发着黝黑的光泽。项圈上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，疯狂地吸收着莫玄英身上的灵力。转瞬之间，屋内的威压消失，莫玄英瘫软在床上，眼神满是惊异和不可置信。你这混蛋，你给我带的什么？竟然暗算我！穆平猥琐地笑着走到莫玄英旁边，用手轻轻勾起她的雪白的下巴，得意地看着这个凶巴巴的女人无能为力的样子。莫仙子，不能冤枉我，我这可不是暗算，我问过你的，要不要带上这个项圈，是你自己说的要的。莫玄英怒道：“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这种要求？”穆平拿出那块流影石放到莫玄英的面前：“我这可有证据，你仔细看看，是不是你说的？”看到流影石里面的画面，莫玄英脸上羞红一片，捂着眼睛在手指缝里看着，里面的疯狂的女人真的是自己吗？我莫玄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用那么羞人的姿势向这个男人索取？不但答应了带上这个项圈，还答应了其他更过分的要求。莫玄英这一刻真想直接死掉，太难以接受了。他不能承认这样的要求，否则他彻底没救了。那时候我被你折腾的神志不清了，不是我的真实意愿，这个不算。穆平将流影石收了回来，还是一脸微笑。莫仙子，我这人一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你说不算，我也尊重你的意见。不过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还得看大家的意见。这样吧，我把流影石上面的内容放出来，让玄灵宗的人讨论。如果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不应该戴这个项圈，我就给你摘掉，怎么样？莫玄英有点想哭了，让玄灵宗所有人看，他死了都不会安生。本以为解了春意石骨散的毒是噩梦的结束，谁知道却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。未经之计，或许他只能暂时屈服，找机会和洛灵溪商量下，他或许有办法。莫玄英看着穆平低声问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，我就认栽，没有必要讨论了。”穆平冷笑一声：“莫仙子，不但这个，今天答应的其他要求也要一一履行。”莫玄英眼泪都流了出来，他有些崩溃了。解毒的时候他答应的太多了，他真的做不到啊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穆平坐在床边，勾着莫玄英的下巴：“小娘们，你说呢？我救了你，你不思报答，还想着除掉我，我这人记仇。不过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以后听从我的命令，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机会。”莫玄英直直地瞪着穆平，眼神中满是坚毅：“你想控制我？你休想！我莫玄英就是死也不会受你摆布。”穆平脸色平静，慢悠悠的道：“不错，小娘们你挺有骨气。这样吧，我把你送到十月殿，然后把流影石在玄灵宗公布出来，你也不用受我摆布，我也省心。十月殿的人也高兴，玄灵宗的人也高兴，大家皆大欢喜。”想到十月殿的那些折磨人的手段，而他又是十月殿这么多年的死敌，肯定会被格外照顾，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生不如死。莫玄英脸色煞白，身躯微微颤抖：“不要，我不要去十月殿。”穆平淡淡的笑了一下：“那么你是打算听我的话了？”莫玄英咬了咬牙，一脸屈辱的点了点头：“愿意，我愿意听你的话。”明渊，又是这招，你就不能换点新花样？时空乾坤界里面的苏洛离表达着自己的不满。苏洛离想到自己开始就是这样被这个男人一点点征服的，不是，他只是假装被征服，对，只是假装。只不过慢慢的他感觉自己都快没有了反抗的念头，在男人怀里撒娇，说那些肉麻的话都成了他的习惯。穆平没时间理会苏洛离，静静的审视着莫玄英：“好，听话就好，你知道听话是啥意思吗？”莫玄英小声道：“就是听从你的任何命令。”“好，明白就好。我听说你们宗主洛灵溪也中了春意石骨散这种毒，是吗？”莫玄英沉默了好一会，看了一眼穆平那阴沉的神色，低下了头：“是的，我们两人同时被十月殿的人暗算，灵溪一直在闭关。”穆平嘴角勾出一抹戏谑的笑：“很好，那你带我去见他。”莫玄英一脸恐惧地看着穆平：“你找灵溪干吗？”穆平一本正经：“当然是给他解毒了。”莫玄英眼神茫然，声音近乎哀求：“求你放过灵溪吧。”穆平神色一怔：“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男人，听说洛灵溪也受到春意石骨散的折磨，只是想给洛灵溪解毒，你不想给洛灵溪的毒？”莫玄英努力摇着头：“不是，我只是不想灵溪落到跟我一样的下场。”穆平大笑一声，掐住莫玄英的脖子：“莫玄英，你真的可笑！你什么下场？如果没有我给你解毒，你什么下场？
你会成为十月殿的俘虏，任人摆布，而玄灵宗也可能会就此覆灭。我救了你，救了玄灵宗，你不应该感谢我吗？看到莫玄英脸色煞白，快要喘不过气来，穆平松开了手。莫玄英稍稍沉默了一会，用手擦拭了一下湿润的眼眶。你答应我，不要伤害灵犀。穆平猥琐一笑，可以，只要他能配合。我这人对待女人还是挺温柔的。莫玄英犹豫片刻，好，我可以答应带你去找灵犀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只是帮他解毒，而且灵犀他有道侣，有些事情得让他道侣来做。什么？有道侣？莫玄英这是想让洛灵犀白嫖？穆平一阵无语。你是说洛灵犀成亲了？没有，已经和清玄帝国的七王子定亲了，还没有正式成亲。穆平心中一喜，别人未婚妻，怎么感觉这是做的不太地道，但又很刺激的感觉。洛灵犀中毒的事情，那个七王子知道吗？知道，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寻找解毒办法，但一直没有消息。莫玄英道。穆平听后脸色有些为难，这件事就难办了。这件事我跟静寒仙子说过了，静寒仙子还有要事在身，只有今日还有时间，洛灵犀的未婚夫怕是赶不回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莫玄英看着穆平的表情，哪能不知道他有什么打算？那看来还得劳烦穆公子了。穆平脸色一正，神色坚决，不可，此事万万不可，我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，洛宗主既然已经心有所属，这种事我坚决不能做。明渊，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。时空乾坤界里面的苏洛离一直看着两人的一举一动，看到穆平又搞这一出，实在有些忍不了了。他还不随便一个女人都不放过。穆平心中一喜，看来苏洛离这是会吃醋了，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不再理会苏洛离，穆平站起身来，对着莫玄英道：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去看夏洛宗主，至于解毒的事情，见机行事吧。莫玄英微微点了点头，无奈地说道：好吧，只能如此了。穆平用手在莫玄英项圈上轻点了一下，净灵项圈泛出白色的光晕，一圈圈的传递到莫玄英的体内。不一会的功夫，莫玄英感觉实力恢复了不少，但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只有灵元境2重的实力。穆平感受到莫玄英眼神的异样，淡淡的道：这个项圈只是压制了你的修为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把我哄高兴了，就会解锁你的全部修为。莫玄英叹了口气，默默的道：穆公子，你放心，我会听话的。好，这就乖了，你穿上衣服出来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说完，穆平走出了剑阁。韩清瑶正在外面焦急的来回踱步，看到穆平出来，急忙上前问道：穆公子，我师傅呢？没跟着一块出来？穆平淡淡的道：去穿衣服了，马上出来。韩清瑶捂了捂嘴巴，完事了，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穆公子好厉害，简直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。韩清瑶饶有兴致的看着穆平：穆公子，你真厉害，我师傅对任何男人都不假辞色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拿下了，以后师傅如果要惩罚我，你可得护着我。这时候正巧莫玄英走了出来，听到了韩清瑶的话，脸色微微一红。清瑶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是外门大比的事情吗？韩清瑶慌忙摆出严肃的表情。师傅，是十月殿的人骚扰外门大比，不过已经被击退，还有就是清玄帝国的七王子云无尘来了。韩清瑶道。云无尘来了，莫玄英心下一喜，他肯定是找到解毒的办法了，洛灵犀有救了。宗主出关了吗？还没有，宗主之前说过，除了师傅，你谁都不见。一旁的穆平一脸严肃。莫仙子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去见洛宗主吧，听一下他的意见。莫玄英刚想反对，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脖子上已经变得虚无的项圈，无奈地皱了皱眉。穆公子说的对，我俩先去见宗主。清瑶，你回去告知七王子，说我们一会就到。韩清瑶应道：是，师傅。莫玄英又看了看穆平，神色复杂。我们走吧。穆平跟莫玄英并排而行，随意问道：为何洛宗主闭关，只有你能见，这个未婚夫七王子也不见吗？莫玄英苦笑一声：灵犀和七王子的婚事，本来灵犀是不同意的，灵犀的父亲就是老宗主也不同意。半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老宗主突然遇害，玄灵宗一片恐慌，还有来自十月殿的威胁和其他宗门的明争暗斗，没办法，灵犀只能接任玄灵宗掌门，并且同意七王子的求婚，来稳定玄灵宗的局面。穆平脸色一正，没想到这个七王子不过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小人，男女之间要讲究情投意合，两情相悦，这个云无尘却拿利益作为筹码，逼迫洛宗主就范。莫玄英抬头看了一眼穆平，眼神中满是鄙夷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男人？但没办法，他现在只是这个男人的俘虏，没有反驳的权利。似乎没有察觉到莫玄英眼神中的异样，穆平继续说道：我绝对不能同意洛宗主嫁给这样一个男人，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一切，保护好洛宗主。莫玄英无奈地点了点头。不一会，
两人来到洛灵溪闭关的洞府。莫玄英手掌贴在门上，缓缓注入灵气，洞府的门缓缓打开。莫玄英好像察觉到不对劲，神色一惊，快步走进洞府。穆平也察觉到了情况有些不对，忙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莫玄英神色慌张：“灵溪不见了。”穆平在洞府找了一圈，并没有什么发现，看向莫玄英：“你最后一次见洛宗主是什么时候？”“昨天一早，我来看过灵溪一次，当时这里并没有任何异常。”两人又在洞府内仔细查看了一下。莫玄英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块令牌，递给穆平，脸色惨白，身躯有些颤抖。十月殿，是十月殿的人把灵溪抓走了，灵溪不知会被十月殿的人怎样折磨。穆平拿过令牌看了看，疑惑地问道：“你确认吗？”莫玄英点了点头：“这是十月殿的令牌，洞府内还有激烈打斗的痕迹，定是十月殿的人和灵溪交手时不小心遗落的。”穆平沉思了一会：“那十月殿的人如何进入这个洞府的？”“据你所说，这个洞府只有你和洛灵溪可以进来。这么说的话，十月殿的人就算进来，首先要破坏这洞府内的禁制，但禁制是完好的。”莫玄英有些沉默了，呆愣在原地。穆平这时只是琢磨玄英的眼睛，面露寒意。现在看来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洛灵溪自己打开的禁制，二是你打开的禁制。所以除了洛灵溪自己，莫玄英你的嫌疑最大。穆平那恐怖的眼神让莫玄英打了一个哆嗦。不是我跟灵溪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不会害他的。凌渊，昨日莫玄英已经身中春意蚀骨散，没有任何动机谋害洛灵溪，或许你们遗漏了其他的蛛丝马迹，或者洛灵溪亲近之人诱导他打开了禁制。时空乾坤界里面的苏洛离分析道。穆平微微点了点头，苏洛离分析的不错，他没想到莫玄英谋害洛灵溪的任何动机，他不过是诈他一下莫仙子，洛灵溪还有什么亲近之人，有可能让他打开禁制。莫玄英沉思片刻，灵溪除了老宗主和我，没有特别亲近之人，就算是七王紫云无尘，灵溪都对他十分冷淡。假如说洛宗主没有在这个洞府闭关，十月殿或者其他人接近他容易吗？穆平接着问道。莫玄英摇了摇头，玄灵宗有重重关卡，外人要进来并不容易，即使是通神境高手要进入，肯定也会有很大动静。说到这，莫玄英忽然感觉到一丝恐怖，难道玄灵宗有内奸？应该还是级别很高的人物。穆平面色郑重，内奸肯定是有的，如果洛灵溪失踪，最大的受益者是谁？或者说谁是继承玄灵宗的最佳人选？莫玄英默默地指了指自己，是我，论修为和威望，肯定是我。穆平一脸黑线，没发现莫玄英原来傻得如此可爱。莫仙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次洛宗主失踪事件最大嫌疑就是你，所以背后的始作俑者会把所有的罪责推到你的身上，你不但不是最佳人选，而且会是众矢之的。莫玄英忽然感到一阵凉意，没错，如果他是局外人，肯定也会认定他就是凶手。他是除了洛灵溪唯一可以打开洞府禁制的人，也是洛灵溪失踪后继承宗主的最佳人选，最大的受益人。可是他明明什么都不知道，他现在是一头雾水，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穆平身上。穆公子，你有办法找到凶手吗？穆平摸了摸下巴，我觉得我们先抛开谁能来到这里并且打开禁制这个问题，先分析动机。如果你和洛灵溪都不在了，谁最有可能继承玄灵宗的位置？莫玄英仔细想了一下，玄灵宗除了灵溪和我之外，其他长老都是灵元境修为，而且年纪很大，按资质也无再突破的可能，最有可能继承玄灵宗的肯定是圣子凌云。凌云年纪轻轻已经是灵元境9重的修为，是玄灵宗百年难遇的天才，天赋估计还在我之上，除了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。凌云玄灵宗的师承是谁？家世如何？穆平接着问道。凌云是老宗主的亲传弟子，家世不清楚，好像是一个孤儿，是清玄帝国王室推荐过来的。莫玄英顿了一下，看到穆平豁然开朗的样子，继续说道，你怀疑是凌云做的，但是玄灵宗和十月殿大战在即，凌云即使除掉了灵溪和我，现在没有对抗十月殿的能力。穆平平淡地笑了一下，放开我，放我出去。一间阴暗地牢中，锁链拖地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个虚弱的女子的叫喊。女帝苏洛离，这位曾经在苍兰大陆睥睨天下、威震万族的存在，此刻却狼狈地趴在地上，无力地挣扎着，四肢被铁链束缚，身上的华美的衣衫早已破烂不堪。穆平缓步走到苏洛离的面前，看着这个曾一剑杀死自己的女人，用手托着她的下巴，撩拨了一下她脸上有些散乱的头发，露出那张绝美的脸颊。想让我放了你？求我，用最卑贱的姿势求我。苏洛离抬起头，瞪着穆平，眼中闪过一丝杀意。看到女帝抗拒的神情，穆平冷笑一声，狠狠地抽了她一个耳光，随后拿出一块大约3尺长的木板，木板上还透着红色的血迹。穆平用手轻轻地俯视着，戏谑地看着这个跪倒在地上的女人。苏洛离看到那块木板，身躯微微颤抖，眼神中满是恐惧。这个变态的男人用这块木板
折磨了他1个月了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拿这个木板折辱他。脚底和屁股上已经伤痕累累，剧烈的疼痛让他不能站立，也不能坐着，只能跪着或趴着。后来这个男人变得更加过分，他跪的姿势不合他的心意，都会再挨一顿板子。见女人还不跪好一点。听到穆平的命令，苏洛离娇躯一颤，下意识地爬起来，换成男人要求的姿势。穆平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苏洛离有些红肿的脸颊，轻笑一声：“不错，仪态很好，有天资。”苏洛离强忍着屈辱，看着面前的男人，哀求道：“求你别再折磨我了，只要你肯放过我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”看着苏洛离那双楚楚可怜的眼睛，穆平冷笑一声：“不愧是女帝，戏演得真逼真，好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，被折磨的时候倔强中带着委屈，最后用承受不住折磨屈服的方式麻痹她，让她放开他。”虽然苏洛离现在修为尽失，但就算如此，他相信如果放开他，他也有很多他想象不到的手段可以置他于死地。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洛离女帝，一路走来肯定承受过比这高千百倍的痛苦与磨练，怎么可能这么一点折磨都是忍受不住？穆平故意假装不知道他的身份，饶有兴致地看苏洛离卑微的演戏。那你说说，你能为我做啥？穆平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他脚下的洛离女帝。我可以侍奉你衣食起居，还可以给你侍寝。穆平心下一惊，这个狡诈的女人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法，跟她上床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也是这么多天面对这么美丽高贵的尤物，穆平靠着大毅力强压欲火，并没有侵犯她的原因。不错，终于明白自己的身份了，只要你喊我主人，真心的做我的奴隶，我就放了你。苏洛离狐疑地看向穆平，眼神中闪过出一丝寒光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愿意为奴为婢侍奉你。穆平拖着苏洛离的下巴，眼神玩味。是吗？那你该称呼我什么？主人。哈哈。穆平大笑一声，求我，好好的求我。苏洛离强压怒气，身躯止不住的颤抖，头压得很低。求你饶了我吧，奴婢会好好侍奉你的。听到苏洛离求饶，穆平止不住的狂笑。哈哈，想不到尊贵的洛离女帝竟然愿意做我的奴隶。苏洛离听到这话，瞳孔骤缩，身体一僵，这个男人竟然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。想起这些天所受到的屈辱，对这个男人的低声下气，甚至同意为奴为婢，苏洛离感觉气血翻滚，忍不住呕出一滩鲜血。铁链在他的挣扎下当当作响。卑鄙小人，知道我的身份还敢如此折辱我，我要杀了你！苏洛离的眼睛冷冷地瞪着穆平，眼神中射出浓重的杀意。恐怖的眼神让穆平身躯一颤，仿佛看到了自己被这个女人杀死的那个瞬间。不过穆平随即平复了情绪，脸上换上一抹阴冷的笑。贱婢，还没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只是我的奴隶，还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说罢，穆平扬起手中的木板，狠狠朝着苏洛离的身后打去。穆平一下又一下的抽打，苏洛离紧咬着嘴唇，鲜血顺着嘴角流下，不发出一声哀嚎，维持着女帝最后一丝尊严。穆平打得有些累了，将苏洛离拽起来，看着她的苍白而绝美的脸颊，感觉如何？苏洛离声音微弱：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如此对我？无冤无仇，哈哈！穆平狂笑一声，面目狰狞地看着他。你可还记得明渊？魔帝明渊。听到明渊的名字，苏洛离脸色煞白。正魔大战，他和明渊大战3天3夜，拼光了所有底牌，才将明渊斩杀。他也被明渊魔帝重创，没想到在他最虚弱的时候，竟然被最宠爱的徒弟萧敬偷袭。苏洛离拼尽一身修为，强行使用时空秘术，将自己传送到这个偏远的地界。虽然活了下来，但已经修为尽失，然后被这个男人捉住囚禁。看着穆平眼睛，苏洛离忽然感觉到这个男人的眼神跟明渊的眼神如此的像，那种明渊魔帝独有的睡眼朦胧的眼神，睡意中带着难以捉摸的深邃。你是明渊？穆平嘴角勾起一抹凄惨的笑。没错，我就是明渊，没想到吧，我重生了，哈哈。说到重生，穆平歇斯底里的大笑，笑声中带着无尽的凄厉。他重生了，但重生到了一个只有炼体3重的废物身上，不但等级低，身体资质也是出奇的差，确切点说，应该说是废物中的废物了。这个也叫穆平的人，这几年一直在玄灵宗做杂工，就是玄灵宗的杂役弟子雇的小工杂役弟子，都是他仰望的存在。他堂堂魔帝，曾经睥睨天下的人，竟然重生到了这么一个废物身上。穆平想起他在蓝星穿越来，获得睡觉变强系统，每天早睡晚起，辛辛苦苦睡了上百年，未曾有一日懈怠，才成为魔帝。他化名明渊，是苍蓝大陆人人闻之色变的明渊魔帝，在人魔两族都是几乎无敌的存在。现在一切都灰飞烟灭，他怎能不恨？
他现在唯一的想做的事情就是慢慢折磨苏洛离，让他生不如死。看到他的痛苦，才让他感觉到一丝安慰。可是他玩够了，他现在要拉着苏洛离陪葬，一切该结束了。洛离女帝，知道为啥我告诉你我的秘密吗？苏洛离神色一紧，这个男人没有喊她贱婢，反而喊她洛离女帝，这个反常的称呼让他感觉特别可怕。为什么？为了让你死得明白。穆平眼神中满是杀意。所以你可以去死了。穆平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抵在苏洛离的脖子上，马上就要了结这个风华绝代的女人的生命，心中还稍稍有一丝不忍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天命绑定系统。就在穆平决心下手的时候，一个机械的年轻女子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。穆平激动得有些颤抖，系统终于又到了。宿主可以通过绑定天命之女获得修为提升。宿主绑定天命之女后，只要天命之女修为提升，系统将会按比例反馈给宿主，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，宿主是否绑定。啥？绑定苏洛离？有没有搞错？我把她打得这么惨，这女人肯定想弄死我。宿主还有30秒的时间选择，请宿主尽快决定。30秒过后，如果宿主未做决定，系统将会自动消失。绑定。穆平急忙应道。叮，宿主绑定天命之女苏洛离成功。苏洛离目前修为炼体3重，宿主修为已提升到炼体5重。穆平一惊，苏洛离竟然是炼体3重了，这女人不是已经修为尽失了？这1个月时间她也没有修炼的机会啊，真是一个阴险的女人。叮，天命之女苏洛离体质为星月灵体，宿主体质相应提升为太虚神体。随着体质的提升，穆平感觉自己的力量、速度和感知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，而且太虚神体还有虚瞳之术，可以看破修为，看破虚妄伪装。穆平心下大喜，他感觉自己又行了。叮，检测到苏洛离对宿主的好感度为100，好感度提升可以增加反馈倍数，请宿主尽快提升天命之女的好感度。好感度不提升会怎么样？15天体验期，天命之女修为提升可以按1.5倍反馈给宿主。体验期过后，如果天命之女的好感度没有提升，反馈倍数将按比例降低。穆平一脸惊诧，1.5倍还要降低？别的系统不是都是100倍万倍暴击吗？要降低多少？1个月后，如果天命之女对宿主好感度还是100，没有任何修为反馈，如果提升到50，可以反馈0.5倍，好感度提升到0就是1倍反馈，宿主可以按比例计算。穆平气得跺脚，系统还能这么坑的？苏洛离跟他这仇太大了，可以说不死不休，这还怎么提升好感度？看了一眼还趴在地上的苏洛离，身上满是血痕，娇躯微微颤抖，正闭着眼睛等待死亡的来临。一滴眼泪顺着他美丽的脸颊滑落，滴在锋利的匕首上。穆平拿开匕首，用手给苏洛离擦了擦眼泪，轻笑一声，呵呵，原来洛离女帝也怕死。苏洛离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穆平，我只是不甘心自己大仇未报，却死在你这卑鄙小人之手。穆平用手仔细地整理着苏洛离的长发，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脑袋。苏洛离无力挣扎，只能任由穆平为所欲为。其实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考虑留你一命。苏洛离冷冷地看着穆平，明渊，还想让我做你的奴隶，任你摆布？你做梦！穆平叹了口气，正色道：洛离女帝，你我这1个月朝夕相处，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过去的就都让他过去吧。苏洛离有些无语，不打不相识没错，可是挨打的只有他。你想说什么？穆平温柔地抚摸着苏洛离的后背，看在咱俩前世今生的交情，我给你3个选择。苏洛离闭着眼睛没有说话，知道这个男人肯定又在想别的办法折辱他。第一个选择，我把你送到魔族地牢，你杀的魔族人这么多，我想他们肯定会好好招待你的，而且他们那牢房宽敞，刑具全，男人也多，保证你尽兴。魔族地牢对付女人的手段，洛离女帝应该也很清楚，花样还是很多的，保证每天不重样，不会像我这么单调。苏洛离好像想到什么可怕的事情，睁开眼睛，脸上浮现出恐惧之色。不要，我不要去。下一个。好，那第2个选择，我把你卖到青楼，你这样貌身材，用不了多久，肯定会成为远近闻名的花魁，每天还有数不清的男人让你舒服，你得名，我得利，咱俩都不亏。你这么美，身材也很不错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穆平又拖着苏洛离的下巴，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绝美的容颜。苏洛离满脸羞愤，明渊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也是一代魔蝶，怎么能让我做这种事？那第3个选择，做我的婢女，如何称呼随你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也不需要那些恭敬的礼节，你只需要明白自己婢女的身份。看到苏洛离还有些犹豫，穆平接着道，我再加一条，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做我的婢女了，只需要你能打败我，我都还你自由。你说真的？
你没有在骗我。苏洛离有些不可置信。你可以不信，不过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只能看看哪家出价高，把你卖了。苏洛离迟疑了一会，不知道这个男人为何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。没错，不用说那些卑微的称呼，也不用那些卑微的礼节，跟前两个选择比起来，做这个男人的婢女感觉也能接受了。他是要暂时放过自己，还是有什么图谋？但不管怎样，只要找机会杀了这个男人，就什么事都解决了。好，你放了我，我答应当你的婢女。穆平温柔地抚摸着苏洛离的头发。离儿，这就对了。离儿，这男人竟然如此称呼他。明渊，我答应做你的婢女了，能给我打开锁链了吧？当然，不过需要认主仪式。明渊，你不是说不用那些礼节吗？穆平轻笑一声，认主仪式必须要有，要让你清楚自己的身份。苏洛离强忍着屈辱，跪趴在地上，还好他这些天已经习惯了。奴婢苏洛离拜见主人。穆平捏了一下苏洛离的脸蛋。离儿真乖，拿出钥匙将他身上的铁链全部打开。随着铁链的打开，苏洛离感觉到自己的四肢终于获得了自由，眼中立刻浮现出杀意，掌心缓缓蓄力。穆平一把抓住苏洛离的蓄力那只手，将他抱了起来。离儿，主人带你去看看伤口。苏洛离心下一惊，他的手被抓的力道感受到，他现在即使身体恢复，也不是这男人的对手，至少需要修炼10多天时间。魔帝重生非同小可，这男人身上不知道藏了多少秘密，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，他暂时不能轻举妄动。想到自己一代女帝竟然给魔帝当女奴，苏洛离心里被针扎一样难受。现在必须先忍耐一下，找机会赶紧恢复实力。穆平将苏洛离抱到一张柔软的大床上，认真的给他脚掌上药。离儿，把那只脚伸过来。苏洛离听话的伸出了另一只脚。这么好看的狱卒被打得肿成这样了，穆平也觉得自己下手确实有些狠了。当然，苏洛离身上还有肿得更厉害的地方，穆平都有些不忍直视，拿手轻轻的抚摸了一下。苏洛离娇躯一颤，下意识的扭动了一下屁股。别乱动，这里也得要上药。明渊，那个屁股这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穆平一把按住苏洛离的身体。别乱动，衣服和伤口都粘在一起了，接下来会很疼的，你自己弄不了的。都怪我。穆平叹了口气，满脸心疼。早知道就脱了衣服打了。苏洛离气鼓鼓地瞪了一眼这个无耻的男人。穆平回瞪了苏洛离一眼。瞅啥？趴好了，不听话把你吊起来抽打。苏洛离虽然满脸羞愤，但没办法，现在不敢激怒这个男人。苏洛离乖乖地趴在床上，双腿自然分开，方便穆平给他上药。随着衣服被揭开，忍着剧烈的疼痛，苏洛离羞愤地将头深深地埋进被子里，就当是一场梦。离儿，你是不是觉得当初你实力比我强？穆平一边给苏洛离上药，一边问道。苏洛离有些羞愤难当，他现在羞处正被看着，这个时候能不能不要说话？但他毕竟是女帝，心境不同凡响。不就被看了吗？只不过就是一副皮囊而已，正是锻炼他心性的时候，这时更要心如止水。苏洛离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最后是你输了，被我杀死了，这有什么疑问吗？看着苏洛离傲娇的样子，穆平不忿地在他身上拧了一下。啊，当时我不过是被我信任的女人给算计了，她给我下了毒，只能发挥出一半的实力。如果不是叶隐幽那个贱婢下毒暗算我当时生擒你都没问题。所以呢，是你赢了吗？你这个女人看来还是没摆正自己的位置。穆平手上揉捏的力道不自觉地加大了几分。明渊，你轻点。苏洛离乖乖地趴在床上，穆平一边揉搓一边温柔地给苏洛离上药。不得不说，苏洛离真是绝世尤物，虽然肿了点，但还是很美的。检测到天命之女对宿主好感度加5，现在为95，宿主加油哦。穆平神色一正，难道这洛离女帝喜欢被爱抚？看来以后还得加把劲。穆平给苏洛离上好药，压了压身体的欲火。上个药，这女人身子一直扭来扭去，搞得她快受不了了。叮，系统提示，宿主完成身体原主人穆平的3个心愿，可以解锁系统更多功能。这时系统声音忽然传来，3个心愿，还有别的功能。第一个心愿，为身体原主人报仇，仇人赵玉儿，限时今天完成，完成后可以解锁系统绑定人数限制。另外2个心愿呢？宿主完成第一个心愿后再发布。玄灵宗的杂役弟子赵玉儿。穆平捋了一下身体原主人的记忆。穆平在玄灵宗就是在赵玉儿手下当劳工，这女人脾气反复无常，经常对他打骂。那次不小心看见了赵玉儿和几个男人在树林野战，被赵玉儿发现，穆平就是被赵玉儿推下悬崖搞死了。依依不舍看一眼苏洛离，在屁股上拍了拍，站了起来。穆平又花了点时间做了一个2菜1汤，放到苏洛离的身旁。
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。梨儿，我出去一下，你修炼需要什么丹药吗？我给你买回来。苏洛离狐疑地看了一眼穆平，这男人竟然要给自己买丹药，他想搞什么？需要一些义气丹和虎狼丹。行，你吃饭吧，我出去了。苏洛离应了一声，看着男人的背影，眼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光。段云雅，一个身形婀娜的青衣女子正在舞剑，但章法凌乱，一件件狠狠地劈在一旁的石头和树木上，石块和木屑在她周围乱飞。青衣女子正是穆平的仇人赵月儿，每当有空闲的时间，赵月儿都会来这练剑。身体原主人当时作为赵月儿的专用劳工，经常陪着她来这。好听一点是劳工，其实就是赵月儿的奴隶。穆平在玄灵宗没找到赵月儿，果然在此处。赵月儿又在这耍剑呢。赵月儿听到声音，身子一颤，转身看到穆平，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。穆平，你竟然没死！穆平呵呵一笑，你这贱婢还活着，我怎么舍得死？赵月儿脸上满是杀意。穆平，你这狗奴才竟然敢如此称呼我！既然你没死，我就再杀你一次。说着，赵月儿持剑朝着穆平刺来。穆平不慌不忙，侧身一闪，轻松躲过了这一剑。赵月儿一击未中，神色一惊，换了几个更为凌厉的杀招。穆平背着双手，灵活地在剑影中穿梭，瞅准时机，一脚踢在赵月儿持剑的手腕上，剑顿时飞了出去。赵月儿一个踉跄，差点倒在地上，满眼的有些不可置信。你不过是我的奴才，怎么可能有如此身手？穆平冷笑一声，欺身而上，一脚踹在赵月儿的腹部，赵月儿被踹飞几米远。穆平走过去，用力掐住赵月儿的脖子。赵月儿被穆平掐得喘不过气来，脸色发白。穆平见状，松开了他的脖子，狠狠的2个耳光将他打翻在地。贱婢，杀我的时候没想过有今天吧？赵月儿捂着被打得通红的脸，爬了起来。穆平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，我是动手杀了你，可是你别忘了，当初是我收留了你，你的命本来就是我的。穆平回忆了一下身体原主人的记忆，的确刚来玄灵宗当劳工都没人要，是赵月儿收留了他，但这女人时不时对他非打即骂，只不过为了找一个奴隶加出气筒而已。穆平拿起来地上那把剑，抵在赵月儿的脖子上，冷笑一声：贱婢，天天拿我当奴才使唤，那我还得谢谢你了。跪下。感受着冰凉的剑身，赵月儿娇躯微颤，犹豫了片刻，跪在了地上。穆平，看在我曾经收留你的份上，求你暂且饶我一命，我还有大仇未报，等我报了仇，愿任凭处置。穆平饶有兴致地用手扳起赵月儿的下巴，看着他那生无可恋又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眼神。哼哼，是吗？那你说出来，让我开心一下。赵月儿苦笑一声，慢慢地说了起来，这或许是他活命的唯一机会。原来赵月儿上次树林和几个男人野战，是因为那些男人拿赵月儿的家人性命要挟。这种事在穆平看见之前发生过多次了，后来那几个男人有些玩腻了，就把赵月儿的家人都杀了。赵月儿受了几个男人的侮辱，无处发泄，觉得天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就把怒气发泄到了穆平身上。家人死后，赵月儿更是情绪失常，尤其无法接受的是自己丑态竟然被穆平这一个奴才看到，所以才会将穆平推下山崖。弱者受到不公无力反抗，就会欺凌更弱者。穆平捏着赵月儿的下巴，所以你因为受到别人的欺凌，然后把怒气发泄到我身上。赵月儿跪在地上给穆平磕着头，是我不对，是我错了，只要你饶我一命，我愿意给你为奴为婢，任你责罚。给我为奴，你也配？我大仇未报，求你了。赵月儿不断地磕着头，脑袋上满是血痕。穆平叹了一口气，指了指不远处的悬崖，将你仇人的名字写下来，你的仇我给你报，你自己在这跳下去吧。赵月儿愣了一下，微微点了点头。赵月儿扯下身上的一片衣服，咬破手指，颤抖着写着谢字，还有几滴泪水滴在那片衣服上，写完字又给穆平磕了3个头。多谢。说完，赵月儿慢慢地朝悬崖边走去，神情带着一种解脱和释然。丁，宿主完成身体原主人第一个心愿，解锁系统绑定人数限制。穆平心中一喜，快步下山，得去给苏洛离搞点丹药。丹云阁，玄灵宗附近比较大的丹药店了。此时店里却是十分冷清。穆平走进店里，对着店小二大喊：义气丹和虎狼丹各来10个。一个伙计兴奋地小跑过来：客官，总共需要下品灵石600个。600灵石？怎么不去抢？不应该是300个吗？丹药的市场价穆平还是了解的，这种一般的丹药价格一直没出现过大的波动。客官有所不知，最近的行情丹药都在涨价，进货价太高，我们卖这个价都不赚钱了。穆平虽然不缺钱，但也不想当冤大头，转身就走。公子留步。穆平还没走出店门，听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。穆平转过头，只见一位身着淡黄色长裙的女子袅袅婷婷走来，
她身形婀娜，眉眼含情，只不过眉宇间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愁容，让他心生怜惜。这位公子，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你若真心想要这丹药，我可以再给你打个折。丁，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，宿主是否绑定？气运之女跟天命之女有什么区别？天命之女苍兰大陆只有一人，气运之女可以有很多人，可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。楚若属于哪个级别的？楚若目前修为炼气6重，属于黄级气运之女。好，绑了。丁，宿主已绑定气运之女楚若，楚若境界为炼气6重，按0.05倍反馈给宿主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体6重。逗我呢？0.05倍，系统你给我一个解释，难道这女人对我有敌意？楚若对宿主好感度为0，反馈倍数按天命之女的好感度加上气运之女的好感度的和来决定，天命之女的好感度为95，所以反馈倍数按95来计算。看来虽然可以绑定别的气运之女来提高修为，但提高苏洛离的好感度才是提高修为的关键。最好是让苏洛离这个天天想着杀了自己的女人爱上自己，但这对于没有泡妞经验的木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之前和叶隐幽那件璧有过一段，现在想起来完全是那件璧欲擒故纵，玩弄他的把戏，最后他还被这件璧给阴了。想到叶隐幽，木平紧紧地握着拳头，双眼通红。这位公子，价格还可以再商量。听到女子的呼唤，木平忙平复了下情绪，对着楚若笑了一下。姑娘，不知这丹药为何会涨价这么多？公子应该是近期很少外出，有所不知，正魔大战后，洛离女帝陨落，女帝弟子萧敬接任帝位。萧敬称帝。萧敬，苏洛离的徒弟，应该也是苏洛离所说的大仇未报的仇人。木平苦笑一声，这女人也是被亲近之人背叛，这一点两人还真有点同命相连的感觉。这和丹药价格有什么关系？正魔大战，虽然魔族最终被击退，但是正道宗门也是死伤无数，损失巨大，各宗门需要大量药材和丹药，市场上很多药材丹药都被收走，导致药材丹药价格疯涨。而且晋地默许各个大势力征收重税，虽然我们丹药卖的价格高，但并没有多赚钱，顾客还比以往少了7、8成。看到楚若满脸忧色，木平拿出600下品灵石递给楚若，姑娘，帮我拿10颗虎狼丹，10颗一气丹，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，不用打折了。楚若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灵石。公子，不瞒你说，你是今天的第一个客人，还买了这么多丹药。这样吧，我再赠1颗丹药，你随意挑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体7重。听到系统提示，木平大喜，看来女人的好感度提升也不是那么难。苏洛离也是女人，估计还是空虚寂寞的女人，要不要给她搞点情趣？姑娘，那就赠送我1瓶春心露吧。楚若神色一怔，眼神出现些许异样，给木平拿了1瓶春心露。木平将丹药装到储物袋中，对着楚若摆了摆手，走出了丹云阁。木平走出丹云阁不久，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男子走进丹云阁。楚若认识这个年轻男子，玄灵宗外门弟子叶不凡。但看到他进来，楚若眉头紧锁。叶公子，今日来所为何事？叶不凡轻笑一声。玄灵宗刚发布命令，宗门修炼需要求境内所有门店每月交出一气丹100颗，或者灵石2000个。我特地来告知楚姑娘。叶公子，你也知道，最近生意惨淡，我们店现在都快坚持不下去了，根本无力承担这么多的费用。叶不凡看着楚若美丽的脸颊，嘴角微翘。楚姑娘，我也知道你的难处，不过这是宗门命令，若是交不出丹药或者灵石，玄灵宗将不会再为贵门店提供保护。楚若神色一紧，叶不凡说的意思很明显，若是交不出，玄灵宗就会找人来找麻烦，店里生意更没法做了。可是若是交了，相当于一直亏本做生意，撑不了多久就得关店。看着楚若为难的样子，叶不凡心下一喜，一脸猥琐。不过楚姑娘若是肯和在下交个朋友，我可以在宗门帮你说句话，或许有用。交个朋友？叶公子，小女不明白。我在明月楼有一间专用雅间客房，只要楚姑娘愿意跟在下彻夜长谈，用身体交流下感情，就算是叶某的朋友了。叶不凡，你无耻！楚若一脸愤怒地瞪着叶不凡，袖拳紧握。叶不凡却不以为意，依旧笑得很猥琐。楚姑娘想通了就去找我，不过最多2天时间，时间久了我可要登门拜访了。说完，叶不凡一脸得意地走出了丹云阁。木平买完东西赶回地下密室，毕竟提升苏洛离的修为和好感度才是他的第一要务。回到地下密室的时候，天已经不早了。木平走进苏洛离的房间，见他还乖乖地趴在床上，屁股上的红肿消退了一些。离儿，好些了吗？好一些了，就是有点头晕。苏洛离的声音有些虚弱。木平走过来摸了摸苏洛离的额头，不热啊，怎么会头晕呢？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暗道不妙。
不过已经有些晚了，苏洛离手中银光一闪，一个锋利的匕首直插穆平胸口。虽然苏洛离现在只是炼体3重，但他是星月灵体，加上他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经验和对时机的把控能力，越级战斗就是家常便饭。穆平连忙闪身后退，但因为距离太近，已经躲闪不及，胸口已经被匕首刺中。不过这时苏洛离眼神中闪过一丝犹豫。就在这一个瞬间，局势逆转，穆平已经抓住了苏洛离的手腕。苏洛离想用力挣脱，但跟穆平力量悬殊太大，根本无济于事。穆平拔出插在胸口的匕首，扔在了地上，鲜血溅出，染红了他的衣衫。如果匕首再多刺进身体1寸，就会刺进心脏，就算他是太虚神体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。穆平捂着胸口，点了胸口的几处大穴，血总算是止住了，双眼通红地盯着苏洛离，眼神中的寒光让人感到窒息。苏洛离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好了？苏洛离一击不成，知道已经再无机会，神情绝望地趴在床上，等待男人的处置。你杀了我吧！呵呵，贱婢，直接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穆平狠厉地看了一眼苏洛离，一把扛起他朝屋外走去。明渊，你要做什么？苏洛离无力地拍打着穆平的后背，他现在本就身体虚弱，刚刚那一击几乎用尽了他的力气。穆平扛着苏洛离走到密室的一角，扣动暗格，墙壁缓缓打开，密室的里面竟然还有一间屋子。穆平将苏洛离轻轻地放在屋子的地板上，随着屋内的亮了起来，趴在地上的苏洛离看到屋里的东西，身躯有些颤抖。这间屋子是一个宽敞刑讯室，各种千奇百怪的刑具闪烁着黑色的光芒，阴森恐怖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苏洛离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一代魔帝被你杀死，只不过拿一块木板稍微教训了你几天，就放过了你。1个月，我们孤男寡女，我都没有侵犯你，给你留着最后的尊严。我给你活命的机会，你还不知足，还想杀我？穆平用手托起苏洛离的下巴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看着穆平的眼睛，苏洛离知道难逃一劫，冷冷地盯着穆平。明渊，你们魔道中人本就该死。魔道，哈哈。穆平大笑一声，仿佛听到最好笑的笑话。我问你，今日我放开你的时候，我们约定，我放了你，你做我的婢女，我说过的话都做到了，没让你叫我主人，没让你自称奴婢，甚至亲自给你上药做饭。而你做到了什么？你心里想的都是怎么背弃承诺，如何杀了我，一个承诺不遵守的人，还妄称正道。原来所谓的正道都像你这般模样，哈哈。苏洛离被说得有些无言以对，的确是他背弃了承诺。苏洛离又看向那些阴森恐怖的刑具，闭上了眼睛。明渊，你说的没错，是我没有遵守承诺。你想怎么折磨我，就动手吧。既然你认罚，我就遂了你的心愿。穆平将苏洛离抱起来，去掉他全身衣服，抱到一个大铁桶里。屋顶上顺下3根铁链，将苏洛离的手腕和细腰紧紧锁住。苏洛离就这样被吊在铁桶上面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惩罚。刺杀失败，魔帝不可能再放过他了，今天很可能会被这个男人折磨致死，区别只是死法不同罢了。随后穆平朝铁桶里加水，虽然水不是很凉，但苏洛离还是感觉身体发抖。铁桶里水加满后，穆平拿来一大捆木柴塞到铁桶地下。随着穆平点燃柴火，苏洛离终于忍不住问道：明渊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穆平冷笑一声：洛离女帝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看不出来我要做什么？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，苏洛离感觉脚底烫得生疼，抬起脚，身体蜷缩在水里。穆平用手捏了一下苏洛离的脸蛋：洛离女帝，这样是不是太单调了？也挺没意思的，给你加点料。说完，穆平拿出一包药粉，撒在水里，戏谑着看着苏洛离：你这魔头，水里加了什么？一会你就知道了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随着水温的升高和药物的作用，苏洛离感觉到身体钻心刺骨的疼痛，特别是身上的伤口处，像被烙铁烙在身上一样疼痛，但他紧咬牙关，没有喊出一声。又过了一会，穆平感觉水温差不多了，将桶底的木柴拿了出来，看着苏洛离眉头紧皱，银牙紧咬，绝美的脸颊上汗珠慢慢渗出，痛苦中带着倔强，真是另有一番风情。洛离女帝，怎么样，还舒服吗？苏洛离瞪了一眼穆平，他千年的历练，怎么能不知道这铁桶和药水的作用？这是治疗外伤的一种药浴疗法，虽然过程异常痛苦，但是见效很快。这魔帝是在给他疗伤，可是为什么他差点就又杀了他？他不应该更加变态的折磨他才对吗？虽然心里对穆平有些感激，但嘴上不能认输。哼，堂堂魔帝就这点本事，有本事给本帝再加点料。看着苏洛离那傲娇的神情，穆平也看出来他猜到了自己的意图。好，我就如你所愿。穆平说着，拿出3颗虎狼丹，3颗义气丹扔进了铁桶。啊！剧烈的疼痛让苏洛离忍不住喊出了一声，
不过马上就紧咬牙关，一声不吭。药浴的时候加入虎狼丹和益气丹，可以极快地增加修炼速度，特别是身上的皮肤有伤，药力吸收更快。不过更快的修炼速度带来的是极致的痛苦，根基不稳，身体承受能力较差的人很可能爆体而亡，或者疼得晕厥致死。这种疼痛更甚于千刀万剐。不过苏洛离是星月灵体，还是天命之女，这种程度的药力身体还可以承受得住。穆平走过去给苏洛离轻轻擦拭了下脸上的汗水。离儿还承受得住吗？苏洛离看了一眼穆平，他心里明白，这是这个男人在主动示好，同时也是宣示主权，提醒他现在还是他的婢女。如果他应了，他可以暂时放过他，但是他仍然要以婢女的身份跟他相处。他堂堂一代女帝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认输？虽然现在身体的疼痛已经接近他能忍受的极限了。明渊，就这，再给本帝加点料。看着苏洛离那傲娇的模样，穆平邪魅一笑，拿出那瓶春心露。明渊，你无耻！看着穆平拿出那瓶春心露，苏洛离彻底慌了。如果春心露加到药桶里，被他身体吸收，会渗入他的四肢百骸，药力比直接服用强上不止10倍。如果得不到男人的话，会让他欲火焚身，难以自持。他也将彻底失去最后的一点尊严。更要命的是，还没有男人给他用。这魔帝明渊虽然看起来很厉害，但可惜那方面不行，不然也不可能囚禁了他这样的绝色美人1个月都没有侵犯过他，甚至连举动都没有。但这事他也不能点破，虽然他不懂男女之情，但也知道这是男人的禁忌。看着穆平就要将春心露到净桶里，苏洛离恐惧地脱口而出：不要！穆平不为所动，终于找到拿捏苏洛离的方法，他可不想错过。洛离女帝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你是谁啊？看到那瓶春心露就要滴进桶里，苏洛离的心也提到嗓子眼。主人，离儿是你的婢女，饶了奴婢吧。听到苏洛离终于屈服，穆平缓缓收起那瓶春心露，苏洛离也终于舒了一口气，专心抵抗身体上钻心刺骨的疼痛。离儿，我之前说过的话依然算数，只要你能打赢我，我还你自由。不过不能像今天这样耍阴招搞偷袭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不会手下留情了。穆平神情十分严肃。知道了，离儿，以后不会了。为了表示惩罚，在你铁桶受刑的时候，我们以主仆相称，你要自称奴婢。结束以后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，我可以不做要求，知道了吗？苏洛离面露难色，但看见穆平手里把玩的那瓶春心露，内心顿时坚定了。主人，奴婢知道了。离儿，萧敬是你的徒弟吧？苏洛离听到萧敬的名字，眼神中满是冷冷的杀意。是的，奴婢就是重伤后被他偷袭，才会修为尽失的。我今天出去，听说你的好徒儿已经取代你接任地位了。虽然早有预料，但听到这个消息，苏洛离眼中恨意更甚，恨意中带着些许迷茫。他现在的修为，不知道修炼到何年何月才能报仇。早就料到了，他偷袭我，不就是为了这个位子吗？说起来，咱俩还真是同命相连，咱俩两败俱伤，到头来都便宜了别人。穆平站起身，又帮苏洛离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给他顺了顺头发。苏洛离不知为何，忽然有些喜欢这样的感觉。主人，魔族那边怎么样了？差不多，叶隐幽那个贱人当了魔帝，现在可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幽帝。药浴差不多要泡3个多时辰，暮云有些无聊，给苏洛离备了1浴桶的热水，让他泡完药浴，洗个澡，给苏洛离身上铁链解开，换洗的衣服放到了浴桶边上，然后穆平去厨房准备饭菜。丁，检测到苏洛离对素煮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目前好感度为-85点。丁，天命之女苏洛离修为提升到炼体7重，宿主修为提升至炼气1重。苏洛离从铁桶中走了出来，伤势恢复加上修为提升，感觉整个人都在发光。他走进了不远处的浴桶，看到浴桶的热水和一旁崭新的衣服，眉宇间有了一丝温柔。不过温柔稍瞬即逝，脸上又恢复了女帝的清冷明渊，让本帝为奴，本帝就堂堂正正的打败你。穆平一个人在厨房忙活了好久，弄了一大桌子饭菜。对于穆平来说，做菜其实也是一种乐趣，不过就是有点主仆错位，苏洛离才是婢女。为了提升苏洛离的好感度，现在搞得他才是那个仆人一样。穆平都搞不懂，这破系统到底是在帮他还是帮苏洛离。浴桶内水汽弥漫，苏洛离缓缓从浴桶中起身，那白皙如玉的肌肤在水汽的笼罩下若隐若现，一头如墨般的长发湿漉漉地披散在香肩上，发梢还有水珠顺着锁骨流下。苏洛离拿起浴巾轻轻擦拭身子，换上穆平给他备好的那身雪白衣衫，看了一眼屋外，脸上露出清冷的神色。今晚就要打败明渊，本帝绝不为奴。苏洛离走出屋外，闻见一股诱人的香气，顺着香气快步走进屋内，看着一桌丰盛的饭菜，感觉有些饥渴难耐。他强压食欲，一脸清冷的表情坐在桌旁。呵呵，
想用几道菜就征服本地，那本地就吃完再教训你。这时还在厨房做菜的穆平听到苏洛离过来了，探出头看了一眼。刚出浴的苏洛离吹弹可破的肌肤，一尘不染的白衣，配上那绝美的容颜，让穆平看得有些呆滞。虽然两人相处时间不短了，但苏洛离的大多是纯欲风的形象出现的，虽然也很美，但有些审美疲劳。离儿，你先吃吧，我马上就好。苏洛离并没有吃，在战胜穆平之前，她的身份还是一个婢女，主人没吃，她先吃很不合理数。她迫切的要跟穆平比试，堂堂正正的打败穆平。苏洛离是很严肃的跟穆平说道：明渊，我一会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不一会，穆平将最后一个汤端了上来，坐在桌前看着苏洛离：离儿，快趁热吃。苏洛离又打量了一下穆平，神色一怔，这个男人竟然有炼气一重的修为了。他忍受了几个时辰炼狱般的煎熬，连升4级，他自己都感觉这个速度已经是个奇迹了。没想到一样的时间，这个男人竟然从炼体7重提升到了炼气1重。难道是因为魔帝的特殊体质？苏洛离知道穆平的体质很特殊，是那种他都看不透的体质。不会，再特殊的体质也不会有这么快的修炼速度。他看自己铁桶要玉石那风轻云淡的态度，难道是在隐藏修为？自己是星月灵体，天生灵童，修为怎么可能会看错？这个男人身上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穆平见苏洛离并没有吃菜，想了起来，好像这女人还有事。离儿，你刚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我说，什么事？想到自己现在还实力差得很远，苏洛离刚刚清冷傲娇的神色变得有些黯然，微微低了低头。主，明渊，我是想说，我作为你的婢女，洗衣做饭这些事都应该我来做，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吩咐都可以跟我说。穆平轻笑一下，摆了摆手，我以为啥事呢？你不用多想，我这人比较随意，没有你们正道中人那些规矩。再说你伤刚好，需要多休息。苏洛离小手紧紧地抓着衣角，穆平对他越好，他越感觉不自在。每个人做事都有他的目的，可是苏洛离看不懂魔帝为了啥。为钱，他现在也没钱。为权，他不但没有了权势，现在应该还是被萧敬追杀的对象。为色，可是他那方面也不行啊。苏洛离眼神一亮，好像想到了什么。难道是为了修为？魔道有很多双修功法，需要资质绝佳的炉鼎，而且炉鼎体质越好，修为越高，效果越好。魔帝想重登地位，加快修炼速度，需要绝佳的炉鼎，整个苍蓝大陆很难找到比他体质更好的女子了。魔帝怪不得要帮他提升修为，而且还是用药浴这种极端的方式，这是要先养着他，等他修为到一定的境界，时机成熟再夺取他的原因。可是他那方面不行啊，怎么双修？离儿，想啥呢？快吃饭啊！穆平看苏洛离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催促道。哦。苏洛离应了一声，拿起筷子快速的吃起来。别说，这魔帝的手艺还挺不错的。明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修为太低了？穆平喝了口酒，瞅了一眼苏洛离，是低一些，不过只要坚持努力，修为很快就会提升起来的。说完，穆平好像想起什么，拿出剩余的7颗虎狼丹和7颗义气丹递给苏洛离。这些丹药够你用一段时间了，不够我再给你去买。苏洛离接过来看了一下里面的丹药，这些丹药以他的资质足够他修炼到炼体9重了。如此慷慨的给他丹药，难道魔帝以为凭借自己的资质，即使他再怎么努力，修为也可以稳压他一头？那是对星月灵体的修炼速度一无所知。星月灵体再加上他的勤奋，他不信不能在修为上超过魔帝。苏洛离感觉已经吃饱了，他得抓紧修炼，一刻也不能松懈。看了一眼还在大口吃菜的穆平，明渊，我吃好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穆平抬头看了一眼起身要离开的苏洛离。离儿，等下，今天我做的饭，你来洗碗。啊，我洗碗。苏洛离一怔，他还想赶紧去修炼呢。再说他也没做过这种活。洛离女帝不会洗碗都不会吧？还是说不情愿？穆平有些玩味地看着苏洛离。苏洛离虽然十分不情愿，碍于作为女帝的尊严，嘴上依然很硬朗。怎么可能？洗碗是本帝作为婢女的本分，相当的情愿。看着苏洛离就要去收拾碗筷，穆平忽然想到一件事。离儿，等等，你刚换的新衣服很容易弄脏了。苏洛离心中一喜，明渊，那怎么办？要不这次就算了。穆平从储物袋里拿出一件女仆装扔给苏洛离，没有蓝星那种特色的女仆装，但穆平买的这件也很有辨识度，从布料、颜色、款式一看就是最低等的下人才穿的衣服。苏洛离穿上应该会别有一番味道。离儿，换上这个才像个样子。苏洛离接过那身女仆装，满脸的嫌弃，咬了咬牙，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。哼，本帝就是穿上这下人的衣服，也是最美的婢女。清晨，穆平一觉醒来，
走出密室，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。地下密室处于荒山野岭之间，人迹罕至。穆平在外面逛了一圈，抓了几只野兽。回到密室的时候，发现厨房里传来做饭的声音，饶有兴致地走了过去，发现一身女仆装的苏洛黎正在厨房忙碌着。粗糙的材质和低劣的款式并没有掩盖住苏洛黎那高贵的气质，反而更加激起男人征服的欲望。不愧是洛黎女帝，做起婢女来也是有模有样的。苏洛黎听到穆平取笑她，回头瞪了他一眼，语气冷冷的：本帝既然答应做你的婢女，自然要遵守承诺，不然又会被某些魔道中人说三道四。穆平嘿嘿一笑，经过他的批评教育，苏洛黎还是挺上道的。既然认同了婢女的身份，那是不是可以？穆平轻轻地走到苏洛黎的身后，双手搂住苏洛黎纤细的腰。苏洛黎感受到穆平的动作，身体微微一僵，下意识想挣脱，轻轻扭动了一下，但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只是这个男人的婢女，默默地停止了动作。别说他对自己搂搂抱抱，就算跟他做男女之事，他现在都没有拒绝的权利。万幸的是，这魔帝那方面有缺陷。这时穆平凑到苏洛黎的耳边：黎儿，我本想着带你出去转转，但现在外面到处是搜寻你的探子，所以没有必要的话，暂时还是不要出去。穆平这么近距离的说话，苏洛黎脸颊升起一抹红晕。我知道，虽然明面上不会大张旗鼓，但宵禁暗地里肯定会全力追杀我，还有你们魔道的人也一样不会放过我。穆平抱着苏洛黎细腰的胳膊搂得更紧了一些，身体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后。真是世事无常，受万族敬仰的洛黎女帝竟然会沦落到被正魔两道追杀的地步。苏洛黎顺从地让穆平贴在他的身后，忽然感觉到有东西顶着自己，娇躯一颤。虽然没经历过男女之事，但是这种事他也是懂一些的。原来有一件事他一直都想错了，这男人他可以的。这1个多月，他真的因为照顾自己的尊严才没有侵犯自己吗？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黎对素主好感度提升5个点，目前好感度-80点。穆平心中一喜，苏洛黎这女人果然喜欢男人抚慰，估计是一个人寂寞了几百年，太空虚了。如果今天直接拿下她，好感度会不会直接转正？想到这，穆平的双手有些肆无忌惮起来。这时，苏洛黎有些冷冰冰的手抓住了穆平那双四处游走的手，转过头来看着穆平：明渊，本帝既然答应了做你的婢女，会尽量做好一个婢女的本分，也知道作为一个婢女，身体也应该任你处置。可是这男女之事，本帝能不能自己做主？看着苏洛黎有些冷冰冰的眼神，这女帝竟然并没有被他高超的爱抚融化，这让穆平感觉有些无趣。刚刚燃起的欲火被强压了下去，伸出手捏着苏洛黎的下巴：苏洛黎，你觉得呢？看着穆平那冷冷的眼神，苏洛黎知道他再次惹怒了这个男人。这么多天，他也对穆平的脾气有一些了解了。这个男人吃软不吃硬，如果他硬是不从，今天不但会清白不保，说不定还会受到别的惩罚。想到这，苏洛黎的语气不自觉地软了下来：黎儿现在是你的婢女，床笫之欢自然也会好好侍奉你。穆平心下一喜，苏洛黎如此懂事，不愧是女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时突然传出系统机械的声音：丁，系统发布身体原主人第2个心愿，救出穆平姐姐并照顾好她，完成任务可以解锁系统商城，限时1天。这系统总是关键时候发布任务。穆平有些恋恋不舍地松开苏洛黎，今天暂且先放过她一次。穆平在苏洛黎娇躯上又摸了一把：算了吧，你这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这种违背女人意愿的事情我不会去做，希望下次你主动一点。看着穆平走远，苏洛黎竟然感觉有一种隐隐的失落。明渊，你去哪？穆平对着苏洛黎摆了摆手：洛黎女帝这么不配合，我火气太旺，出去找个女人发泄下。苏洛黎神色一正，果然在这个男人眼里，女人只是发泄的工具。虽然暂时对他网开一面，可是他苏洛黎的命运怎么能掌控在别人手里？再过3天的时间，他对自己再狠一点，用药浴的方式足够他修炼到炼气境了。既然这男人沉迷女色，不务正业，他更要努力修炼，趁早超过他。明渊，本帝倒要看看谁笑到最后。清水镇距离玄灵宗有半天的路程。穆平父母过世后，霸占穆平家房屋财产的叔叔一家不但没有半点愧疚之心，还对他们姐弟极尽羞辱。这次又要怎样对待穆平姐姐？系统又为何让他去营救？穆平姐姐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穆平，等一下！回清水镇的路上，一个女子有些清冷声音在叫住穆平。穆平回头一看，不远处一个蓝衣少女，身形婀娜，面容清丽。穆平认识这个蓝衣少女，名字叫柳岩，还是穆平父母给她定的娃娃亲。2人很小的时候经常在一块玩，关系还不错。穆平父母去世后联系很少了，后来穆平是清水镇出了名的废物，柳岩则是清水镇出了名的天之娇女。随着2人差距的变大，柳岩对这个未婚夫越来越嫌弃，
身体主人穆平却喜欢柳岩，梦里都娶柳岩当自己媳妇。一段时间不见，感觉柳岩比之前又漂亮了一些，身材也更丰满了，不过表情也更加清冷。柳岩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去玄灵宗，我现在是玄灵宗的外门弟子。看得出来，柳岩很骄傲。他们小镇的人能去玄灵宗当杂役弟子，都是很厉害的人了。当外门弟子，就跟蓝星考上最好的大学一样，是小镇的一段佳话。恭喜啊，那你快去吧。穆平随意地说了一句，对着柳岩摆了摆手，径直往前走，并没有表现出对柳岩成为玄灵宗外门弟子的惊讶。这是在无视我吗？穆平的态度让柳岩脸色有些不悦。按正常的情形，他不得卑微地恭维自己吗？穆平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柳岩冷冷地道。啥事？穆平又回头看了柳岩一眼。柳岩把玄灵宗外门弟子的令牌故意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。我俩的亲事是父辈定下的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很不般配，所以我已经把我们亲事退了。退亲？在这个世界活了100年了，还是躲不过这致命一击。娃娃亲这种事情，退亲不退亲穆平无所谓，他也看不上柳岩。如果要是成亲的话，苏洛离跟他才算般配。可是这柳岩目中无人的态度让他很不爽。退了好，正巧我也没看上你。穆平的话让柳岩清冷的脸上浮现一丝愠怒，随即柳岩换上一脸冷笑。穆平经常远远地跟着他，他是知道的。呵呵，这男人也就嘴硬，死要面子。我只是通知你一下，并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。这件事我父亲已经跟你叔父当面商议过了，给了你叔父不少补偿，所以我们以后各走各路，再无瓜葛。穆平讥讽的一笑，都没问过我，你这是在无视我吗？柳岩轻笑一声，无视你那又怎样呢？穆平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这个世界，有实力才能得到尊重，而你没有。叮，系统检测到黄级气运之女柳岩，宿主是否绑定？随着系统声音响起，穆平一脸懵逼。系统你真不挑啊，没听见这女人怎么说我的吗？系统你还不清楚，我也是有原则的男人吗？哼，就为了那一点点修为，绑定这个女人，除非我有病。绑定。叮，宿主绑定气运之女柳岩。叮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岩现在修为炼气5重，对宿主好感度为30，暂时无法为宿主反馈修为。奶奶的，我背弃原则就绑了个寂寞，难道他还要为了这么个女人提升好感度而妥协吗？当然不行，对付这种女人就得靠硬实力，他既然崇尚实力，那就用实力打败她，自然会心悦诚服。可惜的是，他目前还实力不济。努力，加油。苏洛离。穆平又冷冷地扫了一眼柳岩。柳岩，敢不敢打个赌？3天后玄灵宗擂台，我们堂堂正正的比试一场。柳岩听到穆平的话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，指着穆平又指了指自己。你跟我比试，你是认真的？穆平轻笑了一声。怎么，你不敢？好吧，如果你输了，以后不准再纠缠我，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们曾经定亲的事情。奶奶的，老子啥时候纠缠过你？我这人最不喜欢小打小闹，敢不敢赌一把大的？胜者为主，败者为奴。哈哈！柳岩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弯腰用手捂着肚子。这男人真是有想法，知道躲不过退亲，想给自己为奴来继续纠缠他吗？既然这男人这么贱，他也不用客气了。好吧，既然你想给我为奴，我就遂了你的心愿。3天后，玄灵宗擂台。柳岩说完，直接往玄灵宗方向走去，懒得看穆平一眼。本来还想着，毕竟是有着定亲的缘分，在玄灵宗照拂他一下，没想到这男人竟然如此不识好歹。等一下，穆平想起一件事，喊住柳岩。柳岩回过头，似笑非笑，仿佛早就料到穆平会反悔。这种男人他见多了，没实力还硬逞英雄，不过硬不了几秒。怎么，后悔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想问你，去我家的时候看见我姐了吗？她怎么样？柳岩一脸疑惑地看向穆平。你家的事情你自己不知道？今天赵家2公子来接穆林，说是做他第20房小妾，这个时间应该在赵家吃午饭了。赵家称霸清水镇的赵家，以折磨女人为乐的赵家老二赵飞。是的，赵飞找的小妾大都会被赵飞折磨致死，然后再找新鲜的接着玩弄。穆平眼眶发红，射出阵杀意。那毕竟这是这具身体名义上的姐姐。柳岩看着穆平那恐怖的眼神，冷笑一声。没实力的人是没有资格愤怒的，我劝你忍了吧。赵家清水镇第一家族，连我都不敢得罪，可是我偏偏要搞死赵家。穆平语气冰冷，没有再理会柳岩，以最快的速度奔向赵家。望着穆平远去的背影，柳岩多看了几眼。去赵家，他还能活着吗？就算死了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穆平向着赵家方向一路飞奔。虽然穆林并不是穆平的亲姐姐，只是穆平父母路上捡来的女婴，但也是穆平最亲的人了。穆平进入赵家大院，
看到赵家大院熙熙攘攘，喝酒划拳声不绝于耳，男人们一个个醉醺醺的东倒西歪，女人们也一个个嘻嘻哈哈，好不热闹。赵家老二赵飞正坐在大厅中间，红光满面，兴奋异常。身旁2个美艳的女人给他揉着肩膀，为他喝酒吃肉。赵飞身旁的一红衣女子却和这个气氛格格不入，一根绳子将他的胳膊反绑在背后，嘴里还塞着一个手绢，身躯微微颤抖，眼神空洞。这个红衣女子正是穆平的姐姐穆林。姐！穆平下意识地喊了一声。穆林见穆平闯了进来，眼睛里瞬间噙满了泪水，对着穆平直摇头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赵飞站了起来，哈哈大笑。虽然不认识穆平，但他听说过穆林有一个废物弟弟，肯定是这个人没错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下，这位就是我20房小妾穆林的弟弟，我们清水镇出了名的废物。今天大家给我赵某人个面子，就让这个废物给大家端茶倒酒，一会再给大家唱个曲祝助兴，大家说如何？喝酒的宾客跟着哄堂大笑。好，冲着2少爷的面子，这个废物倒的酒老子喝了，哈哈。听说这个废物去了玄灵宗当劳工，也是见过世面的人。这算啥？听说他跟柳岩姑娘还是娃娃亲呢。柳岩玄灵宗外门弟子，我们清水镇男人的女神，只不过这废物被人退亲了，哈哈。这个废物连柳姑娘的一根毛都比不上吧？柳姑娘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你这是对柳姑娘的毛最大的侮辱，你懂个毛？哈哈。穆平仿佛没听到这些人说话，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杀意，直接走向赵飞，拦住他。赵飞不慌不忙地喊道。几个打手冲了过来，不过几人最多炼体7重的修为，被穆平一拳一个打翻在地。没想到穆平有如此实力，赵飞有些慌了。都一起上，不用留手，搞死他！10几个打手冲了过来，穆平随手拿起几个凳子扔了出去，砸向那些打手。打手躲避凳子的空隙，穆平一个箭步对着赵飞冲了上去。由于穆平的速度太快，赵飞想拿穆林威胁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恍惚间，穆平一只手已经掐在了赵飞的脖子上，另一只手在赵飞肚子上打了一拳。赵飞嘴角流出一行鲜血，痛得嗷嗷直叫。赵飞练气一重，虽然酒喝得有点多，影响了实力，但是也算是一等一斗高手。没想到竟然被穆平一招制服，在场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不是说穆平是出了名的废物吗？怎么会这么厉害？热闹的场景瞬间变得鸦雀无声。被穆平掐住脖子的赵飞歇斯底里的大喊：穆平，放开我！我是赵家2少爷，敢惹我，你不想活了！穆平直接2个耳光扇了过去，赵家老二直接被打掉了2颗牙齿。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赵飞被2个耳光扇懵了，酒也醒得差不多了，红肿的脸上摆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兄弟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咱们怎么说也是亲戚。穆平脸上挂着一抹阴森的笑容。亲戚？你还敢说是亲戚？将赵飞提起来扔到地上，随后在他腿上狠狠地踩了几脚。啊！一声凄惨的叫声，赵飞的几条腿都已经骨折。谁敢来我赵家闹事？这时院外一声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，院内瞬间安静下来。穆平抬眼望去，一个面色威严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，细细打量了一下，竟然有炼气6重的实力。中年男子看到赵飞躺在地上，双腿已经错位，面目狰狞地看向穆平。小子，你找死！中年男子是赵飞的父亲，名叫赵震，在柳岩之前是清水镇唯一的玄灵宗外门弟子，这几10年来是清水镇一霸。赵飞祸害清水镇女子无数，也得到他的默许，甚至他自己都跟儿子一起折磨女子为乐。有表现出对赵震不满的人，轻则被打残，重则家破人亡。穆平炼气一重，即使有太虚神体加持，最多有跟炼气4重一拼的实力，还不是赵震的对手。在赵震来搞他之前，就将赵飞拽了起来，掐住他的脖子。赵飞被穆平掐着脖子拼命挣扎。爹，救我！小子，放了我儿子，否则我杀了你全家！赵震大声吼道。穆平摸了摸赵飞的脑袋，呵呵一笑：你儿子现在可是宝贝，我可舍不得放了他。赵震气得脸色铁青，他这么多年在清水镇，只有他搞别人，谁敢搞他？但现在儿子在别人手里，一时却无计可施。这时赵震一旁的一瘦小男子眼睛一转，对赵震耳语了几句。赵震听后面色舒展了一些，对着瘦小男子摆了摆手，瘦小男子带着几个打手出去了。穆林看着弟弟有着这样的实力，眼神中满是欣慰。只是他有些奇怪，穆平本来是来救他的，为何都到了他旁边了，还不给他松绑，也不跟他说话，好似忘记了他的存在。穆林一直对着穆平晃着头，眨着眼睛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穆平假装没看见，一双眼睛盯在赵飞身上。事情没解决之前，不想让女人添乱。双方僵持了不一会，瘦小男子带进来3个人，绑得结结实实的，直接扔了地上。瘦小男子满脸得意，
跟赵震对了一下眼神。穆平一看，绑的3个人原来是穆林、穆林的媳妇，还有穆泽。穆平的叔叔一家人占他房屋，夺他财产，还卖了他姐姐，可以说仇深似海。赵震这是不按套路出牌啊！这时听见赵震大声说道：“小子，快放了我儿子，不然我弄死这3个人！”穆平一怔，还有这好事，摆出一副很气愤的样子。赵震，你敢？赵震冷笑一声，看了瘦小男子一眼。瘦小男子心领神会，对着几个壮汉做了个手势，啪啪的打了穆林3人几个耳光，3人都脸颊红肿，跪在地上不断求饶：“赵爷，小的没得罪你啊，不要打小的了。赵爷，息怒啊！”赵震没理会3人的求饶，看向穆平，还不放了我儿子，信不信我打死他们？你敢打他们，我就打你儿子！穆平说完，就在赵飞脸上狂抽了几个耳光，赵飞的脸颊被打得更加的红肿。看到儿子又被打，赵震气得浑身发抖，对着手下大声喊道：“拿鞭子来，把这3个人给我往死里抽，我就不信他认得了。”几个大汉拿来鞭子，重重地抽在3人身上，惨叫连连不绝于耳。不一会，3人已经满身伤痕。3人这时总算大体明白了来龙去脉，对着穆平大骂：“穆平，你这畜生，快放了赵二少！穆平，你这小兔崽子，要害死我们啊！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不报答我们就算了，还要害死我们，真是畜生不如！还记得你小时候？”穆林媳妇眼泪纵横，讲述着她这么多年照顾穆平姐弟多么的不容易，仿佛她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听了穆林媳妇绘声绘色的哭诉，周围很多人被感动的不行。这些赵震做恶事屁都不敢放的人，现在都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，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畜生。养恩大于生恩，这是养了个白眼狼。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如此薄情寡义之人。穆平冷笑一声：“贱妇，你说谁养的谁？我父母留给我的财产，我姐弟一辈子都花不完，被你3个强占不说，还让我们姐弟伺候你们，现在竟然还把我姐姐给卖了。”穆平声音很大，场上的人都听得很清楚。由于过了10多年，穆平家的那些事都已经渐渐被人遗忘。众人听穆平提起来，才想起来穆平父母死前颇有家产，而穆林一家则是过得特别的窘迫，这其中的事事非非不言而喻。一时间场上画风突变，真是报应，这3个贱人真该打，真不是人干的事。打得不够，你们几个快打，怎么停下了？真是我们清水镇的耻辱。几个打手也感觉刚刚打得有些轻了，纷纷又抽出了鞭子，狠狠地抽在3人身上。穆林一家3人在地上打着滚，发出凄惨的叫声。赵震脸色铁青，看向一旁的瘦小男子：“你就是你出的主意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瘦小男子眼睛一转，小声对赵震道：“老爷，我也没想到这他们家有这样的事情，当下之际只能将错就错。”将错就错，没错。穆平既然跟穆林3人有仇，我们把这3人打死，也算是给穆平报了仇。到时候把所有的问题推到这3个人身上，可以暂时稳住穆平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瘦小男子站了出来，对着几个壮汉做了个手刀的手势。几个壮汉抬起鞭子打了起来，而且这次没有任何停下的迹象。赵震对着穆平说道：“穆平，这次事情都是因这3个贱人而起，今天老夫就在这打死他们，给你出气。但我们赵家只是正常的纳妾，与你并无仇怨。你放了我儿子，我放你们姐弟离开，咱们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，怎么样？”穆平冷笑一声，指了指眼泪汪汪冲着他使劲晃着脑袋的穆林：“把我姐绑成这样了，你管这叫正常的纳妾？”赵震神色一亮，对着几个手下使了个眼色：“你们还不快去给穆林姑娘松绑！”看着那几个走过来的壮汉，穆平一眼看出赵震的阴谋，摆手制止了几个人：“慢着，我自己来就行。”看着穆林那幽怨的眼神，不情愿地伸手给穆林解开了绳子。解开绳子的穆林抬头看着穆平，抚摸着他的脸，不知为何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“平儿，是你吗？姐，别说话，站我身后。”穆平一脸淡定，一手抓着衣角，一手紧紧掐着赵老二。穆林没有继续说话，愣愣地站在穆平身旁，轻轻擦拭着眼泪。这时穆林3个已经被打得没有了气息。赵震摆了摆手：“扔山上喂狗。”几个大汉应了一声，把3人像死狗一样拖了出去。“小子，放开我儿子一切好说，不然你们2个人的下场比这3个人要凄惨10倍100倍。”穆平嘿嘿一笑，赵家的手段他再清楚不过了，在清水镇一手遮天，只要惹到他，哪怕是一句话，不死也惨。他今天这事已经是跟赵家不死不休了的程度了。我是怕我放了你儿子，你也不放过我。这样吧，你放我走，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你儿子放回来。放了你，我儿子的安全谁来保障？穆平对着赵震伸出2个中指：“这事好办，给我2000灵石，你儿子的安全我来保证。”
身旁的木林拉了拉木萍的衣角：“萍儿，我才卖了200灵石，2000块灵石是不是太多了？”木萍瞪了木林一眼：“姐，少说话，你卖这么便宜，好意思说，不嫌丢人？”木林不说话了，只不过神情更加复杂。木萍不再理会木林，看着满脸怒气盯着他的赵振：“小子，你打伤了我儿子，还跟老夫要钱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赵振老儿，老子大庭广众之下凭本事抓的你儿子，你要不就凭本事抢回去，要不就乖乖拿钱赎人，过分吗？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非常合理。赵振胡子都快竖了起来，一拳打在一旁的石桌上，石桌应声而碎。这时瘦小男子在赵振身旁耳语了几句，赵振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不一会，瘦小男子拿了一个大袋子递给赵振：“小子，这里是2000灵石，我都给你，你立刻放我儿子。”木萍心中一怔，这么容易就拿出来了吗？奶奶的，他这是要少了。这2000灵石只是你儿子的保护费，你给我找一辆马车，我到了安全的地方自然放你儿子回来。小子，你不要太过分。赵振一拳下去，又打碎了一个石凳。瘦小男子又在赵振耳边轻轻说了几句，赵振神情一亮：“好，老夫就先依你，但我儿子有任何闪失，我要你100倍偿还。”赵振说完，又看了一眼瘦小男子：“去找一辆上好的马车。”瘦小男子嘴角微翘：“老爷，你放心，事情一定办好。”不一会儿，一辆华丽的马车被拉了过来，木萍挟持着赵飞，带着木林上了马车，回头又看了一眼赵振：“如果路上发现有什么阴谋的话，你儿子的命我可保不了了。”赵振面色郑重：“你放心，老夫一向说话算话，不会拿自己儿子的命开玩笑。”随着马车走远，赵振看了一眼瘦小男子：“都安排好了吗？”瘦小男子得意的一笑：“老爷放心，此次计划周密，这木萍躲得过第1季，躲不过第2季、第3季，肯定万无一失。”赵振面色很厉，就是将这贼子千刀万剐，剁成肉泥，也不解心中之恨。这时，一个精壮汉子跑过来恭敬的一拜：“老爷，马已经备好。”赵振快步上马，又看了一眼瘦小男子：“我们走。”边走边说：“老爷，这第1季灵石袋子里面我放了。”赵振满意都点了头。马车上的木萍心里并不平静，他知道赵振肯定不会轻易放他们离开。木林一路都没有话说，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他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木萍拿起那个灵石袋子，用虚瞳之术查看一番。他现在炼气一重，虚瞳之术可以查看半米范围内的事物，但瞳所查看之处，看破一切虚幻，世间万物无所遁形。血蜘蛛，灵石袋子里竟然有血蜘蛛。木萍神色异常，又看了一眼一旁的赵飞，呵呵一笑。赵飞此时被绑得结结实实，嘴里还堵着一块抹布。赵二少，有劳给树下灵石，够不够数？赵飞摇着头，嘴里呜呜地叫着。被木萍扇了2个耳光后，听话地点了点头。木萍解开了赵飞的一只胳膊，将灵石袋子扔给他。赵飞将手伸进袋子，忽然脸色煞白，全身止不住地发抖。不一会，整条胳膊红得发紫，嘴里呜呜乱叫，表情十分痛苦。不一会就晕死过去。木萍拍了拍赵飞的脑袋：“赵老二，要怪只能怪你爹太阴险了。老爷，如果2人不打开灵石袋子，就更好玩了。我在车内放了迷情香。”“哈哈，姐弟乱伦还真是好戏。你有如此精明的手段，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老爷过奖，这都是老爷的教诲。胡说，老夫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可不会耍这些阴招。哈哈，老爷说的是。”马车又走了一小会，木林眼神迷离，红唇微张，小手紧紧抓着衣服，好像在竭力控制着什么。看着木林的娇艳欲滴的样子，木萍也感觉身上有一股莫名的躁动。他对木林只是完成任务，按道理不会有别的念想。难道这车里还有蹊跷？木萍忍着躁动，在车上翻了一遍，找到了一个小瓶子，迷情香。卑鄙！木萍的太虚神体可以百毒不侵，这迷情香对他无效。看了一眼一旁昏死过去的赵飞，将小瓶里的药物全都倒在了赵飞的嘴里，又将瓶子也塞进嘴里，塞上抹布。这个剂量足够赵飞爆体而亡了。热，姐好难受。这时木林全身香汗淋漓，在木萍身上胡乱蹭着。理智一点，松手。木萍将木林的身子挪开。看情形，赵振他们马上就要来了，他们必须马上走，不然木萍姐弟就要身败名裂了。掀起车帘，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，果然不远处前后左右都有人骑马尾随。木萍一直观察路况，寻找着机会，终于在拐弯处找到一个绝佳的位置，能躲避所有人视线的地方，抱着木林跳下了马车，钻进了树林。马车又跑了大约几分钟，到了一个偏僻的山谷，周围忽然冒出几十个人，将马车团团围住。几十个人神情恭敬地让开一条路。赵振从人群后走了出来：“
瘦小男子紧随其后，面露得意之色。打开车门，给大家看一场好戏。两个汉子走过去，将马车门缓缓打开，走进马车一看，目瞪口呆。看着呆愣的二人，瘦猴后面喊了一声：“没见识世面的样子，这被震惊到了，快把人抬出来，让大家都开开眼。”两个大汉还是愣着没动，神色紧张地看着赵震。老爷，还是你自己过来看看吧。赵震看着两人的表情，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快步走进车内。看到车内的景象，瞳孔骤缩，脸色好似瞬间苍老了几岁，一个踉跄，差点站立不稳，从车内跌落下来。一旁的瘦猴有些慌了神，慌忙跑过来：“老爷，怎么了？”赵振一把抓住瘦猴衣领，大声吼道：“你问我怎么了？我儿子死了，死了，而且死得很惨。你想的那些手段都用在了我儿子身上。”赵振说完，一把将瘦猴扔进车内。瘦猴在车内看了一眼，就滚下车来，跪趴在赵振跟前，浑身颤抖：“老爷，都是那穆平太过阴险，小的也是为了二少爷安全着想。哈哈，为了我儿子，哈哈，既然你这么为我儿子着想，就下去陪他吧。老爷，念在我跟随你这么多年，我让你去死。”赵振已经彻底暴怒了，没等瘦猴说完，一掌击在瘦猴的天灵盖上，瘦猴直接瘫软在地，没有了气息。赵振没有任何犹豫，又飞身而起，将刚刚看到赵飞惨状的两人直接掐死。二少爷原地火化，谁要敢看一眼，杀无赦！你们几个派人沿途搜寻两人的踪迹，发现踪迹速速来报。你们几个随我去玄灵宗拜见外门长老。赵振仰天长啸：“啊，穆平，老夫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，剁成肉泥。”小树林，穆林已经睡着，穆平将衣衫不整的穆林抱在怀里，感受着他均匀的呼吸，面色温柔，给他整理着有些散乱的头发。看穆林的表现，他应该已经发现他不是他原来的弟弟了。可是该如何安置这个女人呢？抱着昏睡的穆林，花了多半天的时间，随着树林小路返回了玄灵宗附近。趁着夜深，街道上已无人走动，一路跑到丹云阁，正巧看到楚若在关门。“楚姑娘，等一下。”楚若看到穆平过来，愣了一下。虽然两人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楚若对穆平还是记得很清楚的，他也算是丹云阁这几天最大的客户了。不过看到穆平抱着一个年轻女子，女子面色潮红，衣衫凌乱，不用想就知道两人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而且女子现在已经昏睡过去了，这个男人就这么没点分寸吗？楚姑娘，我朋友睡着了，能不能在你这借宿一下？睡着了？你确定只是睡着了？楚若异样的看着穆平，但女子可怜的样子让他有了点恻隐之心。哦，先抱进来吧。楚若带二人进了丹云阁的里屋，里面有一张单人床。穆平将穆林身上的外衣脱了下来，只留下贴身衣物，将他放到床上，盖好了被子。楚姑娘，如果这位姑娘醒了，麻烦先借用一套衣服。好的，这位姑娘我会照顾的。那这位公子，可以麻烦你出去了吗？楚若冷冷地看着穆平，摆了摆手，下了逐客令。穆平拿出2000灵石递给楚若，今天从赵振那里要来的那些灵石，穆平路上将血蜘蛛弄死，将灵石毒素清洗干净了。这些灵石是楚姑娘照顾这位姑娘的花费。楚若看着一袋子灵石，不知道该不该收。她现在店里很缺钱，可是她不想跟这个男人有任何交集了。太多了，用不了，我收200灵石足够了。穆平指了指穆林。楚姑娘，我想让这个姑娘来你店里工作一段时间，管吃管住，按你们店里的规矩发工钱，所有费用我来出，这些是先给你的。你的意思是让这个姑娘付费来我这干活？穆平点了点头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不过需要姑娘费心多照顾一些，保证她的安全，也不要让她见外人。这个男人虽然事情做得比较过分，可是也是真负责。楚若神色温和了一些，但还是面露难色。楚姑娘是有什么顾虑吗？楚若脸上出现一抹黯然。我这家店可能开不了多久了。好好的，为何不开了？你也知道，店里最近生意惨淡，已经很难坚持了。昨天玄灵宗的人还要收每个月2000灵石的保护费，店里根本拿不出来，再开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。穆平听了，狠狠的一掌拍在桌子上。玄灵宗作为一个正派宗门，竟然做出如此勾当。楚若也叹了口气。正魔大战以后，禁地上位，这些所谓的正道门派就越来越猖狂。如果洛离女帝还在的话，定然不会这样。穆平看楚若说起苏洛离那一脸崇敬的眼神，如果他知道洛离女帝现在是他的婢女，会是什么表情？楚姑娘，其他斗丹药店也是一样吗？这个不清楚，昨天玄灵宗外门弟子叶不凡来通知的。不过他还说到一半，楚若有些羞于启齿。穆平看到楚若的神情，隐约猜到了，这个叶不凡是不是对姑娘有企图，以此来要挟？楚若点了点头。
穆平一脸愤怒，拳头紧握，真是个该死的畜生！我穆平最恨玩弄女子的男人。楚若看着穆平那正义凛然的神色，有些恍惚，冷冷地扫了一眼穆平。没错，这些玩弄女子的畜生的确该死。穆平拍了拍胸脯，楚姑娘，别担心，这个叶不凡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段要挟姑娘，是我们男人中的败类，我帮你解决了他。看着这个大言不惭的男人，冷哼一声。叶不凡实力炼气7重，还是玄灵宗外门弟子，就你。穆平微微笑了一下，由于药劲还没完全消退，有些猥琐地看着楚若玲珑有致的身材，脑子一热，脱口而出：楚姑娘，要不要打个赌？楚若看着穆平那略带猥琐的眼神，盯着他身体瞅来瞅去。这个男人跟叶不凡也是一丘之貉，没安什么好心思。打赌？我没兴趣。你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楚姑娘，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，我们本就不熟，谈不上误会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要休息，还请你出去。穆平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好吧，这位姑娘就麻烦你了。放心，答应的事情我会做到的。穆平刚想往屋外走，听见有几个人朝这边走来。有人吗？穆平神色一紧。楚若对穆平做了噤声的手势，走了出去，打开房门，看到外面走进来4个人，2男2女。几位客官，这么晚了，是需要什么丹药吗？打头的一男子看到楚若走出来，眼睛都直了，被身后的女子踢了一脚，才回过神来。男子拿出一块令牌给楚若看了看。姑娘，我是玄灵宗外门弟子太浪，问一下姑娘有没有看到1男1女，男的一身青衣，女子一身红衣，这是他们的画像。太浪给楚若递了一张画像，虽然画的不是特别像，但楚若也能看出来就是这对男女。你们是找他们有事吗？我如果以后看到他们，让他们去找你们。楚若将画像递给男子。另一个男子向前2步，一脸兴奋。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见到这2个人直接抓住他们，或者告知我们，我们帮你抓住也行，这可是肥差。肥差？楚若饶有兴致地问道。没错，就是肥差，这是我们外门长老刚刚发布的任务，说是抓到这2个人，奖励灵石1万个。现在行情不好，大家都很穷，这可是个发财的好机会。太浪一把将第2个男子挡在后面。姑娘，我们听说这2人修为不高，这种事没危险还能赚钱，今天外门都封了，都出来找这2个人。这2个人这是得罪谁了，这么兴师动众？楚若问道。我们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我们外门长老的一位朋友，他的儿子被这2个人杀死了，听说死得老惨了。我们只管做任务拿钱，其他的事情跟我们也没关系，也没多问。姑娘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？抓到2人，钱我们平分。看着太浪2人期待的眼神，楚若连忙摆摆手。多谢了，我就先不去了。姑娘，考虑考虑，我们会保护你，不会有危险的。后面2个女子看着这2个男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跟楚若聊得很嗨，都气鼓鼓的。你2个有完没完？这边有几千家各种店铺，这里既然没有，我们快点多转转。你们就是看见漂亮姑娘就走不动道。2个男子被2个女子一人一个胳膊给拖走了，回头看了一眼楚若，眼神中流露出贪婪的目光。楚若将丹云阁的门关上，看到穆平从里屋走了出来，眼神满是警惕。你真的杀了那人的儿子？没错，楚姑娘为何不将我说出去？那可是一大笔钱。穆平对楚若的好感度增加了不少，没有为了钱将他们卖了。不过他的好感度好像并没有一点价值。楚若又冷冷地看了一眼穆平。如果只有你，我肯定会说出去的，只不过我担心连累屋里那位姑娘，所以楚姑娘并不相信我这个人。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你吗？楚若说着，朝着穆平慢慢地走了过来。突然手臂轻扬，一条鹅黄色绸缎飞向穆平。穆平下意识想要躲闪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直接被绸缎裹住身子，动弹不得。穆平一脸疑惑地看向楚若，没想到看起来温婉的女人会突然出手，难道她要直接将她送到玄灵宗外门？楚姑娘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楚若将穆平身上的绸缎又紧了紧。虽然不清楚你能坏到什么程度，但我确定你不是个好人。等那个姑娘醒了，我弄清楚事情原委，再决定是不是将你送去玄灵宗外门。穆平一阵郁闷，他哪里不像好人了？他本来就不是好人。楚姑娘，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就行了，你随便问我，我什么都跟你说。楚若拿出一块手帕塞到穆平嘴里。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，所以你还是闭嘴吧你。穆平想说话，出来的全是呜呜的声音。楚若用手将穆平提了起来，拖着走进了丹云阁的后院，丢进了柴房。这女人捆得很结实，穆平想直接将绸缎挣开，但根本无济于事，只能在柴房里来回打着滚，找一个软和点的地方躺着。丁，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修为提升到炼体9重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气4重。穆平心下一喜，离儿真是我的宝贝，大晚上也这么用功，主人回去好好奖励你。
穆平运气吐出嘴里的手帕，大口的喘着气，嘴里还带着楚若手帕上的香味。楚若这小娘们如此对待我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幸好炼气四重，穆平的虚瞳之术有了2米的范围，2米之内夜晚如同白昼。穆平打着滚，找了一块比较锋利点的石头，背靠在上面来回摩擦。但楚若的绸缎实在是太结实，摩擦了好久都没见多少效果，搞得穆平都有些没耐心了。想到摩擦的次数可以加倍的在楚若这小娘们身上还回来，穆平才精神一振。大约过了1个时辰的时间，穆平终于将绸缎解开了。刚想着下一步行动，听到了院子里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，声音越来越近。穆平屏住呼吸，看到一个黑衣人拿着一个夜明珠，蹑手蹑脚的朝楚若的屋子方向走去。穆平打量了一下黑衣人，炼气7重的修为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。穆平远远跟在黑衣男子身后，只见黑衣男子蹑手蹑脚走到楚若屋外，东张西望了一会，拿出一根管子，透过窗户戳进楚若房间，用嘴对着管子朝屋内吹了吹，然后一脸得意地躲在屋外。穆平没有出来打扰，而是静静地躲在后面，认真关注着黑衣男子的表演。大约过了1刻钟的时间，黑衣男子翻窗进入屋内。穆平慢慢靠近屋子，透过窗户向屋内看去，只见楚若坐在床上，紧紧裹着被子，有些愤怒地看着黑衣男子。叶不凡，你竟然闯进我的屋子，你来做什么？黑衣男子嘿嘿直笑。楚姑娘，叶某不是说了吗？想和你做个朋友，既然你不主动找我，我就来找你了。楚若脸上一抹寒光，伸手去抓床边宝剑，可是竟然拿不起来，神情一怔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做了什么？叶不凡表情猥琐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你已经中了我的醉心香，是不是感觉酸软无力？没关系，一会你也不用动，看看。楚若被子又裹得紧了一些，身躯有些微微颤抖。叶不凡，你无耻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哈哈，我想做什么？小娘们，既然你说我无耻，我就无耻给你看。叶不凡说着走过去，直接扯开楚若的被子，扔到地上，眼前景象看得他口水直流。楚若此时只穿着贴身亵衣，窈窕的身段，白皙光滑的肌肤，配上她那美丽的容颜，让人欲火难耐。真白真俏，不愧是我叶不凡看上的女人，老子今天就要大展雄威。楚若抱着胳膊蜷缩地躲在床角，瑟瑟发抖。难道今天她就要清白不保吗？你不要过来，救命！小娘们别喊了，省点力气，一会有你喊的时候。哈哈。穆平在窗外看着，想着要以怎样的方式出场，楚若的好感度才能提升得更高。时机要关键，姿势要帅，形象还要正义凛然。这时眼看叶不凡就要扑上去了，已经不能再等了。贼子住手！穆平一脚踹开屋门，一只手放在背后，大步走进屋内，满脸愤慨，直视叶不凡。叶不凡和楚若都是一愣，穆平知道这是被他帅气给震惊到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行如此无耻龌龊之事，贼子死不足惜。叶不凡怒视着穆平，满脸红得有些发紫，仿佛满身的欲火都转移到了脸上。你是谁？敢坏老子好事？穆平仍然一脸正气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今天的行为，天下正义之士所不齿，今日必诛杀你。小子，让你装，老子先打死你！风云破，被坏了好事。叶不凡眼神杀意弥漫，使出风云掌中的绝杀一招，朝着穆平面门打来。这招是叶不凡苦练数年的风云掌中的绝招，击败过很多同级别对手，甚至可以越级战斗。这招风云破不但速度快，威力极大，看似一掌击出，实则蕴含数十种变化，让人避无可避。若在平时，穆平需要全力抵挡，可是今日不同，穆平依旧单手背负，一脚踢出，叶不凡被直接踢飞。怎么会？叶不凡嘴角流出鲜血，一脸震惊。床上的楚若也是满脸惊诧，这男人这么厉害吗？可是为何却被自己一招擒住？是在故意让着他吗？穆平淡淡的笑了一声。叶不凡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害人者终害己。叶不凡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，疑惑地问道：你什么意思啊？穆平表情严肃，摆出一副长者的做派。醉心香这种迷香，消散时间在2个时辰左右，如果通风状态下也需要半个时辰，现在过了1刻钟时间，虽然药力弱了一些，可是也能够让你的实力减半。你下的毒最终害了你自己。穆平当年做魔帝之前也是满怀一腔热血，欲火难消，做了不少跟叶不凡一样事情，对醉心香这种迷香了解颇深。叶不凡扇了自己一巴掌，都怪自己太过急色，随即瞪着穆平问道：你一直在跟着我？没错，从你进入院子开始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，我见你做事畏手畏脚，应该是初犯，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，所以一时并未现身，谁知你却一错再错。叶不凡站起身来，拱了拱手：好，阁下手段高明，佩服，今天我认栽，告辞。叶不凡说完，朝着屋外走去。人都要走了，
楚若看慕平还是单手背负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忍不住喊了一声：“叶不凡，你站住！”叶不凡听到楚若说话，回过头看着这个还衣衫不整的女人。楚若连忙拿起一件衣服遮着身子。怎么，楚姑娘还有事？楚若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慕平。怎么，这个男人就这么让他走了吗？刚刚不是特别正义凛然吗？叶不凡笑了一声。楚姑娘，怎么还想杀了我不成？你应该知道我是玄灵宗外门弟子，杀了我，你想让这位英雄跟玄灵宗为敌吗？楚若一时语塞，叶不凡不足为惧，可玄灵宗这个庞然大物，谁敢轻易得罪？可是就让他这么走了吗？叶不凡以后肯定会变本加厉对付他。看着楚若纠结的样子，知道他早晚逃不出自己手心。叶不凡哈哈大笑，得意地走出屋外。刚走没几步，忽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男人，脸色一僵。我说过让你走了吗？慕平语气平淡，却是压迫感十足。怎么，阁下想杀了我，跟玄灵宗为敌？慕平冷笑一声。玄灵宗我还不放在眼里。是吗？那你又敢把我怎么样呢？叶不凡拿起玄灵宗的传讯符，只要捏爆传讯符，玄灵宗的人就会赶到这里，但不到生死关头，他不敢轻易用，因为外门弟子每人只能用一次。放心，我今天不会杀你。慕平忽然一手掐住叶不凡的嘴巴，拿出一颗药丸塞进叶不凡嘴巴里，让他咽了下去。这个药丸是我精心揉制的，需要每3天服用一颗我特制的解药，不然就会爆体而亡。这个药丸可是慕平在自己背后搓了好久才揉制出来的，十分的珍贵。叶不凡吃完药丸，感觉一阵恶心，呕了好久，没吐出什么东西。你想控制我？慕平一脸正色。是让你改邪归正，你今日所作所为，本想将你诛杀，可念你是初犯，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叶不凡一脸不服。哼，我一玄灵宗外门弟子，你觉得我会任你摆布？解药我定期给楚若姑娘，如果想活命，3日内给楚若姑娘要解药，如果要自生自灭，也随你。说完，慕平踢了一脸茫然的叶不凡一脚，叶不凡摔了一个狗啃屎。还不快滚！好，你跟我等着。放完狠话，叶不凡一瘸一拐地跑了。慕平转身走进屋内，看着还蜷缩在床角的楚若。楚姑娘，现在就我们2个人了，该了结下我们的事情了。楚若看着慕平，不知为啥，感觉他比叶不凡更加可怕。他们孤男寡女，还能有啥事？看着这个有些惊慌失措的女人，慕平走过去，将被子捡了起来，正色道：楚姑娘，叶不凡已经被我打跑了，我们睡觉吧。楚若拿过被子裹在身上，有些恐惧地看着慕平，身上还在颤抖。谁跟你睡觉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各睡各的，这么晚了，我们不应该睡觉吗？楚若脸一红，原来是他误会了。这个男人说的睡觉是那种正经的睡觉。他现在浑身酸软无力，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。这个男人如果想对他行不轨之事，早就动手了。可是他并没有不轨的举动，特别的正经。可是，他真的是个好人吗？昨天买的春心露，还有那个衣衫不整、晕厥过去的女人，杀了别人儿子，被玄灵宗的人追杀。但是，这样一个男人，他把他绑了丢到柴房，却没有报复他，还不计前嫌的救了他。楚若躺在床上，疑惑地看着慕平，低声说了句：今天谢谢你。慕平温柔地笑了一下。扶危济困，惩奸除恶，一直是我人生的宗旨。不过今日恰好姑娘遇到危险，如果换作是其他人，我也会出手相助，所以姑娘不必谢我。慕平说完，转身大步离去，没有任何留恋。看着慕平的背影，楚若忽然觉得男人形象是如此的高大，这就是世间少有的英雄气概吧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提升30点，目前好感度为50点，已为宿主反馈相应修为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气6重。随着实力的提升，慕平心中暗喜，果然人还得会装。慕平来到穆林的房间，昏暗的灯光下，这个脸颊还泛着红晕的女人睡得正香。慕平摸了摸她的脸蛋，又给她盖了盖被子。虽然不是绝色美人，但穆林有一种邻家女孩的亲切感，尤其是她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了，系统让她照顾好她，自己都现身了，应该算是照顾得很到位了吧。可是系统一直没有回应，让慕平感到有些奇怪，她到底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？昨天树林里，她能想到的姿势都用了，可以说是全力以赴，至少她对自己的表现是很满意的。要不然，今晚面对楚若这个可以让她为所欲为的女人，也不会表现得那么有正义感，实在是粮草不济啊。不过这一番折腾，今天真的有点累了。慕平坐在一旁的椅子上，趴在桌子上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清晨，一缕阳光洒进屋内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慕平感觉到好像有人轻轻地拍着他胳膊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穆林只穿着贴身亵衣站在他的面前。想到昨天2人的激烈情景，慕平眼神温柔。醒了。女子见慕平醒了，轻声说道：
去床上睡吧。穆平抱起穆灵冻得有些瑟瑟发抖的身子，轻轻地放到床上，盖上被子。我没事，你穿这么少，别着凉了。穆灵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穆平，眼眶有些发红。你是平儿吗？女人那期盼的眼神让穆平不忍伤害，缓缓地道：是。穆灵眼泪还是忍不住的顺着脸颊滑落。不用安慰我，我看得出来你不是平儿，平儿是不是已经不在了？穆平拿起被角给穆灵擦拭了下眼泪。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前世今生？我不懂。穆灵有些疑惑地摇了摇头。世界万物生灵一直都在不断轮回，只不过大部分人不记得自己的前生，也不清楚自己的来生去往何处。你是说平儿现在到了另一个世界？穆灵的声音有些沙哑。姐，我就是你的平儿，只不过我想起来前生的事情，所以你觉得我变了。穆平将穆灵的小手放到自己的脸上，穆灵温柔地抚摸着。真的，你真的是我的平儿？当然，还记得小时候我不敢自己睡觉，非要跟你钻一个被窝，有一次还尿到你身上了，醒了我还不承认，非说是你尿到我身上的。小时候你不让我下水玩，可是我偏要偷着去，那次掉水里差点淹死，你把我救上来后，脱了裤子拿个木板就打我，打得老狠了，屁股都打肿了，现在我看到木板都感觉屁股疼。前几年有次我被别人欺负了，他们说我是废物，以后都娶不到媳妇，我回家哭了很久，然后你安慰我，让我不用担心，真找不到媳妇你就嫁给我。穆平搜索着身体原主人的记忆，慢慢诉说着他们的往事。平儿，你真的是我的平儿？穆灵坐起身，紧紧抱住穆平，趴在穆平的肩膀上蹭着眼泪。穆平轻轻抚摸着穆灵光滑的后背。好了，姐，别哭了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穆灵想到了什么，小脸一红。你还说昨天在小树林怎么那么生猛，都不知道怜惜姐姐。穆平一脸无辜。冤枉，姐，明明是你非要继续的。穆灵将头埋进穆平的身上，小手拍打着穆平的后背。别说了，羞死了，你还说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身体原主人第2个心愿，已经宿主开通系统商城功能。穆平心下一喜，原来照顾好穆灵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打开他的心结，穆平就是他的心结，也是他在这个世界的唯一在乎的人。童子，系统商城有什么用处呢？系统商城可以储存物品，购买物品，买东西。我现在能买什么？丁，亲，你现在没有系统金币，还不能在系统商城买东西。穆平一脸黑线。就是说这个功能现在啥用没有啊？开通系统商城后，宿主可以通过增强天命之女的好感度来获得系统金币，使用系统金币来购买系统商城内的物品。宿主还可以完成身体原主人的第3个心愿，解锁赠送返还功能，可以赠送气运之女礼物来获得奖励，奖励物品就是系统商城内的物品。穆平大喜，系统还有赠送返还功能，这可是舔狗必备系统功能啊！童子，这第3个心愿是啥？丁，身体原主人的第3个心愿是睡了柳岩。睡了柳岩？尼玛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个斯文败类。穆平仔细捋了一下身体记忆，这小子之前的确经常远远地跟着柳岩。娃娃亲是天之娇女，她有念想也正常。系统提示，完成心愿第1必须要柳岩自愿，不能强迫。第2必须是初夜，如果柳岩有了别的男人，判定宿主失败，还不能强迫。柳岩那臭脾气，让他自愿，是要舔他吗？尼玛，这小子属于想给柳岩当舔狗，但是舔不到，让他完成给柳岩当舔狗的心愿。我可以进来吗？一个熟悉的女子声音传来。穆平转过头，看着楚若穿着一身白衣，抱着一件衣服站在门口，表情很是温柔。穆平站起身来，微笑着摆了摆手。楚姑娘，快请进。穆灵见有人进来，缩进被子里，脸颊羞红一片。穆平将衣服放到穆灵身旁，示意她先穿好衣服，就跟楚若出去了。楚若浅笑着跟穆平并排而行。还不知道公子名字？穆平拱了拱手。在下穆平。楚若郑重地对着穆平施了一礼。穆平连忙抓着楚若的小手扶了一下。穆公子，昨日多有冒犯，你却不计前嫌救了我，如此大恩，小女子不知该如何报答。看着楚若一脸诚恳的样子，穆平一脸正色。楚姑娘，你不用多想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一生最憎恨的就是玩弄女子之人。昨天我杀的那个人是清水镇出了名的恶霸，以玩弄女子为乐，清水镇有数不清的无辜女子遭到他的毒手，所以我并不需要姑娘报答什么。如果姑娘感觉有所亏欠，帮忙照顾好这个姑娘。我昨日在恶霸手里救下她，也是一个可怜的女子。两人走到院子里的小亭子里，亭子里有一个石桌，两人相对而坐。楚若沏了一壶茶，给穆平倒了一杯，一脸崇敬地看着他，好像想到了什么。穆公子，你救回来的这个姑娘，我见她衣衫凌乱，面色不自然，是不是被恶霸欺负了？这个问题穆平并没有回避，
看似依然云淡风轻，又像是强装镇定。没有，幸亏我及时赶到，恶霸并没有得逞，但他却中了恶霸下的药。如果没有男人，就会爆体而亡。救人要紧，我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献出了我的肉体。楚若看着穆平的表情，像是舍弃了自己很重要的东西。他看得出来，穆平肯定有自己喜欢的女子，而和其他女子发生这种事情，作为一个这么负责的男人，很难想象他心里有多难受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。穆公子，换做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男人都会这么做的，你不用太放在心上，我想你的心上人也会理解你的。穆平强压着自己的嘴角，楚姑娘不用担心我，我没有那么脆弱。可是穆公子，为了救这个姑娘杀了恶霸，现在还被玄灵宗的人追杀，你觉得值得吗？穆平抿了一口茶水，摆出一脸悲天悯人的神色。值得，当然值得，不过我恨自己没早点杀了这个畜生，那样就有很多女子可以不被伤害。世间并不是无情的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竟然还有如此正义的男子，楚若都有点不敢置信。丁，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增加20点，目前好感度70点，宿主修为提升到炼气7重。穆平心中一喜，不过这也意味着楚若的好感度提升的潜力已经不大了，再提升下去怕是要以身相许了，他是时候该撤了。楚姑娘，你这店里还有没有聚灵丹？楚若歉意的一笑，没有了，聚灵丹店里缺货1个月了，而且现在这种丹药都被大型宗门控制了，其他丹药店估计也没货，周边只有玄灵宗才有。这些正派宗门太过无耻，他们自己吃肉，不依附宗门的人汤都没有。聚灵丹是炼气期很重要的丹药，也是苏洛离现在急需的丹药。楚若看穆平的神色，应该是很需要这个丹药。穆公子，如果你急需的话，聚灵丹我自己还有2颗，本来准备自己留着用的，你先用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穆平拱了拱手，相救之恩，无以为报，能帮到公子，我很高兴。楚若莞尔一笑，起身去取丹药。不一会，楚若拿来2个聚灵丹，还有一些其他丹药。穆平并没有客气的收下了，起身跟楚若告辞，又跟穆林嘱咐了一番，不要泄露2人的关系，否则会被人说闲话，就动身返回地下密室。穆平回到地下密室，感觉密室内异常的安静，内心有一丝慌张。难道苏洛离还想再次刺杀他？应该不会，苏洛离并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回来，而且凭他男人的直觉，苏洛离暂时不会刺杀他了。可是这个女人去哪了？穆平找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苏洛离的踪迹。忽然穆平想到了什么，苏洛离1天的时间连升2级，肯定是用了什么极端的方式，难道是药浴？穆平快步走过去，打开刑房的门，药气扑鼻，而眼前的一幕更让他哭笑不得。只见苏洛离赤身泡在铁桶里，手腕和腰上都锁着铁链。不得不说，苏洛离这女人对自己太狠了，竟然自己把自己吊在这。穆平慢慢走过去，发现苏洛离竟然已经睡着了，而且睡得很沉，应该是太累了。他不相信苏洛离会傻到把自己吊在这里，他这是在逼自己。只要修为突破炼气，他肯定会有很多打开锁链的方法，只不过进度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快，而且由于没有聚灵丹，他突破炼气境的难度会加倍，再强的资质也不如外挂好用。离儿，穆平呼唤了几声，苏洛离并没有苏醒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顺便欣赏下这绝世美人的身材。虽然不是第一次看，但是这女人的身材容貌都堪称完美，挑不出一丝瑕疵，让人百看不厌。穆平将苏洛离身上的铁链打开，将她轻轻抱起来，放到浴桶里，加上温水，给她细心地清洗着身体。身上药味太浓了，一定得好好洗洗。从头到脚的每一个部位，穆平都洗得很仔细认真，包括像头发这种地方，更要认真清洗。这时，苏洛离悠悠转醒，眯着眼睛看见穆平正在给她洗澡，又羞又气。不过觉察到穆平看向他的眼睛，苏洛离赶紧闭上眼睛装睡。他现在不能醒，因为这种情况他没办法面对，反抗是不可能反抗的，他现在实力还差很多，而且他现在还是这个男人的女奴，没有反抗的资格。顺从嘛，也不行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如果顺从，就等于同意跟这个男人发生男女关系，这个男人应该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装睡是最好的选择，魔帝也是有身份的人，应该不会对一个睡着的女人做太过分的事情吧。既然没办法反抗，何不当做一次享受呢？想到这，苏洛离放松身心，闭目享受着穆平的服务。明渊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就好好服侍本帝吧。不过苏洛离显然低估了穆平的无耻。苏洛离闭着眼睛享受着男人的服务，可是事实却让他难以接受。这个男人着重清洗那些他不想让人碰的部位，而且里里外外洗好几遍，特别仔细，他自己洗澡都没这么认真洗过。苏洛离有点想哭了，这个男人怎么能这么无耻？作为一个魔帝，这是没见过女人吗？更让苏洛离难以接受的是，他竟然感觉到很舒服，好几次差一点娇哼出声，咬牙坚持才没有发出声音。苏洛离内心五味杂陈，
被一个男人这样对待，他心里怎么会平静？他想到自己答应给这个男人做婢女的初衷是找机会杀了他，但是他错估了魔帝的能力，这人的修炼速度是他远远不及的。他刚察觉到魔帝已经练气7中的修为了，虽然看不透什么体质，但他能感觉得到比他的体质还要强大。这个男人说打败他就能获得自由，他还觉得他自大天真，原来自大天真的那个人是自己。苏洛离感觉自己的底牌秘密被这个男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就像他现在在这个男人面前样子一样，一丝不挂。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假意臣服，来获取男人的信任，然后伺机找到魔帝的秘密和弱点。明渊之前被他杀死，就是因为那个叫叶隐幽的女人暗算了他，这么看来女人才是他的软肋。想到这，苏洛离眼神一亮，仿佛又看到了希望。明渊，本帝也是女人。木平洗得差不多了，将苏洛离身子擦干，抱到床上，盖上被子。终于结束了，苏洛离舒了一口气，但身体却有一种隐隐的空虚感。假意在床上动了动身子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看着床前的男人，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。明渊，你回来了。咦，我怎么会在这？木平看着女人拙劣的演技，无奈地笑了笑。离儿，别装了，我给你洗澡的时候就醒了，对不对？木平虚同之术，苏洛离的假睡怎么可能瞒过他？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认真地给这个女人洗澡，这就是给他的惩罚。苏洛离脸颊羞红，原来他假睡的事这个男人都一清二楚，那他还那样对他，他怎么会落到这么无耻的人手里？想起刚刚那羞人的事情，苏洛离将头蒙在被子里，他没脸见人了。看到苏洛离羞怯的样子，木平心里无比舒爽。给苏洛离洗澡，有没有撩拨起苏洛离的欲火，他不清楚，他清楚自己身体的欲火快有些吃不消了。不过为了苏洛离的好感度，他要先洗个澡，干干净净的。毕竟是洛离女帝的第一次，对他要有基本的尊重，他就是这么体贴讲究的人。苏洛离遇到他也真是有福之人。坐到床边，搁着被子拍了拍苏洛离的屁股。离儿，我这做主人的伺候你洗澡这么辛苦，你起来给主人洗一下，我2天没洗澡了。苏洛离一洗，给男人洗澡正是他展示女人魅力的绝佳的时机。不过苏洛离内心也有些纠结，他想的很简单，但实施起来真的不容易。她一直是被无数男人恭维奉承的女人，现在要去讨好男人，一时真无从下手。讨好不一定要讨好吧，那是最庸俗的女人做的事情。对付男人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维持高贵的形象，越高贵的女人才能激起男人征服的欲望。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的。明渊，来征服本帝吧。苏洛离探出头，一脸清冷地看着床边的男人。明渊，给本帝拿衣服来，本帝要穿衣服。看着苏洛离那傲娇的表情，木平一怔，这女人咋回事？一天不挨打就开始飘了。不过木平也乐意陪她玩，让苏洛离以女帝的身份成为他的女人，还是挺让人期待的。眼神戏谑地看着苏洛离。女帝陛下，穿上一会也得脱，太麻烦了。再说即使不穿衣服，也依旧不损您的威严。如果不是因为光着，苏洛离气得想从被窝里跳出来。这是什么话？不过这话里的意思怎么感觉有点怪？他这是要对他动手了吗？他不是要先养着他做他的炉鼎吗？难道他又想错了？魔帝还有别的目的？难道只是拿他当作玩物而已？被这个男人囚禁开始，苏洛离以为第一天就会清白不保，没想到1个多月了，男人都没有动手。但是这期间，这男人对他打也打了，看也看了，摸也摸了，就差最后一步，苏洛离早就想开了。知道男人是魔帝重生的时候，他心里竟然有一丝安慰。两人一起站在大陆巅峰，争斗数载，又一起跌落尘埃，身子被这个男人夺走，不算辱没了自己。所以苏洛离早已将自己身子置之度外了。主打一个魔帝敢要，他就敢给，而且他现在还要主动出击，表达出臣服的意思，才能麻痹魔帝。不过表面上他要保持冷冷的形象。明渊，本帝不穿衣服会冷的。木平轻笑了一下，在储物袋里拿出一套衣服递给苏洛离，这是他专门给苏洛离买的。苏洛离看到颜色款式，神色一惊，这是他跟明渊第一次见面时穿的地袍款式，炫紫地袍，盘龙鎏金束带，黑色踏云靴，赤金凤凰发簪。虽然都是仿制款，但还是让苏洛离神情荡漾。当时明渊刚刚当上魔帝，意气风发，带领魔道众人跟苏洛离率领的正道对峙。明渊看到他眼神迷离，竟然直接当众出言调戏他，让他做他的女人，还说了一些很下流的污言秽语。当时的洛离女帝何曾被如此侮辱，跟明渊大战在一起数百回合，杀得天昏地暗，但谁都无法取胜。明渊临走时的那句话还犹在耳旁：苏洛离，你逃不掉的，早晚是我的女人，待我将你活捉之时，就穿着这套衣服来服侍我，我保证让你舒服。看看。苏洛离若有所思地看着木平。明渊，我的穿着你记得这么清楚，是不是那时候喜欢我？木平嘿嘿一笑。离儿，
你想多了，当时你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，不过是想征服你而已。苏洛离转念一想，也对，如果真的喜欢他，怎么可能如此折磨他？明渊，既然你想征服本帝，本帝就陪你玩玩。穆平将衣服放在桌子上，看着苏洛离，我去洗澡了。洛离女帝穿上这身衣服，就来侍奉我洗浴。穆平慵懒地躺在浴桶里，感觉身心无比舒爽，一边撩拨着水花，一边注视着门口。苏洛离的表现越来越合他的心意了。虽然苏洛离依然很恨他，负80的好感度不会骗人的，但是这个女人已经表现得很顺从了，也适应了婢女的身份，时不时地表现出女帝的傲娇，增加了不少情趣。这时，只听吱嘎一声，一个女子推门而入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穆平还是有些愣神。女子身着炫紫地袍，足蹬黑色踏云靴，修长美腿随着女子走动半遮半露，鎏金束带随意地系在腰间，让女子凹凸有致的身材更加迷人。配上苏洛离那冷艳的表情，让穆平产生了一时的错觉，好像那个睥睨万族的洛离女帝又回来了。明渊魔帝，你真是好雅兴。随着苏洛离冷冷的开口，穆平又是一愣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，这女人还挺会的。穆平对着苏洛离嘿嘿一笑，洛离女帝看起来今天气色不错，这段时间在这不像洛离地宫那么辛苦吧？苏洛离缓步走到穆平身后，给穆平揉着肩膀，声音依然很冷。那还得多亏魔帝大人的细心调教，让本帝成为了一个听话的婢女，本帝在这很省心，一点不辛苦。穆平没绷住，笑出了声音。苏洛离一本正经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，主要是苏洛离无力反抗，委曲求全的感觉让穆平很受用。穆平转过头抚摸着苏洛离的脸颊，苏洛离下意识的要躲闪，怔了一下，又将头压得低了一些，方便穆平的抚摸。离儿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，不过我不希望你还有别的念头。苏洛离看着穆平那平和的眼神，一脸顺服的神色。离儿不敢有别的念头，已经认命了，知道自己如何努力都追不上主人。离儿现在主要任务就是服侍好主人，帮助主人重登帝位。虽然知道苏洛离是在骗他，但他的确有些自暴自弃的念头，因为他修为进度远超苏洛离，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。不知道苏洛离会不会双修功法，最好是吸收男人修为的功法。当初他没敢碰苏洛离，就是怕他会这种功法。可是穆平现在特别希望苏洛离会这种功法，因为苏洛离吸他1成，系统可以反馈5成，总归还是赚的。这也是他现在敢对苏洛离为所欲为的原因。离儿，努力修炼不能断，需要什么资源一定要跟我说，我会尽力满足你。看着苏洛离绝美的脸颊，穆平忍不住亲了一口。苏洛离有些失神，脸颊泛起红晕，这个男人竟然亲她，这是喜欢她的意思吗？没有任何感情经历的苏洛离一直认为只有情人之间才会有这种行为，难道说他的女帝装扮成功勾引到了魔帝？这男人不错，还挺好骗的。丁，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增加5点，目前为-75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500个。穆平一脸欣喜，说到底还是自己魅力太大，女帝都无法抵挡，看来还得再接再厉。抬头又看了一眼还有些呆愣的苏洛离，饶有兴致地问道：离儿，怎么了？苏洛离眼神有些羞涩。离儿第一次被人亲，怎么，离儿不喜欢吗？苏洛离哪敢不喜欢，但他确实不反感男人的行为，这正是他现在需要的。博取魔帝欢心是他的目的，都准备现身了，亲一下又算什么？苏洛离露出一脸欣喜的表情，说了一句他自己都感觉肉麻的话：喜欢，这是离儿的荣幸。穆平在苏洛离羞红的脸颊上又亲了一口。离儿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是同命相连，不只是我要夺回地位，我还要帮你夺回地位，到时候你依然是睥睨万族的洛离女帝。苏洛离面露欣喜之色，随即一怔。如果明渊有一天重登帝位，没有利用价值的他只有2个下场，要么死，要么继续做明渊的女奴，怎么可能让他重回帝位？魔帝在试探他的忠诚度吗？可是这还需要试探吗？他肯定是不忠诚的，明渊也应该清楚的。不过他也得虚伪的表示下忠诚。离儿都听主人的，没想过重回帝位，只希望主人重回巅峰，统领正魔2道。穆平爱叹一声，果然是环境造就人。洛离女帝说起奉承话来也如此的肉麻。虽然他也喜欢听这样的话，但是他不喜欢苏洛离说这样的话，他心中的苏洛离不是这样的，也不应该变成这样。穆平很严肃地瞪了苏洛离一眼。苏洛离，这样阿谀奉承的话我不喜欢，我希望你一直跟我说实话，恨我也好，有机会想杀了我也好，我不会怪你。如果再说这样虚伪肉麻的话，我会惩罚你。苏洛离吓得一愣，这男人咋了？突然变脸。说得好听，实话他敢说吗？说了不会被这男人吊起来抽打。吐槽归吐槽，苏洛离还是很认真的点了点头。离儿知道了，那主人跟离儿也都说实话吗？穆平又瞪了苏洛离一眼。我想怎么说怎么说，我能骗你，但你不能骗我，知道吗？不讲理。
苏洛离小声嘟囔一声：“你说的啥？”穆平问道。苏洛离刚想找个借口，但这个男人刚刚说了不能骗他。我说你不讲理。穆平在苏洛离脸蛋上掐了一把。这就对了，而且你说的也对，我一直不讲理。说完，穆平拍了拍苏洛离的小手：“别揉肩膀了，给我全身都洗一下，认真点，就跟我给你洗的差不多，有些部位也要重点洗。”苏洛离想到了什么，在穆平身体上看了一眼，别过脸去，脸色羞红。那地方还重点洗？无耻！离儿快点，一会还有正事呢。穆平没理会苏洛离的吐槽，闭着眼睛，一脸惬意地躺在浴桶里，催促着苏洛离，嘴里还哼着小曲。苏洛离咬了咬牙，心中满是羞愤，但还是缓缓蹲下身子，拿起一旁的布巾，开始为穆平认真清洗身体。他的手微微颤抖着，碰到小摩地时似有电流划过。穆平惬意地躺在浴桶里，被苏洛离服侍的身心舒爽。离儿，洗干净点，多洗几遍，一会干正事呢。苏洛离虽然羞愤难当，但是不敢违抗穆平的命令，当做一个大宝贝一样，小手认真地揉搓着。叮！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岩遇到危险，系统建议宿主前去解救。一个不合时宜的机械声音传来，让穆平心中万马奔腾。系统专门来这套是吧？每次他跟苏洛离到关键时刻都搞这一出。柳岩涉及到非常关键的第3个功能，系统的赠送返还功能，但现在都见到弦上，不得不发的时候了。要不速战速决吧？但是速战速决会不会给苏洛离留下不好的印象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时苏洛离也看出了穆平的异样。明渊，怎么了？离儿服侍的不舒服吗？穆平一把将苏洛离搂了过来。挺舒服的，不过主人我等不及了。离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苏洛离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情，脸色羞红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那扶着这吧。听到男人的话，苏洛离不明所以，但还是顺从地照做了。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有些紧张地看着穆平。明渊，要不要我把衣服脱了？穆平摆了摆手。不用，穿着地袍更有感觉。苏洛离小声嘟囔了一句。无耻！穆平走到苏洛离后面，给他耐心地指导着，撩起苏洛离的地袍，满脸惊讶。离儿，怎么，你里面啥也没穿？你竟然有这种喜好？苏洛离没好气地回头看了穆平一眼。我想穿也得有啊，你都没给我。穆平尴尬的一笑。没有也挺好，这样也挺方便的。1个半个时辰后，穆平心满意足地趴在苏洛离的身上，喘着粗气。苏洛离身上被撕扯得不成样子的地袍，似乎在诉说着刚刚战况的激烈。两人身下的地上一片鲜艳的红色血迹，格外醒目。穆平起身站了起来，将苏洛离也扶了起来。苏洛离一直低着头，也不说话。穆平用手将苏洛离的头轻轻抬了起来，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大陆曾经最尊贵的女人的样子。此时苏洛离绝美的脸颊上满是红晕，脸上还挂着2滴晶莹的泪珠，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，惹人怜惜。轻轻给苏洛离擦拭着泪水。离儿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苏洛离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没事，挺舒服的。虽说早就做好了现身的准备，可是真当自己身子交出去以后，对方还是自己曾经的死对头，苏洛离心里还是特别的难受。苏洛离跟明渊2人之前大战过10余次，每次都打得天昏地暗，但却没有这1个半个时辰令他印象深刻。发生了这层关系，不知道以后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男人相处。他想用美色迷惑明渊，找机会打败这个男人，获得自由。可是如果找不到魔帝的秘密和弱点，他就要永远给这个男人做女奴。只要魔帝需要，他就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取悦这个男人。虽然感觉还挺舒服的，他也特别享受这种感觉。呸，他在想什么？可是现在的他修为这么低，还没有资源，而且还被正魔2道追杀，除了依附这个男人之外，没有任何选择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穆平看到苏洛离伤心又略带满足的神情，想到了什么，眼睛一亮。离儿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了，你看我猜的对不对？苏洛离轻轻地白了一眼穆平，为啥哭？还不是被你欺负的，这有啥好猜的？但还是有些好奇，男人能说出啥与众不同的话来。明渊，那你说为啥？穆平一脸正色。我猜你肯定是后悔了，离儿你活了几百年了，现在才品尝到男欢女爱的滋味，早知道这么舒服，咱俩当初打什么啊？你直接嫁到魔宫，正魔2道化干戈为玉帛，天下太平，咱俩天天做一些没羞没臊的事情，再生一堆孩子，多好的事。我呸，不要脸。苏洛离轻啐一口，但他心里也大胆地想了一下，如果当时他嫁到魔宫就能天下太平，也是一件好事，总好过现在给人为奴为婢，受尽折辱。穆平将苏洛离搂在怀里，感受着女人柔软的娇躯，情不自禁地在她的额头轻轻地吻了一下。依偎在穆平的怀里的苏洛离，脑袋轻轻地靠在穆平的肩膀上，不知为何他有种特别依恋的感觉，有点喜欢被男人这样抱着。
一瞬间，苏洛离觉得这男人好像并没有那么坏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25点，目前好感度为-50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2500个。慕平一喜，果然还是得拿出他男人的雄威，最有效果，一次25好感度，再有6次就是100了。这么算对吗？6次不够，100次总够了吧？慕平抚摸着苏洛离丝滑柔顺长发，嗅着女人身上的香气。离儿，不哭了，放心，既然现在你是我的女人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苏洛离一喜，魔帝这是要娶了她吗？这也太快了吧！看来他想的没错，女人就是这男人的软肋。他这样绝色女帝主动现身，谁抗得住？明渊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女人，本帝就用女人的手段征服你。苏洛离一脸期待地看着慕平。明渊，你想怎么负责？慕平一脸郑重。离儿，只要你好好侍奉我，我就绝不会抛下你。你可以一直做我的婢女。苏洛离一脸惊诧，这男人说的啥？他管这叫负责？慕平看着苏洛离那一脸不情愿，能猜到苏洛离的心思。娶了苏洛离也不是不行，可是最起码好感度的60分以上，现在的苏洛离好感度才50，明显还有杀他的心思。现在给他地位，他就飘了，好感度就更难提升了，必须得压制他一下。有些严肃地看着苏洛离。离儿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苏洛离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没问题，做主人的婢女是离儿的荣幸。丁，系统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岩即将被人非礼，请宿主抓紧行动。慕平有些慌了，柳岩可以是别人的，但柳岩的遗血必须是他的。系统说柳岩就要被非礼了，但玄灵宗距离他这里要1个时辰的路程，还不知道柳岩的具体位置，他去了有毛用？打扫战场吗？系统，别给我提问题，我需要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有毛用？丁，2个时辰前已经告知宿主，是宿主沉迷女色耽误了时间，怪我喽。系统表达了不满。系统这话说的，这能怪他吗？还不是怪苏洛离穿着地袍勾引他。他本来也想速战速决的，可这不是苏洛离这女人第一次太紧张，搞得他无法自拔吗？想到这，慕平在苏洛离屁股上捏了一下，并且使劲揉搓着，发泄着心中的不满。这女人就是红颜祸水，绝对不能让她去祸害别人，一切都由她来承受吧。苏洛离感受到慕平又有动作，抬头看了一眼，脸上又出现一抹红晕。明渊，不来了，离儿身子承受不住了。这女人想啥呢？经过1个多小时的研磨锤炼，她现在可是满身佛性。丁，已为宿主找到解决办法，宿主可以在系统商城里购买传送符篆，可以瞬间抵达目的地。慕平听后一喜，系统还有这功能，系统提示过已开通系统商城，获得系统金币就可以购买系统物品，他现在已经有3000系统金币了。老早就想研究下系统商城的东西了，这不是被苏洛离这女人搞得还没腾出心思，在苏洛离身上又狠狠地捏了一把。哎，女色误人啊！系统，传送符篆怎么卖的？检测到距离柳岩约300里，只需要购买1品传送符篆即可，花费50个系统金币。还行，不贵。系统，买1个，立刻。丁，已为宿主购买1品传送符篆1张，消费系统金币50个。慕平对着怀里的苏洛离脸蛋上亲了一口。离儿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给你买了一些丹药，放你床边了，先用着。还没等苏洛离反应过来，慕平催动传送符篆，原地消失。苏洛离一愣，空间符篆，这种东西都有。魔帝身上果然还有很多秘密，看来他得加把劲博取魔帝的欢心，才能窥探更多秘密。不过怀中男人的消失还是让他有种隐隐的失落感。这男人提上裤子就开溜。慕平眼前白光一闪，就出现在了一处山谷。根据他的记忆，这里应该是距离玄灵宗外门不远的一处山谷。他现在还是价值1万灵石的悬赏人物，为了免得惹一身骚，慕平花了20个系统金币买了一个面具戴上，不仅可以遮掩容貌，还可以改变声音。他现在炼气7重的修为，如果加上太虚神体的加持，有和巨气1重抗衡的实力，在玄灵宗外门，只要不碰到那些外门长老，还是可以蹦着走的。可是柳岩在哪里？救命！思索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呼救声音，慕平朝着声音的方向跑过去，发现柳岩衣衫有些凌乱，头发也披散开来，呼吸急促地依靠在一棵大树旁。柳岩的对面是3个猥琐男子，一个炼气8重的修为，2个炼气7重的修为。小妞，别喊了，喊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。有人来也没用，有韩大哥在，借他几个胆子，敢管我们的事情。柳岩满脸恐惧地看着3个男子，他在清水镇是天之娇女，就算有些男人有这个心思，也没胆子招惹他。在清水镇对任何男子都不假辞色。没想到来到玄灵宗没几天，就遇到这种事情。玄灵宗不是正道宗门吗？玄灵宗弟子怎么会是如此卑鄙下流之人？
我是刚来玄灵宗的弟子，跟你们素不相识，你们要做对我什么？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玩你了，哈哈。其中一男子哈哈大笑，看着柳岩那恐惧的神情，那个叫韩玄的男子一脸的色。小妞，今天我们也算有缘，让你被玩得明白。不妨告诉你，我们玄灵宗的新来的外门女弟子大概分为就4种情况。这第一种就是有背景的，比如宗门长老的亲戚，这种都是由引荐人直接带来的，一般没人敢打他们主意。另一个男子向前走了一步，韩哥，第二种。我说，好，你说。韩玄无奈地摆了摆手。第二种就是那种天赋极佳的女子，这种女子基本入门前时都直接被外门长老抢着收徒了，有长老护着，没人敢欺负。第三种就是像小妞你这样的，没背景，资质还一般，而且模样还不错，那就是我们的了，哈哈。小妞，其实我们今天不玩你，也是被别人玩，只不过我们几个下手早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韩玄几人一脸得意地看着眼前的猎物。柳岩靠在树上，身躯有些颤抖。你们如此肆意妄为，就不怕宗门惩罚？惩罚？哈哈，宗门惩罚都是给你这种没背景的人设立的。果然是新来的小妞，啥也不懂。不懂没关系，哥们几个慢慢教你，日后啥都懂了，我们会的姿势可多了，一会你就知道了，哈哈。柳岩满脸绝望，他心目中仰望的玄灵宗竟然是这个样子的。可是想想，哪里又不是呢？他在清水镇不觉得，因为清水镇他是上层人，感受不到底层人的疾苦。可是来到这玄灵宗，他就是底层人。穆平在玄灵宗做了几年的劳工，又遭受过多少欺辱，他还想着略微照拂他一下，享受这个男人的仰视。可是他自己现在的样子，怕是穆平见了都会看笑话吧。好了，小妞，韩哥的姐姐可是内门弟子，做了韩哥的女人，你在外门也算有了靠山。韩玄拍了拍其他2名男子，说啥呢？咱们是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女人一起玩。韩哥大气，誓死追随韩哥。听到韩玄这么说，2个男子表现得异常兴奋，转头看着柳岩，两眼放光。小妞，先脱光了，让韩哥验验货。你是自己脱，还是我们帮你脱？看着3个猥琐男子，柳岩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，小手紧紧抓着衣服，靠在大树上，身躯颤抖。他以前所有的傲气在这一刻荡然无存，只剩下恐惧和对未来的绝望。放开那个女孩！忽然不远处一个声音传来，柳岩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朝远处望去，只见一个戴着面具的青衣男子朝这边走来，感觉好像有些熟悉。韩玄3人也朝着穆平望去，神情很是不悦。哪里蹦出来的人，敢坏他们好事？不过不确定对方身份，他们不敢贸然行动。不知这位兄弟哪个长老门下弟子？穆平微微一笑，也不隐瞒，我不是谁的弟子，目前在玄灵宗做劳工，正巧路过此地。我看这姑娘并不情愿，这违背女人意愿的事情，奉劝几位还是不要作为好。韩玄3人听后哈哈大笑，奶奶的，一个劳工也敢管我们的事情？都说玄灵宗劳工奇葩多，我还不信，今这不遇到一个。小子，知道我们几个人是谁吗？穆平淡淡的说道。你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做了违背女人意愿的事情，你们摊上事了。韩玄脸色一冷，违背你大爷的意愿，把这小子给我打死，别耽误我们正事，真他奶奶的扫兴。听到韩玄的命令，2个男子提着拳头就冲着穆平面门打来。不过2人的动作在穆平看来像是慢动作一样，浑身上下都是破绽，太菜了。穆平呵呵一笑，一脚踢出，2人都被一脚踢飞，倒在地上，疼得打滚。韩玄顿时愣住了，怪不得敢管闲事，这小子原来是个高手，看这实力差不多是个内门弟子了。可是这人没事装什么劳工，8成是看着这小妞了，不想暴露身份。在玄灵宗，内门弟子把爪子伸向外门女弟子也是常有的事情。韩玄知道今天碰到硬茬了，一向奉承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他，马上换上一副笑脸。既然这小妞被兄弟你相中了，我就不夺人所爱了，你们2个起来，我们走。另外2个男子也爬了起来，满脸堆笑。兄弟，你放心，这妞我们还没动，看样子还是个雏。听到几人的话，穆平满脸气愤，这几个卑鄙龌龊的男人竟然以为自己跟他们一样卑鄙龌龊。更令人气愤的是，他们说得很对。韩玄3人对视一眼，不敢继续在这耽搁，撒腿就跑。我说过让你们走了吗？看到几人跑路，穆平大喝一声，不过3人像没听见一样，还是继续跑路。穆平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拦在几人前面。3人见形势不对，拿出刀剑一起朝穆平砍过来。但几人跟穆平的实力悬殊太大，并没什么用。几个回合，3人都被穆平打翻在地，武器都被踢飞，躺在地上疼得嗷嗷直叫。穆平又在韩玄身上补了一脚。怎么没听见我说的话？韩玄3人在地上爬起来，面色紧张。大哥，这小妞都给你了，我们就不碍您的眼了，
你就让我们走吧。是啊，大哥，这妞我们真的还没完呢。穆平用手指了指柳岩，我最恨欺辱女子的男人。你们今天虽然没有得逞，但这位姑娘也受到了惊吓。你们几个过去，给这位姑娘每人磕10个头，说10声。姑奶奶，小的错了，我就暂时放过你们。韩玄听后怒目圆睁，给这么个低贱的女人磕头，他以后在玄灵宗不得被人笑话死。小子，别欺人太甚，告诉你，我姐是内门弟子韩清瑶，实力不是你可以抗衡的，最好不要逼我。穆平一个耳光抽在韩玄脸上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就算你姐韩清瑶来陪我睡一觉，你们也得磕头。你敢侮辱我姐！啪！又一个耳光抽在韩玄的脸上。韩玄摸着红肿的脸，看着穆平那杀气腾腾的眼神。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跟其他2人对视一眼，确认他们都属于一方俊杰。大哥，我去磕头，我去还不行？3个男人踉踉跄跄的又跑到柳岩面前，直接跪下磕头，动作熟练，干脆利落，一看就是练过的。姑奶奶，小的错了。姑奶奶，小的错了。柳岩被几人的举动吓傻了，这个戴面具的男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，竟然让3个外门弟子如此恐惧？还有2人非亲非故，他又为什么救他？仅仅是仗义相助吗？还是同样是见色起意？穆平见3个男子磕头磕完了，每人身上踢了一脚。好了，都给我滚吧！听到穆平说话，3人如释重负。韩玄带着2个男人踉踉跄跄地爬起来，撒腿就跑。不过韩玄没有多远，回头看了穆平和柳岩一眼，眼中满是寒光，直接朝着玄灵宗内门方向而去。穆平看着几个男人走远了，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，给柳岩拉的这波仇恨应该还算到位。柳岩在玄灵宗外门无依无靠，还结了仇，以后在玄灵宗必然举步维艰，除了依附他别无选择。拿下他的一血不是顺手的事情。柳岩此时依旧靠在树上，眼神复杂地看着穆平。一方面他对穆平的救命之恩心怀感激，另一方面又对他那看似别有目的的笑容感到不安，不知道是不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柳岩轻声说道，声音还有些颤抖。穆平走上前，伸出手将柳岩拉了起来，声音温和，姑娘不用客气，我最看不惯欺辱女子的男人，顺手而已。第一次被男人拉手，柳岩柳脸色一红，想抽回，却发现手被男人紧紧握着，抽不出来。这个男人果然也有目的。柳岩咬了咬嘴唇，公子救命之恩，不知道如何报答，打发几个小喽啰而已，不需要报答，只是玄灵宗鱼龙混杂，姑娘一个弱女子还这么漂亮，以后要多加小心。穆平很自然地松开柳岩的手，对她笑了一下，一个人朝前方走去，没有回头看一眼。看着穆平渐渐走远，柳岩心中十分纠结，她想错了，这个男人对她没任何想法，只不过顺手救了她而已。是啊，玄灵宗有太多天之娇女，这个男人又是如此厉害的角色，怎么可能在意他这样的小人物？在玄灵宗他太渺小了，天赋、家世、相貌，这些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在这里都被碾压得粉碎。可是他以后该怎么办？不说别人，刚才那3个男人肯定不会放过他。刚刚给他磕头道歉，这么大的侮辱，如果落到这几个人手里，他都不敢往下想。他现在需要这个男人，非常需要。对着已经走远的男子奋力地追了上去。公子，等等我！听柳岩追了上来，穆平心中暗喜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姑娘，还有别的事吗？柳岩小手紧紧抓着衣服，由于一路小跑，胸脯上下起伏着。公子，我能跟着你吗？穆平想起前几日柳岩还是一个满身傲气的女人，现在却像一个受惊吓的小女孩，拍了拍柳岩的肩膀，浅笑了一下。姑娘，我这人喜欢独处，如果因为我救了你，你就黏着我，这属于恩将仇报。柳岩见面前的男人虽然拒绝了她，但却并没有生气，胆子大了一点，伸手拉住穆平的衣角。公子，我在这玄灵宗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怕再遇到像今天这样的事情，那3个人肯定还会来找我的，公子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见穆平依旧无动于衷，柳岩保证道：公子放心，就3天，3天后玄灵宗就会举办新入门弟子收徒仪式，我拜了师傅，那些人应该就不会这么大胆了，就算到时候没有拜师傅，我也不缠着公子了。3天，穆平一怔，看来3天内就得拿下柳岩，不然他拜了师傅，再拿捏他还得费一番周折。不过按系统所说，他必须以穆平的身份让柳岩自愿现身，可是怎么才能让他自愿现身呢？柳岩对他的好感度才30，3天时间难度还真不小。穆平回头叹口气，好了，算我倒霉，带你3天吧，不过3日后不要再黏着我。柳岩高兴地点着头，不会不会，谢谢公子。穆平抖了抖胳膊，可以松开了吗？柳岩忙不好意思地松开男人的衣袖，他有些不敢相信，来到玄灵宗2天的时间，
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想起几年前慕平拉着他的衣袖，只想和他多说几句话，他当时愤怒的拂袖而去的场景。他对这种卑微讨好的行为深深的鄙夷，觉得慕平当时的样子真的很可笑。自己终于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，自己在这个男人眼里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可笑？姑娘，叫什么名字？听到男人的问话，柳岩连忙说道：公子，我叫柳岩，清水镇来的。慕平眼神中一副思索的神情。清水镇，我曾经还去过，交往过男友吗？你跟着我，他会不会有意见？柳岩连忙摆手：没有，没有，这么多年我都是一个人。真的没有吗？慕平直直地看着柳岩，仿佛能看透他的内心。男人的眼神让柳岩感到心中一阵惶恐。小时候父母给定过一门亲事，不过没有交往过，亲事我也已经退了。慕平冷笑一声，这柳岩倒是实在。哦，退亲，一定是这个男人找了别的女人，或者做了其他对不起姑娘的事情。柳岩神色一紧，这个男人为何会关心她的私事？如果得知自己是一个始乱终弃的女人，会不会讨厌她，赶她离开？可是这人说他去过清水镇，说不定知道一些事情，如果他说谎被揭穿，他会更惨。公子，他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感觉两人没有感情基础，还是分开好。慕平转头看了柳岩一眼。是吗？据我所知，清水镇这样的小镇的人能来玄灵宗当外门弟子，应该也属于凤毛麟角了。是不是姑娘觉得那个男人配不上你？柳岩闻言一怔，这个男人怎么什么都能猜到？他的那点小心思都逃不过这个男人的眼睛。柳岩低着头，不敢正视慕平的眼睛。公子说的对，他资质的确不太好，是我觉得我们不般配，所以跟他退亲了。慕平摆出一副厌恶的样子。呵呵，女人果然都是这样。柳岩觉察到男人的不高兴，心中惶恐，但是他依然没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。公子，觉得我应该嫁给他才是对的吗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走到一起，我退亲难道不是对两个人都好吗？慕平微微一笑。柳姑娘，从你个人利益看来，你做的没错，你退亲我也觉得没问题，不过我觉得这个世界除了利益还要讲情义。情义？我们两人本来就没有感情，谈何情义？慕平一脸正色。我与姑娘萍水相逢，为何救你，还因此会得罪玄灵宗的内门弟子韩清瑶？因为我心中有大义，我觉得无辜之人不应该遭受无妄之灾，我希望我救的人也是重情重义之人。柳岩沉默的一会，看向面前的男人，他明白，如果他解决不好自己和慕平的关系，这个男人就会认为他是无情无义之人，可能就不会再保护他了。可是他应该怎么办呢？慕平被赵振悬赏1万灵石追杀，这件事外门人尽皆知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不清楚慕平如何能杀死赵飞，他现在也不可能找到慕平，他如果能找到慕平，早就被人抓起来了。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未婚夫杀了人，被外门悬赏追杀，我见不到他，即使见到他，我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了。未婚夫？慕平神色一紧，他只想要柳岩的初夜，可不想这女人一直缠着他。没错，他就是想做那个始乱终弃的男人。不行，得编个大的。柳姑娘，知道我为何会去清水镇吗？不知道。公子你说。慕平仰头看着天空。这世上有太多不平之事，有太多卑鄙无耻之人。清水镇的赵飞在清水镇作威作福，玩弄无数女子，我得知此事，就想为民除害。柳岩一怔，看着面前男子的形象又高大了几分，没想到在这个恃强凌弱的世界，还有如此大义之人。公子是说赵飞是公子你杀的？没错，当时赵飞强抢民女木林，木林的弟弟木平赶去相救，赵家高手如云，两姐弟怎么可能是对手？所以我暗中出手救下两姐弟，杀了赵飞。慕平又看向柳岩。所以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吗？柳岩一头雾水。公子是说赵家以为慕平杀了赵飞，追杀慕平的事情吗？慕平摇了摇头。当时慕平也受了伤，但他抓着我的手跟我说，心里有一个人一直放心不下，他在玄灵宗待了时间不短了，知道玄灵宗的危险，拜托我来保护你。柳岩彻底愣了，原来是慕平救了自己，这个傻瓜，自己那样对他，他还是时刻想着自己。看着柳岩那纠结的神情，慕平趁热打铁。所以柳姑娘，不要怪我生气，我觉得你对不起你的未婚夫。柳岩满脸惭愧的神色。公子，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慕平特别正经地说道。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他，你们俩不亏欠。最珍贵的东西。柳岩沉默许久，紧紧抱着胸脯，看着面前高大的男人。公子，只能这样吗？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补偿他？慕平神色一冷。柳姑娘，你用什么方式我没意见，不过我不希望在慕平的眼里看到失望的表情，他是一个好男人，我欣赏他。公子，慕平只是一个资质很差的人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欣赏他？柳岩满脸疑惑，她以一个女人的视角没看出慕平任何优秀的地方，
这个男人的优点除了老实还是老实，只不过最后一次见到他，好像老实的优点也没了。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坚韧不拔的意志，正义凛然的品格，低调内敛的修养，而且他属于不鸣则以一鸣惊人的资质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慕平夸赞着自己，内心十分受用。柳岩有些不可置信，他的废物未婚夫有这么优秀吗？他看人的眼光这么差吗？就连这个他高不可攀的男人都这么欣赏他的废物未婚夫，应该是没错的。高人的眼光总是他这种人看不懂的，要不就不叫高人了。要不跟慕平见一面再说吧。公子，那你知道慕平在哪吗？我想跟他见一面。柳姑娘，你想通了。慕平一喜。柳岩叹了一口气，就算想不通又能怎么样呢？他在玄灵宗无依无靠，还得罪了3个男人，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面前的这个男人。如果再得罪这个男人，他将没有任何的活路。拿自己的身子换一个强大的靠山，按柳岩之前的性格，这种事肯定不会同意。可是经历了今天的事情，他感觉这件事非常合算。如果今天被别人玷污了，他这个机会都没有了。可是这个神秘男人为何让他给慕平？算了，高人的心思岂是他能猜透的？柳岩又思索了一会，下定了决心，看着面前的男人。公子，你说的对，我都听你的。慕平一惊，这女人这么好骗吗？典型的刚入学的大一女生。很赏识的表情拍了拍柳岩的肩膀。好，柳姑娘恩怨分明，敢想敢干。我没看错人，我把慕平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，你跟我走。柳岩点了点头，紧跟在慕平的身旁。不一会，慕平将柳岩带到了明月阁的一个雅间，房间很大，床也很大，隔音也不错。慕平在床上躺了一下，不错，还挺舒服。柳姑娘，我去找慕平过来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你先洗个澡，准备一下。柳岩坐在床边，有些坐立不安。她能看出来这个男人这么安排的心思，今天就让他跟慕平做男女之事。这件事他是答应了，可是这事不需要先培养下感情吗？公子这么急吗？慕平看出柳岩的心事，安慰道。柳姑娘，洗澡是为了给慕平留一个好印象，你今天脏兮兮的样子也不想被慕平看到是吧？柳岩脸一红。公子，我以为你让我今天就跟他同床。慕平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。柳姑娘，如果你今天就想的话，我得跟慕平商量一下。你也知道，他是个比较保守的人，对你也十分尊重，不一定放得开，这事还得你主动。不用了，公子，我觉得2个人的事还是顺其自然吧。柳岩面色舒缓了一些。对啊，慕平他是了解的，呆呆傻傻的，只要他不愿意，不会强迫他的。他这么爱慕自己，主动权都在他的手里。慕平点了点头，笑道：对，这事就应该顺其自然。那我这就去寻慕平，你先洗澡，一会慕平来了，你是女孩子要主动一点。说罢便转身出了雅间。柳岩看着紧闭的房门，深吸一口气，起身走向浴桶。女孩子要主动一点。撩拨着水花，俯视着自己玲珑有致的身子，热水蒸腾起的雾气模糊了她的视线，也让她的思绪渐渐飘远。她和慕平是娃娃亲，阴差阳错，她还是要把第一次给这男人吗？或许真的是上天注定吧。希望慕平这次不要让她失望。她最不喜欢慕平之前那唯唯诺诺的样子。上次见面的时候，慕平的行为虽然让她很生气，但也让她眼前一亮，终于有了男人该有的样子，对这次见面也有了一丝期待。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。慕平出了明月阁，在系统内买了2张传送符篆。赵震搞得1万灵石的悬赏，虽然对他没什么实质伤害，但是也搞得他出去就会被一群苍蝇盯上，很不自在。而且搞得木林在丹云阁也很不安全，必须先搞死赵震再说。用了1张传送符篆，传送到赵震所在位置，没费多大的周折就搞死了这个称霸清水镇10几年的恶霸。随后慕平又用了1张传送符篆，传送回到明月阁附近。慕平找了家店，换了身衣服，换了个发型，就又走进了明月阁。想起一会要发生的事情，慕平哼着小曲，推门而入，走进柳岩的雅间。谁？只听雅间浴室传来有些紧张的女子声音。慕平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，朝浴室里看了一眼。柳岩，是我慕平，是你在洗澡吗？看见柳岩正一丝不挂的洗浴，正想欣赏一番，被一盆水对我脑袋泼过来。慕平赶紧躲了出去，紧接着传来女子的愠怒：流氓，出去！果然女人的脸色是分人的，她如果刚刚以神秘高手的面目进去，柳岩绝对不敢如此，这是从小对她发脾气习惯了。慕平叹了口气，在门外一阵苦笑。现在他必须镇定，表现出慕平的那种呆傻率真，以及对柳岩的关心不能被柳岩看出破绽。随着浴室里传来一阵窸窣声，不一会儿，柳岩裹着浴袍走了出来。轻薄的浴袍并没有完全遮住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，加上湿漉漉的乌黑长发、清丽的容颜，还有周身散发出的处子幽香，无不诱发着男人的欲望。
虽然各方面跟苏洛离还有着明显的差距，但是穆平是一个不挑食的男人。好看吗？柳岩白了穆平一眼，虽然感激穆平对他的关心，还有托付神秘高人救他，但看到穆平那直勾勾的眼神，一副没见过女人的样子，柳岩还是气不打一处来。穆平摆出一副呆呆的样子，好看，真好看。前辈说你想和我在一张床上睡觉，快把衣服脱了躺到床上，我们先把正事办了。柳岩神色一愣，这高人是怎么跟穆平说的？穆平这呆愣子，这是想直接硬来。这就是高人所说的比较保守，放不开，还有坚韧不拔的意志。柳岩撩了撩还有些湿漉漉的长发，随意地坐在一张椅子上，修长的美腿半遮半露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让穆平也坐下。穆平，前辈跟我说了，是你请求他来救我的，我心里很感激，我也答应了一些事情，可是不是现在，你别想多了。穆平还是一副呆呆的样子，看样子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前辈跟我说了，说你答应跟我睡觉了吧？柳岩脸色一红，强装镇定。没错，我答应了，我会把我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东西给你，不过仅此而已，日后以后我们两不相欠，各走各的路。穆平心中大喜，果然是娃娃亲，节奏完全一致，恨不得立刻跟柳岩击掌，一拍即合。不过作为柳岩的多年舔狗，他不能表现出欣喜的表情。穆平有些伤感地看向柳岩，露出满脸的沮丧的神情。仅此而已，你也知道我喜欢你这么多年了，我想要得到你的心，我想让你真心喜欢我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看着穆平如此卑微的袒露心声，柳岩脸色一冷。我说过了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是不可能的，我答应把自己的身子给你，只不过是不想欠你的，你不要自作多情。看着柳岩用最绝情的话说着最悦耳的内容，穆平站起身来，紧紧地盯着这个刚出狱的女人，眼神忽闪忽闪的，想硬挤出一点眼泪。柳岩，我以为你今天见我是想收回退亲的事情，谈一下我们的亲事，没想到你只是为了拿身体做一个了断，那我算什么？我这么多年对你的感情又算什么？柳岩也站起身来，神情严肃。穆平，所谓的感情只是你一厢情愿，你难道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感情是强求不来的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永远都不可能的。柳岩说完气的浑身有些颤抖，本来他还想着穆平跟上次见面一样会有一些男人的样子，他可以跟他慢慢培养下感情，没想到还不如之前。他感觉现在的穆平变得狂躁，甚至已经有些疯魔了。难道是这么多年爱他爱得太深了？可是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爱，他宁愿单身一辈子也不想要。他现在只想快点结束，摆脱这个男人。用手指了指浴室，穆平，你现在就去洗澡，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情了结了。穆平听后心下一喜，脸上却露出绝望的神情。柳岩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我是爱你的，我哪里做的不好？你说出来，我改还不行吗？别说了，快去洗澡，我在床上等你。柳岩声音很大，还带着命令的语气，他已经有些受不了了，搞得穆平非常难受。强忍着心中的喜悦，低着头朝浴室走去，身体泡在热水里。穆平脸色再也难以掩饰得意之色，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音，但还是忍不住，只能在浴室大笑起来。躺在床上的柳岩听到浴室里穆平的疯狂的笑声，心中苦笑，疯了，这个男人疯了，是这个男人执念太深，还是自己把这个男人伤得太狠了？这时柳岩忽然想到，高人见到穆平疯魔的样子，会不会怪他？一会在床上一定要好好对他，温柔一些，他想怎么做都顺着他。得到自己身子以后，或许他就放下执念了。正想着，一个男人滑不溜秋的身子已经钻进了他的被窝，而且直接上手将他搂住。柳岩身子一僵，想推开男人，怔了一下，身子软了下来，任由男人为所欲为。妍妍，我珍藏了这么多年的爱，今天都给你，今天过后我们就只是普通的朋友，好不好？虽然称呼特别不习惯，但感受到凑到他耳边如此神情的男人，柳岩竟有了一点感动，或许这样结束也挺好的。声若闻纳的回了句好。一个时辰后，穆平将最后的爱意给了柳岩，满意的躺在床上。他没想到事情的进展会这么的顺利，主要是有一个这么配合的女人，真是太难得了。事前很主动，日后不纠缠，什么要求还都很配合，简直是天下男人梦寐以求的福音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身体原主人的第3个愿望，解锁系统第3个功能，赠送返还功能。在柳岩身上挥洒了一个时辰的爱意，终于算是完成任务。付出总有回报，穆平心下大喜。系统，这赠送返还功能有什么要求吗？丁，第一个是只能给气运之女赠送物品才能够返还，第二个赠送物品只能是气运之女正需要的物品，赠送无用物品不会返还，第3个7天内每个气运之女只能赠送1次。要求真多，穆平暗中吐槽，随即想到了苏洛离，天命之女是不是返还倍数更高？
是的，同样条件下，赠送天命之女返还是气运之女的10倍。不错，赠送物品还可以刷好感度，增加修为，一举多得。现在主要的还是得多绑定气运之女。现在才绑定了2个气运之女，远远满足不了木平的需求。可是，如何才能绑定更多的气运之女呢？现在这个地方，只有玄灵宗有更多的天之娇女，只有进入玄灵宗内门，才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她们。一旁的柳岩慵懒地躺在木平的胳膊上，脸上的红晕还没有完全消退。这个男人攒了这么多年的爱意，太疯狂了，他真的有些吃不消了，但又好像没吃够。这个男人这么爱他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扬起脑袋，有些羞涩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想什么呢？你说3天后，玄灵宗外门收徒，内门会不会也收徒？柳岩想了想道，听说是一起的。你问这个干嘛？难不成你还想进内门？这时忽然听见一阵敲门声，柳岩推了推木平，示意他去开门，应该是高人来了，他也算完成任务了。木平随意地披了件衣服，将屋门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清冷的白衣女子，身形纤瘦，容貌很美。女子身后还跟着一个男子，正是韩玄。木平神色一怔，难道这个女人是韩玄的姐姐韩清瑶，来给弟弟报仇来了？木平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白衣女子，聚气4重的修为，目前还不是他能够对付的。请问姑娘来此有何事？木平轻声问道。白衣女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我弟弟告诉我说，有一名外门女弟子被贼人抓到这里，我来看一下。奶奶的，韩玄这贱人贼喊捉贼。不过如此看来，白衣女子不是单纯为了他弟弟报仇而来，不然韩玄没必要编一个谎话把他骗来。白衣女子身后的韩玄一脸正色，摆出一副嫉恶如仇的样子。姐，这姑娘定然被这贼人藏在屋内，我派人跟踪，就是进了这个房间，我们快进去，不能让好好的姑娘被人糟蹋了。韩玄这贱人竟然还派人跟踪他，还在这跟他装。木平抬眼狠狠地瞪了韩玄一眼，看到木平的眼神，韩玄身子一颤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指着木平大声说道，姐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要欺负那个姑娘，我阻止不成，还被他打了一顿。虽然他当时戴着面具，但是这眼神我记得很清楚。听到韩玄的话，白衣少女又打量了一下木平衣衫不整的穿着，还有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那姑娘呢？你把她怎么了？木平摸了摸脑袋，他跟柳岩刚刚睡完，战场还没来得及清理呢，这怎么解释？丁，系统检测到玄级气运之女韩清瑶，宿主是否绑定？木平心下一喜，这女人还是气运之女，还是玄级的。绑了。丁，宿主已绑定玄级气运之女韩清瑶，韩清瑶对宿主好感度为-50点，暂不能为宿主反馈修为。唉，又绑了个寂寞。从好感度来看，这韩清瑶对自己很不喜欢，估计在他眼里，自己就是个玩弄女人的无耻之人。木平用虚瞳之术打量着韩清瑶，这个距离，虚瞳能看透一切障碍物。看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这女人哪都好，就是有些瘦。不过木平并不是一个挑肥拣瘦的人，只要是气运之女，他都得哄着。姑娘，要不我们坐下来慢慢聊聊？韩清瑶看着木平在他身上上下打量的眼神，像是能拨开他的衣服一样，让他很不自在。更可恨的是他还叹气，很不满意的样子。让开！韩清瑶冷冷地说了一声，推开木平，朝屋内走去。走进卧室，韩清瑶看着屋内凌乱的样子，还有缩在被子里的柳岩，刚刚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事实再清楚不过了。转身冷冷地盯着木平，你这登徒子，光天化日之下欺辱女子，还有何话说？一旁的韩玄一脸得意，虽然惊叹木平的办事效率，被他抢了女人也有些遗憾，但是今天现场被捉，这贱人非死即惨。韩玄知道他姐姐韩清瑶最恨欺辱女子的男人，因为他自己有一次险些被男人欺辱，幸亏他师父及时赶到救了他，所以见到欺辱女人的男人，韩清瑶向来不留情面。姐，这样的败类绝对不能留，留着他只能祸害更多的女子。韩清瑶没理会韩玄，又冷冷地看了一眼木平，我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。木平对韩清瑶有了一丝好感，这女人还能听人解释，太难得了。虽然受了些，哥不嫌弃，有机会收了你。不过这时候对待女人气势不能输。木平对着韩清瑶做出满脸愤怒的表情。姑娘，你让我解释什么？我跟我的女人正在亲热，你们突然闯了进来，打搅我的好事，我还没跟你们要解释呢。韩清瑶神色一正，看向柳岩。姑娘，你们是自愿的。柳岩点了点头。他们刚刚的对话，柳岩听得很清楚。有一点让柳岩很震惊，听韩玄的意思，木平就是那神秘高人。可是怎么可能？神秘高人实力这么强大，木平怎么可能会是他？可是神秘高人有什么理由救他，又有什么理由撮合他们？种种迹象表明，木平就是神秘高人的可能性很大。
不说别的方面，刚刚表现出来的实力真的很强大，坚韧不拔，真不是说说而已。想到刚刚的事情，柳岩红晕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。韩青瑶看着柳岩的表情，这哪有一点被强迫的样子，分明是少女怀春的模样。她有些懵，如果这对男女真是两情相悦，自己这是破坏了小情侣的好事。韩青瑶有些狐疑地看向韩璇，韩璇看着韩青瑶看向他的目光，他真没想到两个人这么快就搞到一起了。最不能理解的是，都搞出感情了。姐，不要相信他们，我猜这姑娘肯定是被这个男人威胁了，自愿的，拿什么证明？这么无赖的话，韩璇说的义正言辞，穆平都有些无言以对。我可以证明。这时被窝里的柳岩忽然大声说道，随后柳岩又羞涩地对穆平说道，穆平，我不方便出来，我的储物袋给我拿过来。接过穆平递过来的储物袋，柳岩拿出一个红色的本子，翻开看了一眼，满眼的幸福。这个婚书本来是他想跟穆平退亲时当着他的面亲手毁掉的，可是人生仿佛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，他今天竟然跟抱着宝贝一样的抱着这个婚书。如果穆平真的是那个神秘高人，那么他就可以在玄灵宗站稳脚跟了。这是我们定亲的婚书，给这个姑娘看一下吧，别让别人误会了。穆平看着柳岩那少女怀春的样子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两人本应该一夜风流，各走各路，互不干扰，皆大欢喜，可是看柳岩现在的样子，怕是不会轻易的放过他。他们本来是非常纯洁的肉体关系，如果有别的心思，就会变得特别庸俗。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，其他的日后再说吧。穆平接过婚书，递给韩青瑶。韩青瑶接过婚书，认真的看了一遍，千真万确，没发现任何问题。韩青瑶脸色微红，有些不敢正视两人的眼睛。两人果然是未婚夫妻，在这亲热，他这是干的啥事啊？将婚书递给穆平，有些尴尬的对着穆平两人拱了拱手。两位，不好意思，打搅了，我这就走，你们继续。然后韩青瑶转头看向韩璇，发现韩璇早已不见人影。小兔崽子，溜得真快。韩青瑶暗骂一声，就要转身离去。姑娘是想就这么走了吗？穆平在韩青瑶身后喊道。韩青瑶听到穆平喊他，回过头来看了一眼，这个男人的穿着实在是让他不忍多看，就一件睡袍随意的系在腰间，看起来还系得很松，随时就要滑下去的样子。不过他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小两口亲热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是他理亏闯了进来。今天是我做的不对，打搅你们了，如果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去内门找我，能帮的我会尽力的帮你们。韩青瑶道。穆平对着韩青瑶轻轻的笑了一下，指了指屋内的茶桌。韩姑娘，还真有件事请你帮忙，不如我们坐下慢慢聊。韩青瑶顿了一下，还是走到茶桌旁坐了下来。你说吧，能帮的我会尽力帮你。穆平给韩青瑶倒了杯茶。韩姑娘，听说3天后是玄灵宗收徒比试，我想进内门，姑娘能否帮个忙？韩青瑶歉意的笑了一下。实不相瞒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内门弟子，进入内门还得靠个人实力，做不得假，这个忙我帮不上。韩青瑶说完，端起茶水放在嘴边，想到了什么又放下了。穆平也不以为意，自己喝了一口茶。两人初次见面，有些防备也是应该的。韩姑娘，如果想进入内门，流程是怎样的？很简单，就是比试。内门每年招收10名弟子，宗门的外门弟子只要打进前10，就有机会得到内门长老的青睐。穆平心下一喜，听起来也不是很难。韩青瑶白了穆平一眼，你觉得很简单吗？玄灵宗外门弟子有几千人，韩玄那小子平时也很努力，可是都比了5年了，前500强都进不去。看着韩青瑶那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穆平心下好笑。你那弟弟天天想着欺负哪个外门女弟子，哪有心理练功？没有外挂，还天天想搞女人，想进内门，想屁吃呢？这个需要提前报名吗？韩青瑶有些奇怪地看着穆平，这是玄灵宗的人吗？怎么啥也不知道？当然需要，如果想进入内门，外门弟子是提前7天报名的，你不会还没有报名吧？穆平尴尬地笑了一下，还没呢，这不是才有的想法吗？韩青瑶对着穆平伸出白皙的小手，那这样，你把外门令牌给我，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报名。穆平双手一摊，一脸苦笑。韩姑娘，可惜我现在还不是外门弟子。韩青瑶一怔，不是外门弟子？难道你还是杂役弟子？玄灵宗还没有杂役弟子直接报名的先例，首先你得成为外门弟子才有资格报名，你这个就有点麻烦了。穆平又是双手一摊，姑娘误会了，我也不是杂役弟子，我现在还是一个劳工。劳工？韩青瑶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在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又缓缓地坐下。穆平喝了一口茶，平静的脸上充满自信。韩姑娘，在下认为英雄不问出身，就算是一个劳工，也应该有争取进入内门机会的权利。看着穆平衣衫不整的装束和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韩青瑶感觉有些说不出的滑稽。
一向清冷的他忍不住捂着嘴轻笑了一下，说得不错，我很欣赏你的志气，不过这个事情太过离谱，我的确爱莫能助。穆平也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办，但是韩清瑶肯定有办法，只不过要费些周折，为了他这个陌生人不值得而已。系统商城可以买到聚气丹和固元丹吗？可以，聚气丹价格10个系统金币，固元丹价格10个系统金币，聚气丹和固元丹各来5个。穆平立刻道。丁，宿主消费系统金币100个，购买聚气丹5个，固元丹5个。穆平微微一笑，将手放在茶几下面，取出2盒丹药递给韩清瑶。韩清瑶毫不犹豫地将盒子又递给了穆平。送我东西也没用，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。穆平将盒子打开，给韩清瑶看了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既然姑娘帮不了，我只能再找别人帮忙了。韩清瑶看到那些丹药，两眼放光，看着穆平就要将丹药收起来。他立马将盒子按住，脸色微红。5个聚气丹，5个固元丹，还是上乘的，他在内门1年都不一定能拿到这些。因为镇魔大战的事情，宗门丹药紧缺，今年给不给丹药都是一个未知数。他现在太需要这个了，太需要了。这位公子，这件事情虽然难办，但我可以试一试，不过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成。如果能成，这些丹药可以给我吗？看着韩清瑶那渴望的眼神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冰冷。穆平将2盒丹药塞到他的手里。姑娘，几颗丹药而已，你先拿着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办，这就当是姑娘的辛苦费，事成以后还有重谢。韩清瑶接过盒子，小手紧紧地抓着，生怕被人抢走，嘴上依然很不诚实。无功不受禄，这有些不太好吧？穆平笑了一下，姑娘不要有压力，事情办不成也没关系，这些许丹药就当跟姑娘交个朋友。好，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韩清瑶的朋友了。韩清瑶不好意思地对着穆平笑了笑，小心将丹药收了起来。丁，宿主赠送旋极气运之女韩清瑶聚气丹5颗，固元丹5颗，返还倍数为10倍返还。系统已为宿主返还聚气丹50颗，固元丹50颗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韩清瑶对宿主好感度增加50点，目前好感度为0点。韩清瑶聚气4重，为宿主反馈修为0.5倍，宿主修为提升到聚气近1重。穆平心中一喜，这波赚大了。这时柳岩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穿着一件轻薄的睡衣，由于某些原因，走路看起来有些不自然。拿了件衣服给穆平披在身上，坐在穆平一旁，一副女主人的姿态。你呀，也不多穿点衣服，不怕着凉了？你们谈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开心。韩清瑶看到柳岩的眼神有些局促，这男人也真是当着未婚妻的面给别的女人送东西，不容易让人误会吗？韩清瑶忙站起身，我们刚刚谈了些他进内门报名的事情，已经谈完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柳岩轻轻点头，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。那就劳烦韩姑娘了。穆平看着韩清瑶，有些依依不舍。韩姑娘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看着韩清瑶走出屋门，柳岩忽然手掌运起，直接对着穆平胸口击了过来。穆平冷笑一声，直接抓住了柳岩的手腕。他当然知道这是柳岩在试探他是不是救他的男人，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有借口摆脱这个女人。看柳岩的样子，真的想把她据为己有。穆平一脸寒意地盯着柳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打死我吗？看着穆平那冷冰冰的眼神，柳岩瞳孔骤缩，脸色发白。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救我的人。柳岩想将手从穆平的手上抽出来，但根本就抽不动。穆平的实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，果然是救他的男人。可是他费尽心思要得到自己把身子给他了，为何他却变得如此的陌生？是自己之前的做法对他伤得太深了吗？柳岩感觉到今天一旦放手，穆平就永远都回不来了。不说别人，就是刚刚的韩清瑶比他强很多倍。他不能再等了，他要跟穆平确定关系。穆平，我们成亲好不好？你不是想要我的心吗？我现在喜欢你了，我们成亲吧。哈哈！穆平大笑一声，甩开柳岩的手。柳岩，你问问自己，你喜欢的是我吗？你喜欢的是实力，是我如今拥有的实力。柳岩被甩得一个踉跄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穆平说的话让他无力反驳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穆平接下来的话堵了回去。当初我落魄的时候，你千方百计的要跟我退亲，如今我有了实力，你就想和我成亲？柳岩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男人的声音冰冷刺骨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利刃，刺进柳岩的心。是啊，如今的他配不上这个男人了。眼睛里泪水打转，用手拉着穆平的衣服，声音沙哑。穆平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，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穆平将柳岩的手拿开，往哪里抓呢？他这身衣服一拽很容易走光的。柳岩，现在知道错，晚了。柳岩又死死地
抱着穆平的胳膊不肯放手。可这本来就是强者为尊的世界，我喜欢有实力的男人，又有什么错？穆平，我把身子都给你了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看着柳岩泪眼婆娑的样子，穆平有些心软，毕竟是刚睡完的关系，用手摸了下柳岩有些微微颤抖的肩膀。柳岩，再怎么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也一起睡过了，也算是朋友。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需要什么修炼资源，都可以找我，我也会尽可能的帮你。不过你要记住一点，可以要东西，也可以睡觉，就是不能谈感情，否则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。柳岩擦了擦眼泪，情绪微微有些好转。这个男人还是爱她的，只不过还在生气。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眼神一亮。穆平，还记得我们2天前的赌约吗？赌约？穆平当然记得，只是气不过柳岩那高傲的样子，他一时口嗨，定了一个赌约，想顺便羞辱下她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，他现在感觉没必要了。两人也不算有什么仇恨。最无奈的是柳岩还顶着一个他未婚妻的名头，这关系感觉就很别扭。看着有些期待的柳岩，摆了摆手，当时就随口一说，你不要当真，千万不要当真。可是穆平越不情愿，柳岩越不依不饶。不行，既然是赌约，除非两人都同意，不能随便废除，我不同意。穆平很无奈地摸了摸头。这样吧，你定个时间，我们到时候过去比试一下。看着穆平那不情愿的表情，柳岩嘴角微翘。你休想敷衍我，刚刚我们交过手了，我知道不是你的对手，所以是我输了，现在你就是我的主人。柳岩说完，又擦了擦脸上还没完全干的泪水，仰着脑袋，眼神中露出得意的神色。看着柳岩一脸得逞的样子，穆平有些无语，这种事很骄傲吗？好吧，随你。柳岩有些得意地拉着穆平的胳膊，用饱满的身子不经意地蹭着他。那主人，接下来有什么吩咐吗？穆平嘴角抽了抽，沉思片刻。3天后，外门收徒仪式，你想好拜谁为师了吗？柳岩心中一暖，这个男人还是关心他的，还没想好。我在外门资质一般，哪有资格挑选师傅？看哪个长老收我为徒，我就去哪了。穆平斟酌了一下，根据之前了解到的信息，想了下外门的一众长老。丹殿外门长老叶清雪，我觉得你可以拜他为师。柳岩捂了捂嘴巴。啊，叶清雪那是外门最严格的长老，最看重资质，听说有2年没有收徒了，他怎么会看得上我？而且我对炼丹也一窍不通啊。穆平也知道凭柳岩的资质不可能进入丹殿外门，但是听说叶清雪不仅丹术精湛，而且容貌绝佳，身材也很棒，是外门第一美女。按照系统的尿性，这女人肯定是气运之女的绝佳人选。穆平拍了拍柳岩的肩膀，鼓励道：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叶清雪会收你为徒的。看着穆平那自信的神色，柳岩点了点头，眼睛有些湿润。穆平果然还是爱她的，背后不知为她付出了多少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岩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0点，目前好感度70点，已为宿主按比例反馈修为，宿主修为提升到聚气2重。感受到修为的提升，穆平微微一笑，示意柳岩现在这等消息。穆平则走出屋门，在系统买了一张传送符传，运气启用符传，直接来到叶清雪的府邸。叶清雪的府邸在丹殿最里面，外面层层把关，她现在的身份，正门肯定是不让进的。在叶清雪府邸转了一圈，终于在一处云雾缭绕的温泉处，看到一个身形窈窕、容貌绝美的女子正在沐浴。去问问这个女人是不是叶清雪。不过这个女人没穿衣服，她穿着衣服过去会不会有点不好？这时女子忽然朝他这边看过来。是谁？女子的呼唤声音不大，却是穿透力极强。穆平有些进退两难，自己这里距离这女人有上百米的距离，这女人修为恐怖如斯，竟然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存在。他现在虚瞳之术只能探测到50米的距离，还察觉不出这女人的具体修为。这女人就是叶清雪吗？据说叶清雪有聚气境巅峰的修为，虽然聚气境巅峰已经10年了，始终无法突破到灵元境，但依然不是她现在的实力能招惹的存在。正当穆平犹豫要不要出去亮个相的时候，看到沐浴美人不远处的拐角处走出来一个年轻绿衣女子。绿衣女子上前拱了拱手，动作恭敬，跟女人说了好久的话，穆平由于距离比较远，听不清楚。不一会，沐浴的美女走出温泉，披了件轻薄的衣服，摆了摆手，示意绿衣女子离开。绿衣女子忽然跪在地上，看样子是在苦苦哀求。穆平好奇心大起，顺着竹林小路缓缓靠近二女。走近以后，只听绿衣女子跪在地上，声音恳切：师父，我妹妹来外门已经3年了，每日勤学苦练，未曾有一丝懈怠，只想拜您为师，跟您学丹术，你就收下她吧。沐浴美人不为所动，脸色冰冷。炼丹讲究天赋，你妹妹我已经测试过她了，天资有限，你想让为师为了你妹妹坏了我们丹殿的规矩吗？师父，妹妹性子执拗，不肯拜其他人为师，可是在外门，一个女子没有倚仗，
会被其他弟子觊觎，特别是这一段时间，好几次险些被坏人欺负，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与我单殿何干？既然性子如此，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沐浴美人说完，摆了摆手，表情决绝。绿衣女子又犹豫了片刻，还是退了出去。绿衣女子离开以后，沐浴美人朝沐平所在位置看了一眼，眼中一道寒光闪过，单手一挥，一道剑气朝沐平击来。沐平只能从竹林跳了出来，对着女人拱了拱手：“叶长老。”女人并不答话，又2道剑气冲着沐平击射而来。沐平将闪身躲过一道，另一道剑气擦着沐平脸颊而过，沐平脸颊被刮得生疼。咦？女人稍感惊讶，眼中寒芒更盛，随后掌心运气，一时间四周空气仿佛停滞，竹林咔咔作响，仿佛要断裂的样子。沐平神色紧张，暗道不妙，但已经迟了。女人一掌对着沐平击出，一个玉掌虚影呼啸而至。沐平周身被掌气笼罩，避无可避，只能双掌运气抵御，但仍然无济于事。砰的一声，沐平身子被击飞出去，撞到一块石头上，石头粉碎。沐平呕出一滩鲜血，靠在另一块石头上，浑身像散了架一样，感觉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为以防万一，沐平快速地在系统中买了一张传送符篆，一个烟雾弹捏在手中，擦了擦嘴角的鲜血，抬眼望去，女人正缓步朝他走了过来，身着一身薄纱，没有内衬，衣服里面的景色若隐若现。这小娘们身材真火辣，不过出手也真狠辣。虚瞳之术在女人身上又打量了一圈，沐平猥琐一笑。久闻叶清雪是玄灵宗外门第一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虽然性子有些火爆，但身上是真有料。你这样的女人征服起来，应该别有一番滋味，哈哈。叶清雪眉头微蹙，脸上杀意弥漫。登徒浪子，偷看我沐浴，死到临头，还敢对我污言秽语！丁，检测到玄级气运之女叶清雪，修为聚气近巅峰，宿主是否绑定？绑了。丁，恭喜宿主绑定玄级气运之女叶清雪。叶清雪对宿主好感度为80，暂时无法为宿主反馈修为。沐平抬头又看了叶清雪一眼。叶清雪，你真的要杀我吗？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进来的？叶清雪眼神出现一丝警惕。丹殿防卫森严，你是怎么闯进来的？快说出来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沐平嘿嘿一笑，胸大无脑的女人，自己好好想吧。我既然能来第一次，就能来第二次。今日重伤于我，来日必定让你用你的身体加倍奉还。每天记得洗白白等我。哈哈，贼子口出狂言，今日必死。沐平的话让叶清雪气血翻滚，掌心运气，使出10成功力，要将沐平逼于掌下。眼见形势不妙，沐平对着清雪扔出了一个烟雾弹。随着一阵白烟泛起，同时叶清雪一掌击出，玉掌虚影对着沐平席卷而来。沐平迅速动用传送符篆，消失在了原地。白烟散去，只留下了原地猛圈的叶清雪，牙关紧咬，娇躯微微颤抖。眼前白光一闪，沐平回到了地下密室，又呕出一滩鲜血，瘫软在地上。太大意了，第2掌还是没有完全躲过去。叶清雪这娘们真的下死手，如果不是她是太虚神体，只怕被打成了一滩肉泥了。这时一个熟悉的女子飞快地跑过来，将沐平抱了起来。明渊，你怎么了？沐平看着苏洛离那有些关切的神情，苦笑了一下。没事，惹了一个不该惹的女人，被打了2掌。看着重伤的沐平，苏洛离眼神中出现了一抹异样，灵瞳扫视着沐平。聚气2重，这么短的时间，魔帝竟然修为到了聚气境，自己竟然炼气境都还没有突破。不过虽然实力提升很多，但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，5脏6腑都遭受了重创。苏洛离解开沐平的衣服，查看了一下胸口的掌印，八荒路合掌。沐平又呕出一滩鲜血，咳嗽了几声。离儿，你知道这门掌法？苏洛离点了点头。八荒路合掌是一套女子习练的霸道掌法，这套掌法看似阴柔，实则刚猛，但也因其过于刚猛，相当于以女子之身修习阳刚之道，与女子阴柔之气相违背，长时间修习会导致女子经脉受损，修为进度缓慢。沐平无力将头靠在苏洛离的身上。离儿，把我抱到床上吧，我想躺一会。看着怀里气息微弱的男人，苏洛离手里紧紧抓着腰间的匕首，神情复杂。这是杀死这个男人最好的机会，他一直苦苦等待的机会，这种机会或许以后都不会再有。眼光一寒，抽出了匕首。离儿，我还有件事情跟你说。沐平脸色惨白，说话的声音很低，仿佛一个将死之人。苏洛离稍微将匕首收了下。明渊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沐平用力想要坐起来，但好似没有了力气。苏洛离将沐平扶了下，坐在沐平后面，让他脑袋靠在自己的胸口，软软的让沐平感觉舒服了一些，对着苏洛离笑了一下。离儿，不知道
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？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，如果我死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你现在被正魔2道的追杀，你现在的实力根本应付不了。听到穆平的话，苏洛离抓着匕首的手微微颤抖，苦笑一声：生死由命，我们都算是两世为人，应该知道重活一世本就是要逆天改命，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。穆平艰难地将一条胳膊抬起来，看着苏洛离：离儿，我想再摸摸你的脸。苏洛离将头压得低了一些，扶着穆平的手放到自己的脸上，抚摸着绝美的脸颊。穆平脸色柔和了一些：离儿，其实我身上还有许多秘密想要交代给你，如果我真的挺不过去，这些秘密应该对你以后有很大的帮助。苏洛离眼神中出现一抹亮色，默默地将匕首收了起来，将怀里的男人抱得更紧了一些。明渊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这时穆平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了好久，咳出好多鲜血，声音也越来越虚弱，最后在苏洛离的怀里脑袋一歪，闭上了眼睛。明渊，你怎么了？苏洛离有些紧张地查看了夏穆平的身体，还好有气息，只是晕过去了。苏洛离将穆平抱到床上，除去外衣，盖上被子，快速地走了出去。这时穆平才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手里攥着的那张传送符状块被他抓坏了。系统，我的伤势有没有丹药可以治疗？丁，太虚回春丸需要系统金币300个，宿主是否要购买？购买。虽然刚刚在苏洛离面前有演戏的成分，他现在状况的确非常糟糕，别说300金币，倾家荡产也得买。丁，宿主购买太虚回春丸1颗，消费系统金币300个。穆平手中出现了一个紫黑色的药丸，晶莹剔透，散发着浓郁的药香。穆平直接吞了下去，感受到药力迅速在体内散开。穆平只觉原本剧痛的五脏六腑渐渐舒缓，破损的经脉也开始一点点愈合。他运转灵力，引导药力修复身体，气息逐渐平稳。没过多久，穆平睁开双眼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这太虚回春丸果然神效，据他推算，不出2个时辰就能痊愈。即使现在只恢复了30%的伤势，对付现在的苏洛离也绰绰有余了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推开，苏洛离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。明渊，你醒了，快把这药喝了，对你恢复有好处。穆平用手强撑着身体，想坐起来，费了好大力气，还是又躺了下去。苏洛离忙用手将穆平扶了起来，让他脑袋靠在自己的胸口，端着药碗放到穆平的嘴边，快喝了吧。穆平用虚瞳之术查看了一下，确实是疗伤的药，虽然对于他这种伤势见效不会很快，但也不会让伤情恶化。穆平咕咚2口喝了进去，由于药表现得太过虚弱，还故意不小心洒在了苏洛离胸口几滴。苏洛离并没有在意，拿出手绢给穆平擦拭了一下。明渊，这八荒鹿合掌对人的经脉肺腑伤害非常大，我也没有把握能医好你，这些药只能暂时缓解伤势，你有什么话趁现在跟我说了吧。穆平脑袋在苏洛离身上又蹭了蹭，换了一个中间更舒服的位置。果然越美的女人越会骗人，苏洛离这女人只惦记着自己身上的秘密。刚刚苏洛离拿匕首的动作怎么可能逃过他的眼睛？跟他预想的一样，现在2个人的关系，自己一旦失势，这个女人想的还是如何搞死自己。离儿，你真的希望我好起来吗？穆平忽然的提问让苏洛离有些手足无措。看着穆平那期待的样子，苏洛离下意识地说道：当然，你是我的主人，我怎么会不希望你好起来？是吗？你曾经是这个大陆最尊贵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会甘心做我的婢女？我们2个人的关系我们都清楚，我现在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有必要骗我吗？苏洛离脸色微变，穆平说的这么直白，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如果实话实说，他恨这个男人，想立刻杀了他；如果这么说，相当于2人翻脸了，他身上的秘密就不会轻易告诉他了。可是即使他还是假装臣服于他，他就能相信他吗？是啊，只要脑子没问题，他怎么可能相信？既然这个男人直来直去，他也没必要装模作样了。苏洛离眼神一寒，恢复了女帝的清冷。明渊，既然你说的这么直白，本帝也就直说了，我当然不希望你好起来，你对我的羞辱折磨，让我为奴为婢，本帝永远不会忘。穆平仿佛对苏洛离的冰冷的语气置若罔闻，脑袋在苏洛离胸前拱来拱去，像是在寻找母爱。苏洛离被穆平的动作搞得气不打一处来，站起身来，用手扶着让穆平轻轻躺在床上。他还不敢太用力，看这个男人虚弱的样子，真怕一个不小心就整死了。明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敢占本帝便宜？穆平躺在床上，饶有兴致地看着苏洛离，摆出一副恐惧的眼神。离儿，你打算把我怎么样？是要杀了我吗？苏洛离伸手捏着穆平的下巴，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脸，似笑非笑。你觉得呢，明渊？想不想让我饶了你？穆平立刻摆出一副高兴的样子。离儿，你是说会饶了我吗？我以为我之前那么对你，你不会放过我呢。苏洛离语气一冷。明渊，都这时候了，
还敢如此称呼本帝，是不是还没认清自己的位置？穆平蜷缩着身体，眼神中带着惊恐。女帝陛下，我还不想死，你放过我吧。想不到魔帝也有害怕的时候，苏洛离笑了一声。想让我放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，把你的秘密都告诉我，所有的秘密。女帝陛下，你是说我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你，你就能饶了我，还能给我医好杀你吗？看着穆平那恐惧的样子，苏洛离感觉身心舒爽，用手抚摸着穆平的脸，掰着他的下巴，狠狠盯着他的眼睛。当然不止这些，明渊，你还得求我，用最卑贱的姿势求我。穆平忽然忍不住笑出声音，坐了起来，拍了拍手。不错，苏洛离，你真霸气。苏洛离呆愣在原地，这男人刚刚不是重伤吗？他用灵瞳看过的，伤得非常严重，不会有错，怎么回事？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脸色煞白，身躯微微颤抖。明渊，你没受伤？穆平咳嗽2声，站了起来。苏洛离不自觉往后退了几步，靠在墙上。我是伤了没错，不过对付你还是没问题的。苏洛离小手紧紧握着，眼神恍惚，明知道这男人诡计多端，自己怎么这么蠢？他真的重伤，怎么可能回来找他？刚刚自己怎么敢那么嚣张？这男人不知道要怎么折磨自己。明渊，你是想惩罚我，让我生不如死，还是杀了我？离儿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你第3次对我动杀心了吧？穆平起身坐在一把椅子上，语气平淡，像是朋友聊天一样。在苏洛离看起来，却像是狂风暴雨前的平静。左右难逃一死，苏洛离眼神一凛，透出决然之色。不是3次，是我一直想杀了你，只怪我实力不济。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。穆平嘲讽地笑了一声。离儿，我这人心软，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女人了，杀了你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要不这样吧，还是把你卖给魔族或者你的好徒儿萧敬，他们会好好招待你的，我也能赚点钱。苏洛离瞳孔骤缩，神色恐惧。不要，明渊，你还是杀了我吧。穆平玩味着把玩着茶杯，慢慢悠悠地喝了一口。我也没说过非要杀你，我刚刚听你说让我用最卑贱的姿势求你，我没听错吧？苏洛离声音有些磕巴。没错，是我一时糊涂。明渊，你真的还能放过我吗？只要你以后乖乖听话，做好一个婢女的本分，我或许会考虑再放过你一次。听到穆平的话，苏洛离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。看刚刚这个男人的表现，在自己的胸前蹭来蹭去，特别迷恋。看样子魔帝还是有些舍不得他的，只不过他刚刚那么过分，肯定会被魔帝变态的折磨一段时间。1个多月了，他在这男人面前早就没有了尊严。想到这，苏洛离低着头小声说道：主人，离儿会听话的。穆平冲着苏洛离招了招手，那你过来给主人做个示范，我想知道啥叫最卑贱的姿势。苏洛离咬着下唇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抬起了脚，不过脚步似有千斤重，每一步都艰难无比地朝着穆平挪去。他的双手攥紧，指甲几乎嵌进肉里，眼中满是屈辱与不甘。当苏洛离走到穆平跟前，双腿一软，缓缓跪了下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没有流出眼泪，身体匍匐在地，额头几乎贴到了地面，声音颤抖：奴婢苏洛离拜见主人。穆平嘴角勾起一抹兴奋的笑，伸出手轻轻抬起他的下巴，迫使他抬起头来。离儿，你现在这模样还真是让人心疼，这是在求我吗？苏洛离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奴婢知错了，求主人饶恕，奴婢愿受任何责罚。穆平将苏洛离扶了起来，用手顺着他绝美的脸颊给他擦拭着泪水。离儿，你认主的时候，我跟你承诺过，不需要这些卑微的礼节和称呼，但是你违背承诺，就怪不得我了。作为惩罚，3天内你要对我行主仆之礼，知道了吗？主人，奴婢知道了。苏洛离脸上出现一丝欣慰，这就是惩罚吗？似乎比他想象的要轻很多。穆平瞪了一眼苏洛离，别高兴太早，还没到正题呢，去把我教训你的那块木板拿来。苏洛离一怔，面露难色。主人，那块木板我给当柴火烧了，胆子不小，再去找一块。穆平伸手在苏洛离身上狠狠地拍了一下，苏洛离感觉屁股一痛，飞快地跑了出去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穆平悠闲地坐在茶桌旁喝着茶，忽然想到了什么。系统，有没有女子吸取男人功力地功法？丁，玄阴夺元功，女子可以通过这门功法窃取男人功力，需要系统金币50点。如何使用？可以窃取多少功力？男女欢爱时使用，根据男女体质不同，每次最多可以窃取1个大境界的功力。穆平心中一喜，这套功法最适合苏洛离，可以让他窃取自己的功力，有系统助力，苏洛离窃取他1点功力可以返还5倍，就是说还能稳赚0.5，同时也可以拉近2人的实力差距。做最喜欢的事情还能提升功力，
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此。系统购买玄阴夺元弓。丁，已为宿主购买玄阴夺元弓，消耗系统金币50点。拿着这本玄阴夺元弓法，穆平也是一阵踌躇，也不能直接给，怎么才能不动声色的让苏洛离发现呢？有了。不一会，门被推开，苏洛离拿着一块大约3尺长的木板走了进来，有些紧张的将木板递给穆平。主人，你是要用木板责罚奴婢吗？穆平拿起木板在苏洛离大腿上拍了一下。废话，不责罚你还责罚我吗？苏洛离委屈巴巴的小声嘟囔，什么人啊，不讲理。刚嘟囔完，屁股上挨了一板子。嘟囔啥呢？趴桌子上。苏洛离不敢违抗，不情愿地趴在桌子上，闭着眼睛等待着男人的责罚。离儿，裤子脱了吧，不然一会不好上药。苏洛离满脸羞红，虽然两个人的关系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，可是趴在桌子上摆出这样的姿势也太羞耻了吧。见苏洛离有些犹豫，穆平在他身上拍了拍，语气冰冷。离儿，刚刚还说让我责罚，我感觉你好像不太情愿，是不是想违抗我的命令？听到男人冰冷的声音，苏洛离身子一颤。主人息怒，奴婢是怕姿势不雅影响了主人的心情。穆平嘿嘿一笑。离儿，你这身材越不雅我越感兴趣，快点。苏洛离回头看了一眼穆平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小手慢慢地放到腰间。苏洛离趴在桌子上，感受着身后的凉意，脸色羞红，不敢睁开眼睛。可是过了好一会，不见男人的动作，疑惑地回头望了一眼，眼前不可描述的景象让他马上又闭上了眼睛。主人，你要干嘛？穆平走上前来，抚摸着苏洛离雪白光滑的肌肤。离儿，你这么诱惑我，惩罚你之前，我先热下身。1个多时辰后，穆平给苏洛离身上认真地涂着药。离儿，知道错哪了吗？苏洛离自然地趴在床上，忍着屁股上钻心的疼痛。离儿应该遵守婢女的本分，不应该有别的心思。主人放心，奴婢以后会一心侍奉主人，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。穆平伸出手摸了摸苏洛离的脑袋。离儿，在我面前不用说这些虚的，我知道你不会对我忠心，我也不会因为你不对我忠心而怪你。苏洛离转过头，疑惑地看了一眼穆平。主人的意思，奴婢不懂。看着苏洛离呆头呆脑的样子，穆平点了一下他的额头。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的承诺和信任，惩罚你是因为你又背弃了你的承诺。离儿，你不需要忠于我，也没有理由忠于我，但你要忠于自己的承诺，这是我们相互信任的基础。看着苏洛离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，穆平抚摸着苏洛离的头发笑了一下。离儿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说。苏洛离略微踌躇了一下。主人，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的，强者为尊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靠实力决定的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女帝，一旦没有了实力，所有忠于我的部下都会离我而去，之前所有的忠心都不复存在。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，但是我心里很清楚。穆平点了点头，苏洛离这点倒是很清醒，没有被部下忠心的表象而迷惑。离儿，你之所以接受做我的婢女，也是因为你信奉实力为尊。你没有了实力，也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没有实力就要任人摆布，所以你所忠于的也是实力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苏洛离想起自己还是女帝的时候，就是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给自己的死对头当婢女，还做得这么自然。他现在想明白了，就是魔帝用了某种影响心智的手段，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沦陷其中。所谓信奉承诺，不就是给魔帝做一辈子女奴吗？因为他正常修炼根本不可能打败魔帝，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假意臣服，在找到对付魔帝的办法之前，卖力地讨好这个男人。苏洛离回过头，用崇拜的眼神看着穆平。主人天赋这么高，几天的时间已经修炼到了聚奇境，奴婢怕是永远都追不上，忠于实力就是忠于主人。穆平在苏洛离身上捏了一把，捏得苏洛离娇喊一声。好了，离儿，今天的事情就算过去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别的地方休息一会。苏洛离轻轻地应了一声。他这次做得这么过分，没想到这个男人只是稍微惩戒了他一下，让他感觉有些不可思议。就算打板子也不是很重，只是因为没穿衣服稍稍受了点皮外伤，倒是打他板子前的热身运动搞得他双腿发软，着实可恶。看到穆平走了出去，苏洛离在左右扫视了一眼，瞅着桌子下面的角落里的储物袋，两眼放光，又有些犹豫。这个储物袋刚刚穆平脱衣服的时候放在桌子上，他趁着穆平不注意，悄悄将储物袋丢在角落里。果然穆平走的时候没有发现，不过苏洛离也有些害怕穆平突然回来，没敢马上有动作。等了一会，穆平并没有回来，看样子应该是睡觉去了。苏洛离胆子大了起来，蹑手蹑脚地走下床，走到桌前就要弯腰去拿储物袋。忽然门吱嘎一声开了，苏洛离一惊，忙站了起来，用身子挡着放置储物袋的角落。离儿，干嘛呢？不好好趴着。抬头看着穆平。主人，奴婢
有点饿，想去弄点吃的。穆平朝苏洛离身后瞅了一眼，苏洛离心砰砰直跳，有些紧张的看着面前的男人。穆平没好气的瞪了苏洛离一眼，刚抹上药，都蹭衣服上了，真不让人省心，快回去好好趴着，多晾一会。苏洛离松了一口气，小声说道：主人说的是，奴婢这就回去趴着，不乱动了。穆平在苏洛离的小鼻子上刮了一下，饿了不早点说，我去做点饭，你差不多等半个时辰过来吃饭。苏洛离低头笑了一下，忽然感觉心里暖暖的。丁，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目前好感度-40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1000个。穆平心下一喜，直奔厨房而去。苏洛离等穆平走了好一会，探出脑袋朝门外望了望，确认没有回来，捡起角落里的储物袋，小心翼翼地查看里面的物品。里面有10多颗聚气丹和固元丹，魔帝现在是聚气境了，用这种丹药很正常，反而他现在还用不到。苏洛离又翻了翻，看到了一张符纸，皱皱巴巴的，拿起来一看，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，还有强大的灵气波动。苏洛离修习过空间之术，一眼看出这是一张空间符篆，魔帝原地消失用的应该就是这种符篆，今天突然回到密室也应该是用了这种符篆。空间符篆制作相当复杂，它所在的位置是苍兰大陆里很偏僻的地界，空间符篆更是天价物品。可是这么珍贵的空间符篆怎么会这么皱皱巴巴的？苏洛离一惊，想到今天他想用匕首杀死魔帝的时候，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符纸，应该就是这张。当时情况紧急，他没太在意，也就是说，当时他如果动手的话，魔帝就会用这张空间符篆逃离。当时他真的重伤到没有反抗能力了。苏洛离捂了捂嘴巴，中了8荒陆合掌，伤了5脏6腑，魔帝只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，伤势竟然能恢复。魔帝究竟还有什么逆天的秘密？这时苏洛离在储物袋最里面摸到一个盒子，拿出来一看，盒子是玄铁所制，通体散发着黝黑的光泽。苏洛离心中一喜，锁得这么严实，难道魔帝的秘密在这里面？虽然盒子是锁着的，但是还难不倒他苏洛离。明渊，是你好色误事，弄丢了这储物袋，怪不得我了。苏洛离头上取下一个簪子，插入锁孔，侧耳倾听。不一会，随着一个清脆的金属响声，玄铁盒子应声而开。苏洛离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，目光急切地朝盒子里望去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功法《玄阳夺元功》。苏洛离翻开功法，简单的看了几页，脸色羞红。书上讲的都是男子吸取女子功力的法门，里面有很多生动的插图，都是一些羞人的欢爱姿势。明渊，你这无耻之徒！苏洛离轻啐一口，怪不得这男人等级提升的这么快，原来都是靠这种无耻的魔道功法。这些天不知道祸害了多少无辜女子，这次受伤应该也是碰上厉害角色被识破了。他现在功力不足，所以魔帝还没对他动手，这也能解释为何魔帝这么大方的给他修炼资源，帮他提升修为，这是要先养着他。想到这，苏洛离拳头紧握，双眼通红，接着朝下面翻去。虚天回春诀。苏洛离翻开看了几页，眼神一亮，竟然是一部绝品恢复类功法。自己作为大陆女帝，修习过很多恢复类功法，但都不及这本。魔帝恢复的这么快伤势，跟这本功法应该有很大关系，但是现在对他来说意义却并不大。翻下去还有几本高阶武技，不过并不能打动苏洛离。苏洛离对自己的武技十分自信，对武技的理解在苍兰大陆都是最顶尖的存在，跟魔帝大战10余次，魔帝只是靠着硬实力和法宝跟他周旋。正在苏洛离感到有些失望的时候，翻到了最后一本书，眼神一亮。玄阴夺元功。苏洛离翻开功法，大体看了几页。玄阴夺元功跟玄阳夺元功相反，是女子夺取男子修为的功法，里面的插图跟玄阳夺元功大差不差。苏洛离脸色一红，将功法丢在桌子上。她堂堂一代女帝，怎么可以修习这种魔道功法？那她与魔道有何区别？而且还是这种靠出卖自己身体换取修为的魔道功法。不过虽然心里憎恶，苏洛离眼睛却很诚实地盯着那本玄阴夺元功，小手更诚实地将这本功法收了起来，放到自己枕头下面。魔帝靠吸收女子修为来提升实力，自己如果将魔帝的修为吸回来，造福天下苍生，也是功德一件。如此想来，苏洛离心情舒畅了不少。苏洛离将其余功法放进玄铁盒子，放进储物袋，拍了拍砰砰直跳的胸脯。离儿，饭做好了，在这干嘛呢？苏洛离刚收好储物袋，穆平推开门便走了进来。一紧张，苏洛离手里的储物袋直接掉到了地上。主人，你走路没声音的，奴婢快被你吓死了。穆平摸了摸苏洛离的脑袋，低头捡起了储物袋。看把你吓的，是不是偷偷做什么事情，不想让我知道？苏洛离有些不敢看穆平的眼睛。没，奴婢哪敢，欺瞒主人。是吗？那你拿着我的储物袋做什么？苏洛离小手紧紧抓着衣角。奴婢看到主人的储物袋忘这了，就想给主人拿过去。
穆平嘴角上扬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玩味。好吧，离儿，我这次就相信你。看着苏洛离又拍了拍胸脯，松了一口气，穆平接着道：不过为了证明你的清白，我还是点一下储物袋里的东西。苏洛离脸色微变，看了一眼穆平，双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主人，奴婢偷拿了主人东西，奴婢知错了，愿受责罚。离儿，拿了什么？苏洛离从怀中拿出了2个聚气丹和2个固元丹，双手交给穆平。奴婢一时糊涂，想着以后会用得到，就拿了几颗丹药，请主人责罚。穆平拿过几颗丹药，脸色好了许多，将苏洛离扶了起来，在他额头上又轻点了几下。离儿，看你这样子，你以前也是一代女帝，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不嫌丢人。起来吧。苏洛离有些羞愧地笑了一下，抱着穆平的胳膊。知道了主人，主人是不是不责罚奴婢了？穆平看着苏洛离那一副小女人撒娇的样子，一脸无奈。算了，就这点小事，我还不至于这么小气，还需要什么丹药或者其他的东西，直接跟我说，我都会给你的。谢主人。苏洛离对着穆平施了一礼。好了，吃饭去吧。穆平拿起储物袋朝前面走去，苏洛离跟在穆平的后面，两人脸上都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神色。饭后，苏洛离满足地趴在床上。不得不说，这男人做饭还是不错的，他不顾形象地吃了好多。通过今天的发现，苏洛离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魔帝的意图，就是先好好养着他，帮助他提升修为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再用他做炉鼎。也就是说，在他没有到达魔帝所需要的修为之前，魔帝不会轻易的伤害他，他还有足够的时间。虽然暂时是安全的，他也要早做打算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苏洛离在枕头底下取出那本玄阴夺元功，认真的修习起来。他的天资加上之前几百年对修行的领悟，修习这种级别的功法易如反掌。只不过功法里面的这些图画和姿势实在是有些羞人。苏洛离修习功法的时候，脑子里全是自己和那个男人羞的画面，甚至还会不自觉地想象那个男人对他做出更过分的事情的画面。几个时辰的时间，苏洛离将这本玄阴夺元功完全的融会贯通，他也已经香汗淋漓，浑身燥热异常。在浴桶里泡了一个冷水澡，才稍稍消解了体内的燥热。下一步就是如何用自己的美色勾引这个男人了。呸，想什么呢？苏洛离拧了自己胳膊一下，是为了天下苍生和苍兰大陆的未来，牺牲自己的肉体来惩奸除恶。不过他修习玄阴夺元功这件事绝对不能让魔帝知晓，否则他就会前功尽弃。可是这本功法如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去呢？这时浴室的门开了，苏洛离转头一看，魔帝正在冷冷地看着他。离儿，穿好衣服过来一下。苏洛离身子一颤，苏洛离忐忑地擦了擦身子，裹了件衣服就跟在穆平的后面，一直跟着也不敢说话。苏洛离脑子飞快地乱着，不会是他偷拿玄阴夺元功的事情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吧？除了这件事，他想不到别的事让这个男人这么生气。只要不是很大的错误，这个男人对他还是挺温柔的，当然那种是除外。苏洛离不经意地摸了摸还有些红肿的屁股，看样子今天又得挨一顿板子。不一会，两人来到了苏洛离的卧室。离儿，趴下。穆平有些严厉的声音吓得苏洛离打了一个哆嗦。苏洛离挪着小碎步走到桌子前，趴在桌子上，回头看了一眼穆平，发现穆平依旧冷着脸，想到了什么，脸色一红，把衣服撩了起来。穆平干咳了一声，走到苏洛离的身后，在他的身上拍了拍。趴床上，趴桌子上干嘛？苏洛离有些懵，狐疑的抬头看了一眼穆平，站起来走到床边，趴到了床上，两眼一闭，又撩起了衣服。穆平坐到床边，抚摸着苏洛离的脑袋，又在他后背上拍了一下。离儿，知道错了吗？苏洛离没敢看穆平，紧咬着嘴唇，小声道：主人，奴婢知错了，愿受主人责罚。看着苏洛离埋着头趴在床上的样子，穆平捂了捂嘴，提醒自己要严肃，拿出一瓶药膏，在苏洛离身上认真的涂抹着。身上有伤就不要随便碰水，你还去泡冷水澡，身上会留疤的，这种事还要我提醒吗？苏洛离神色一正，偷偷的看了一眼穆平，刚刚一脸紧张的神色舒缓了不少，嘴角微翘，眼神中还透出一丝窃喜。主人，奴婢知错了，不过身上留点疤痕也没关系的。穆平生气的在苏洛离身后狠狠地拍了一巴掌。啊！苏洛离忽然吃痛，喊了一声：留下疤痕，你当然可以不在乎，你又看不见，你就不在意我的感受吗？我不但看还得摸呢，我既然是你的主人，这里就是属于我的，知道吗？穆平摸着苏洛离的屁股，义正言辞地宣示主权。苏洛离有些想哭，这都是什么歪理？但他哪有反驳的权利？知道了，奴婢的身子都是属于主人的，奴婢会爱护的。苏洛离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，穆平很满意，轻轻地抚摸着苏洛离的柔顺的长发。离儿，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恨我，也想脱离我的掌控，
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的修为，最好是恢复之前的实力，不然你想的一切都无法实现。苏洛离眼神有些落寞，几百年修行，历经无数生死考验，终于站在大陆之巅，因为孽徒背叛，一夜之间跌落谷底。即使知道魔帝帮助他恢复修为是别有目的，他也渴望快速恢复修为，因为只有恢复修为才有机会，可是哪有那么容易。主人，我们决战那日，我身受重创，被萧劲偷袭后强行动用时空秘术轮回时域，导致修为散尽。使用轮回时域以后的修为尽失跟其他的修为尽失不同，相当于直接回到修炼的起点，只能一步步重新修炼，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。听到苏洛离的话，穆平也是轻叹了一口气。苏洛离动用轮回时域实际上也是一种重生，只不过他是借体重生，苏洛离还是用的自己的身体重生。离儿，不是没有捷径，只是你不相信捷径。你们这些正道之人都强调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按照先人的功法修炼，不敢有半点差错，都认为速成功法会导致根基不稳，视为邪魔歪道。苏洛离认真地看着穆平，难道这样不对吗？穆平轻笑一声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些或许有一定的道理，可是离儿，你是修行过一次的人，还怕根基不稳吗？所谓根基，其实是悟性和修习的经历。苏洛离若有所思，他一直也有些担心，用玄阴夺元功吸取别人修为，会不会导致修炼根基不稳？如此看来，可能是他多虑了，抬头望着穆平。苏洛离眼神很是坚定，透露着一种不可亵渎的气色。主人，速成功法大都是魔道功法，奴婢宁死也不会修炼这些魔道功法。穆平一愣，有些佩服苏洛离的演技。如果不是苏洛离一直都在他的监控之下，包括偷拿储物袋、修炼玄阴夺元功练的大汗淋漓，他就真的有些信了这女人。在苏洛离脑袋上轻轻弹了一下，随你吧。苏洛离摸了摸脑袋，露出很严肃的表情。主人，魔道功法虽然看似可以加快修炼速度，可是终究不是正道，最后终会害人害己，贻害无穷。主人也不要用了吧，奴婢会很多正道功法，可以交给主人，我们一起修炼。穆平神色一凛，看着装模作样的苏洛离，在苏洛离屁股上使劲拍了一下。啊，主人你怎么又打奴婢？离儿，你是不是对主人有成见，觉得我是邪魔歪道，这么不想修习魔道功法？苏洛离委屈地撅起嘴，伸出两只手抱住了穆平的胳膊。主人，奴婢哪敢，奴婢知道主人喜欢我正道女帝的样子，奴婢是怕如果有一天修习魔道，一身魔气，主人可能就不喜欢了。苏洛离现在像一个粘人的小媳妇一样，虽然知道是装的，但还是让穆平忍不住想疼爱一番，温柔地捏了捏苏洛离的小手。我本就是魔帝转世，怎么会嫌弃魔道？如果有合适的功法，你放心修炼，即使有一天魔功用在主人我的身上，我也不怪你。苏洛离眼神闪烁了一下，埋着头掩饰内心的兴奋，这可是他自己说的。他使用玄阴夺元功吸收魔帝修为本就是没有把握，如果没有成功，也可以拿这个借口开脱一下。虽然依旧是风险很大，不过也有了失败后的保命符，毕竟这男人虽然很坏，可是说话算话这一点还是没话说的。苏洛离爬了起来，跪坐在床上，搂住穆平，将头靠在男人的身上。主人，今天能陪离儿一块睡吗？穆平感受着抱着自己的柔软躯体，知道苏洛离这是要主动出击了，但是现在穆平却没有做好准备。他今天已经大战3场了，而且又被叶清雪打得重伤，虽然已经恢复了，但也伤到了元气。当然也不是没有再战的能力，但是看苏洛离这旺盛的态势，还要动用玄阴夺元功吸他修为，他感觉自己今天的状态或许会招架不住。再说，必须让这女人知道，他不是他想睡就能睡的男人。发虚的眼神躲闪的有些不敢看苏洛离那渴求的目光，双手轻轻抚摸着苏洛离的后背。离儿，你可是女帝，曾经睥睨万族的洛离女帝，今天怎么这么主动想跟我睡觉？听到穆平提醒着他的身份，苏洛离脸颊更加羞红，脑袋埋到穆平的身上，他一个大陆女帝沦落到陪男人睡觉的地步，还是主动要求，想到这他想死的心都有。苏洛离又想到了他现在的身份，他本来是假意臣服顺从，可怕的是他好像渐渐有些习惯了，称呼这个男人为主人，还自称奴婢，都很自然地说出来，还不觉得羞耻。如果时间久了，他真的怕自己不知不觉地认同了魔帝女奴的身份，他就真的完了。趁着魔帝还没有发现玄阴夺元功的事情，他必须速战速决，今天就要睡了这个男人。想到这，苏洛离眼神坚定，小嘴凑到穆平的耳边。主人，女帝只是离儿之前的身份，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离儿现在是主人的婢女，一心只想如何服侍好主人，还请主人怜惜。穆平轻笑一声，用手轻轻抚着苏洛离的脸颊，看着他的眼睛。是吗？离儿这么乖了，可是我怎么记得今天还想着杀了我呢？苏洛离一怔，心中十分不解，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非常喜欢他的身体吗？主人，是离儿做错了事，所以想好好侍奉主人，作为补偿。穆平神色一凛，满脸佛性。
补偿就是用这种方式吗？离儿，难道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苏洛离看着男人那一脸严肃的样子，感觉特别欠揍，真的好想打他。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是哪样的人？这几天无时无刻不在占他的便宜，甚至惩罚他之前还得热身，他现在主动跟他欢好，他忽然不是那样的人了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这个男人发现了什么了，还是他表现得太过主动，让他有了防备之心？他苏洛离作为一个绝美女帝，样貌身材都是极品，出卖一下色相都这么难吗？苏洛离忽然眼睛一亮，难道要动之以情？主人，今天离儿想了好久，之前的很多事情都想通了。穆平看着苏洛离一脸释然的样子。啥是想通了？离儿之前一直觉得主人折磨离儿，逼迫离儿为奴为婢，离儿应该恨主人，可是想了想，是离儿错了。穆平捏了一下苏洛离绝美的脸颊。离儿说错哪了？主人重生前我们两人大战了10多次，除了最后一次都是没有分出胜负。回想当时的场景，其实都是主人手下留情，不然离儿早就被主人杀死了。可是最后一次离儿找到机会却直接下了杀手，离儿欠主人的太多了。穆平笑了笑，我当时不算手下留情，只不过想活捉你，然后征服你，所以你不用觉得愧疚。苏洛离靠在穆平身上，搂得又紧了一些。主人总是这样装作很坏的样子，其实你对离儿是最好的，就算离儿把主人杀了这么大的仇恨，主人后来只是惩戒的离儿1个月就放了离儿，离儿当时还恨主人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苏洛离说的情真意切，搞得穆平都觉得自己对苏洛离真是太好了。苏洛离接着道，还有这几天离儿几次想杀了主人，可是主人也只是稍微教训了一下离儿，还帮助离儿恢复修为，换做一个常人，离儿怕是早被折磨的生不如死了。其实主人将离儿关在这地下密室也是为了保护离儿，有句话离儿一直想对主人说，离儿是真心的想做主人的婢女，好好的侍奉主人。说到动情处，苏洛离靠着穆平的肩膀小声的抽泣，穆平拿手绢擦了擦苏洛离的脸颊。不得不说，苏洛离真是绝世尤物，让人忍不住怜惜。如果不是系统的40的好感度，穆平还有点信了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点，现在好感度为-30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1000点。穆平一愣，这是啥情况？他什么也没做啊，就抱了一会这个女人，好感度竟然就提升了？难道是苏洛离想要说服他，最后把自己感动了？不愧是女帝，这女人还真行。穆平拍了拍苏洛离的后背，有些深情的道，离儿，没想到我们之间的事情你都记得这么清楚，其实回想起来我不该打你的，你现在修为这么低，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，怎么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折磨？离儿，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。苏洛离想起这些日子凄惨的遭遇，哭得更厉害了，还是摆出一副很欣慰的样子看着穆平。主人，离儿不苦，有主人这句话，离儿受再多苦也值得了。说完，两人抱头痛哭，像是失散多年重逢的夫妻。过了好一会，苏洛离终于不哭了。穆平帮他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服和头发，温柔地摸着她带着泪花的脸颊。离儿，这么长时间主仆相称，你这尊贵的女帝大人还习惯吗？苏洛离又擦了擦眼泪，努力地展示出无所谓的表情。主人，奴婢觉得还行，感觉还挺喜欢这个称呼的。穆平在苏洛离鼻子上刮了一下，看你这不情愿的样子，还喜欢？算了吧，主人我心软，惩罚提前结束，以后不用这么喊了。苏洛离一脸兴奋的又抱住穆平，真的，奴婢就知道主人你最好了。苏洛离看到穆平那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知道自己说顺嘴了，脸色一红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目前好感度为-20点，宿主获得系统金币1000点。穆平心下一喜，这女人还是挺好哄的嘛。看到还跪坐在床上的苏洛离，将她按倒在床上。苏洛离含情脉脉看着上面的男人，脸颊羞红一片，眼睛里还透露出一丝得逞狡黠。穆平将苏洛离按倒在床上后，拽过被子给她盖上。离儿，睡觉吧，我回去了。苏洛离愣了一下，一脸不解地看着穆平，感情都谈到这个份上了，不睡一觉就要走吗？到底哪个环节又出问题了？苏洛离忽然眼睛一亮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伸出手拉住穆平的胳膊。明渊，能坐这再陪我一会吧？不知道苏洛离又想搞哪出，穆平犹豫一下又坐了下来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脑袋。好吧，我在这陪你一会，你睡吧，我等你睡着再走。苏洛离浅浅地笑了一下。明渊，其实我还有件事想问你，也不知道该不该问。穆平轻轻地点了一下苏洛离的额头，调笑道，有啥不能问的？我们这关系你还怕啥？大不了我再打你一顿板子。想起打板子的时候他那羞人的姿势，苏洛离脸色微微一红，白了穆平一眼。明渊，我是想问，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？
穆平神色一惊，不清楚苏洛离问这话的意思。苏洛离现在对他的好感度20，最多是不是特别讨厌了，远远到不了喜欢的层次。可是为啥关心他是不是有别的女人？难道是玄阳夺元功？这门功法是穆平有意误导他的，让苏洛离认为他修炼速度如此快是因为这个功法的原因。想到这，穆平摆出很正经的表情。女人当然有了，我出去转一圈，就好多女人非要跟着我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奈何魅力太大，甩都甩不掉，想想都心烦。不过离儿你放心，我和那些女人都是很纯粹的肉体关系，没有掺杂任何乱七八糟的感情。苏洛离心里暗骂不要脸，看来他的猜测没错。魔帝靠吸取女人修为来提升等级，如今这男人已经聚气2重的修为，肯定祸害了不少女人了。明曰，这么多女人，日夜操劳，你身体会不会有压力？穆平嘴角抽了抽，这女人怎么啥都问？这个问题是可以问的吗？主要是问到了他的软肋了。穆平强装镇定，压力，本魔帝最不在乎的就是这个，都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，来多少女人，本帝解决多少女人。苏洛离笑了一下，那我就不担心了。苏洛离说着，还没等穆平反应过来，跪坐起来，抱着他，一个柔软的红唇堵住了他的嘴。穆平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他完全没料到苏洛离会有这样的举动，只觉一股柔软的触感传来，心跳陡然加快。这个绝美的女人闭着眼睛，睫毛轻颤，双手在他的身上胡乱地抚摸着。很快，穆平放下了心中的矜持，也彻底放弃了抵抗。虽然知道是苏洛离挖的坑，但男人的尊严已经不允许他退缩了，转过身将苏洛离压在身下，一只手将苏洛离的2只小手压在头顶，眼神中好似要喷出炽热的欲火，另一只手在苏洛离胸前捏了一下。苏洛离，你这小妖精，我只想好好跟你聊天，你却在觊觎我的身子。苏洛离呼吸急促，脸颊泛起红晕，眼神妩媚，挺翘的鼻尖蹭着穆平的脸颊，柔软的嘴唇靠在着他的耳边，呵气如兰。魔帝大人，你这是怕了？一句话让穆平眼中的欲火更盛，一把扯掉苏洛离身上唯一一件衣服。怕？小妖精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下本帝的厉害，你会看谁求饶？苏洛离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。魔帝越投入，他的机会越大，他要在男人最激动最忘我的时候动手，争取一次成功。苏洛离早就估算过了，玄阴夺元功一次最多可以吸取对方一个大境界的修为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他成功了，此消彼长，就可以在修为上超过魔帝。到时候，这个男人反应过来，已经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了，还不是任他处置，反客为主，就在今夜。虽然苏洛离现在已经对穆平没有了杀心，不过他还是喜欢看到这个男人被他压在身下的感觉。他要依照自己的跟魔帝的承诺，堂堂正正的打败他，获取自由后，再让这个男人给自己为奴，任他使唤。想想都感觉特别刺激。想到这，苏洛离不经意间露出得意的神色。离儿，认真一点，这个时候还想别的事情？穆平在苏洛离身上掐了一把，苏洛离回过神来，对着穆平妩媚的一笑。看着苏洛离的神情，穆平也是邪魅一笑。他对苏洛离的意图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，他也想陪这个女人再玩一次，看看这个女人计谋得逞后的表现。要玩就玩得更有趣一点。系统，有没有修士境界可以骗过苏洛离灵童的东西？丁，绝品引灵符传需要系统金币100点，宿主使用后所体现的实力可以在低于自身境界的任何境界随意切换，有效期1天。穆平一脸震惊，效果是不错，只有1天的时间，可是为何这么贵？丁，天命之女苏洛离是星月灵体，灵童可以看透世间绝大部分虚幻，骗过灵童只能使用绝品符传。好吧，购买绝品引灵符传1张。丁，宿主购买绝品引灵符传1张，消费系统金币100个。随着系统声音响起，穆平一脸期待。穆平翻过身躺在床上，让苏洛离压在自己的身上，温柔地看着他。离儿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你在上面吧。苏洛离自然乐得如此，这样他可以完全掌握主动。苏洛离坐了起来，媚眼如丝地凝视着穆平，小手抚摸着他的身体，小嘴叼开他的腰间束带丁。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吸收速主修为 10%， 系统为宿主反馈修为 15%。 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吸收速主修为 20%， 系统为宿主反馈修为 30%。 丁，系统检测到天命之女苏洛离吸收速主修为 40%， 系统为宿主反馈修为 60%。 丁，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聚气5重。随着苏洛离的娇躯有些满足地瘫软到穆平的身上，穆平舒了一口气，终于结束了。这女人太疯狂了。穆平动用了绝品引灵符传，在苏洛离看来，她只剩下炼气2重的实力，而苏洛离已经是炼气9重的实力。这时，苏洛离从穆平身上爬起来，披上了一件衣服，走下床，稍稍舒展了一下筋骨，转过头看着瘫软在床上的男人，也在看着他。
明渊，怎么样？本地服侍的你可舒服？穆平慵懒地躺在床上，打了一个哈欠，对着苏洛离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离儿，你真是太棒了，主人我这辈子还没这么舒服过。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忙了一晚上了，不睡会？苏洛离白了穆平一眼，有些无奈地摆了摆手。这个男人真是色迷心窍，他修为都快被吸干了，还浑然不觉。这种男人活该被女人骗。我先去洗个澡，你先睡吧。穆平一脸傻笑，对着苏洛离做出了一个飞吻的手势。离儿，洗完澡快回来，我想抱着你睡。苏洛离看着穆平那欠揍的样子，真想先打他一顿再说，又想起上次这个男人快死的样子，都是欺骗他的表象。谁知道魔帝还有没有别的底牌？他暂时不能得意忘形，重蹈覆辙。明日就跟他正式比试，堂堂正正的击败他。今天他名义上还是这个男人的婢女，暂且忍耐一下。苏洛离走到床边，给穆平盖了盖被子，又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。明渊，你先睡吧，我洗完澡就来陪你。穆平僵硬地笑了一下，他有些懵，这女人啥情况？按照逻辑，苏洛离这时候不应该展现出他女帝的霸气，对他一顿嘲讽输出吗？难道是自己表现过于勇猛，彻底征服了这个女人的身心？也不对，今天他一直是被动的，都是这女人一直疯狂输出，说他被这女人征服了都一点不过分。穆平这时忽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，难道这个女人觉得一次不行，还想再来一次，想要彻底榨干他？再来一次对穆平来说肯定是不行的，不只是身体上他真吃不消了，更重要的是以目前两人的修为差距，再来一次，虽然他修为还能继续提升，但是苏洛离会真的超越他，他就翻船了。但是这门功法有这么变态吗？真的如此变态，掌握这门功法的人不是无敌了。系统，玄阴夺元功可以连续使用吗？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吗？丁，玄阴夺元功每3天只能使用一次，而且只对有缘之人有效，缘分越深可以吸收的功力越多，缘分最高可以吸收一个大境界，缘分最低不限。穆平明白了，如果没有缘分限制，即使每3天一次，如果用得好，使用者都可以无敌于天下。而缘分这个东西可遇而不可求，这门功法也就有了先天的缺陷。只是没想到他和苏洛离竟然有最高的缘分，看来苏洛离这辈子注定是他的女人。美滋滋地想着，穆平迷迷糊糊睡着了。迷迷糊糊间，感觉一个柔软的身体躺在了他的身边，还带着丝丝凉意。他下意识地伸手搂紧，光滑的触感让他清醒了几分。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是苏洛离洗完澡回来了。苏洛离身上带着沐浴后的水汽，肌肤滑腻，还有美人出浴的清香，让穆平感觉特别舒服。苏洛离并没有抗拒穆平的动作，轻轻地依偎在他的身边。明渊，睡着了吗？我跟你说件事。穆平将苏洛离搂得更紧一些，迷迷糊糊的小声道：离儿，你说吧，说我喜欢听的就没睡着，说我不喜欢听的就睡着了。苏洛离无奈地抚摸着男人在他胸前寻找母爱的脑袋。明渊，我知道你没睡着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想做你的婢女了，所以我想向你挑战，我要跟你公平的比试。穆平半睡半醒的嘟囔：离儿，只要你听话，我并不会拿你当婢女对待的。你如果不想要婢女这个名分了，你可以多侍奉我几次，就像今天这样，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把你从婢女变成老婆，真要比试，你知道的，你打不过我的。听到穆平的话，苏洛离胸口起伏，气鼓鼓的。他今天委身于这个男人，主动跟他欢好，还做了那么多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那些羞人的动作，他现在想起来都脸红。他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脸面，目的不就是为了能脱离魔帝的魔掌？这个好色的男人还想永远的占有他，怕是他还不清楚自己现在的位置。不管从修为、武技和战斗经验，他现在都远远高于这个男人，就算他还有一些底牌，应该也没什么大的作用。明天他就要堂堂正正的打败这个男人。苏洛离好像看到了魔帝失败后跪地求饶的样子，他也要做一回主人，让这个男人做给他为奴，还要打他屁股，而且要打肿。这个男人该叫他什么呢？小渊子。对，就叫小渊子，还挺符合他的气质的。他的底牌不是玄阳夺元功吗？不是喜欢找女人吗？要不把他阉了，他就没有任何机会翻身了。不行，阉了自己需要怎么办了？要不暂时先留着，看他表现。苏洛离抚摸着小渊子，一脸郑重。小渊子，我苏洛离不需要你的施舍，也不需要你给的名分，我会堂堂正正的打败你。小渊子。穆平差点在床上蹦起来，这女人喊他小渊子，实在忍不了了。睁开眼睛，气愤地看着苏洛离。离儿，你当真要跟我比试？看着穆平醒来，还一脸怒气地看着他，苏洛离身子一颤，内心有些慌乱，用灵瞳又查探了一下男人的修为。炼气2重，没错，他吸收了魔帝的修为，魔帝修为降低，一切都非常正常，不会有差错。肯定是这男人在虚张声势，上次魔帝重伤就是装可怜骗了他，这次他不会再上当了。
没错，明渊，我明天要正式向你挑战。穆平犹豫了一下，摆出一副强装镇定的样子。好，李儿，这是你自找的，胜了如何，败了又如何？当然是胜者为主，败者为奴。苏洛离自信满满的说道。穆平在苏洛离身上捏了一下。离儿，别忘了，你现在本来就是我的婢女。你这么说，就是你败了，没啥惩罚。是你说的，可以随时挑战，赢了就能获得自由，也没说过别的惩罚。可我也没说过不惩罚啊。穆平说着，抬起头看了看苏洛离那有些冷冷的表情，还顺便在他小嘴上又亲了一口。明渊，我跟你说正事呢，你干嘛？穆平突然的举动让苏洛离又羞又气，脸上泛起红晕。真服了这个男人，这时候了还没个正形，难道他没发现自己的修为降低了吗？穆平又打了一个哈欠，在苏洛离身上轻轻的拍了拍。这样吧，听我的，如果你赢了，我还你自由；如果你输了，让我每天亲你一口，亲的位置任我选，怎么样？苏洛离还想说什么，发现穆平已经呼呼睡着了。看着怀中熟睡的男人，苏洛离竟然有些不忍推开他。这算是什么惩罚？亲的位置任他选，除了亲嘴、亲脸，还能亲啊？苏洛离忽然想起跟这个男人第一次的时候，这个混蛋竟然亲他的这男人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时苏洛离忽然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他动用玄阴夺元功吸走魔帝的修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魔帝怎么可能没发现自己修为被他吸走了？就算是太累了没发现自己刚刚提出跟他比试，他肯定会察觉到自己修为的问题。最大的可能他在演戏，自己功力被吸走一半，却如此不动声色，还在对他又搂又抱调戏他。难道他在下一盘大棋，抱着还趴在自己胸前呼呼大睡的男人？这个男人没有了实力，就算有心还能翻出什么浪花？苏洛离也有点累了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第二天，苏洛离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，下意识的摸了摸身旁，男人不见了。苏洛离有些不祥的预感，紧张的跳下床，找遍了整个地下密室，搜遍了各个角落，都没有穆平的身影。苏洛离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，字写得很难看，有种没睡醒啊感觉。离儿，我走了，偷我的玄阴夺元功，还用身体魅惑我吸取我的修为，这次的事情你做得很好，我非常非常的满意。另外桌上放着20颗聚气丹和固元丹，你拿着先好好修炼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，等我回来再跟你好好比试。他走了，昨天晚上果然是装的，他修为被他吸了大半，竟然如此沉得住气，不动声色，把自己哄得团团转。苏洛离瘫坐在地上，身上一身冷汗。他昨晚想的都是怎么样可以打败魔帝，怎么样可以万无一失，他没想到这人会跑啊。他说自己吸取他修为，他非常非常满意。谁信？那意思一定是非常非常生气。更可气的是他还留下这么多丹药来羞辱他，这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他再怎么努力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一辈子做他的女奴。他修炼速度怎么可能超过他？这个魔头在外面再多睡几个女人，修为就回来了。这个魔头再次回来的时候，修为不知会精进到什么地步，到时候还会放过他吗？此时穆平正赶往丹云阁，明天就是玄灵宗收徒仪式，他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不知道韩清瑶有没有帮他搞到玄灵宗的比试名额。先去看一下楚若。经过这几天对系统的摸索，他发现一件事情，只有跟气运之女接触的时候，系统才会反馈修为。也就是说，苏洛离的好感度提升之后，只有见到气运之女才能将增加的好感度变成反馈修为，说白了就是得去女人那亮个相。苏洛离倒是不用，天命之女都是实时反馈。穆平走进丹云阁，发现今天店里和往日不同，人很多也很热闹。再一细看，才发觉不对劲，这些人看起来不是来买丹药的。这时听见几个男子响亮的声音，楚姑娘，我们不凡阁想买下你这家店，是你的福气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就是你这店开着也是为了赔钱，不凡阁肯接手是在帮你。再说不凡阁也不亏待你，只要你把不凡阁伺候好，还让你当老板娘，何乐不为呢？穆平有些明白了，那天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叶不凡又回来了，对楚若还是念念不忘。穆平扫视了一下众人，有7、8个人都有炼气7重以上的修为，叶不凡应该也是有后台的人，韩玄的后台是韩清瑶，这叶不凡的后台该不会是叶清雪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事就有意思多了。穆平径直朝前走去，越过众人，走到楚若跟前。楚姑娘，今天生意不错啊。楚若此时正身躯颤抖地扶着柜台边，才没有倒下去。看到穆平，好像将要溺水的人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柔软的身躯直接扑到了穆平怀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穆平轻轻拍打着楚若的后背，没事了，有我在呢。一旁众人见到此情此景，都是凶光毕露，就跟他们就要到嘴的肉，直接被别人吃了的感觉。都在等待着叶不凡的命令，就要一哄而上，
将这个男人大卸八块，小子还想找你呢，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哈哈。叶不凡认出了穆平，面色阴森地说道。随即叶不凡掏出一个镜子，对着穆平瞅来瞅去，这是叶清雪给他的看透别人修为境界的镜子。看到穆平面对他们这么多人还如此大胆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叶不凡掏了出来。测完以后，叶不凡嘴角都快翘了起来。炼气五重，哈哈，上次我中毒被你偷袭，今天还敢管老子的事情，还抢老子的女人。叶不凡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大笑起来。你这废物，快给不凡哥跪下！穆平好似没听见几人说话，轻轻给楚若擦拭着眼泪。看到穆平当众跟他看上的女人卿卿我我，叶不凡青筋暴露，拳头紧握，大声吼道：你们几个先把这废物四肢给废了！公子，若儿连累你了，若儿愿和公子生死与共。面对围上来的一群人，楚若仰头看着穆平，脸色微红，双手紧紧地抱着他，眼神中却满是决然之色，却也带着一丝欣慰。穆平眼神冷冷地扫过，几人身子一颤，竟然没人敢上前。叶不凡看到楚若小鸟依人的依偎在穆平怀里的样子，嘴角抽搐，眼睛似乎要冒出火来。他对楚若软硬兼施，筹谋许久，为了万无一失，今天更是惊动了他的姑姑叶清雪的关系，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，竟然被别人得手了。叶不凡有些颤抖的手指着楚若：楚若，你这贱女人，老子追求你多久，你冷言冷语，爱搭不理，老子还以为你多清纯，原来就是个贱货，早就跟这野男人乱搞上了。楚若回过头来，一改刚刚弱不禁风的样子，眼神中射出寒光。叶不凡，你骂我可以，你侮辱穆公子，你也配。听到楚若的话，穆平回想起了自己在楚若眼中的高大形象，顿时神色一正，轻轻地拍了拍楚若的肩膀：楚姑娘，这几个只会欺辱女子的玄灵宗小喽啰，跟他们生气犯不上，你要相信邪不压正，我这一身正气，这群邪魔歪道就近不了身。听到穆平的话，叶不凡忍不住哈哈直笑：哈哈，老子今天还真是长见识了，还一身正气，管老子的闲事，你凭什么？今天不废了你，我是你孙子。围着的几个男子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：不废了你，我也是你孙子，我也是你孙子，我也是，还有我。穆平嘴角抽了抽，又恢复了严肃的神色：凭什么？凭我要管尽天下不平之事，扫尽天下作恶之人的决心。你们几个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，如此行径，为天下正义之事所不容。楚若看着穆平那种临危不乱神情，眼神迷离，闪烁着光芒。这个男人为了他一个只有一面之缘之人，跟这么多高手为敌，甚至跟玄灵宗为敌，或许别人会觉得他说的话很假，但是他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他是真正的英雄。此情此景，叶不凡彻底忍不了了。你们几个还不上，给我废了他！穆平四周的几个男子也有点受不了了，纷纷举起拳头冲着穆平打了过来。穆平眼神一凛，身上散发出聚气五重的气势，拳头一握，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开来，周围几个男子都直接被震倒在地，口吐鲜血。叶不凡懵了，楚若也懵了，怎么会如此强大？太不可思议了，当真是他身上有一身正气。叶不凡脸色惨白，见情况不妙，抬腿就跑。穆平手掌对着叶不凡当空一抓，叶不凡刚跑到门口，竟然直接被吸了回来。叶不凡被穆平掐住脖子，像抓一只小鸡仔一样提了起来。英雄大哥，有话好说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穆平一脸阴森地看着叶不凡：饶了你？凭什么？叶不凡说道：我姑姑是叶清雪，玄灵宗丹殿外门长老，你不能杀我，否则我姑姑不会放过你的。果然是叶清雪，穆平冷笑一声：叶清雪，外门第一美女叶清雪。叶不凡脸上显露出得意之色：你知道就好，还不快放了我。穆平掏出一颗药丸塞到叶不凡嘴里：上次只是想警告你，给你一颗假的，这次可是真的，想要活命，让叶清雪来求我。穆平将叶不凡扔到地上，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药力发作，叶不凡在地上痛苦的打滚，哀嚎不断。又过了1刻钟，叶不凡实在受不了了，跪在穆平面前：英雄，求你饶了我吧，我要解药。穆平拿出一粒药丸弹入叶不凡嘴里。过了一小会，叶不凡终于停止了哀嚎，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：谢英雄，谢英雄，这药丸只能维持1天的药效，1天内让叶清雪来求我，否则你就等着痛苦致死吧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跟你姑姑有仇。穆平声音不大，但叶不凡还是浑身发抖。随后穆平又扔给了叶不凡一个小瓶子：叶不凡，其实不妨告诉你，我针对你都是因为你姑姑，你知道怎么做了吗？叶不凡拿起那个小瓶子，眼中满是复杂之色，犹豫了一下，眼中露出一道寒光：知道了，英雄，我会照做的。穆平在叶不凡身上踢了一脚：滚吧！叶不凡慌忙地爬起来，
对着躺在地上的几个男子招了招手，几人都一瘸一拐地走了。几人走后，楚若一脸震惊地从穆平怀里钻了出来，跪在地上对着穆平行礼：“穆公子，大恩不言谢，小女子不知如何报答。”穆平忙将楚若扶了起来：“楚姑娘，不必如此，你也了解我，扶危济困，惩奸除恶，本就是我的使命。”楚若一脸崇敬地看着穆平，声音很低：“我知道，公子的品性，不报答公子，小女子感觉只是心中有愧。”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提升至90点，系统已经按比例为宿主提升修为，宿主修为提升至聚其6重。系统声音传来，穆平心中一喜。不过楚若修为太低了，好感度这么高了，才反馈这么点修为，得想办法给楚若提升一点修为，让楚若修习玄阴夺元功。不过自己在楚若眼中如此高大正直的形象，如何说服她？楚姑娘，你一个弱女子，长得又漂亮，开家门店太容易招惹是非，我也不能一直都守在这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楚若摇了摇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公子有什么办法吗？”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楚若面露难色：“可是我资质普通，如何才能提升实力？”穆平犹豫了一下，拿出了那本玄阴夺元功递给楚若，这是在苏洛离床上拿回来的，他也用不上了。楚若接过功法翻开一看，脸色一红：“公子，这本功法好像是魔道功法。”楚若脸色羞红，声音很低：“楚姑娘，这天下正魔本就难分，魔道有多行善事之人，正道也有很多为非作歹之徒，今日来的这些可都是玄灵宗正道之人，跟魔道又有什么区别？”穆平从楚若手中拿过那本功法，翻开里面的内容给楚若一条条解释着，表情却是特别震惊。楚若羞得想立刻走开，但又不好服了穆平的心意，随着穆平的认真讲解，渐渐地投入了进去，感觉还挺新鲜的。这本功法虽然看似是魔道功法，但若是用于正途，找到有缘之人，也可以帮助你提升修为。所谓正魔都在人心，不在于功法和门派。楚若点了点头，看穆平的眼神又多了几分崇敬，但还是有些面露难色。公子所言不错，不过这功法需要吸取别人修为，还是那种方式，这种事我怕我做不来，就算我想，也不会有男人配合我，毕竟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练成的修为，不可能轻易给别人。穆平脸上露出毅然之色：“楚姑娘，如果姑娘不介意，我可以帮你，只不过此事关乎姑娘清白，主要还是看姑娘自己的意愿。”楚若羞怯地低下了头，过了好一会才低声道：“公子，你修行不易，又对我有大恩，小女子怎么可以吸取你的修为？”穆平轻轻拍了下楚若的肩膀：“楚姑娘，我这里你不用担心，只是姑娘一个弱女子，经营一家店面本就不易，这几天更是遇到歹人，险些遭遇不测，而我又不能一直在姑娘身边保护，内心实在难安，只是想再尽点绵薄之力。”楚若抬起头望着穆平，期待中带着一丝慌乱：“公子，你上次说过你有心上人，你这样帮我，你心上人会不会误会？”穆平踌躇了片刻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暖的笑容，马上又恢复了平静：“没事，他很懂我，知道我的品性，只是姑娘你，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助你提升修为，但并不会对姑娘的以后负责，因为我心里只有她一个人，还请姑娘明白。”楚若脸色浮现出一抹黯然，又换上一副轻松的样子：“我知道公子只是帮我提升修为，能得公子如此爱护和宠幸，已经是我极大的福分，哪敢奢求更多，只是这种事弱儿也没经验，怕唐突了公子，公子可否容我几日？”穆平心中焦急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不能拖，脸色却依然平静：“无妨，不过我明日有事离开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姑娘这些日子要多注意安全。”穆平一副很随意的样子，在储物袋里拿出一件轻薄的衣服递给楚若：“穆平系统花费10个系统金币买的，这件琉璃残衣可以抵消一些炼气境以下修士的伤害，也可以抵御一些毒气、迷药的药效，希望可以帮到姑娘化解一些危险。”楚若接过衣服，眼睛有些湿润。这件琉璃残衣她见过，但是价格昂贵，一直没舍得买。她这都知道。楚若激动地直接扑到穆平的怀里：“公子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”丁，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楚若琉璃残衣一件，5倍返还，系统返还琉璃金残衣一件。看到系统商城返还的物品，穆平微微一笑，拍了拍扑在他怀里的楚若：“楚姑娘，虽然没办法对你负责，但以后你需要什么零食、丹药啥的都跟我说，我会尽力给你的。你这店里如果经营有困难，我也可以帮你。”楚若抱着穆平抱得更紧了，她知道了，这个男人肯定是喜欢她的，除了这个理由，他没有理由这么对她。他有心上人，所以不能给他名分，可是他肯给他名分之外的所有东西，包括修为都肯给他，甚至身子都可以给他，这难道不是喜欢他吗？虽然楚若觉得穆平这么做有些对不住他的心上人，他那高大正直的形象受到了影响，但是喜欢的对象是他自己，他反而感觉这个男人更高大了。
更有人味了，更接地气了。公子，你等我一下。楚若从穆平怀里钻了出来，飞快地跑过去，将丹云阁的店门关了。楚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做生意了？楚若回过头，羞涩地一笑。今天给公子接风，暂停营业。穆平还没反应过来，楚若拉着他的手就朝后院走去，揉搓着柔弱无骨的小手，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，穆平身体一阵悸动，还是傻傻地问道：楚姑娘，我们这是要去干嘛？楚若拉着穆平来到房间，她的脸更红了，眼神中满是羞涩与期待。玄阴夺元功，我还是不太懂，公子可不可以先教教我？穆平看着眼前羞涩的楚若，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。也对，这玄阴夺元功也是一个比较高深的功法，楚若不是苏若离，就算是苏若离那逆天的资质和领悟能力，也花了几个时辰的时间才将这本功法融会贯通。没问题，楚姑娘，修炼功法最忌讳急于求成，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来。这套玄阴夺元功最讲究的就是身心一致。楚若似懂非懂。公子，什么叫身心一致？穆平是一个靠系统、靠开挂的人，修炼功法真不是他擅长的。但是到如今，编也得编下去，照着书一步一步来，总是没错的。穆平将那本玄阴夺元功翻开，指着上面的文字和图画，耐心地解释：楚若娘，你看，这是心法，这是灵气运行的脉络，这是身形。所谓的身心一致，就是要先练身，再练心，要学好这门功法，首先要学习正确的姿势。楚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但看着图片上的姿势，还是满脸通红。可是，公子，这图画里面都是2个人，这些姿势1个人也做不了。穆平轻轻笑了一下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会配合你。楚若声音微不可闻，那就有劳公子了。没事，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。楚姑娘，你站在桌子这边。见楚若小步挪到桌子边上，穆平耐心地开始指导，双手扶着桌子，身体放平，双腿自然分开，这里高一点。2人耐心交流着，门忽然开了，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。穆平看了一眼出现在门口的蓝衣女子，穆灵。穆平尴尬地笑了一下，将双手从楚若的小翘臀上拿了下来。楚若也扶着桌子站了起来，羞得脖子都红了，低着头就往外走。你们先聊，我先出去了。穆灵一把将楚若拉住，一脸笑意。楚姑娘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这个，别介意啊，你们继续，我啥也没看见。穆灵又对穆平叮嘱了一句，好好表现，就走了出去。但穆平虚瞳一扫，穆灵并没有走，而是饶有兴致地躲在窗边。穆平嘴角抽了抽，玄阴夺元功啥的都不重要了，主要是不能堕了威名。楚姑娘，我们现学现用吧，像刚刚那样挺耗费时间的，而且实操性不强。楚若羞红的脸上带着一丝疑惑。公子，实操性是啥意思？穆平轻咳一声，解释道：就是按书上的介绍，我们直接做，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功法的妙用。楚若脸颊绯红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都听公子的。穆平指了指玄阴夺元功的一个图画，对楚若道：楚姑娘，学这个姿势吧，在床上趴着更方便。楚若按穆平的指示调整着姿势。这放平，这里再高一点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吸取宿主修为 10%， 系统已为宿主反馈修为 17%， 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具气境7重。随着系统声音传来，穆平心中一喜，看着怀中媚眼如丝的楚若，扫视了一下，已经练气9重的修为了。2个人的缘分，能吸收这么多修为已经不容易了，主要还是第一次，太生疏。楚姑娘，感觉怎么样？楚若羞红着脸颊道：感觉实力提升了好多，多谢公子。穆平摸了摸楚若的头，没事。对了，楚姑娘，你一个弱女子，为何会开这家丹云阁？听到穆平的话，楚若满眼苦涩，气氛忽然变得无比的凝重。丹云殿公子有所了解吗？穆平一怔，好像想到了什么。我记得丹云殿是清玄帝国的一家大型的丹药店，清玄帝国的足上万家分店，取名丹云阁。丹云殿在清玄帝国都是很强大的势力，国主都会忌惮3分，怎么会被玄灵宗如此欺凌？楚若又是苦涩的一笑，我这家丹云阁虽然也是一家分店，但已经失去丹云殿所有的支持，没有丹云殿的武力支撑，也没有丹云殿的丹药供应，再加上遇到这几个月如此大的变故，所以才会举步维艰。既然如此，姑娘为何不将店卖掉？何必要苦苦支撑？楚若又苦笑一声，公子有所不知，这家店是我的全部，如果这家店没了，我也会被彻底逐出丹云殿，成为无家可归之人。穆平眼神复杂地看着楚若，丹云殿主名叫楚破天，也姓楚，难道姑娘跟店主有关系？楚若点了点头，不瞒公子，楚破天是我的父亲。穆平一下坐了起来，楚破天在清玄帝国都是个人物，不说丹云殿的势力，楚破天也是清玄帝国最强的高手之一。他睡了楚破天的女儿，他不是作死吗？虽然他并不惧怕楚破天，
只不过是他现在的实力是远远不够打的。楚若为何会落到这般境地？看他的样子，有很多的心事。那姑娘作为楚破天的女儿，为何不在丹云殿，而在这里？楚若也坐了起来，披上了一件衣服。我父亲儿女上百人，我不过是他酒后临幸了一个婢女所生，他从来都没想要认过我这个女儿。你母亲呢？我记事起都没见过我的母亲，听说生下我不久后便去世了。楚若说着，忍不住偷偷抹了一把眼泪。那你为何会负责这家这丹云阁？穆平接着问道。我从小在丹云殿都被人瞧不起你，过得跟婢女下人一样，甚至还不如，婢女还不会被人故意针对。后来我成年了，有人出主意让我分管一家店面，如果确实有经营的不错，就回丹云殿继续培养，如果经营不善或者亏欠，就让我永远不要回去了。听着楚若的叙述，穆平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但是说不上来。看着楚若一脸悲伤，笑着道：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刚还担心我睡了楚破天的女儿会被人拿去剁了喂狗呢。楚若一记粉拳打到穆平身上，依靠在穆平的肩膀上，情绪看起来好了一些。公子，你还说我现在是你的女人了，我现在只能依靠你了，你不会不管我吧？穆平一拍脑门，奶奶的，中计了。这小妞这么痛快地答应跟他睡觉，除了有些喜欢他之外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拿着这层关系寻求他的保护。虽然叶不凡这种小喽啰他可以轻松应对，但是如果真涉及到了丹云殿的核心利益，他现在还真的应付不了。这时穆平突然感觉到屋顶有人，他用虚瞳之术探测了一下，屋顶有一蒙面女子，一身青衣，有聚气6重的实力。这人会是谁？玄灵宗的人。但听这步伐气息，不像是玄灵宗的人，倒是能感觉到一些魔道的气息。他这些日子没有跟魔道有什么过节，按照他对楚若的了解，应该也不会跟魔道有什么过节。这时穆平感受到蒙面女子手里拿出了一枚黑色的丹药。不对，不是丹药，应该是强力的爆灵丹。这种丹药爆炸力惊人，按照威力而论，相当于聚气境巅峰修士的最强一击。如果被击中，楚若这体质怕是要尸骨无存，他也得身受重伤。穆平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屋顶女人的动作。不好！忽然感觉蒙面女子动手了，爆灵丹飞速朝扔了过来，速度之快超出了他的预料。面对飞速而来的爆灵丹，穆平抱起楚若，飞速朝屋外奔去。楚若还不明所以，只听身后一声巨响，爆灵丹在两人身后不远处爆炸，两人被爆灵丹震飞了出去。穆平抱着楚若倒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嘴角渗出鲜血，后背也已经血肉模糊。公子，公子你怎么样？楚若抱着穆平大声的呼唤，发现穆平已经晕过了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抚摸着刚刚还跟他亲热的男人的脸颊，男人刚刚生龙活虎的样子游在眼前，一瞬间就成了现在的样子。楚若眼眶发红，娇躯微微颤抖。穆平为了救他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这致命一击，不然他早已没命了。真是感人啊，你竟然还能遇到这样的男人。身后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响起。楚若转过头，看到一个蒙面女子朝他走过来，身上散发着强大的灵气波动，压得他有些透不过气来。但楚若毫无惧色，他已经有了赴死的决心，死死地盯着蒙面女子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们？蒙面女子咯咯直笑。为什么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知道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本想着让你们一块死呢，没想到这个男人拼了性命将你保了下来，但是又有什么用呢？一样都是死。蒙面女子越走越近，忽然抬起手掌，掌心灵气涌动，眼神杀意弥漫。楚若自知无幸，看着怀里的穆平，紧紧贴着他的脸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。公子，是我害了你，若儿只能来生再来补偿你了。这时穆平忽然睁开眼睛，在楚若怀里飞身而出。楚若神色一惊，蒙面女子也是大惊失色，她没想到这个男人被爆灵丹击中，居然还能有反击的能力。但由于距离太近，蒙面女子已经躲闪不及，被穆平一拳击中胸口。穆平这一拳看似平平无奇，却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。蒙面女子闷哼一声，身体倒飞出去数丈远，撞到一棵大树，喷出一口鲜血，瘫软在地上，眼中满是震惊与愤怒。你怎么可能中了爆灵丹还能反击，还有这么强的实力？蒙面女子难以置信地吼道。穆平强撑着身体站起，也呕出一滩鲜血，刚刚的一击仿佛用尽了他全部力气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蒙面女子冷笑一声。你觉得我会告诉你？楚若跑过来扶住穆平有些摇摇欲坠的身子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公子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穆平勉强笑了一声，摸了摸楚若的脸颊。真是红颜祸水，要不是被你折腾这么久，我怎么会被这种雕虫小技伤到？楚若小脸一红，整理了一下还有些凌乱的衣服。这能怪我吗？还不是你整那么多花样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女楚若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个点，目前好感度为100点，
恭喜宿主解锁第一个100点好感度的气运之女，宿主获得额外奖励，修为提升2个境界，现在境界为聚气8重。丁，系统提示：100好感度的气运之女，若宿主帮助她解决命劫，系统赠送返还倍数将增加10倍，而且还会随机给予大奖励。木平心下一喜，没想到100好感度还有这么多好处，但还得解决命劫。系统，命劫是什么意思？命劫就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结束，从出生就注定的结束。系统，那楚若的命劫是啥？丁，系统无可奉告，需要宿主自行探索。系统可以友情提示和楚若身世有关。木平一头雾水，身世有关？难道楚若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？楚破天的女儿，婢女所生，可如此不起眼的人为何会被刺杀？一般的人怎会让人如此大费周章？木平突然想到那些无脑短剧，难道楚若并不是婢女所生，被人调包了？可是为何这么多年过去都没事，现在才被刺杀？木平转头看向蒙面女子，对着她阴森一笑，她或许知道什么。你确定不说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蒙面女子眼神满是嘲讽，牙关紧咬。想让我说？做梦！木平冷笑一声，眼神杀意弥漫。好吧，我已经给你机会了，我不喜欢跟人多费口舌，既然你不肯说，我就送你上路嘛。木平二话不说，就是一掌击出，灵气汹涌，做事要将女人一掌毙于掌下。蒙面女子没想到这男人会直接动手，自知无幸，闭目待死。即将打中蒙面女子时，木平掌法一变，击在蒙面女子后脑，蒙面女子直接晕了过去。这时楚若走了过来，扶住木平胳膊。公子，他死了吗？还没有，他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木平轻笑一声，揭开女子的面纱，不得不说，长相还算不错。楚姑娘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楚若摇了摇头，不认识，但好像在哪见过，说不上来。木平伸手掰开女子的嘴巴，在里面抠了抠，不一会抠出一个红色药丸。楚若满脸疑惑，公子，这是什么？寂灭丸，杀手含在嘴里的药物，刺杀失败或者被擒住就会咬碎这个药丸自杀。可是公子如何得知他会有这个？木平微微一笑，虚瞳之术，这女人的动作无所遁形，但这秘密自然不能让楚若知道。我观察这女人有一个准备咬牙的动作，而且看她语气已有必死之心，所以我假装要将她杀死，待她松懈之时将她击晕。可是她为何不直接自杀呢？这寂灭丸是自杀的药物，服用以后无药可救，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死前非常痛苦，所以我估计她想要一个痛快的死法。木平说完，又吐出一口鲜血，有些站立不稳，坐在了地上。他这次伤得很重，又强行运功，导致伤势更重。楚若忙坐在他身后，将他扶住。木平惨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轻轻拍了拍楚若的手，又拿出一个小瓶子交给楚若。我没事，你先将这个净灵水给这女人吃了，可以封印她的灵气，然后将她绑起来，以防万一。楚若轻轻地应了一声，朝蒙面女子走了过去。木平在系统里买了一颗太虚回春丸，服了下去，运气疗伤。这太虚回春丸300系统金币，价格过于昂贵，但没办法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没时间慢慢疗伤。过了一会儿，木平感觉体内的伤势好了许多，缓缓睁开眼。这时楚若已经把蒙面女子绑得结结实实。公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楚姑娘，这个人是来杀你的，交给你好好审问他，如果他不说就动点刑，他会说的，我这人心软，不适合做这种事情。如果他就是不说呢？放心，一个随身带着寂灭丸准备自杀的人，用点刑就会招的。如果还是不行，就交给我，对付这种嘴硬的女人，我很感兴趣，也有的是手段。楚若白了木平一眼，以为是正人君子呢，怎么也会对这种事感兴趣？不愧是他喜欢的男人，就是有趣。丹云阁有一间秘密的地下室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开，今天事态紧急，这蒙面女人身份不明，无处安放，不得已两人将蒙面女子关到地下室。木平这时突然想到一件事，让楚若先慢慢审问这个女人，他则快速走出地下密室，走到两人刚刚练功的屋外。爆灵丹威力果然巨大，整个房屋都已经坍塌，屋内外一片狼藉。木平跑到窗边挖呀挖，挖了很久，终于将一个蓝衣女子挖了出来。木平探查了一下，虽然身上伤痕累累，也受了一些内伤，但好在还有气息。只不过木林由于修为太低，被爆灵丹余波击中晕了过去，性命并无大碍。将木林抱到床上，脱掉他身上的脏衣服，只剩贴身亵衣，盖上被子，又在系统买了一颗疗伤丹药给木林吃了下去。轻叹了一口气，这女人没事偷听别人做正事干嘛？这不是自找的吗？忽然感到外面有一股危险的气息靠近，木平迅速跑到院外，抬眼望去，一个容貌极美的红衣女子站在外面，手持一把短剑，身形婀娜，长发及腰，裙摆随风而动。
红衣女子见穆平出来，露出惊讶之色，脸色一寒：“竟然是你！不愧是玄灵宗外门第一美女叶清雪，生气的样子也这么美，让人直流口水。就是太凶了，急切需要身心教育。”穆平对着叶清雪猥琐一笑：“叶长老别来无恙，你今日这一身红衣，比起昨日沐浴时更多了一番风味。”穆平的调戏让叶清雪脸上怒意更浓，短剑一挥，一道剑气对着穆平袭来。穆平飞身躲过，这小娘们还是这样，不多说一句话，上来就搞。叶清雪，不想给你的好侄儿解毒了。叶清雪收了短剑，冷冷的道：“贼子，上次让你侥幸逃脱，现在还敢造次，交出解药，我给你一个痛快。”穆平呵呵一笑：“我跟你那废物侄儿说得很明白，让你来求我，你这是求人的态度。”叶清雪脸色微红，手中短剑嗡嗡作响：“找死！”说完，叶清雪短剑飞舞，一道接一道的剑气击向穆平。穆平很轻松的飞身躲过，顺手踢飞一块石头，对着叶清雪击射而去。叶清雪神色一惊，短剑用力一挡，但石头劲力未减，叶清雪一个踉跄，生生被击退几步。叶清雪被震得手臂发麻，虎口隐隐作痛，抬头看向穆平，脸色变得凝重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一日不见，不但伤势痊愈，实力还提升这么多。”穆平玩味地看着叶清雪：“我说过会去找你报仇的，既然你自己来了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置你呢？今天穿的这身红衣是战袍吗？别得意太早，我今日必杀你！”叶清雪眼睛寒光一闪，露出浓浓杀意，掌心运气，灵气在掌心形成强力的气流漩涡。一时间，院内树木房屋嘎嘎作响，仿佛要被震断。随着叶清雪一掌打出，一个恐怖的玉掌虚影冲着穆平笼罩而来，比上次的威力还要强上一倍。穆平面色平静，双手背负，站立不动。笼罩在穆平四周的劲力忽然如河流入海，像是找到了宣泄的入口，疯狂地汇入穆平身体。叶清雪竭尽全力的一掌，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穆平微微一笑，这招万流归海诀还是跟苏洛离缠绵兜时候苏洛离教他的，将敌人打出的掌力据为己用。不过一般只能针对实力比自己低的对手，如果对手掌力过于雄厚，强行吸收，体内容纳不了，有可能会爆体而亡。穆平是太虚神体，聚气八重的修为，实力已经在叶清雪之上，眼神猥琐地看着叶清雪：“叶清雪，就不能用点新招？又是这一招，等我教你生擒，我多教你几个新花样。”叶清雪一脸震惊之色，想飞身离去，恍惚间竟然身体一软，站立不稳，直接瘫坐在了地上，好像没有了站起来的力气，一脸悲愤地看向穆平：“我中毒了！我怎么会中毒？是你！”穆平拍了拍手，一脸坏笑：“哦，想起来了，我给了你侄儿点药，不过只是想考验下你的好侄儿对你的忠诚，没想到自己的侄儿都会害你。叶清雪，你真的好失败，是不是很伤心？不如让我好好的安慰一下你。”叶清雪又羞又怒，有些恐惧地瞪着穆平：“你想把我怎么样？”穆平嘿嘿一笑，慢慢走向他：“小娘们，你说呢？既然你都来了，我也不能亏待你啊。”看着越来越近的穆平，叶清雪身躯微微颤抖：“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”穆平听话地停下了脚步，叶清雪却是一愣：“小娘们，你这是要求我吗？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”叶清雪咬了咬嘴唇，眼中满是屈辱，最终还是低下了头，声音颤抖：“求你放了我，我愿为你做任何事。”穆平嘴角上扬，一脸得意：“任何事？我没听明白，是我想的那种事吗？”见叶清雪咬着牙点了点头，穆平又朝他走近了几步：“我还以为傲娇的叶长老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呢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屈服，我还想着给你用点刑呢，你这样让我觉得很没意思。”叶清雪下意识地朝后挪了挪，眼神更加悲愤：“既然落到你的手上，只求保全性命，既然早晚都要屈服，又何必受皮肉之苦？只求公子放过清雪。”